东神州大周王朝帝都天渊府。什么？你说你要结婚，还是跟苏家的神女苏丽？你知不知道人家可是有着9品资质的天之娇女？你是脑子抽了还是癫了？你这2品天赋，人家看得上你吗？大厅上，一位魁梧的中年男人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台下坐着的少年，发出夺命3连问。他身穿黑龙袍，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正是当代天渊府的府主南宫战，也是大周王朝最年轻的准圣，被誉为第1战将之名。台下一位身穿白袍的少年，神色淡然，目光深邃，低头轻抿了一口茶，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一般。怎么，不可以吗？南宫晨平静道。此话一出，一旁的族老瞬间不淡定了，吐出一口茶水。我知道少主是在说笑吧？他讪笑说道。只有南宫战听见之后，目光悠悠，就这样盯着南宫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你认真的？南宫战狐疑地问道。南宫晨见状，也是露出一脸深情的表情，千真万确。那天我在茫茫人海看了他一眼，就爱上了他。那时候我就心里决定，此生非他不娶。而且虽然我只是2品天赋，但对方是9品啊！我要是与他结婚，岂不是能改善我们南宫家的血脉，造福我们子孙？那你昨天还去青楼啊？什么时候？我昨天不是在家吗？况且青楼怎么了？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少女卖艺，我自然得支持他们。南宫晨不假思索地说道，没有一丝犹豫，让人看不出一丝破绽。难道说偷偷跑去青楼被发现了？不过他真的只是去安慰一下无家可归的少女罢了。更何况这个世界的青楼女子卖艺不卖身，他也只是勾栏听曲，享受一个情绪价值。原来南宫晨是从蓝星穿越过来的，并不是这个玄幻世界的本地人。刚开始得知穿越到一个背景如此恐怖的家族时，南宫晨那叫一个激动啊！没想到重生在异世界竟然转运了。就是这个世界危险无比，以武为尊，强者搬山倒海，斗转星移。上一世的南宫晨只是一个刚刚失业的社畜，不仅如此，他还刚分手，可以说人生落寞到了极点。而他那时候也正打算回家打几把爆火的武侠类游戏，情趣无间，却没想到那一天他的电脑上面竟然出现一则诈骗广告，还是那种一看就很假的广告。老婆不在家，一个人火热难耐，点击进去就可以玩劲爆刺激游戏，激情多人，名额有限，注册就送。在广告上面还散发着奇奇怪怪的颜色，就如同一些神秘网站之中的广告一般。而在中间则写着4个大字：开始游戏。南宫晨看到之后，还以为自己看小视频看多了，电脑被病毒入侵。一时间他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杀毒软件，不过都没有效果。就在这时，他看到下面的一行小字，字体非常小，估计不凑近看都不知道那几个黑点竟然是字。点击此处关闭。南宫晨看到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此时又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一行小字的按钮离开始游戏实在是太近了，也就是说稍有不慎，他就会进入对方的圈套之中，整个电脑都会万劫不复。他冷汗直流，咽了一口口水，操控着鼠标小心翼翼地在屏幕上挪动。就在要点到那个关闭之时，不知道从哪里传出一声猫叫，喵！只见一只大橘窜入他的怀中，吓得他鼠标一滑，恰好点到了开始游戏。死了！他大叫一声，怀里的大橘也用好奇的眼神望着他。只见屏幕中出现耀眼的白光，一阵眩晕感瞬间袭来。等醒了过来，南宫晨就发现自己穿越了。如今他18岁，也是第18个年头。回过神来，好，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是时候该成婚了。既然你看上了苏家神女，那明日我就派人上门提婚。南宫战思忖一会，开口道。虽然这个小子平时有些不正经，但在正事上应该不会含糊。南宫晨听到之后，脸上浮现一抹欣喜，多谢父亲成全，以后定给你多生几个胖孙，让你早点当上爷爷。此话一出，南宫战瞬间满头黑线，他可不想这么早就带孩子，况且他一个人就将天渊府闹得鸡犬不宁，要是多生几个那还得了。他已经能想象到一群小屁孩大闹天渊府了。南宫战摆摆手，你先将苏家神女搞定再说吧，少说这些风凉话。南宫晨笑了一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是自然，我会争取早日让你抱上孙子的。好好好，既然你要成婚了，那最近就少点去青楼，不要老是去那种风花雪月的地方。你看哪家势力少主像你一样，天天去那种地方，败坏我们南宫家的名声。南宫战无奈道，随后警告一番，老家伙你懂什么？那叫陶冶情操，我们这种风流男子就是要去勾栏听曲，丰富心境的好不好？南宫晨回对道，做出一个鬼脸，随后脚步轻快转身离开。你！南宫战眉毛一横，有些生气说道，这小子变脸这么快，早知道应该为难一下他的。算了，下次可不会这么轻易的答应他了。看到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南宫战神情这才有些缓和，笑了一下，似乎并没有在意。明日真的要去苏家提婚吗？族长等人彻底走后，族老开口问道，语气有些不确定。难道还能有假？南宫战笑道，可是苏家如今背靠朝廷，如今苏家出了那般妖孽，恐怕朝廷那边会不同意吧。族老沉声道，眼中有些顾虑。朝廷不过只是纸老虎罢了，哼，我就这一个儿子，若他们敢阻拦我儿成婚，天渊府不介意让大周改姓。南宫战眸子冰冷，身上爆出恐怖的威压。族老感受到后，
眼神中充满着心惊，额头出现冷汗，不敢再提朝廷。明白。南宫站顿了一下，随后思忖道：明日就让南宫问天带人过去提亲吧。至于苏家会不会同意，苏明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会怎么做的。话落，他那深邃的眼中爆发出一道金光，挥了挥手：是。族老赶忙回应，随后便颤颤巍巍地离开了这里。次日清早，帝都的街道上，一辆金色的车辇飞快地行驶着，车辇上面的旗帜猎猎作响。胆敢在帝都开这么快，不要命了！禁卫军怎么还不敢来？你疯了？你看看上面的旗帜，那可是天元府啊！竟然是天元府，怪不得。不过他们这是要去哪里？路上的行人低声议论着，眼神之中都充满着心惊。若是寻常势力，在帝都开如此之快，早就被禁卫军拉过去谈话了。不过这可是天元府啊，当今的皇室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车辇上，南宫晨睡眼朦胧，头摇摇欲坠，眼睛时而张开，时而闭上，就像要上早八的大学生一般。尽管如此，他身上却穿着十分正式的白色浴袍，搭配到那俊美无比的面孔，谁见了之后不敢叹一句翩翩君子。二叔还没到吗？南宫晨打了一个哈欠，问道。一旁坐着的一个刀疤男人听到之后，将手中看着书放下，笑着回应道：快了，小臣你要是困了就睡会，到了我再叫你。此刻若是有人认知这个刀疤男子，那必然会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因为他可是被北域杀神南宫问天啊，在北域杀人都不眨眼的那种，身上背负着千万条人命的存在，此时却露出这么温和的笑容。快到了吗？算了，我还是不睡了，毕竟等会就要见到未来的娘子了。南宫晨也是来了一点精神，拒绝了。南宫问天听到之后也点点头，笑道：好，今日提婚，一切依你。就这样，南宫晨望向窗外，眼神带着思绪，也不知道父亲怎么想的，竟然派二叔来，要是等会打起来了怎么办？二叔一介文人，弱不禁风的，等会说不定还得要我保护他。哎，他也不是说瞧不起二叔，只是为他的安全着想，毕竟每次见到二叔，他都是在屋子中读书，天天捧着那些书读，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不过二叔知道的东西确实很多，给一开始穿越过来的他解惑了许多。难道二叔修炼天赋也是一般，甚至比他还要差，修为比他还要低？突然他想到这种可能，转过头来一脸同情地看着南宫问天。南宫问天感受这般眼神之后，也是一脸问号，心中不自觉地紧张起来了。难道我骗他脸上的疤是给猫抓的泄露了？自己这个侄子素来不问政事，被族中保护得很好，自然是不知道他远在域外的名声。看到二叔这般反应，南宫晨也是明白了许多，略有深意地拍了拍南宫问天的肩膀。没事，等会躲我身后。南宫问天听到之后也是有些愕然，瞪大了双眼，仿佛跟听错一样。他说什么？等会躲他身后？少主，二爷到苏家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声恭敬的声音。南宫晨率先下车，留在身后的南宫问天来不及多想，也跟着一并下车了。不错，不愧苏丞相的府邸，有气派。南宫晨看着大门上的牌坊，夸赞道。而在苏家大门旁值守的两个仆人见到南宫晨之后，更是瞳孔微缩，身子都有些颤抖，如同见到了魔鬼一般。快去告知家主！一个年纪稍大的仆人说道。一旁的人听到之后，重重的点点头，随后便疯地往里面跑。很快，天元府少主到来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苏家，一时间苏家老小皆惊慌失措。南宫晨见到之后，也不禁满头黑线。本少主有这么吓人吗？请公子这边请。剩下的一个仆人开口说道，恭敬地做出一个手势。他甚至不敢过问南宫家前来为了何事，因为身份摆在那里，知道未必是一件好事。南宫晨点点头，便跟随着几人入内。一路上他心中思绪万千，冰凤神体苏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呢？先前跟他父亲说，在人群之中看到苏里产生感情，那完全就是扯淡，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事实上他连苏里的面都没有见过。至于为什么要找苏里结婚，那还得从他脑海之中的系统说起。虽然他的背景十分恐怖，但天赋却是差得离谱，测试的资质当中也只有2品。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资质等级共分9品，其中1品最差，9品最佳。1品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无法修炼的凡体，一生都踏入不了仙途。而南宫晨的2品天赋相比较之下稍微好一点，能感受到稀薄的灵气，但还是修炼困难，基本上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达到低等修为。3品之下天赋在大洲极为常见，而只有3品之上才是真正的天骄行列，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每1品之间的差距不亚于天上地下，可谓是恐怖无比。而9品则是十分之恐怖，整个大洲一直以来还没有出现过9品的天赋，人们对其未来的高度都不敢想象，恐怕有传说中的圣人王之姿。有圣人甚至放话，只要苏丽不死，日后必将达到圣人之上。圣人之上，那可是一个很恐怖的概念，因为自古以来整个大洲还没人能达到这般境界。就连上一个被誉为无敌天赋的南宫战，也不过只是8品天赋，就已经无比惊艳绝伦，以100岁入神王，1000岁入准圣明，震天下了。这样想到，原主的2品的天赋真是差到离谱。不过还好，他可是有着穿越者必备的系统。南宫晨看着脑海之后的画面，有些激动。等与苏里成亲之后，
可是要奖励传说之中的仲童啊！要知道，仲童乃是无敌路啊！同时，他心中也期待万分，也不知道仲童在这个世界算极品天赋。回过神来，南宫晨看着眼前慌忙前来的苏家丞相苏明，嘴角不免扬起一抹微笑。哎呦，我就说今天庭院外的喜鹊怎么一直叫，原来是公子来了呀！真是让我们苏家蓬荜生辉啊！公子怎么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好让我们早点准备？苏明一边招呼着，一边带着几人入座。而此时，南宫晨的眼神注意力并没有在这边，而是直勾勾望着楼阁上面的白色身影，失了神。前期修炼等级：淬体、炼气、筑基、灵海、子府、大能、神王、准圣、圣人、圣人王，她就是神女苏烈。此刻，这是唯一在南宫晨脑海之中的想法。楼阁上，少女身穿白色仙裙，3000银丝散落在肩上，银发之下是一张美丽惊心动魄的面孔。少女眉如墨画，美眸灵动，琼鼻小巧，五官精致无比，就好像上天精心雕刻过的一般。而身材也是完美无比，这个年纪该丰满的已经丰满，该圆润的已经圆润，整体看上去完美无比，完全找不到一丝的瑕疵。尽管南宫晨见过许多的角色，不过像苏里这般完美的还是少见。不过很快，苏里的身影便消失不见。短短的失神之中，南宫晨也是很快反应过来，在苏明的示意下，一屁股坐在了苏家家主的一旁。南宫问天也紧跟着入座。苏家众人见到之后，眸子中充满着心惊，似乎十分惊讶，家主竟然这么重视这个纨绔弟子吗？而一旁的南宫问天则被他们下意识给忽略了，因为太过于普通，一身儒雅气息，手捧着一本经书，反而像一个并行的仆人。不知公子今日前来是为了何事？苏明给南宫晨倒了一杯茶，试探的开口问道。南宫晨神情淡然，低头垂眸抿了口茶，随后不紧不慢的说道：晚辈承父亲之命，自然有一事相求。此话一出，整个苏家都震惊了，一下子大厅就沉默无比。天渊府竟然有一事相求，他说是他父亲的意思。他父亲是谁？恐怕在座的各位都如雷贯耳。天渊府的府主，当代至强者之一，最年轻的准圣，传奇一般的人物，南宫战。苏明更是瞳孔微缩，浑身一颤，直接站起身来，大声道：公子快说，只要是我们苏家能做到的事，就算倾尽全族之力也在所不辞。尽管苏家现在背靠朝廷，并且出了苏里这般妖孽，地位水涨船高，但面对天渊府这一庞然大物面前，还是显得有些无力的。南宫晨依旧不紧不慢，手指不停敲着那木椅。身旁的南宫问天见状，也是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开口道：我们是来向你女儿提亲的。此话一出，大厅之中又陷入了一片沉默。什么提亲？天渊府竟然要向我们提亲？不会是向那位提亲吧？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整个苏家就爆发一阵喧闹，众人瞪大双眼，一脸不敢相信，纷纷猜测的。果然，苏明听见之后，一张国字脸瞬间黑了。他自然明白，值得天渊府少主亲自过来，他们苏家也就一人。不过苏明还是带着一些侥幸，开口问道：苏家优秀的女子很多，不知道公子看上了哪一个？我立马把她叫过来，让公子喜得良缘。看上你女儿了？哦，眼光这么好，竟然看上我女儿。不过我家那个小妹的现在年纪尚小，恐怕在很多方面不会让你满意。不是那个小的，是她姐姐神女苏里。最终以苏明沉默不语，脸色黑得吓人，结束了这段对话。见状，南宫晨也不忘记补刀：你现在就可以把苏里叫来。两人虽然说话声不大，但在如此安静的环境，还是响彻了每个人的耳边。不能答应他啊，族长，神女可是我们苏家的重中之重啊，可不能外嫁。是啊，族长，神女乃是我们家族觉醒的希望。众人的反应十分激烈，一言一语的抗议着。苏明的脸色也难看无比，陷入了犹豫之中。在下面有一个面容刚毅的少年，在听到南宫晨说的话后，他拳头攥紧，眼神之中也瞬间冰冷，带着一股杀意。敢打上我女人的主意，不管你是谁，你都有取死之道。他名苏傲天，原本乃苏家一个旁系弟子，天赋平平，而就在某一天，像是醒悟了一般，修为突飞猛进，一跃成为天才弟子。而别人不知道的是，他手中佩戴的戒指之中，里面有一尊强大的灵魂，这也是他最大的秘密。苏里的冰凤神体对你来说有很大帮助，若能拿下它，与其双修，你身上的焚天战体能更快的激发，这是天大的机缘。就在这时，苏傲天的脑海中传来一道古老声音。苏傲天听到之后点点头，回道：师尊放心，苏里是我的女人，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纨绔弟子来沾染的。随后他看了看上方的南宫晨，心中便有了打算，他要去找人来帮忙。很快，苏傲天的身影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主位上一番取舍之中，苏明也是开口道：既然公子看上了我家神女，真是苏家千百年修的福气。不过婚姻之事万般重要，不如你们先认识一下，交流一下感情，再提婚姻之事也不急。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懂得苏明的意思，这是让我见到苏里之后知难而退吗？也罢，那就彻底断了你们最后念想吧。就在他准备说些什么时，一道好听的声音从上面传来：父亲，带他过来吧。声音清冷无比，就像9天之上的冰泉。苏明有些意外，没想到他的女儿一直在听着。随后他心暗自祈祷：女儿啊，能不能让他知难而退，就看你的了。若是不能，
怕是魏父都保不住你啊。公子这边请。苏明回过神来，恭敬道，眼神带着复杂之色。南宫晨站起身来，清扫白袍，随后跟随着苏明离开了这里。南宫问天还想着跟随，却被南宫晨一挥手阻止在了原地。他可不想要一个电灯泡在附近看着。哼，你们最好不要搞什么幺蛾子，若是晨儿有半点损失，天元府的怒火你们苏家可是承担不住的。南宫问天见状也是冷声道，随后身上爆出一股滔天的威压，众人脸色一变，身体有些颤抖，瞳孔之中尽是恐惧，还有些震惊。不可敌，万万不可敌，这绝对是一尊顶级强者。他们有些意料不到，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随从竟然修为如此恐怖。这就是天元府吗？而在带着路的苏明此刻背后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脸色有些苍白，心中有一阵后怕。真是可怕，天元府真是卧虎藏龙啊，难怪此次南宫晨前来就带了一人，原来有如此倚仗。而在身后跟随着的南宫晨自然没有发觉，因为南宫问天的威压并没有朝他施来，他只是觉得这天气有这么热吗？怎么走个路都能出一身汗？还是他这未来的岳父太虚了？楼阁上，苏里精致的脸上有些复杂，没有想到天元府的少主会亲自上门提亲。刚刚下面所发生的事，他可是一清二楚。自有他身上天赋展现出来之后，便有许多世家前来提亲，不过碍于朝廷以及父亲的面子，都能一一拒绝。不过此次前来提亲的可是天元府啊！同时他心中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南宫晨会想与他成亲？明明两人都没有见过面。来不及他多想，一阵敲门声响起，咚咚，李儿，公子来了。门外的苏明小心翼翼地说道，让他进吧。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响起，苏明听到后也是给了南宫晨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随后看了南宫晨一眼，公子你进去吧。南宫晨有些哭笑不得，随后直接推门而入。在来的路上，他看到了一个与苏里长得有些相像的女子，不过略显稚嫩，似乎只有14、15岁的样子。路过时还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他，想必那就是苏里的亲妹苏瑶吧。虽然年纪小，但也不妨能看出是一个美人胚子。进去之后，南宫晨好奇地打量屋内的环境，这还是他第一进女人的闺房。苏里的房间十分简约，桌子上除了一个木镜子，还有些一些装品，就没有其他的了。南宫晨点点头，这个布局他很满意。很快，随着走完一个长廊，一个少女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由于南宫晨低着头，一眼就看到一双白丝包裹下的玉足，让他不禁瞪大眼睛。以他多年经验来看，这双腿绝对是最完美的，白丝晶莹光滑，所用的丝绸一看就是上好的材料，想必手感肯定不错。看够了吗？一道冰冷而好听的声音响起，南宫晨抬头看去，只见一张美丽心惊动魄的面孔正在冷冷地盯着他。苏里双手抱胸，身后的银发无比美丽，穿着一袭琉璃仙裙，整个人仙气飘飘，气质高贵而又冷艳，让人有些欲罢不能，像是冰山雪地的莲花一般。如果要说有唯一的缺点的话，那就是他身上太冷了，由于体质的原因，散发着一股刺骨的寒意，越靠近感觉的越明显。没看够。南宫晨没有拐弯抹角，只是他的眼睛直接将心中的话说了出来，很是坦率。苏里有些意外，没有想到对方如此直接，看着那一双澄澈明净的双眼，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许久，他朱唇嗡动，开口道，你说你要娶我？没错，我意已决，此生只追求大道，至于儿女情长之类的事，我未曾考虑过。南宫公子还是把话收回，去另寻家园吧。苏里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委婉地拒绝道。说完之后，他美眸之中有些紧张，似乎怕他动怒一般。南宫晨听到之后，神情淡然，似乎早已预料到，也没有恼羞成怒，只是不紧不慢地说道，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我能理解，你这个理由似乎也天衣无缝。看到南宫晨不仅没有动怒，还说出这样的话后，苏里的眼神不免出现一丝感激，同时也对南宫晨有些刮目相看了。没想到是一个如此通情达理之人，看来帝都那些传言不免有几分虚假。想到这，他重新审视了南宫晨一番，精致的脸上不禁浮现一抹笑容。这般皮囊倒是不错，若是资质没有那么差，说不定追求自己一番，曾经的自己可能会动心。不过如今自己早已成熟，况且以他的天赋，必将不会局限于大周，更不会把终生大事交代在这。不过也无妨，若是对方强迫自己，恐怕朝廷那边应该会帮助自己。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同意你了，所以你这是在拒绝天元府吗？就在苏里思绪间，南宫晨开口了，他笑得很灿烂，如沐浴春风。我理解，并不代表我同意，不等式直接秒了。果然，苏里听到之后，嘴角的那抹笑容凝固了，仿佛感觉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我理解你，并不代表我同意，所以你是在拒绝天元府吗？南宫晨走上前，掐住他白皙的下巴，一字一字的吐道。苏里看到后，冰蓝色的眸子出现一丝怒意，随后一把甩开了南宫晨的手，紧接着拿出一把玉剑，指向他的脖颈处。你敢非礼我，就不怕我杀了你吗？他冷声道。杀我？你敢吗？南宫晨见状，淡然的笑了一下，甚至故意凑近，让剑尖刺到他的肌肤。你若是杀了我，整个苏家都会为我陪葬，到时候
你就是苏家的罪人。你眼看林剑就要插入他的脖颈，甚至已经有血丝出现，苏丽有些生气，最终还是妥协，把剑放下，冷冷地看着他。他真想一剑刺死他，可惜他不能。哦，对了，你也可以说你天赋强大，朝廷会庇护你。不过，他们真的会为一个羽翼未满的天骄得罪天渊府吗？况且，你姓苏，不姓周。南宫晨缓缓说道，将他最后一丝的念想破灭，眼神愈加无情，高高在上的俯视他。苏丽听到后，脸上充满着震惊，没有想到对方竟然猜到了，这般心智与城府，他还真的是一个简单的纨绔吗？恐怕世人都被他蒙骗了。苏丽美眸中闪过一丝忌惮，心中竟然出现了些许的害怕。他完全看不透南宫晨，你们苏家最大的仰仗不就是你父亲苏明吗？若是他失去丞相之位，恐怕你们苏家会万劫不复吧。我天渊府虽然不大，但是办这些事情对于我父亲来说，也不过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你也不想你父亲因此失去大臣之位吧？结。南宫晨在他耳边低语着，犹如恶魔般。苏丽听见之后，一张俏脸瞬间煞白，那双好看的眸子失去光芒，眼眶竟然有些红润，一脸绝望之色，就像被事玩坏了一般。南宫晨见到这般楚楚可怜的样子，也是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继续道：方才我来的时候，见到有一女与你有几分相像，不过年纪小了点，适合做童养媳，那应该是你妹妹苏瑶吧？你若不想与我成亲，换她也不是不行。话落，苏里修为爆发，身后的银发飘舞，散发出无尽寒意，整个地面开始结霜，美眸中有一丝杀意，举剑相向，银牙紧咬。你若糟蹋她，我绝对会杀了你。一旁的南宫晨直接被这般力量震开几米，喉咙不自觉地涌上一抹甜血。原来这就是他的软肋吗？南宫晨有些惨笑，将涌上来的血咽了下去。为了得到这个信息，可差点要了他的命了。不过还好，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看着还在暴走的苏里，他轻声开口道：当然，这只是基于你不答应的情况之下，若是你与我成亲，我自然不会对令妹做出任何事的。苏里听到之后，眼中的寒意这才消退不少，不过还是一脸警惕地看着他。我答应你，与你成亲。他有些说不出口，支支吾吾道。南宫晨听到后，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开口道：这才对嘛，与我成亲，对你来说，甚至对你们整个苏家都有莫大的好处。好处？南宫晨，我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妹妹有半点主意，我就算命落黄泉，也要杀了你。苏里眉头一皱，警告道，眼神依旧充满寒意。我南宫晨向来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你就放心吧。南宫晨笑道。苏丽不语，脸上这才有些缓和。走吧，随我下去，告诉你的族人。南宫晨转过身去，步伐慢条斯理，悠悠道，随后离开这里。看着这道闲庭信步的背影，苏里那精致的俏脸上有些复杂之色，不过一番思索之后，还是跟了上去。是南宫晨，他怎么一个人下来？莫非是被拒绝了吧？啊，哈哈哈！我就说嘛，神女怎么会看上这种纨绔子弟？真是小丑啊！若是传出去，恐怕明日整个帝都又有的笑了。苏家的族人看到南宫晨下来，也是小声议论着，眼神中充满着讥讽。苏明也暗自松了一口气，眼里有些庆幸。失败了吗？看来还是得用强的。南宫问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似乎在预料之中。而在下一刻，他们看到那道绝美的身影出现，眼神有些呆滞。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假的。下来了又怎么样？神女肯定不会同意嫁给他的。短暂的寂静之后，这些苏家弟子面露震惊，不过还是不敢相信。苏明更是瞪大了眼睛，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神带着愧疚，不敢直视苏里。南宫问天嘴角露出笑意，倒是有些意外，看来自己这个侄儿还是有点东西的。父亲，我已经答应与他成亲了。苏里直接开口道，美眸之中有些低落。这道冷清动听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等听清楚之后，这群苏家弟子笑容僵硬了，瞳孔有些微缩，瞬间整个苏家安静了。苏明站着的身子有些踉跄，眼中有些恍神。我不同意。就在这时，门口外传来一道声音，众人抬头望去，只见苏傲天带着一行人匆匆赶来。苏傲天一脸着急，但看到自己并没有来迟之后，也是松了一口气。苏傲天，怎么会是他？他这是要跟南宫晨作对吗？好，不愧是我们苏家第二天才，这才是我们苏家该有的气势。众人看到之后也是十分震惊，随后议论纷纷。而苏里听到后，美眸中有些意外，竟然是他。他心中不禁产生一丝好感。对于苏傲天，他还是有些了解的。出生于旁系，原本天赋平平，而在近几年突然崭露头角，击溃了许多天骄。苏傲天还经常想要找他论道，探讨修炼上的问题。不过他修炼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空出来论道，所以每次都拒绝了。不过若仅仅靠他的话，面对天渊府这尊庞然大物，还是没有希望。想到这，苏里的眼神又低沉下来。南宫晨神情淡然，一身白衣，气质无比出尘，坐在紫金椅上，低头垂眸抿了口茶，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王老，等会就靠你了。苏傲天对着身旁的老者开口说道。只见一旁的老者身穿金黄色的长袍，虽然满面白发，但身上的生机无比蓬勃，显然是一尊强者。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老者拍拍胸脯开口道，一脸信誓旦旦。是啊，傲天哥哥，你就放心了，
我爷爷在帝都也是有点威望的，肯定能帮你主持公道的。这时，身旁一位身姿靓丽的少女开口说道，脸蛋美丽清纯，声音很是清脆。宇轩，我相信你们。苏傲天心中松了一口气，看向一旁的少女。王宇轩听到之后，脸上有些害羞。苏傲天看向上面倾国倾城的苏里，眼神之中的爱慕没有丝毫掩饰，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而他转眼看向南宫晨时，眼中则是一片冰冷。今日有我在，苏傲天在，你一个纨绔弟子就休想驱走苏里。就在1年前，他偶然在秘境之中解救一位老者，没想到的是，这个老者竟然是身份尊贵的帝都王家老爷子。而后他就被王家奉为上宾，而此时也陆陆续续有人认出来他身旁的这些人。你们看，那像不像王家的那位？听到这话后，再结合刚刚苏傲天所说的，这些人互相对视一眼，猜到了什么？王家失踪许久的老爷子，一尊紫府境的老牌强者。那苏傲天旁边那位女子，岂不是王家的小公主，天生灵体王宇轩？苏傲天竟然结识了这些人，那今日神女的结局可就说不定了。没错，这个南宫晨一个纨绔弟子，怎么配娶我们的神女？要娶也要是像苏傲天这样的天骄啊！很快，众人面露震惊，纷纷支持苏傲天，一言一语地说着。而沉默许久的苏明，在一番衡量之后，出声了：“大胆！你一个旁系弟子，是想要违背家族吗？”他站起身来，大怒道：“须发皆精！这小子真是愚笨！区区一个一流势力王家，又怎么可能匹敌天渊府？他这种行为，无异于给苏家招恨。神女出嫁，乃是苏家的决定，更是神女自己的决定。你以为带了些人过来就能阻扰的吗？”他接着怒道，眼神锁定着苏傲天。他想让苏傲天知难而退，不要过来犯这汤浑水。毕竟这里的事，可不是这几人能决定的。苏傲天被这几声怒吼瞬间懵了，有些呆呆地站在原地。而南宫晨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在场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不过看到家主如此发火，也都不敢出声。家主，那南宫晨可是在帝都十恶不赦的纨绔啊，怎么能将如此优秀的神女嫁给他？那不是葬送了神女的未来吗？苏傲天不解，强忍着怒火，一字一句说道：“没想到这个老东西竟然如此不知好歹，日后他要是得到苏里，一定把他挫骨扬灰。”这样想到，他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翳。你一个黄毛小子，也敢教我做事？皮我滚！苏明怒火中烧，随后爆发修为，一阵罡风吹去，想要将苏傲天给吹出去。真是愚笨！这种人怎么会是我苏家天骄？一点大局观都没有。想到这，他身上修为爆发得更甚，眼神有些失望。就在此时，王老出手了。只见他眉头一皱，一挥手，将这股力量给消散。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老苏！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得如此利己，连自己女儿都守住不了。你真不配做一个父亲。王老摇摇头，开口说道。随后他转头看向苏傲天，安慰道：“无妨，今日这件事我管了，一定不会让你寒心的。”苏明听到之后，心中很是苦涩，不过表面上还是怒气冲冲。你说的对，我确实不配做一个父亲。不过面对天渊府这般存在，换谁来，恐怕都反抗不了吧。阁下同为帝都家族，你应该知道擅自插手苏家的后果是什么。苏明开口警告道，身上的气势与其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让步。他也是一尊紫府境强者，自然不惧王老。不过王老赶过来，应该是有其他底气的。后果我可不怕，今日傲天小友这事我管定了，我看谁敢阻拦我。突然他身上更加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直接压过了苏明，甚至院子有些晃动。苏明脸色一变，似乎很是震惊。你居然突破到了大能境了？他不敢相信地问道。此话一出，众人瞳孔微缩，像是听错了一般，竟然是一尊大能。要知道在大周境内，子府便可开宗立派，成为一方地方霸主，而大能则是可以称尊的，在圣人寥寥无几的情况之下无敌的存在。没错，这还得多亏了傲天小友，若不是他，我恐怕此事都没有希望突破大能。王老摸了一把胡须，感叹道，看向苏傲天的眼神之中充满着感激。苏傲天见状，也是开口嘲讽：“怎么样，老东西，就凭你也想阻拦我？”一旁的王宇轩听到之后，也是眼中浮现一些笑意。你，苏明听到之后有些皱眉，他是真的生气了，没想到此子不识大体就算了，还如此小人得意。你们够了，不要在我苏家闹，我已经答应嫁给南宫晨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无关家族与我父亲，这场闹剧该停止了。就在这时，苏里突然出声，黛眉轻皱，清冷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我不信，一定是他威胁你的，是不是？苏傲天攥紧拳头，看着上面如谪仙一般的白色身影，怒问道：“关你何事？”苏里对他的好感一下子降到冰点，此人怎么如此不知好歹？现在听不懂父亲的暗语就算了，还辱骂他父亲，而且他看向他的眼神之中充满着猥琐，还不如南宫晨呢。苏傲天听到之后，也是看向南宫晨。南宫晨，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敢做不敢当吗？此刻众人的目光都看向那道身影，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南宫晨轻笑，神情淡然，眼神高高在上，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上位者气息。就在方才，他已经通过系统提示得知了此人乃是天命之子。你这个二品资质的废人，敢不敢与我一战？
我可以降到与你同一境界，与你一战。苏傲天听到之后又道，身上灵海境气息释放出来，众人感受到后也是面露震惊，有些不敢相信，他竟然突破到了灵海境了，与神女一个境界。看着他们的神情，苏傲天有些傲然，你们这些蝼蚁知道什么叫做天骄吗？接着他看向南宫晨，他料定对方一定会接下的，等一下他就要狠狠地打他的脸，让他这么装逼。南宫晨这般外貌和气质，连他都有些嫉妒了。他发誓等会一定要狠狠地羞辱他，让他跪在地上求他，让所有人都见到天渊府少主狼狈的模样。想到这，苏傲天不禁嘿嘿地笑出声来。是啊，你这个恶霸，敢不敢与我傲天哥哥一战？王宇轩也出声了，眼神之中带着嫉恶如仇之色。见到两人挑衅，南宫晨笑了，与先前在屋内要挟苏丽一般的笑容。其他人见到后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唯有苏丽见状，眼神之中有些恐惧，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两人要倒霉了。二叔，废了他！南宫晨开口道。话落，一道无比强大的气息释放出来，整个天色都变了，虚空颤栗，恐怖的杀意充斥着整个大厅，众人仿佛见到了尸山尸海。只见南宫问天身影闪动，直接闪到苏傲天面前，犹如领小鸡仔一般，一把掐住他的脖颈。坏了！此刻戒指之中的那道虚影见状，满脸凝重，这可是一尊神王境强者呀！没想到连他都看走眼了，竟然隐藏的之甚，不简单。爷爷，快叫傲天哥哥！此时王宇轩面色紧张，看向一旁的老者，只见一旁的王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跪在地上，全身冷汗直流，滴答的流在地上，似乎见到什么大恐怖一般。他绝对没有看错，这般身影，这般杀意，他绝对是北域杀神南宫问天。想到这，他浑身有些颤抖，没想到此次想来威慑一般天渊府少主，竟然碰到如此硬茬。他不能动，他已经能感应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在盯着自己，若是动一下，恐怕性命不保了。爷爷，你怎么了？王宇轩看到王老的状态，满脸惊慌失措，一张俏脸苍白无比。此刻局势瞬间反转，苏家等人见状更是大气都不敢喘，脸色苍白，瞳孔微缩。这可是一尊大能境修士啊，竟然连释放出来的威压都抵挡不住，这个不起眼的男人究竟是何等存在？此时他们才明白一个道理，怪不得刚刚南宫晨如此有恃无恐，原来是拥有这般底气。苏明更是苦涩的摇摇头，眼神充满着震惊。还是低估他了吗？这就是天渊府的实力吗？大能境都能被镇压得如此惨，况且只是对方的威压，那他的实力岂不是更深不可测？哎，他早劝过了，既然对方执意想要找死，那他也拦不住。想到这，苏明眼神有些无奈。放开我！苏傲天脸色犹如猪肝一般涨红，咬牙艰难道，眼中带着恐惧。仅仅是一瞬，他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眼前这个男人抓住了。可恶，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今日我就废了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南宫问天冷声道，随后一抬手，那血红的杀意竟然化作实质，一把把无比恐怖的小剑生在虚空中，小剑无比锋利，甚至能看到上面刺骨的寒芒，此刻都对准了苏傲天，只需南宫问天手落下，就能将他砸成废人。师尊救我！苏傲天在心中疯狂喊道，焦急万分，眼中充满着恐惧。而在他脑海之中，有一道老者虚影见此，无奈地叹了口气，师尊也无能为力啊，若是寻常大能境，吾还能降临你身，挣脱逃跑，可是这可是神王啊，差距太过巨大。听到这道声音之后，苏傲天瞪大双眼，一脸不敢置信，这废物纨绔的身边竟然有一尊神王。也罢，我有一道玄黄真气，可护住你的命脉，不过也只能仅此而已。戒指中那道虚影开口道。听到这，苏傲天脑海之中犹如晴空霹雳，面如死灰。如我天渊府少主，你死千百遍都死不足惜。南宫问天冷声道，眼中尽是怒意，身上杀意澎湃到了极致。显然刚刚苏傲天辱骂南宫晨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了。话落，这些血红小剑速度极快，冲向苏傲天。不要！跪在地上的王宇轩大叫道，不想见到这么残忍的画面。众人于心不忍，闭上双眼，毕竟苏傲天也是他们苏家的一份子。而坐在上方的南宫晨则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目光高高在上，似乎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按理来说，气运之子都很难杀，不过废其经脉，吓吓他也能打压一下他的气运。也不知他的金手指是何？刷刷，随着这些血色小剑贯穿苏傲天全身，瞬间苏傲天就成了一个血人，鲜血滴答的流着。啊！苏傲天痛苦的哀嚎着，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之内。此刻他已经感觉不到身上的修为了，显然经脉被废，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废人了。有些人看到后觉得惋惜，有些人则是露出冷笑，平日如此嚣张，倒也活该。不，王宇轩看到犹如血人一般的苏傲天，神情有些恍惚，眼眶红润。王老则是双眼通红，却又无可奈何。叮，签到地点刷新，苏家是否签到？而坐在上面的南宫晨此时突然听到系统的提示音，他回过神来之后也是强压下心中的喜悦，没想到来到这苏家提亲竟然还有这种惊喜。签到！南宫晨心中默默道，奖励100年修为，
以为你遮掩气息。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南宫晨一愣，他可没说要让系统替自己遮掩气息啊。算了，遮掩就遮掩吧，恰好明日大婚，可以给自家族人一个惊喜，也不知道他们见到之后会是什么反应。想到这，南宫晨眼神闪动，有些迫不及待。下一刻，源源不断的力量从南宫晨身体之内涌出，不断的上涨着。淬体、炼气、筑基、灵海，只是几息之内，南宫晨便到达了灵海境界，与大周那些顶级妖孽所相同的修为，竟然直接到达了灵海。南宫晨心中激动的想到，这可是他2品废体修炼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境界啊！寻常人想要修到灵海，不仅需要天赋，而且还有时间的沉淀，轻则100年，多则1000年有余。而9品的资质的苏里，这个年纪也不过也只是灵海罢了，可谓是一步登天啊！等他明日成婚，获得重瞳，体质将重新洗髓，到了那时候才是无敌的开始。回过神来，在外人看来，南宫晨神情淡然，气质凛然，目视前方，身上的气息愈加飘渺，愈加神异，让人不敢直视他。就不劳二叔了，这个贼子还是由我亲自来诛杀。突然，南宫晨开口了，站起身来，缓缓走下去。此话一出，众人有些震惊，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要亲自把苏傲天杀了。不过他们想想也是恍然，刚刚苏傲天如此侮辱南宫晨，不生气才怪。哦，既然侄儿要杀他，哈哈哈哈，那就给你杀。南宫问天大笑一声，随后手一松，将犹如死狗的苏傲天一把丢在地上。苏里眼神复杂，没想到南宫晨竟然如此之狠，看来日后在南宫家的日子不好过了。南宫晨不紧不慢地走去，抽出腰间的宝剑。苏傲天见他过来，也是双眼通红，怒道：南宫晨，若是今日我没死，他日我必将归来，屠你满门，饮你肉，喝你血。他很有骨气，脸上无比刚毅，就像是真正的主角一般。没错，区区一个南宫家罢了，算不上什么，有我在，日后必能东山再起。戒指中的虚影安慰道。他也有些感慨，没想到这次遇到硬茬子了。要知道，之前他们可从未翻车的，难道真的是意外吗？这样想到，他不禁高看了一眼面前那个犹如谪仙般的少年。这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卧槽，他什么时候突破灵海境的？刚刚不还是炼体吗？别人看不出来，但作为曾经踏入圣人之上的虚影，可是看出来了。该不会是隐藏境界吧？竟然隐藏如此之深，倘若如此，那可得提醒一下傲天了等会。想到这，他眼神之中充满着凝重和心悸。一个将死之人罢了，何须说这么多废话？南宫晨轻笑道，没有丝毫在意。他知道肯定杀不死苏傲天的，要是能逼出一些底牌出来，倒也不错。苏傲天强忍的剧痛，心中发问道：师尊，你那缕玄黄气等会真的能护住我的心脉吗？那是自然。虚影传来淡定自信的声音。听到这句话，苏傲天就放心了。日后有师尊在，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师尊可是远古大能，乃是传说之中圣人之上的存在。之前展现出来手段让他大为震惊。想到这，他眼中重新恢复光芒，嘴角扬起不屑的笑容。他闭上眼睛，准备等会甲死一波，然后直接瞒天过海。眼看南宫晨就要将他斩杀，这时候王宇轩站了出来，他颤颤巍巍地走到苏傲天面前，展开双手，娇小的身姿在颤抖着。你不能杀他，他颤声说道，似乎很是惧怕眼前的男子。为何？你凭什么让我不杀他？南宫晨来了兴趣，发问。这时候他才认真打量眼前的少女。王宇轩一袭淡黄色衣裙，容貌虽不及苏里的倾国倾城的，但也算是一方尤物，国色天香，就如邻家小妹一般清纯可人。况且她乃天生灵体，若能与其双修，好处无比巨大。你只要不杀她，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王宇轩像是用尽了全力，大声道，一双美眸怯生生地看着他。现在的他完全没有一开始那般高傲的模样。什么都答应吗？南宫晨听到之后没有说话，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轩儿，你快走！在这时，后面的苏傲天着急了，连忙喊道：可不要打乱他的计划啊！他可是要借助南宫晨之手甲死脱身的，而且轩儿可是他的女人。若是这个南宫晨看上了轩儿，那他岂不是头上长青青草原？我可以放他一命，不过你要做我的奴婢。南宫晨缓缓地说道，看向他。奴婢？此话一出，众人眼神无比震惊。王宇轩听到之后更是陷入了犹豫之中。不要答应他，轩儿。苏傲天刚想说些什么，就被南宫晨一道神念封住了嘴巴。怎么样？你来当我的奴婢，我可以答应放过你的傲天哥哥，否则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他杀了。紧接着，南宫晨又开口威胁道：你也不想亲眼看着你的傲天哥哥死在这里吧？毕竟你这么喜欢他。听到这些话后，在场的苏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众人看着犹如魔鬼一般的南宫晨，此时更加确信了帝都那些传言，看来他比传言之中更加恐怖。王宇轩听到之后，浑身有些颤抖，他眼眶有些红润，似乎里面有些晶莹的眼泪打转。傲天哥哥，日后我就不能陪着你了，以后你不要再招惹到惹不起的存在了，我答应你。王宇轩咬牙说道。想到日后就要被面前这个畜生羞辱，却又无能无力，他不禁俏脸苍白。一旁的王老想要说话，但感受到南宫问天的杀气，
只能畏畏缩缩，不敢出声。好，有胆魄，既然如此，你就把你神识放开，让我种下奴印。看着眼前楚楚可怜的少女，南宫晨毫不留情地说道。听到这要打开神识种下奴印，王宇轩有些犹豫，但想到能救下苏傲天，还是打开了自己的神识。一旁的苏傲天双眼通红，胸腔充满着怒火，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只能在那支支吾吾。不要相信他啊，轩儿！南宫晨，你个畜生！你若是糟蹋了轩儿，我要把你千刀万剐呀！苏傲天在心中怒吼着，却又无能为力。一想到日后那个自己心爱的女子在南宫晨的身下夜夜笙歌，他可连轩儿的手都没有碰过呀！不错，真听话。南宫晨夸赞道，随后一道神念飞入王宇轩的神识中，两人的主仆契约也正式达成。现在南宫晨的一念之间就可以掌控王宇轩的生死，而王宇轩则不能反抗他的意志。他这是在反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吗？南宫晨有些感叹。众人见状，心中一阵震撼，没想到王家的大小姐到最后竟然成为了南宫晨的奴婢，这要是说出去，可得让那些他的追求者跳河自尽了。叫声主人来听听。南宫晨有些恶趣味地说道。王宇轩不敢违背，只能恭敬地叫道：“主人。”南宫晨听到后也是点点头，享受无比。一旁的南宫问天也不禁此时对着他比起了大指拇。卧槽，侄子厉害啊！地上趴着的苏傲天见状，双眸之中充满着血丝，不甘地瞪着南宫晨，眼神无比怨毒。好，既然如此，我也要诚实守信。苏傲天死罪免了，但活罪难逃。南宫晨开口道，随后一道剑光闪过，苏傲天的右手给砍了下来。你！王宇轩看到这一幕，美眸瞪大，有些气愤，一时间鲜血喷涌不止。苏傲天反应过来之后，原本通红的面色变得一片惨白。他的戒指啊，这可是他最大的秘密，他不能没有戒指。王宇轩连忙施用术法帮他止血。你想说什么？看到苏傲天在支支吾吾地叫着，少了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完全没有一丝稳重。王宇轩心中有些失望，南宫晨则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当真我没有发现了？早在刚刚，他就发现了一缕金黄色的气息从戒指之中出现，进入到了苏傲天的体内。由此可以推断出，苏傲天的金手指肯定是这枚戒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戒指里面恐怕有一位老爷爷吧。南宫晨当着苏傲天惊恐的面，将戒指拿了出来，随后放于储物戒之中。好东西，我要了。南宫晨笑道。看到自己的女人被抢，就连自己最大秘密机缘也被眼前这个恶魔拿走，苏傲天直接气晕了过去。南宫晨见状摇摇头，面露失望之色。这天命之子也太不受打击了吧。二叔，让他们走吧，他开口道。随后南宫问天将气息收回，王老大口喘气，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回。你把他带走吧，兴许还能救活。南宫晨对着王老道，指着晕过去的苏傲天。而在旁边的王宇轩则是不敢动弹，因为没有南宫晨的吩咐。王老见状也只能咬咬牙，不敢再提，将地上犹如死狗一般的苏傲天带走。大厅内，众人看着中央那道宛如谪仙般的身影，眼中尽是恐惧。此刻他们再也不敢议论这个他。南宫晨的心狠手辣已经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南宫晨不以为意，只是看着苏傲天被抬走的背影，眼神若有所思。我的好韭菜啊，你可要好好长大，这样宰起来才有意思。今日帮苏家清理门户，倒是脏了这个大厅，苏家主应该能理解晚辈的吧。南宫晨转过身来，有些歉意道，诚心诚恳，与之前判若两人。苏明听到之后，冷汗都流了下来，他哪敢有意见啊？废得好，这个苏傲天平时仗着有些天赋，嚣张跋扈，在苏家欺压不少年轻小辈。我这几天正打算处理他，没想到倒是被公子所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苏明眼珠子一转，连忙回应道，事实上他这话并不假，在场有许多弟子都被苏傲天欺压过，只是碍于面子不敢讲出来。南宫晨点点头，随后附和道，那就好，还以为擅自替苏族长清理门户，苏族长会不乐意呢。唉，若不是见他如此羞辱您，我也不会下此狠手，毕竟他羞辱我就算了，羞辱您，您可是我之后的岳父啊，可容不得这种小人放肆，只能替您教训他了。说罢，他还面露气愤，似乎仍不解气，低声再骂了几句。在场的所有人听到之后，面露恍然之色，确实有几分道理。想到这，他们心中不禁对南宫晨有些许改观。苏明作为老狐狸，自然听得出来其中的甩锅之意，他不禁有些脸色一黑。即便如此，他也要接下。公子真是有心了，如此为老朽考虑，真是让我有些感动涕泪。苏明有些感动地说道，老泪纵横。在外人看来，这是多好的女婿与老丈人的感情啊！行了，既然今日事已解决，那就该商讨一下大婚的日子了。这时候，南宫问天开口打断，他可没有忘记来的时候目的。没错，还是二叔你想的周到，我都差点忘记了。南宫晨拍了一下那脑子，有些恍然地说道。一旁的苏里听到之后，轻叹一声，脸色有些复杂。终于还是轮到自己了吗？苏明看向苏里，眼神有些心疼，但也不得不发问道，李儿，你想什么日子完婚呢？苏里听到后，心中冷笑一声，他有的选吗？全凭公子决定即可。他开口道，声音无比清冷。瞬间，众人的目光投向于南宫晨，眼神无比好奇。定！就在这时，南宫晨的眼中
竟然出现了几个选择：选择明日成亲，明日奖励重铜；选择1个月后成亲，1个月后奖励1滴真龙精血，获得苏里10点好感度；选择1年之后成亲，1年后奖励50年修为，获得苏里20点好感度。南宫晨见到之后，没有一丝犹豫，直接选择了第一个。可笑，1滴真龙精血，50年修为也配与重铜比，还有那苏里的好感度，他需要直接生米饭煮成熟米饭，那就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日完婚吧。南宫晨开口说道，不顾他们的想法。此话一出，苏里的脸色愈加苍白。若是能拖延几个月，说不定就有机会反抗1、2，但若明日的话，那此生真的要在他的魔爪之中了。苏明也没有想到，居然要这么快。他脸色有些犹豫，小心翼翼地开口道：“要不再久一点？毕竟大周成婚的规矩可是有3月之代的。”南宫晨笑了一下：“无妨，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苏明听到后也只能点点头作罢，不敢再提。既然如此，晚辈就先行告退了，筹备明日大婚之事。话落，南宫晨带着王宇轩几人离开了苏府。次日，整个帝都都知晓了天渊府少主成婚的事情。最让人震惊的是，成婚的对象竟然还是当今神女。一夜之间就让大周无数的少年心碎，心中咒骂着南宫晨，恨不得取而代之。同时又有一则消息传出，那就是王家小公主王宇轩竟然成为了南宫晨的奴婢，因为替一个男人求情。此事一出，就让不少男子眼睛通红，很是嫉妒。王宇轩可是帝都4大美人之一呀，有着很多的追求者。只是1天的时间之内，帝都4大美人一半都入了南宫晨之手，这也让无数人感叹，有的人出生就在骡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当然，这些不利于南宫晨的声音都被天渊府镇压了。大周皇宫，一个身穿蟒袍的阴柔少年听到下人的汇报之后，刹那间身上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杀意。他身份尊贵，乃是当今朝廷的3皇子，名为周弼。你说什么？神女苏里今日要嫁给那个废物？周弼强压着心中的愤怒说道。没错。身前一个老太监怯生生地回应道。轰！周弼爆发修为，强大的气息直接将老太监给震飞。凭什么？我5品资质，天生王体，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废物了？周弼怒吼着，眼神通红无比，如同失了智一般。冷静了许久之后，他眼神冰冷，露出一丝阴翳之色。既然如此，南宫晨，你就休怪我取你性命了。敢看上我的女人？他心中暗自决定，等会要去抢婚，一定不能让南宫晨得逞。赤云剑宗内，一片宽阔而平坦的比武场。此刻，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战斗，2个年轻的身影在其中穿梭交错。他们都是赤云剑宗的弟子，年纪轻轻却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台下的人纷纷激动无比，在疯狂地给他们鼓舞着。能看得出来，这2人在宗门之内有着不俗的人气。很快，其中1人就败下阵来，结束了这场战斗。柳圣女，在下佩服，没想到剑法大成也不是你的对手。擂台上，一个男子不甘道，他眉眼清秀，此时却有些落寞。他名蓝风，乃是宗门的真传弟子，天赋强大无比，乃是6品资质的天骄，就在1个月前就已踏入临海后期。而在对面的，则是一道曼妙的身影，女子一袭青色长裙，手持碧绿长剑，身姿婀娜，气质高雅，宛如仙子下凡一般。她的美丽让人窒息，仿佛不属于这个尘世。蓝风师兄，你已经很厉害了，我也只是侥幸胜出罢了。柳如烟轻启朱唇，声音清脆悦耳，如同天籁之音。蓝风听到后有些苦笑，就在想客套一番时，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呼唤他：“师兄，大事不好了！”不急，怎么？神女要成亲了？就在今日，她要和天渊府的南宫晨成亲。什么？此话一出，蓝风瞬间不淡定了，脸色直接黑了下来，眼中无比着急。南宫晨这个废物也配娶神女？他直接破口大骂，眸子中怒火中烧，完全没有了一开始那般淡定，就如同心中的白月光被狗糟蹋了一样难受。那该如何是好啊？毕竟大师兄你爱慕苏里的事，宗门都已经人尽皆知了。小弟小心翼翼地问道：“我绝对不可能让那个废物得到神女的。来人，今日我要去抢婚。”蓝风冷声道，眼中浮现一抹杀意，随后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柳如烟听到之后，那张绝美的脸上竟然出现一丝好奇之色。南宫晨的名声他倒是听说过的，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女人竟然要跟他成婚。这样想罢，他眼神愈加好奇，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决定跟随着蓝风几人下去。而他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一番好奇，很可能会搭上自己。大周王宫深处，皇宫内，一个穿着龙袍的中年男子坐于龙椅之上，他周身龙气缠绕，气息如渊，散发着璀璨的金光，眸子开合间更是黄道之气显现，强大无比。他就是大周王朝的帝王大周王。你说南宫家那个纨绔少主要娶苏丽？大周王缓缓开口，眸子深邃。在台下，一个全身黑袍的侍卫战战兢兢地回答：“没错。”一旁的太监听到之后，也是立即说道：“陛下，可不能让他们天渊府得逞啊！这一看就是他们针对我们皇室的计划。苏家族长苏明乃是我朝廷大臣，这谁人不知晓？而苏家神女自然也当属于我们朝廷，他们天渊府这般行为，不就是赤裸裸地打我们脸吗？”大周王听见之后，眼神愈加冰冷。
闭嘴，真当朕不知吗？何用你来说？他大手一挥，直接将这个太监扇飞。随时他又冷声道：好一个天渊府，好一个南宫家，近些年来真是羽翼丰满，越来越不把我们朝廷当一回事了。朕的大周干脆改为大南得了。想到这，他内心就无比气愤，恨不得现在命人将他们灭了。不过这也只是想想，他也真不可能这样去做。毕竟现在朝廷在走下坡路，而天渊府则是青黄交接，愈加强大。甚至在上朝中，那个可恶的南宫战老壁灯竟然让他指鹿为马，做出如此荒谬之事，而他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傻充愣，与戏子无两样。可恶！若不是他不够强大，岂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不行，苏丽这个棋子无比重要，他不能让。若是让出，100年之后，恐怕大周真的要一命了。传朕龙令，换暗影未出动10位天阶刺客，待到南宫臣一人外出之时，截杀他。他犹豫一会之后，咬牙道。随后大周王眸子之中出现一丝癫狂之意。南宫战，你不就最在意你的儿子吗？那我就让他先死，日后送你与他团聚。是。那个全身黑袍侍卫听到之后，眼中无比震惊，不过还是应道：10位天阶刺客，那可是10位子府镜啊！竟然手笔如此之大，看来陛下对南宫战的恨意已经达到了极限了。苏府闺房之内，苏里坐在铜镜前，一旁的下人正在帮他化着妆容，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淡淡的憔悴，但依然无法掩盖他倾国倾城的容颜。身上那件华丽的红色婚纱，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将她衬托得美艳无比。站在一旁的苏母看着眼前美丽动人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女儿啊，母亲对不起你，要不是你爹无能，咱们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你也不用嫁给他。说到这里，苏母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渐渐湿润起来。就在今日，出去办事的苏母才回到家中，得知女儿即将出嫁的消息。没事的，母亲，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怪任何人，也不怪父亲。苏丽轻声说道，握住苏母的手，安慰着。看到女儿如此懂事，苏母更是眼中心疼。以后你嫁入了南宫家，若是受了什么不公平对待，一定要跟娘说，娘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苏丽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让天地都有些黯然失色。放心吧娘，我可是临海境修为，修为比他高得多，要欺负也是我欺负他。听到这，苏母这才放心。突然门外传来一道轻快的脚步声，一个五官与苏丽有些相似的少女走了进来。她身材娇小，却长得亭亭玉立，小巧玲珑，初具美人坯子。姐，你今天好美啊！少女开口道。她似乎有什么事情要跟他们说，不过此时注意力都被转移了，眼神之中充满着震惊。没错，她正是苏里的亲妹苏瑶。苏里摸了摸她的头，轻声开口道：你上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听到之后，苏瑶这才反应过来，开口道：累了，南宫家的聘礼到了，好多东西，父亲叫你们下去看看。苏母和苏里听到之后，两人互相对视一眼，眼中有些许好奇。随后两人跟随着苏瑶下去。苏里三人下来之后，见到眼前的场景，也是震惊了。几个长老无比震惊地说道：破镜丹丝竟然有3颗，要知道这放在外面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把我们整个苏家卖了都不一定会有1颗。这居然是神王级别的凶兽精血，还是玄冰宝血雀的，这放出去可得整个帝都震惊了。没想到天渊府出手如此阔绰，你们过来看，这里还有3本功法，都是天品级别的，卧槽！然而除此之外，聘礼之中还有一些平常难以见到的，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宝物。这样的聘礼实在是太过于丰厚，太过于让人震撼了，恐怕整个大周也只有天渊府拿得出来。苏明更是欣喜若狂，这破镜丹简直就是他的救命丹药。要知道他卡在紫府境已经10几年了，一直都没有突破，最近都已经决定放弃，没想到天渊府竟然给他一个大惊喜，有了这个破镜丹，恐怕今日就能突破到大能，这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啊。苏丽也沉默不语，眼神之中绽放着异彩。玄冰宝血雀的精血还是神王级别的，这对于他来说，只要吸收了这滴精血，实力将会暴涨到一个恐怖的层次。可以说这滴精血简直就是为了他冰凤神体量身打造。苏丽此刻脸色有些复杂，有些动容，嫁去之后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苏母更是看着这些聘礼，眼睛都要直了。很多时候能根据聘礼的程度可以看得出对方的态度，这样看来南宫家给的诚意实在是太足了，完全就不像儿戏，反而像是要认真对待。众人此时心中都产生了一个念头，似乎神女嫁过去也不是不行。天渊府此刻大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前来的权贵更是络绎不绝。无他，今日乃是天渊府少主的成婚大日，来的人有宗门宗主、家族族长，更有圣地中的长老圣主前来，就连朝廷之中也来了很多王室。总而言之，大周王朝之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都来了。没办法，这就是天渊府的影响力。今日诸位能赏脸参加我儿的婚礼，我南宫战在此感激万分，日后若有用到我天渊府的地方，尽管提。台上南宫战朗声说道，声如洪钟，响彻整个府内。哪里，我等能有幸参加少主的婚礼，
那是我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没错，神女容颜绝美，天资傲然，与少主也是般配无比。是啊，还望府主不要嫌弃我等带来的微薄之礼。此时，整个大堂之中竟是这般的声音，众人十分恭维。而在一处角落之中，有一个阴柔男子闷闷不乐，没有出声。还天作之合？我呸！就那个废物也配得上神女？他只敢在心中怒骂道，却不敢直接骂出。三皇子，今日我们还是不要闹事了吧，毕竟这里是天元府的地盘。旁边一个仆人看向周围，低声劝道。周弼听到之后，眉头一皱，闹事又何妨？难道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敢把我杀了？可笑！今日我就是要让这个废物失去面子。想到这，他脸上露出冷笑，显然已经想到等会该怎么羞辱他了。旁边的仆人见此，也不敢多言，心中暗自叹息一声。很快，南宫晨与苏黎2人就登场了。南宫晨一袭白衣，剑眉星目，俊美无比，身材挺拔，身上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贵气，气质凛然，让在场不少女子侧目。苏黎同样穿着婚裙，3000银丝散落于肩，眉如墨画，绝美的脸上画着淡妆，让本来就倾国倾城的她愈加美艳动人无比，让在场的人见到之后都不由得呼吸骤停，就如同9天之上的仙子一般，美丽惊心动魄，风华绝代。2人站在那里，就有种莫名的搭配。南宫战大笑，大力的鼓着掌，看到如此靓丽的儿媳，笑着笑着，眼睛就有些红润了。若禅，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就要结婚了，要是你能回来就好了。能让如此顶天立地的男子神情动容，唯有心中的那一匹柔软。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随着主持老者念完3声之后，南宫晨与苏丽2人也是四目相对。苏丽看着那张俊俏的脸庞，感受着男子的吐息，脸蛋不禁有些羞红。这张脸确实有些姿色。苏丽心中情不自禁地想到，她见过许多优秀的男子，但如此神异俊美的也只有南宫晨一人。若是他资质好一点就好了，不要嚣张跋扈一点，在家安安静静的当一个花瓶，我和他与子同袍，结为夫妻也不是不行。苏丽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美得心惊。而此时面对的南宫晨浑然没发觉，眼神有些空洞。定与苏丽完婚，奖励重铜，是否现在领取？而在台下，众人也纷纷夸赞，郎才女貌，少主和神女2人真是般配啊。是啊，金童玉女，2人就好像从诗画中走出来的一般，实在是太般配了。他们一言一语地说着，极力赞美着，送入洞房。就在这时，主持见到气氛差不多了，也是连忙道。苏丽听到之后，一想到等会要发生的事，俏脸就爬满了红晕。未经人事的她，哪里见过如此场面，心中思绪万千。等一下，听闻天元府人才辈出，英雄无数，那么天元府少主想必也应该很有实力吧？今日我想挑战一下少主，还望少主不吝赐教。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众人闻声望去，发现说话者正是三皇子周弼。周弼飞于上空，抱拳说道，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若是少主觉得修为差距太过巨大，我可以压制到与你同一境界，与你切磋一番，给在座的各位展示一场精彩的战斗。想必作为神女的夫君，你应该不会拒绝的吧？他又接着道，语气有些耐人寻味，目光高傲，犹如施舍一般。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三皇子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砸场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是要给南宫晨下套。你若是接战，人家五品资质，天生王体，乃是绝世天骄，你一介废人哪有赢的可能？你若是不接战，那就是证明你怕了，正好落入下风。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无解。挑战我，你也配？南宫战闻言后，神情淡然，脸庞俊逸宛若谪仙，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波澜，那般高高在上的眼神就宛若在注视着一只爬虫般。正当他准备出手之际，脑中冰冷的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感应到大婚之日，是否签到？签到。众童已发放，是否遮掩意向？无需遮掩，怎么大怎么来。南宫晨没有犹豫的回答，他又不是什么草根刘主角，这藏那藏的还无敌，跟个怂包似的。既然穿越过来，那就何必畏手畏脚，要装就装最大的。也就在这时，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从南宫晨身上散发出来，气息强大无比，犹如古之神灵复苏一般。这发生的太过突然了，众人感受到这般气息，脸色一变，抬头望去，只见南宫晨站在虚空中，眼中爆发一道通天的神光，照耀整个天地。而南宫晨同人竟然一分为二，化作无垠的黑洞，开合间竟然有周天星辰在宇宙之中演化，天地动荡，虚空颤栗，仿佛有大恐怖要觉醒一般。与此同时，天空中爆发出无比神圣的异象，无数的古之圣人虚影出现，他们气势如虹，规则与秩序缠绕于他们周身，气息强大到极。让人最震惊的是，此刻他们竟然在跪拜，竟然在朝着南宫晨朝拜。这是什么？众人脸色震惊，不禁发问。这是万圣朝拜？天渊府少主了不得，他要觉醒一种极为强大的体质，强大到整个世间都为之震撼。有一位老者突然惊呼道。众人听到之后也是恍然，眼神之中依然带着震撼。要知道，当初神女冰凤神体的异象可都没有这么恐怖啊！就当众人以为要结束之时，一道更加恐怖的异象出现了。
轰隆，10道大星虚影出现，犹如10轮烈日，照耀整个苍穹，天地共鸣。秩序的神链围绕在南宫晨周身，符文交织，他紧闭双眼，犹如一尊少年神明降临在人间一般。少年未曾睁眼，就能隐约看到一片虚无在演化，天地共鸣，流光纷飞，大道之音在天穹之中久久环绕。众人看到这般恐怖的异象，也是瞳孔微缩，一脸不敢相信。终于，南宫晨睁开双眸，瞳孔一分为二，化为众瞳，一道神光从眸子之中爆发出来，恐怖无比，仿佛能将上天撕裂一般。这就是众瞳吗？南宫晨低语着，心中十分激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尤其是眼睛那一块。而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修为直接从灵海境后期突破到了紫府境初，可谓是提升巨大。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试试这一双眼睛了。此刻，众人屏住呼吸，当看到南宫晨那一双眼睛之时，大惊失色，整个人都被震撼了。这是传说之中的众瞳，有人认了出来，惊呼道：“要知道，众瞳在几个纪元之前就被冠绝无敌之名，众瞳出世，谁与争锋？”瞳人一分为二，异象滔天，这就是众瞳无疑了。大周要变天了呀！不，甚至整个东神州格局都要因此改变。众瞳王者的名号可不是说说而已，天佑大周啊！没想到降下冰凤神体神女就算了，如今竟然还出现了众瞳，也不知现在那个三皇子心中怎么想的啊！你不说我都忘了，还有这一回事。论天渊府的风格，此事大概不会善罢甘休了，有人要当小丑了。在座的众人议论纷纷，惊叹不已。苏黎美眸绽放着异彩，俏脸很是震惊。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觉醒了传说之中的众瞳，而他身上的冰凤神体此刻竟然产生了畏惧之意。难道说众瞳资质比九品还要强大？一时间他脸色有些复杂。他曾说过要嫁就嫁给一个比他强大的男子，没想到现在居然成真了。虚空中，好，不愧是我南宫战的儿子，果然跟爹一样出色。南宫战激动的连说3个好，兴奋到了极致。下方的南宫问天也飞了上来，夸赞道：“传说之中的众瞳，没想到出现在我们南宫家，真的是大善啊！”很快，又一道极其强大的身影出现，一股恐怖的气息让下方众人不敢出声，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众人看清之后，瞳孔微缩，这竟然是大周4圣之一的绝巅圣人南宫羽，也是南宫晨的爷爷。南宫羽穿着灰袍，身上缠绕着飘渺气息，仙风道骨，无比强大。他飞到南宫晨面前，当看到那双眸子的混沌似乎能将他吞进去时，不禁心中大喜，让他都感受到这般心悸感。果然是众瞳无疑了，天佑南宫家呀，真是天佑南宫家呀！南宫羽大声感叹道，眼中尽是赞叹。见过爷爷、父亲、二叔。南宫晨见状也是一一打起招呼，三人点点头，眼中很是满意。就在南宫羽想要与南宫晨好好叙旧之时，却被南宫晨拒绝了。孙儿，还有一事没完成，去就来。他可没有忘记还有周碧这一事。随后他消失在了原地。见他消失，南宫羽有些懵逼，当听完两人的解释之后，这才反应过来，脸上有些怒气。好一个朝廷，若是晨儿没有觉醒众瞳，那新婚之日岂不是要被这个小儿蒙羞了？南宫羽怒气冲冲地说道，随后将目光看向下边。此刻刚刚意气风发的周碧在看到南宫晨觉醒了众瞳之后，脸都绿了。没想到打脸竟然来得如此之快。他看到南宫晨向他飞来，心中竟然出现一丝退意。没事，他觉醒了众瞳又如何？我可是6品王体啊，又何惧他？况且他是刚觉醒众瞳，修为也只在筑基罢了，难不成一个众瞳还能让他翻天了？同时周碧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等会若是打败对方，那岂不是可以名震天下了？想到这，周碧将目光放向苏里，自语道：“好好看看吧，他与我的差距究竟在哪？”就在周碧调整完心态之后，准备应战。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南宫晨的众瞳，一瞬间，一股来自灵魂之中的威压扑面而来，他心中竟然出现一股惧意，浑身都在颤抖着。就这，你连直视我的勇气都没有，也妄想挑战我？南宫晨白衣飘飘，众瞳散发着幽光，不屑道，风华绝代，犹如一尊少年王者。扑通一声，周碧竟然应声跪下，地面上竟然湿润了，传来一股尿骚味。无他，众瞳的威压实在是太过于恐怖，竟然能让他心神晃动，吞噬神魂。南宫晨皱眉，转身离开。杀这种人，让他恶心。众人见到之后，眼神无比震惊，仅仅只是众瞳的威压就能大败灵海境天骄，众瞳当真是无敌，我等连对视其的勇气都没有。没错，我刚刚看了一眼，他的眼睛仿佛能将我的神魂吞噬，真是恐怖。众瞳者不可敌，此事有南宫晨在，恐怕其他天骄都会黯然失色。当他们见到周碧那种窘境，也都出声嘲讽，还以为有多大的能耐呢，没想到竟然被吓到尿裤子。是啊，真蒙羞我们皇室的脸面。小丑被打脸了吧？跪在地上的周碧也渐渐缓过神来，听到他们嘲讽，双眼有些通红。你们闭嘴！急了！随后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下，他低着头离开了天渊府。另一边，苏家那边，这就是我的姐夫吗？好帅，好厉害！
苏瑶开口说道，美眸中带着崇拜目光。身旁的苏明和苏母默不出声，眼底尽是震撼，两人面面相觑。看来苏家这次真的是要起飞了。虚空中，南宫战几人见到这一幕，眸子之中都闪过心惊。众童之威果然名不虚传，仅仅只是靠气息就能镇压其他天骄。南宫问天感叹道：“没错，既然连我都看不穿他的修为，麒麟还宛若一片混沌，缥缈虚无。”南宫羽摸了一把胡须，眼中很是惊叹。南宫战听到之后，骄傲道：“我儿南宫辰有大帝之资。”此时，在下方的南宫辰打了一个喷嚏，脸色有些意外：“是谁？是谁在诅咒我？”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南宫辰回到了苏里身旁，神情淡然，潇洒自如，宛如解决了一件小事一般。他可没有忘记，成婚最重要的洞房还没有做呢。怎么样，为夫厉害吧？南宫辰调笑道，看着苏里。苏里靠近，见到那一双重瞳，感觉一阵威压，无比强烈。他美眸轻颤，随口说道：“还行吧。”说完之后，他就反应过来，魏夫，那他不是间接承认了这个身份？等会还有更厉害的。南宫辰附在苏里耳边，小声道。苏里听到之后，俏脸一下就红润了，如同一个熟透的苹果一般，美艳无比。他当然听懂什么意思了。只见他脸色羞红，一把将其推开，不过力气甚小，就像是两人在谈情说爱般。下方的众人见到之后，也是露出意外的笑容，纷纷调笑。你看这两口子感情真好啊，实在是太般配了。是啊，一个众同王者，一人九品神体，日后生出来的子嗣那该有多完美啊！那天赋我都不敢想象。苏里听到之后，脸色更加的羞红了。这时候，司仪也很配合的继续说道：“那就请新人送入洞房吧。”就在这时，一道不恰时机的声音再次响起：“赤云剑宗第二序列蓝峰前来问教天渊府少主。”只见门外几道身影出现，为首的正是蓝峰。他不卑不亢，身躯挺拔，身上长袍随风而动，似有几分正道魁首的模样。此话一出，众人议论纷纷，竟然是他，赤剑神王的亲传弟子，百年不出的剑道天才。听闻他前几日战胜了大洲天才榜第10的蔡虚坤，这下有的看了。先前的那个三皇子也不过只是天才榜第50，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了。台上的南宫辰听见又有不长眼的东西挑战自己后，脸色有些冰冷。三番五次影响老子洞房，你们真的该死啊！苏里见状，也不禁眼中出现笑意，眉眼弯弯，双手抱胸，大有一副看戏的样子。等我回来再收拾你。南宫辰掐了一把他的脸蛋，无奈道。只见南宫辰龙行虎步从虚空中走来，身上的白衣猎猎作响，眸子之中的重瞳散发着幽光，里面星河演化异象，气质出尘，宛若一代王者。你是谁？蓝风见到有一个极其恐怖的人走了过来，也是不禁发问。那个废物南宫辰呢？你爹。南宫辰不给一点面子，直接说道。你爹？你又是何人？蓝风没有反应过来，而在台下的众人听到之后，则是纷纷大笑，用看小丑般的眼神看着他们。这时候，蓝风身旁的狗腿子才反应过来，低声道：“大师兄，好像他就是南宫辰。”我知道。蓝风瞬间反应过来，脸色冰冷，咬牙道：“没想到天渊府的少主只是会耍嘴皮子，真是让我失望。看来你也不配娶神女。”唉，又一个舔狗。南宫辰听见之后也是恍然，无奈道：“你……”蓝风虽然听不懂舔狗，但能知道对方是在侮辱他。出手吧，我让你3招。南宫辰懒洋洋的道，打了一个哈欠，很是不屑，只会成口舌之快，一会就让你跪地求饶。蓝风被如此侮辱，眼中也是闪过杀意。虽然他看不透对方的实力，不过按传言来，天渊府少主不过只是2品的废物罢了。2品而已，又能修炼到何种地步？就算你从娘胎开始修炼，你也战胜不了我。只见蓝风修为爆发，一股强大的剑意涌现，手持玉剑从天而下，宛若游龙。此剑名为归一。众人见到之后，纷纷发出惊呼。赤云剑宗的3剑之一，归一，听说上一次就是用此剑战胜蔡虚坤，极具杀伐的一剑，隐蔽性极高，若是稍有不慎，恐怕要被捅成一个血窟啊！坏了，今日南宫辰不会命丧于此吧？下方苏里听见之后，美眸中也不自觉的有些担忧，随后反应过来，脸色复杂。他这是在想什么呢？南宫辰死了对于他不是好事吗？他干嘛要关心这个无耻之徒？也不过如此。南宫辰轻笑，众瞳散发着幽光，在众瞳的加持之下，一切速度都将变缓，即便是世间极快，也会变得跟蜗牛一般的速度。他出手了，两指直接掐住剑尖，气质出尘，镇定自如，全场一片哗然。连在上空的南宫战几人也不禁瞪大了眼睛，这就是众瞳的能力吗？他们心中难以置信的想到。而蓝风更是震撼，直接愣住了。他苦修20年的一剑就给他接住了，这是第一招。南宫辰淡然道。随后蓝风瞬间反应过来，身影一闪，拉开身位。他面色有些不甘，显然很是不服。再来，赤云剑法第4式焚天剑。说罢，他手持的玉剑竟然化成一条火龙，栩栩如生，带来极强的威势，朝着南宫辰飞去。众人感受到这般威势之后，也是脸色一变。此剑法乃赤剑神王的绝技，竟然没有想到交给了他，这下南宫辰难办了。此剑的威势显然已经达到了灵海后期，
若是他没有其他手段，恐怕难以抵挡。他们摇摇头，显然很是不看好南宫晨，太弱了。南宫晨面对这满屏烈火，眼中有些失望。随后众瞳发动，一道让所有人心悸的气息出现。这是有人感受到后，不禁叫出声来。只见南宫晨那双重瞳之中，竟然散发紫色神光，召唤出一片混沌，直接将这道火龙吞噬，连道影子都没有剩。蓝风见状，瞳孔微缩，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轰隆！就在下一刻，那片混沌之中，竟然出现一条紫色的火龙，巨大无比，与之前蓝风那条火龙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条紫色的火龙竟然带着一丝龙威，身上的气息恐怖无比，直接朝着蓝风冲去，速度飞快。见到这一幕，全程瞠目结舌，身体不自觉咽了口水。这是何等逆天的能力啊！蓝风看到这条紫色的神龙之中，瞬间被愣在原地，犹如被吓傻一般。这他妈是我释放的龙！此刻他心中已经后悔了，对面这是什么变态啊！蓝风想逃，倘若这道紫色火龙碰到他，一定会死的。就在这时，一道剑光从天而降，直接将这道紫色的火龙斩灭。顿时烟雾弥漫，爆发的余威散发在周围。南宫晨一眼过去，就发现了有一道曼妙的身影在烟雾当中。又来一位吗？看来你们今日都别想走了。南宫晨目光冰冷，心中暗自想到。众人脸色震惊，没有想到还有高手。烟雾散去，一道高挑的身影站在那里。柳如烟一袭青色长裙，手持碧绿长剑，身姿婀娜，气质高雅，宛如仙子下凡一般。见到此人之后，众人脸色震惊，仿佛很是意外。她是赤云剑宗圣女柳如烟，怪不得能化解少主那一击，这可是天才榜第3的天骄啊！8品资质的剑皇之星。听闻柳如烟乃是大周4美之一，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他刚刚出手相救蓝风，恐怕今日很难出去天渊府啊！下方这些宾客议论纷纷，摇头很是惋惜。道友，只是切磋罢了，何必下死手？柳如烟冷声开口说道，看向南宫晨。蓝风见到自己还活着，被圣女救后，也是激动无比，随后站起身来，想要为自己狡辩一番，把脏水泼到南宫晨身上。多谢圣女相救，今日若不是……闭嘴！柳如烟转过身来，眼神冰冷无比，直接打断道：“真是一个蠢货！平日在宗门之内喜欢耍小聪明就算了，在这里还不老实，真是白救这个蠢货了。”蓝风见到这双无比冰冷的眼神，也是将嘴中的话停住了，心中有些发颤。他还从未见圣女如此对他。南宫晨听到他的名字之后，还有些发愣，心中不禁感慨：果然如烟大帝，穷过，心机过，绿茶过，就是没有丑过。不过回过神来，他还是冷声道：“切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是切磋。既然选择我大婚日前来赐教，那就是本少主的死敌。今日他不死，赤云剑宗也没必要存在了。”柳如烟听到之后，脸色有些难堪。他确实知道他们理亏，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若不是念及同门，此次他都不会相救蓝风。有什么条件可以平息你的怒火？柳如烟开口道，声音动听磁性，标准的御姐音。条件嘛，南宫晨的目光放在他的娇躯上面，眼神极其具有侵略性。众人看到之后，也都是纷纷摇摇头。看来今日又有一尊4美要被南宫晨拿下了。不可能，你若把主意打我身上，那你就直接杀了他们吧。柳如烟听到之后，也是猜到对方的想法，美眸寒霜，冷声道。话落，他让开位置，不在乎在蓝风面前。不过堂堂天渊府少主，若是为了这件小事就对他们大动干戈，岂不是拉低了天渊府的气度？他语气冰冷，美眸之中有一股自信。他料定对方不会杀蓝风。若是这个南宫晨真的为天渊府着想的话，看着这个女人自大的样子，南宫晨不禁笑出声来。此刻脑海之中系统的提示音又出现，选项1给柳如烟等人道歉，并承诺不会再为难他们，奖励柳如烟5点好感，获得柳如烟的原味丝袜。选项2给蓝风道歉，认为自己堂堂天渊府少主确实不该气度如此之小，奖励蓝风1点好感度，获得1滴真龙精血。选项3，既然你都让开了，那我岂有不杀的道理？出手击杀蓝风，获得混沌种青莲意象。看到这3个选项后，南宫晨没有犹豫，直接选了3，不仅爽了，还能获得装逼意象，何乐而不为呢？给他们道歉，这辈子不可能。况且这些好感度对于他来说需要吗？还有那个柳如烟的原味丝袜，竟然拿这个考验干部，真是可恶。既然你都让开了，那我岂有不杀的道理？南宫晨笑道。随后众瞳之中符文交织，一道神光从其中爆发，直接将蓝风化成一道血雾。你！柳如烟瞳孔微缩，有些不敢相信，他竟然真敢出手。全场一片哗然，众人眼神震惊，谁都没有想到最终蓝风还是死了。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不敢杀吧？南宫晨神情淡然，如杀了一个蝼蚁一般，没有一丝感情。看到混沌种青莲已经奖励下来，他心中很是满意。柳如烟银牙紧咬，脸色苍白。此次他杀了蓝风，回宗门之后肯定会被宗主问责。想到这，他就想转身离开，不想与这个疯子过多交流。慢着，我有说你可以离开吗？就在这时，南宫晨又开口说道：“道德绑架，我就想离开，可笑！”柳如烟转过神来，美眸寒霜，咬牙道：“我与你无仇无怨，为何不能离开？”
莫非你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我一个女子吧？你猜对了。南宫晨露出一个灿烂笑容，随后又道：至云剑宗众人擅自闯入天渊府，妨碍本少主大婚，本少主怀疑他们来意不明，来人，拿下他们。话落，一对身穿金黄色盔甲的护卫瞬间出现，他们目光冰冷，气息如渊，瞬间将几人扣住当场。南宫晨见状，很是满意，真给你们脸了是吧？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笑！柳如烟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身旁几位强者扣住了。他俏脸苍白，有些难以置信，这南宫晨竟然如此颠倒是非，无法无天。众人有些唏嘘，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被南宫晨雷霆镇压。他们心中不禁的感叹，不愧是天渊府，连宗门弟子都能随便扣押。要知道，在大周皇朝，朝廷都没有权力说镇压这些仙门，甚至还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就这样，柳如烟一脸狼狈的被扣走，修为也被封了。临走前，他深深的看了一眼南宫晨。南宫晨见到闹剧已经结束，也是开口朗声道：让诸位今日见笑话了，晚辈自罚一杯。话落，他就自饮一杯，潇洒自若。众人见到之后，也纷纷回敬一杯，玩笑道：镇压贼子，少主胆魄过人，让我等佩服。是啊，那仙家弟子仗着朝廷给的权力，目中无人，坏事做尽，今日也是让我们心中舒坦。听到众人如此说后，南宫晨也是露出笑容。果然，在这个修仙世界，谁的拳头大就是道理，就是规则。婚宴如常的进行中，饭桌上，南宫羽见到自己孙儿的道侣竟然是神女苏里，也是笑得不亦乐乎。来，孙媳，这是我在北域所猎杀的准圣妖龙，吃了有美容养颜，对修为的提升也有好处。南宫羽乐呵呵地说道，在苏里震惊的眼神之下，夹到他的碗中。苏里神情有些恍然，没想到今日见着这位传奇圣人就算了，竟然还夹菜给他。不过反应过来他的称呼之后，脸色有些羞红。好，谢谢爷爷。他犹豫一会之后，开口道。一旁的苏明和苏母见到，也都是露出一抹笑容。其实他们心中也很是震撼，他们苏家与南宫家身份差距巨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南宫家都能与他们同桌，那真的是把他们当作亲家来看，更何况还是跟大周这位传奇圣人同桌。想到这，他们眼中不禁出现一抹激动，这件事够他们吹嘘很久了。南宫羽听到之后，那张如骨皮一般的脸上也是露出灿烂的笑容，很是喜悦。好孙媳，既然嫁入我们南宫家，就是我们的一份子，若是以后这个小子欺负你，你就尽管跟我说，我帮你教训他。他爹不敢教训。话落，他还朝着苏里眨了眨眼，眸子之中出现一丝哀求之色。苏里看见后，嘴角轻扬，露出一抹好看的笑容，美眸之中带有玩味之色。他有些没有想到，这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竟然还有如此一面，这不禁让他心中的戒备之意少了一些，对他有些改观。他犹豫了一会，在南宫晨祈求的目光之下，轻笑道：他对我很好，并没有欺负我。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个女人没有把什么东西也说出来。不过他刚刚那个眼神，好，没想到堂堂神女竟然还有如此一面，看来今晚洞房得好好的教训她了。南宫羽听到之后也是点点头，那就好，若是以后这个臭小子欺负你，可要跟我说。苏里乖巧的点点头，美眸之中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看到这一幕，南宫晨也不禁心中有些触动，上一世可没有如此圆满的家庭，好在上天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不过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他好像从出生之后就没有见过他的母亲，父亲也避而不谈。他的母亲究竟去哪里了？还活着吗？甚至说，当年他出生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一个一个问题摆在南宫晨心中，犹如一道梦魇，久而不去。算了，还是将实力提上去后，一切自然就会知晓。想到这，南宫晨就不再多想，与他们一同庆祝。夜渐深，昏黄的房间之内，此刻一道红色的倩影正坐在床上，3000银丝之下是一张绝美的容貌。苏丽有些忐忑不安，纤细白皙的玉手攥紧，包裹着白色丝袜的修长大腿不自觉摇晃，好似牛奶般圆润细腻，带着洁白光泽。这混蛋都这么晚了，到底还来不来？苏里的俏脸有些羞红，心中想到。他此刻的内心很是复杂，既有些矜持，又有些期待。确实，原本的南宫晨也就天资一个缺点，如今觉醒了重瞳，天资更是在他之上。这样一看，似乎就没有什么缺陷。背景深厚，天资非凡，相貌倒也不差，似乎嫁给对方也并非坏事。苏里美眸中有些恍惚。很快，几声脚步声传来，苏里知道是南宫晨来了。南宫晨进来之后，就见到坐在床上的苏里，身穿红裙，绝美的脸上更是画了恰到好处的淡妆，画的眼线恰到好处，给素来清冷不与人间的仙子增添了一抹妩媚感。南宫晨情不自禁咽下了一口唾沫，他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状态下的苏里，宛若9天冰雪上盛开的红梅，让人忍不住垂涎芳泽。昏黄的烛光下，少女的朱唇坊若涂上了一层淡红的唇釉，水润饱满，愈发诱人。南宫晨无言，俊逸的脸庞早已不见任何色彩，只是俯身向下。苏里感受着那灼热的气流贴近，睁大了双眸，双手不自的攥紧，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烛火随之熄灭。迷迷糊糊中，只听得一声咬牙的清冷声音响起：“混蛋！你此生若负我，我必追杀到你天涯海角。”清早，天边渐渐浮现一抹鱼肚白，晨曦的微光照亮了床榻。南宫晨睁开双眼，却已发现身边的家人早已离开。床入焕然一新，仿佛昨夜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一样。南宫晨微微一愣，而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勾起，也没有拆穿少女的心思。一夜之后，他竟从子府初期突破到了子府中期。望着林海之中屹立着庞大子府，南宫晨眸光闪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真有双修之法。当然，他的战力也随之天翻地覆，感觉能够打爆先前几百个自己。每一个境界共分4个阶段，分别是初期、中期、后期以及巅峰。那这样看来，他离下一个境界岂不是很快了？想到这，他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丁，新婚第1天，是否签到？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提示声响起。南宫晨反应过来，也是连忙回应：签到。丁，奖励行字秘。南宫晨听到后，眼神充满着震惊，竟然是行之秘。要知道，9字秘可是无上绝学，行之秘更是拥有世间极致速度，更可跨越境界的极限。这个好啊！速度这一方面，他目前也没有修炼强大身法，若有行之秘，也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回过神来，南宫晨也是向屋外走去，他可没有忘记今天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只见他走到一处空旷处，布下结界，随后将先前苏傲天手中的戒指扔在地上。前辈，还不出来一见吗？南宫晨开口说道，众瞳之中散发着幽光，似乎能看破世间的一切。他可没有忘记苏傲天的机缘就在里面。一眼扫过，他能看到戒指之中有一道灵魂体。话落，躲在戒指之中的虚影不为所动，脸上有一道讥讽的笑意。小子，与我斗，你还是太嫩了，还想炸我出来做梦吧？他名洪天，乃是中神州一位顶级炼丹师的残魂，机缘巧合之下，竟然到了苏傲天的戒指之中，在吸收了几年的灵气之后，也是成功的苏醒过来。几息之后，戒指之中仍旧没有反应。南宫晨脸上不禁有些怒意：你真当以为躲在戒指之中，我就灭不了你吗？别逼我将这个戒指毁了，让你没有容身之地。洪天听到之后，嘴角更是露出不屑。这个戒指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乃是天上陨铁打造而成，他一个小小的子府境小辈，拿头给他打开啊！不对，他什么时候到子府境了？前日不还是林海吗？洪天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的笑容直接僵硬了。卧槽，他一天从林海突破到了子府中期，这是什么修炼速度啊？就算是9品资质都没有这般逆天吧。而在外面的南宫晨见状之后，也是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不出来是吧？好好好，想要一辈子待在这个龟壳里面是吧？要知道，众瞳里面可是有一道神火，可烧尽世间一切，名为九幽冥火，一火榜名列前茅的存在。阿玛德拉斯，南宫晨中二的说道。随后，一道无比恐怖的黑色火焰生成，灼灼燃烧，直接附在戒指上面。只见随着这道九幽冥火出现，里面那道虚影直接跳了出来，脸色苍白无比。南宫晨见到之后，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终于出来了，无耻小辈，竟然如此对待本座，你可知我是谁吗？洪天怒道，他有些心有余悸。他能感受到这道火焰不仅能烧穿这枚戒指，甚至说连灵魂都可以燃烧。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高傲的开口道：既然你为了处心积虑的觐见本座，不就是想要我为你指点吗？这样子，看在你伤我弟子的情况之下，你自废2臂，然后在地上给我磕几个，我考虑指点你。见到他这般高高在上的模样，南宫晨笑了，眼神逐渐冰冷。让我自废2臂，给你磕几个响头，你也配？原本还想利用一番的，留他一命。既然你这么不识相，还是再死一次吧。九幽冥火，南宫晨开口说道。随后众瞳之中爆发出更璀璨的幽光，漫天黑色的火焰铺天而下，似要燃尽整个世间，直接将洪天围住。大胆，你怎么敢的？快停手，快把这些邪恶的火焰收回去。洪天瞳孔微缩，有些不敢相信此子竟然敢真的把他烧了。随后他看到那双重瞳之后，瞬间明白了一切，居然是传说之中的众瞳啊！好痛啊！不要再烧我了，老夫要死了。洪天的虚影在痛苦着哀嚎，这些火焰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真的会下死手，这般反应不对啊，不应该都是跪在地上对我感恩戴德吗？怎么身份反转了？南宫晨目光冷漠，就静静地看着这些九幽冥火烹煮的这道虚影。小子，我错了，快停手，不然我真的要死了！洪天嗷嗷大叫，虚影也愈加透明，似乎就要消失一般。南宫晨不语，继续看着，他知道这还不是极限。洪天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难道这被他发现了吗？没错，他的神魂之中还储存了一点魂力，足以够他使用一道禁术攻击南宫晨的神识，将他取而代之。可恶，再这样下去，他真的要死了。南宫晨冷笑，看着那道快即将消失的虚影，现在又变得几分实质，他就知道这个老头心中不安好心。很快，洪天的眼中终于出现害怕之色，因为他的魂力真的快要耗尽了，届时他就要真正的死了。我怕了，我怕了，不要杀我，我愿意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洪天噗的一声直接跪在地上，
哀求道。南宫晨见状之后，也是将火焰收回不少，冷声道：“将你神识打开，让我搜魂一番。你若没死，我就放你一命。”他可不傻，这个老登若是留有什么后手，那他岂不是完了？所以还是搜魂比较安全，只需将一缕神念摄入，就能知晓一切。洪天听到之后，面色有些难堪，他没想到竟然会被一个黄毛小子给搜魂。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的油灯枯竭，没有一点能反抗的能力。为了活下来，他咬牙犹豫一番，还是将神识打开。虽然搜魂对被施法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危险，不过现在可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南宫晨见状也是没有多废话，直接将一道神念释放进去。洪天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犹如整个脑袋都被电钻进去一般，撕裂神魂的疼痛。几息之后，南宫晨收回神念，神情满意无比，显然他得知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而洪天则是气喘吁吁，那道虚影愈加缥缈，就像要消失一般。搜魂完了，小子，你也应该信守承诺了吧，放老夫一命吧。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露出一抹冷笑，你没听过反派都是会反悔的吗？老壁灯，你还是去死吧，你骗我！洪天瞪大了双眼，怨毒地看着他。南宫晨不理，直接一击下去，将这道神魂彻底击散。南宫晨吸收完记忆之后，脸上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不愧是顶级炼丹师，这些上古丹药可都是失传许久了，还有这炼丹技艺可全部都便宜给我了。苏傲天啊，苏傲天，你可是真是一颗绿到流油的韭菜啊，还得我慢慢来宰。想到这，他眼底露出一抹深意。在洪天的记忆之中，他可是得知苏傲天下一步可是要前往天元书院夺得那天元灵杯，里面有一个功法可是不得了。至于这个天元书院，他脑海之中倒是有些印象，乃是大周四圣之一的孔圣孔道云所创建，天骄云集之处，为大周培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几乎如今有名的强者当初都是从天元书院所走出，这足以见他们培育弟子的恐怖之处。曾经有王室弟子在里面仗势欺人，都被院长孔圣毫不留情的驱逐，丝毫不给一丝情面，天元书院的名声因此崛起，有被誉为寒门弟子圣地之称。丁，发布任务，前往天元书院签到。这时候一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南宫晨听到后也是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脸上露出笑容。他正打算前往天元书院，没想到系统就让他前往签到，看来此次天元书院真是非去不可呀。也不知道等到那时候苏傲天见他的表情该会是怎么样的呢？帝都王家房间之内，一道熟悉的身影昏迷在床上，他右手被白布缠绕，能看到里面渗出的血迹，显然他右手被人砍断了。没错，此人正是苏傲天。此刻他满头大汗，似乎在经历着什么噩梦一般，突然猛地一睁眼，吼道：“南宫晨，我要杀了你！”在一旁守候着仆人看见之后也是瞳孔微缩，慌忙跑去告知家主。苏傲天醒来之后，看到这般熟悉的环境，还以为是虚惊一场，直到他看到空落落的右手之后，他才发觉那原来不是梦啊！我的右手，你该死！南宫晨，此生若不杀你，我苏傲天誓不为人！苏傲天两眼血红，嘶吼着。要知道他在意的不是右手，而是右手上那枚戒指啊！那枚戒指才是他崛起最大的依仗，如今被南宫晨给拿走了，那他还怎么变强？前来的王家家主听到这一声鬼叫之后，也是不由得皱起眉头，眼神冰冷无比。苏傲天，你可知罪？王雄一掌将这个门给击碎，进门冷冷地看着苏傲天，强忍着怒火。王家众人也是闻声赶来，皆目光寒冷地注视着他。我有什么罪？苏傲天被这一声怒吼搞懵了，有些迷茫地看着众人。你他妈把老子女儿给搞没了，你现在反倒是装上失忆了是吧？王雄怒道，修为爆发出来，如海般的威压直接朝着他倾泻。苏傲天听到之后，这才反应过来，那个整天叫他傲天哥哥少女好像已经不在了。想到这，他脸色一阵铁青，心中无比怨恨南宫晨。家主，你听我解释。苏傲天连忙说道，想要为自己狡辩一番。他现在经脉被废，浑身上下毫无一点修为，还得依靠王家呢，要不然他怎么东山再起？我解释你妈！你这个畜生，若不是你这个傻逼非要去装逼，带上老子女儿雨轩，他会被奴役吗？就在苏傲天说完瞬间，王雄直接一拳过来，将他砸到墙上。原本刚有些恢复的苏傲天被砸一拳砸的比先前更加差了，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裂。他脸色苍白，大口吐着鲜血，似乎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要知道王雄先前可是满脸笑容的想撮合他与王宇轩的，如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般。王雄怒气冲冲，似乎还不解气，刚想一拳下去要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一道鬼魅般的身影站了出来。王老制止了他，摇摇头劝说道，算了，如今他被废，宇轩被南宫晨抓去，你杀了他也解决不了什么，况且这件事我也有点责任，你若要怪就怪我吧。王雄听到之后，脸上的怒火这才有些缓解，不过还是没有解气。苏傲天见状之后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后看向王雄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影。老东西，不就弄丢你一个女儿吗？况且也没有死啊，日后我若是变强，非得把你杀了，竟然敢对我出手，当务之急还是得去询问天渊府的风声，看如何将宇轩给要回来。王老继续说道，你说的没错，
不过苏傲天还是得给我一个交代。王雄依旧怒气冲冲地说道。王家众人的眼神此时也落到他身上，若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恐怕难以服众。王老听到之后也是犹豫一会，开口道：将苏傲天克清长老的身份废物，即日起驱逐王家，永不得来。此话一出，苏傲天心中晴空霹雳，满脸震惊。他没有想到曾经救下的人竟然会如此狠心地说道。此刻他心中竟然出现一个念头，想将他们全部杀死的念头。众人听到之后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苏傲天见状也只能咬咬牙，目光冰冷扫向在场的所有人，似乎想记住他们的样子，日后好报复。看什么看，真是傻逼，没有实力非要硬装，这种治好了也是流口水。这下踢到钢板了吧？你以前不是挺狂的吗？这些弟子看到之后也是毫不留情的嘲讽道。苏傲天听到之后神情无比难堪，面色通红，犹如心中的伤疤再次给提起一样。众人的这般态度也让他心中充满着落差，恨不得提刀把他们都杀了。你们给老子等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苏傲天冷声道，随后脚步加快，身姿踉跄，逃也似的狼狈地离开王府。此刻他心中对于南宫晨的恨意已经到达了巅峰，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若不是他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吗？都是因为你，南宫晨。此刻他心中早有了计划，他在银月山脉之中埋藏着一株宝药，这足以让他回到巅峰。等身体恢复之后，他就前往天元书院，那里有一处机缘，足以让他逆天改命。等到那个时候，南宫晨还有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天渊府怎么让你给本少主按摩？你个小女仆似乎还不愿意。庭院内，南宫晨坐在太师椅上，看着眼前身穿女仆装的王宇轩，调笑道。王宇轩有些咬牙，乌发上戴着一对猫耳，配着这张清纯可人的脸蛋，很是诱人，尤其是那双黑丝玉足，散发着晶莹的光芒，看上去丝滑无比。南宫晨再次发出声音，似乎有些不满。王宇轩见状才缓缓走来，小琼玲珑的素手搭在他的双肩之上，轻轻地揉捏着。他美眸之中充满着气愤，却又不敢表示出来，看上去气嘟嘟的。原来自从前日他将王宇轩带回来之后，就派人去教他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仆，而现在2天时间结束，王宇轩也成功的从女仆学院毕业了。当然此刻的他自然是对南宫晨怨气满满的。不错不错，看来你这2天学得很棒，这般手法比外面的青楼女子都好，让我有些心旷神怡。南宫晨夸赞道，丝毫不在意他的感受。王宇轩听到之后，银牙咬得更紧了，想一锤子下去，竟然拿我跟青楼女子相比，真是一个混蛋。这样想到，他按摩的力度更重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套衣服穿在你身上很是合适吗？不亏让我花费200块灵金给你定制。南宫晨闻着少女的幽香，不由得感叹道。王宇轩听到后，美眸中有些震惊，他身上穿着的这套竟然要200块灵金，灵金什么概念？可是等于1000灵石啊，也就是要200万的灵石，真有钱。王宇轩小声的吐槽2句，本以为自己是富家千金，跟这位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南宫晨听到之后不以为意，钱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花的，不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听到这毫无人性的发言，王宇轩满头黑线，不想说话。不知为何，成为了南宫晨的女仆之后，他对她的厌恶似乎少了一些。望着眼前这个气质和容颜都无比出尘的少年，让他不由得想到了苏傲天。如今苏傲天经脉被废，此生无法修炼，希望他日后能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平凡人吧。而他也沦落到成为南宫晨的女仆，日后注定不会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人终究还是得向前看的，就是不知如今家族得知他被南宫晨带走，会急得什么样。想到这，他就有些忧心忡忡。怎么，你想家了？南宫晨仿佛能感受到他心中所想，开口说道。王宇轩没有出声，默默地继续帮他按摩。我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你若是日后表现良好，我自然会让你回去。南宫晨继续道，给他留了一点希望。王宇轩听见之后，美眸有些明亮，很是惊喜。也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道声音：少主，赤剑神王求见，现在他在大厅之内。南宫晨听见之后，也是站起身来，清扫白衣，走吧，跟我去见见这个神王。王宇轩见状，瞳孔有些微缩，一尊神王竟然求见南宫晨，这就是天元府的实力吗？更何况还是在大洲无比出名的顶级宗门赤云剑宗。大厅内，赤剑神王此刻有些紧张，坐在这几位面前显得有些坐立不安。随着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到来，他心中暗自松了口气，终于来了，这时间也未免太难熬了。南宫晨一袭白衣，气质出尘，眸若星河，如同谪仙一般。此刻的他已经将重瞳给收回，露出与寻常人一般的眸子。而在他身后，王宇轩娇小的身影紧跟其后。赤剑神王见状，也是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开口道：今日本座前来是为了来补偿的。此话一出，众人有些震惊，原本以为是来找茬的，没想到真的是来道歉的呀。都把你弟子灭了，你都不生气啊？哦，南宫晨见状也是有些意外，是我管教门下弟子不佳，前几日少主大昏扰了你的心情，蓝风被少主斩杀，也他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而其余人被少主关注，也是情理之中。赤剑神王开口说道，很是诚恳。这倒不是他无情，
而是蓝风乃是上一任宗主所培育，并不是他的亲传弟子，死了对宗门不会有什么损失。而柳如烟才是重中之重，8品资质的剑皇之星，在整个大洲也是逆天资质的妖孽。今日这是我一点心意，还望少主可以海涵。赤剑神王将赔礼的东西拿了出来，放在地上。南宫晨扫了一眼之后，倒是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东西。至于那一本被赤剑神王视为宗门绝学的剑法，竟然也将上篇拿了出来。此时身后的王宇轩见到之后，倒是眼神之中露出一丝渴望之色。里面有一物品，名为3道花莲，特别符合他的御灵之体。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出声，因为这些东西可不是他能染指的。而在上面的南宫战见状，倒是有些震惊，竟然连宗门绝学都拿了出来，已经很是诚意满满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投名状呢，想要加入天渊府之中。紧接着赤剑神王又道：在下还有一事相求，乱世在即，整个大洲也已步入晚年，不知天渊府麾下是否还缺势力附属？哦，你的意思是你想加入天渊府？南宫晨这时候来了兴趣，如今他展露天赋，也该培养一番自己的势力了。没错，就是不知赤剑神王继续说道：准了，允许你加入，但前提是你得追随我。这时候南宫战也看了出来，赤剑神王脸上有些欣喜，若是加入天渊府这尊庞然大物之中，日后就不必被朝廷制约了，这对于他们来说乃是天大的好事。放开林海，让我种下烙印。南宫晨简单粗暴直接说道，他可不想到时候给自己的势力所背刺。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想看看少主的重瞳。赤剑神王犹豫一会之后咬牙说道，他想看看南宫晨值不值得他跟随。他也能看出此时的南宫晨并没有将重瞳露出。话落，南宫晨不再遮掩气息，双眸瞳孔分二，如浩瀚星河，里面有大道在演化，一股足以让天地震动的气息爆发，周身符文交织，璀璨至极，犹如一尊少年王者。赤剑神王睁大双眼，瞳孔微缩，他看到这对重瞳有些恍惚，宛若遁入一片虚无，全身无力，有一股心悸感从身体直发，心中不禁出现一种想要跪拜的冲动。他可是神王境强者呀，竟然在面对重瞳之时也会受到影响，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啊！想到这，他不禁单膝下跪，心中彻底被折服。在下赤霄，愿为少主赴汤蹈火。南宫晨见到之后也是露出满意的笑容。身后的王宇轩此刻俏脸有些苍白，眼神露出震惊之色，这混蛋的重瞳竟然如此厉害。想到这，他内心更加低沉了。看来傲天哥哥想要报仇的愿望，这辈子都实现不了。追随我，是你此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日后我必将登临绝巅，独断万古，成为那众生之上的存在。南宫晨神情淡然，眼神睥睨，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开口道。而此刻，天空玄黄之气爆发，五彩神光绚烂，大道之音发出共鸣，众人面露震惊，这竟然是天道共鸣。得天道赐福者，日后成就必将不小。没想到南宫晨的一番话就引起了如此之大的轰动。赤霄见到之后，眼中的崇拜之意愈烈，显然他已经彻底的服气了。南宫晨面色淡然，随后将重瞳收回，毕竟这个异象太过于巨大，不利于他反派的风格，平日出去也会有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他不怕，但是处理多了之后还是会有些烦心的。既然如此，赤霄你就去将柳如烟他们接回吧。是。看到他的背影，南宫晨眼中有些莫名的意味，也不知道柳如烟得知宗门已经被我收入麾下之后该是怎么样一个反应。等到众人离开之后，整个大厅就只剩下南宫父子二人。你说你要去天元书院？南宫战开口问道，似乎有些震惊。去玩玩，顺便做些事情。南宫晨有所隐瞒，随意说道。他自然不可能将心中系统之事说出来，毕竟这至关重要。南宫战听到之后笑了一下，随后道，你们夫妻俩真是一个德性，今早苏丽便找我，跟我说要前往天元书院，此刻想必他已经出发了，没想到现在你也要去。话落，南宫晨心中有些意外，他也去天元书院，看他的样子，想必是他早就有的打算。恰好这几日天元书院开始招收新弟子，我也就允许他了。南宫战继续道，喝了一口茶，笑嘻嘻道，烈了，他还让我转告你，他要变强，追上你的步伐。南宫晨听到之后，这才有些恍然，随后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确定不是那一日两人发生夫妻之事，这个小妮子害羞随便找的借口吗？不过要追上为夫的步伐，估计还是有些难度的。既然你要去，恰好我们天元府每年都有天元书院的名额，明日你便可出发，如何？至于天元书院那边，我会提前打好招呼。南宫战沉思一会，随后说道，一切依父亲即可。南宫晨点了点头，笑道，这有背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一切都能帮你处理好。时间很快过去，一晃眼便已经来到几天之后。一艘巨大无比的玄黑色飞舟划过苍穹，云霞喷涌，神光异彩，惹得路途之中的人议论纷纷。这又是那个大势力的人出事了。这个飞舟真震撼，上面坐着的大人物恐怕是我们此生都望尘莫及的了。你们看，上面那个旗帜似乎写着天渊两字。嘶！有人大声惊呼，点醒众人，众人面露震惊，随后露出恍然之色。原来是天渊府的人啊，那就不奇怪了。如今大周能有如此大手笔的，恐怕也只有他们了。
众人眼神无比羡慕，同时又充满着畏惧。非洲上，这灵葡萄真是又甜又可口，还很白。南宫晨一脸惬意地躺着，而在他身前，身穿猫娘女仆装的王宇轩，则是将盘子之中的灵果送入他的嘴中。看着眼前的美景，南宫晨也是不禁感叹道。王宇轩听到之后，清纯动人的脸蛋也是闪过一丝疑惑：葡萄不是紫色的吗？南宫晨刚想多说些什么骚话，一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叮，已达到大洲边界，是否签到？南宫晨听见之后，眸中闪过一抹光泽。不错，没有想到做个非洲，竟然还有意外惊喜。签到，他心中默念一声，叮，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功法神象镇狱境。系统话音落下，一股玄奥地功法口诀如洪流一般涌入南宫晨的脑海之中。神象镇狱，以气引神，以神成象，举手投足，神象之力汇聚于一身，10万威力，每一威力堪比神象。若是觉醒了10万威力，则是10万神象之力加身，肉身将会到达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一拳之下，开山断海，天地崩塌，碎灭星辰，日月扭转，皆是一念之间。神象镇狱境真是强大地功法，哪怕在天渊府，像这样的炼体法门也是少见。南宫晨暗暗感叹道。对于目前的他，虽然众瞳给人压迫感很足，不过根基尚弱，若将神象镇狱境给参透，将弥补这一极大的缺失，那时才是完美的5边形战士。想到这，南宫晨直接盘坐在地，开始参悟了起来。王宇轩见到之后，也是美眸中泛起异彩，将手中的果盘收起，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修炼。这还是这些10日以来第一次见到南宫晨如此认真修炼，先前吊儿郎当的，还以为这个混蛋不修炼呢。此刻，南宫晨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修炼之中。轰！很快，南宫晨就感觉到体内的一个个威力破开，仿佛有一头巨象觉醒，仰天长啸，轰落星辰。他继续修炼，金色的血气直接腾空而起，化作一头金色巨象，镇压天地。王宇轩美眸瞪大，有些震惊，这是什么功法？为何我从来没有见过？而此时，在天穹之上，有一道身姿曼妙的身影在注视着南宫晨。他面戴鬼脸面具，气息无比惊人，虚空都有些颤栗，眸子开合间更是有星河在流转。就连大洲最强者南宫羽都没有如此恐怖气息。不过，此时他那双如秋水般美眸却没有包含一丝恶意，像是带着一种宠溺之色。不愧是那位的儿子，修炼的波动都如此之大。他悠悠感叹道，似乎想到了什么。话落，女子便遁入了虚空之中，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虚空之中，在非洲不远处，有10位黑袍强者，他们目光阴冷狠辣，脸戴面具，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大人，为何那艘天渊府的非洲还不来？有一个全身黑袍的老者发声，看向为首的那一人。只见为首的那个黑袍男子摆了摆手，不以为意地说道：急什么？南宫晨早死晚死，不都得死？结，没错，老夫算了一下时日，他们今日也差不多了要到这里了。另一人开口冷笑道：没错，这些人正是大洲王派来暗杀南宫晨的天阶刺客，个个实力强劲，都乃子府境的强者。而为首的那人都已经到达了子府巅峰，离大能境也不过只是临门一脚。如此大阵仗，也可以看出大洲王想要杀死南宫晨的决心。若是上面的情报没错的话，此次南宫晨出动也不过只带了几位子府境的护卫罢了，这几人对于我等而言，不过只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首领冷声道，眼神无比冷漠。没错，话说这个天渊府也太看不起我等了吧，竟然才派几位子府境修士。身后一个矮小的黑袍附和道，不好说，天渊府密不透风，可能这个消息有误也不是，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首领继续道，就算有大能境又如何，我等使用合击阵法将其围困，南宫晨的人头不是手到擒来。哈哈哈哈！其余人也附和道，不过听闻南宫晨似乎觉醒了传说之中的众瞳，听上去很是神异啊。这你也信？那废物能觉醒众瞳，我当场倒立喝尿。就算他觉醒了，那又怎么样？也不过才练气境，难道他能一夜蹦到子府吗？哈哈哈哈！这些黑袍面露不屑，低声说着。而没过多久，他们又开始说了起来。是啊，不过他收下那个王家的小姐倒是真的润，若是等会将南宫晨杀死之后，我可要好好玩弄一番。你还真是一个淫魔啊，我就不一样了，我等会要玩弄一番那个南宫晨的尸体。听闻他面容白净，想想就让我兴奋啊，还是南宫战的儿子。哈哈哈哈！老三，你这个龙阳之好可真恶心啊，可别盯上我们大老爷们。老四你说笑了，谁会看上你们啊，长得歪瓜裂枣的。众人一言一语的说着，眼中爆发着邪光。此时首领也开口道，此次若能成功劫持了天渊府那艘非洲，那才叫一个赚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够我们几个做一辈子任务都换不来了。众人听到之后也都是面露金光，眼珠子之中尽是贪婪。换自古谁敢杀天渊府的，更何况还是南宫战的儿子，天渊府的少主，而只有我们暗影卫才敢这般。若是成功，我们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这可是要震惊整个大洲的壮举。首领不停地对他们灌输着鸡汤。来了，他们来了。此刻有人低声道，只见在他们的不远前，有一辆巨大的黑色的非洲缓缓驶来。此话一出，这些黑袍强者遁入云层，埋伏着。非洲上，
南宫晨睁开双眼，一双重瞳似乎能撕裂天地，爆发出一股幽光，浑身上下的金色气血也到达了一个极限。这就神象炼狱境吗？果然强大。南宫晨暗自说道，感受着身体之中的变化。此刻他已经启动了千万威力，已然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千万金之力的地步。也就是说，单靠肉身实力已经到达了紫府境巅峰，甚至直逼大能。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他甚至敢直言，同等境界之下，他肉身绝对无敌。而在一旁的王宇轩感受到他修炼完之后，也是睁开双眼。主人，你修炼完了？王宇轩自然地开口道。这几日相处，他都已经习惯用主人相称，因为一旦不说主人，就会被这个混蛋给打屁股。南宫晨轻轻点头，他现在只需要一场战斗来检测一下目前的实力。他来到外面，见天色渐黑，明月升起，心中也不禁有些感叹，原来修炼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少主，外面的侍卫见到一身白衣的南宫晨出来之后，也是尊敬的招呼道。南宫晨点点头，以示回应。那10位杀手也该快来了吧？南宫晨心中想到，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就在来之前，天渊府就已经接到风声，朝廷将会派出10位紫府境刺客来刺杀他。所幸让父亲故意放出风声，对外指称有3位紫府境护卫相随。其实不然，这辆非洲之中还真的只有3位紫府境，但他可是有护道者的，一位准圣的护道者足以让他纵横整个大洲了，不，整个东神州了。少主，很近了，那10位天阶杀手离非洲不过100里，估计几息之间就会到来，需要我出手解决吗？南宫晨的脑海之中响起一道传音。莫老，无需你出手，区10位紫府，我只手镇压，也正好让我检测一下我的实力。南宫晨看着上空的云雾，回应道：老夫明白。南宫晨听到后也是不再出声，目光深邃，一双重瞳散发着妖异光芒，似乎能看穿这片雾霭弥漫的云海。来了，他嘴角勾起笑容，神情淡然。轰隆，一声无比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非洲上面有些晃动，显然是有人在攻击非洲。敌袭，保护少主。很快，一名护卫就反应过来，大声说道。2道身影直接从后方飞出，来到南宫晨面前。少主，这里危险，我们还是快点去后方打开非洲阵法。有一个年迈的护卫低沉道，面色着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想要刺杀天渊府的少主。晚了。就在这时，云海之中传来一道嚣张的声音，紧接着数10道黑色的身影逐渐出现在众人眼前。他们全身黑袍，气息强大，显然是有备而来。说话者正是为首的首领，他目光阴冷，犹如毒蛇一般扫视着众人，同时身上散发着的气息也是10人之中最强大的。足10位紫府进来刺杀南宫晨。3位护卫见到之后也不由得脸色一变，眼神之中充满着凝重。竟然有10位紫府境，年迈的护卫震惊道。而此刻后方出来的王宇轩见到这一幕，也是不由瞳孔微缩。这是有人要刺杀混蛋吗？想到这，他心中莫名的紧张起来，有些为南宫晨担忧。哟，没想到非洲上真就只有3位紫府境，看来此次的情报没错啊。首领见到最后一道身影出现，也是放下心来，大笑道：此次要赚大发了。此刻他们都不禁笑了出来，仿佛已经吃定南宫晨他们一般。3位护卫听见之后，脸色愈加苍白了，对方竟然连他们的信息都了如指掌，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你们是何人？竟然敢刺杀天渊府少主，不怕遭到报复吗？有一个护卫站了出来，大声说道，试图用天渊府的名号吓退对方。我来杀你们，自然是有底气的，区天渊府也想吓退我们，可笑。那个首领大声说道，紧接着继续道，至于杀你们的理由，那就怪你们的少主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大周王命令你们过来杀我的，对吧？就在此时，南宫晨出声了，他面色淡然，眼神玩味，风轻云淡。首领听到之后脸色一变，随后大笑道，既然被你猜到了，那我也不妨告诉你，就是大周王派我们来的，那又如何呢？反正你今日要死在这里。此话一出，这几个护卫面露震惊，有些没有想到大周王竟然要杀少主。而在身后的王宇轩美眸瞪得更大了，像是听到了什么很炸裂的事情。随后他眸子之中又充满了紧张，那岂不是说这些刺客实力不是很强？那这个混蛋该如何是好？不过你们得到这个情报似乎也是假的，真可惜。南宫晨叹息道，像是在为他们默哀一般。假的？什么假的？你们非洲也就3个紫府境，难道你还能再给我蹦出一个啊？首领有些懵逼，随后冷笑道，老大，跟他们浪费什么口舌，反正都是将死之人，我们快出手把他们杀了吧。这个小子态度我很不爽，等会我要看到他绝望的样子。又有一个黑袍阴沉沉的开口了。首领听见之后也是点点头，没错，还是二弟你说的有道理，动手吧。话落，10人齐齐爆发修为，紫府境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众人面前，纷纷出手。今日血战，誓死护住少主，少主你快逃！那个年迈的护卫当即做出决定，大声道。另外2个护卫听见之后也是纷纷爆发修为，眸子通红，做好了与他们血拼的打算。你说对了，还真能给你蹦出一个紫府境来。南宫晨冷笑道，随后拦住了这几个护卫，身上的气息不再遮掩，恐怖的幽光从眸子之中爆发出来。你竟然是紫府！黑衣首领感受之后
大惊失色，震惊道：“南宫晨不语，屹立于虚空，白衣猎猎作响，众瞳之中符文交织，气息增幅到一种极致，恐怖无比，犹如一尊少年王者。我一人战你们10人。”他开口了，眼神睥睨，带着一股无敌之势。此话一出，这些黑袍脸色变了，无比难看，仿佛被羞辱了一番。而在下方，几个护卫互相对视，面色震惊无比。少主竟然要一人独占石子府，天啊，真的能行吗？王宇轩美眸中绽放着异彩，这种无敌气势，放眼整个大周，年轻一辈也是少有的。他不得不承认，此刻的南宫晨确实很有魅力。好好好，狂妄小儿，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黑衣首领也被激怒了，眼神冰冷，带着一股杀意。只见几人遁入虚空之中，与云层隐匿为一体，仿佛从这里消失一般。这是他们暗影卫的不传之术——遁空。他们手持弯刀，收敛气息，面露杀意，准备给南宫晨雷霆一击。这下麻烦了，他们暗影卫的人最擅长隐匿于周身的环境之中，仿佛气息消失一般，在关键的时候突然出手，打一个措手不及。况且对方这是合击之术，就算是大能境的强者，都很可能中招。下方年长的护卫开口道，眼中满是凝重：“那少主该如何是好啊？”几人露出担忧之色，看着上空那充满杀意的云海。南宫晨见状也是露出冷笑，竟然敢在众瞳面前隐匿，可笑。随后他那双眸子炽热无比，一道眸光撕裂天地，直冲云霄。瞬间空中一声声惨叫响起，道道血雾浮现。下方的几个护卫瞪大眼睛，很是不敢相信。瞬杀4位子府境。此刻隐匿于空中的黑袍首领见状，双眼通红，身上爆发出极大的杀机。叔子儿敢！他心中咆哮着，他还不能出手，在酝酿最强一击。其他黑袍见此，身上冷汗直流，他们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能看破他们的隐匿。这时有一黑袍摸到了南宫晨上空，手中持着弯刀，准备给他后背雷霆一击。眼见越来越近，他直接从云层之中穿出，弯刀上散发着刺骨的寒意，直杀南宫晨。他眼中浮现出一抹欣喜，天渊府少主也不过如此吗？下方的众人见状，瞳孔微缩，面露担忧之色。少主小心！王宇轩心中也紧张了起来，为南宫晨捏了一把汗。只见下一刻，南宫晨身上爆发出金色的气血，磅礴如汪洋一般，身后竟然出现一道无比恐怖生灵的虚影，似龙似象，仰天长啸，震慑整个天地。弯刀男子直接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退，口吐鲜血，满眼震撼。这是什么功法？随后不等他回过神来，一道金色的拳光出现，一拳将他轰杀。嘶！而隐匿在虚空的剩余刺客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冷汗直流，心中已经萌生了退意。这究竟是什么怪物啊？不仅能看穿他们的伪装，而且就连肉身也是强悍无敌，仅仅只是一拳就能击杀一位子府境。谁说这是天渊府的废物少主的？而在上空准备出手的木老看到后都不禁有些震撼，少主真是深不可测啊！这肉身能修炼到出现异象程度，也是前所未闻的。纵观整个大洲，他也没有见过如此妖孽的天骄，恐怖如斯，众同家无敌肉身，日后必将达到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黑袍首领见其余人想要退缩，也是怒斥道：“给一个黄毛小子杀到胆寒，你们有脸逃吗？如今5个弟兄已经命入黄泉，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小子给他们陪葬，否则无论是朝廷还是天渊府都不会放过我们的。”其他黑袍听见之后，这才打消了念头。没错，杀了他，让他给我们弟兄陪葬。他们双眼通红，爆发比先前更强的修为，显然是燃烧了气血，手持武器，纷纷朝着南宫晨厮杀过去。南宫晨见到后也是冷笑一声：“你们还挺讲义气的，刚好送你们一起团聚。”随后他眸子炽盛，一双重瞳恐怖无比，能开天辟地，亦能摧毁万物。只见一道眸光爆发了，炽盛至极，轰的一声就将其中2人轰碎，化成血雾。他的眼睛，剩余2人惊慌失措，大声道：“战斗至此，他们也发现南宫晨的眼睛有问题，有古怪。他们转身想跑，因为差距过于巨大，实在不敌。”下一刻，一道黑色的火焰燃烧在他们的身躯之上，熊熊燃烧，直接将他们身躯烧了个贯穿。这是众瞳的第2种能力，九幽冥火。此刻全场哗然，还剩下你了。南宫晨看向最后一人，也是他们的首领。黑袍首领眼中充满恐惧，犹如看见一个魔鬼一般。这个时候他才清楚为什么南宫晨刚刚说情报是假的。这不仅是假的，而且还是假的彻头彻底。情报之中的3人没有出手，反而是他们要保护的南宫晨一人就将9位子府境杀穿，而眼下也只剩他一人。难道是大周王要故意坑杀他们？此刻他脑海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想到这，他不由得脸色一黑，无比难堪。而在下方几个护卫也是激动无比，心中为自己少主而自豪。以后谁敢说我们天渊府少主是废物，非得抽他们几个大嘴巴子。王宇轩的美眸中也是震惊无比，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强到这种程度，这简直不能用天才来形容，比妖孽还要变态。就算是神女苏丽也没有这么恐怖吧？18岁的子府境说出去要吓死不少的人，更何况这战力也是逆天的程度。似乎自己跟着这个混蛋
还不亏。此刻他心中隐隐约约出现这种想法。见他不语，南宫晨也心生无趣，准备将最后一人也送走。下一刻，黑袍首领爆发修为，燃烧生命，向下方飞去，速度极快无比，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他的修为本就子府巅峰，燃烧生命之后，已经到达了大能境初期这么一个地步了。既然无杀不了你，那我就劫持了此女，看你如何是好。没错，他的目标正是王宇轩，想要用他的命来威胁南宫晨。王宇轩看到对方朝他冲来，俏脸也是苍白无比，美眸被吓得有些失神。而旁边的护卫想要出手拦截，但面对大能境的黑袍首领，也不免感到无力。南宫晨见到这一幕，也是发出冷笑：比速度，你比的行字秘吗？行字秘。下一刻，南宫晨朝着下方飞去，速度增幅到一种极致，快到可以撕裂虚空。就在黑袍首领要抓住王宇轩瞬间，一阵疾风吹过，刹那间王宇轩就消失在了原地。黑袍首领的笑容瞬间凝固了，瞳孔微缩，满脸不可思议。什么？明月前，南宫晨神情淡然，一身白衣，绝世无双，怀中抱着王宇轩，月光照在他的身影上，宛若真正的谪仙一般。当王宇轩睁开眼睛时，就看到了那张俊美无比的脸庞，一时间不由得有些吃了。是他救了我，怪不得方才并没有难受的感觉，反而很温暖，很舒服。想到这，他的脸蛋一下子就爬满了红晕。你已无计可施，受死吧！南宫晨冷声道，看着下方的黑袍首领。随后，一道眸光落下，携带着无上威势，仿佛能撕裂天地一般，直接贯穿了黑袍首领。为何你的速度会如此之快？黑袍首领眼中带着疑惑，最后含恨而终了。释放完重瞳之光之后，南宫晨脸上也是出现虚弱之色。显然，高强度的运用重瞳也是会有一定的代价的。很快，两人便回到了非洲之上。天空中，穆老瞳孔地震，重瞳竟然如此可怕，跨一个境界居然都可以秒杀。怪不得前人所言重瞳一出就是无敌的开始，看来南宫家真的出真龙了呀。而隐匿于虚空之中的曼妙女子，此刻也被重瞳强悍的战力给震惊到了。不愧是上古重瞳，这恐怕要比家族那些天骄还要强大，真是变态。他心中暗自想到。随后，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令整个天地都有些黯然。这沾花惹草的能力也是一流的。天渊府，哈哈哈，不愧是我儿，果然有圣人之姿啊！南宫战看着手下传来的信息，也是大声笑道：一人独占10子府，而且以碾压的姿态，这换作是他18岁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勇猛啊！此时，一旁的南宫羽还有南宫问天听到之后，也是露出一丝疑惑。南宫战见状，也是将手中的情报递了过去。两人看清之后，脸上也是露出骇然之色。卧槽！南宫问天更是直接爆了粗口，那张儒雅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南宫羽也摸了一把胡须，眼神无比震惊。一人独占10子府，而且还是在对面有一个燃命突破到大能境的情况之下，那这么说来，晨儿的真实战力岂不是在大能境初期？重瞳天赋果然恐怖，恐怕已经超越古往今来的所有9品资质，就连神女苏里也没有如此傲然的战绩。看来我们南宫家真的出真龙了。南宫羽连连赞叹道：那是当然，不过大周王派暗影卫刺杀晨儿这事可不能这么算了。南宫战话锋一转，眼露寒光，那就把暗影卫灭了吧，顺便再将此事扩散出去，让天下人都知道大周王派10位子府竟暗杀我孙，被我孙反杀，让天下人都耻笑。南宫羽思忖一会，沉声道：好，暗影卫作为朝廷的獠牙，若是灭了，朝廷恐怕又要骂声一片了。南宫问天双手赞成，笑道：哈哈哈，此招够狠，大周王恐怕知道脸都绿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倒是成全了我。南宫战也附和道。在3人的欢声笑语之中，大周最顶级的杀手葛暗影卫已经被判了死刑。朝廷，大周王看到手上的信息之后，脸色都绿了。怎么可能？10个子府境，区区一个练气小子都解决不了，干什么吃的？他看着面前站着的黑袍老者，怒道。只见身前的黑袍老者听见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反驳道：你他妈说我们？你给我们什么信息？子府境的你说是练气，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大周王听见之后，显然有些懵逼。你说什么？什么练气变成子府？不是天渊府其他人解决这10个刺客的吗？黑袍老者气笑了。好好好，你连南宫晨觉醒了重瞳，突破到子府境都不知道，你就叫我们杀他？你真是个人才，活该你斗不过南宫战。大周王听到后，脑子晴空霹雳，有些失神。那个废物觉醒了重瞳，突破到了子府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傻狗！黑袍老者笑了，随后有些失望的摇摇头，消失在了这里。中神州，此乃玄天域之中最强盛的一州，也是处于整个域的核心之地。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资源无数，造就了无数上古大势力，同时也是天才妖孽最多的一州，许多玄天域修士梦寐以求来的地方。今日，只见高悬在天机阁上方那道排行榜，此刻竟然有些闪动，一道流光在那流淌着，这是排行榜变化的意象，也就意味着又有天骄出世。我去，竟然又有天骄出世，这究竟会是谁？我觉得应该是有其他州的天骄进入的榜了，毕竟的榜可是天天都有人进入了，那可说不定
要是万一有人进去天榜前百呢？怎么可能吗？如今天榜前百阶是熟悉的妖孽弟子，怎么会轻易变化？要是有妖孽出世，那早就出世了。这些人一言一语地说着，心中满是好奇。只见一道金光闪过，天榜的第100名竟然变化了。众人看到之后，眼神露出震惊之色。天榜乃整个玄天域之中最强天骄排名，其要求年龄是要在1000岁之下的，而进入天榜前100者，皆是大能境修为，天赋资质更是8品起步。你若是天赋和实力差一样，都很难进去天榜，这也是残酷之处。只见原本天榜第100名的楚星，竟然变成了南宫晨。天啊，这南宫晨究竟是何许人也？竟然是来自东神州的天骄。你们快看他的修为，竟然才子府境中期，他是怎么登上榜的？是啊，天榜的天骄皆是大能境起步，如今却来了一个子府境，真是前所未闻啊！天榜上，南宫晨信息栏上的金光还没有消失，一个个字体逐渐生成，意思就是说，刚刚展露的名字只是冰山一角，要过一会才能完全好。过了几息之后，随着南宫晨那一栏上的信息全部显示完毕，众人陷入了沉默。天榜第100名，东神州，南宫晨，天赋资质超9品，体质重瞳，修为子府境中期，战绩一人以碾压的姿态战胜9位子府境后期，1位大能境初期。卧槽，这是什么怪物？资质竟然是超9品！什么超9品？这是超越9品的意思吗？重瞳，该不会是传说之中那个重瞳吧？我去，你们看这个战绩，才是真的离谱！众人看清之后，也是瞳孔微缩，无比震惊地说着。很快，超9品的天赋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其中不乏天榜和地榜上面的天骄。超9品，天机阁莫不是搞错了吧？怎么可能会有人的天赋资质会超越9品？即便是这个所谓的重瞳。在下面，一个穿着战袍的男子开口说道，他面容刚毅，身躯如泰山一般强壮，气息无比强大，手中缠着一缕缕晶莹白条，给人带来一种极强的力量感。有人认了出此人，也是有些惊呼：天啊，这不是天榜第61的月如山吗？他竟然会发出质疑。在月如山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附和：就是，怎么会有人的资质超越9品啊？放眼玄天域过去，也从未有人天赋超过9品啊！天机阁是不是搞错了？此刻，天机阁之中，一位仙风鹤骨的老者飞了出来，站在虚空上，他眸子深邃，身上散发的气息强大到极致，威压让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见到天机阁的阁主出来之后，众人一下子都安静无声。你们在质疑老夫，还是在质疑天机阁，亦或者质疑这仙气天机境？白无道一出来就开口问道，眼神之中有些怒气。众人听到之后不敢回答，他们能看出来白无道现在很少生气。月如山沉默了，这3个问题，他一个小辈还真不好回答。南宫晨的资质没有问题，重瞳就是超越9品的存在。你们这些天榜地榜若是不服，大可去东神州与他切磋。当然，我说可不是现在，除非你们当中有人想要以大欺小，他现在也不过区子府境，也看不出什么深浅。白无道继续道，眼神微眯，似乎有警告的意味。众人听到之后，也是连忙反应过来，开口道：我等知晓。就连刚刚颇有傲气的月如山亦是如此。银月山脉，此山脉作为大洲36山脉之一，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猛兽横行，不过却是少有的修炼圣地，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附近的天骄常常会来猎杀妖兽，亦或者来寻求机缘。赤炎龙爪，不远处传来一声呵斥，一道人影穿出，只见他双掌化爪，往身前一个青色巨蛇爪下，瞬间赤色的火焰爆发，仿佛化成一个巨大的龙爪，炽热无比，直接将这灵海境巅峰的妖兽撕碎。一时间，妖兽4分5裂，血肉横飞，带有一股烤熟的肉味。这道赤色的身影身上的火光也逐渐消失，乃是一个外表清秀的少年，正是苏傲天。已经快过去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内，苏傲天来到银月山脉，将一株埋藏许久的宝药吞服，不仅将经脉恢复，而且还因祸得福，收服了一个异火，直接让他的资质从6品提升到了7品资质。没错，他修炼地功法名叫焚诀，可以通过吸收异火来提升自身的身体资质，可谓是逆天无比。南宫晨，你最好不要对我师尊还有雨轩做些什么，否则等我登门耐人，我必屠你满门，以万火来折磨你，让你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苏傲天一想到自己的师尊和女人被南宫晨给抓走，就心中来气，恨不得立刻前往天渊府把他杀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还有你们王家，竟然把我当一个笑话，给我等着，等我解决完南宫晨，就来解决你们。苏傲天像是想到了什么，又恶狠狠地说道，眼神充满着怒火。当务之急，还是要前往天元书院，毕竟师尊所说的焚诀的下半部分就在那里。若是得到焚诀下世，突破到9品资质，我当无惧世间一切天骄。到时候，南宫晨，你看我能不能将苏丽给抢走，让你享受一下被人夺妻的感觉。还有你这个苏丽，那日我如此帮你，你却狼心狗肺，等到日后我若得到你，定要狠狠地把你羞辱一番，把你当作玩物。苏傲天心中想到，随后发出一阵邪笑，天元书院，我来了。另一边，非洲上，南宫晨打了一个喷嚏，俊美似仙的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是谁在想念我？该不会是我的好韭菜苏傲天吧？想到这，
南宫晨的眼中露出一丝玩味，想必现在的苏傲天已经恢复修为，获得新的机缘了吧？说不定此刻还在前往天元书院的路上。他当然知道苏傲天前往天元书院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拿到焚诀的下半部分？不过，我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得逞吗？更何况，你的师尊好像还对你隐瞒了什么。此次南宫晨前往天元书院的目的可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他得知通天塔之中有一处造化，里面不仅有焚诀下半式，还有一个名为天元灵碑的东西。这个东西来历可就大了。众人皆以为天元书院乃孔圣所创建，其实并不是。在上古之前，天元书院便存在了。那时候的天元书院无比兴盛，乃是东神州的超级势力。不过后面好像经历一场浩劫，从此就杳无音讯了。而也是在那个时候，东神州逐渐开始没落。当然，现在这个时代，知道这些的人非常之少，而他也是在洪天的记忆之中所得知的。相传，天元书院消失之后，好像留下了2个传承，核心传承则是天元灵碑上的那些传承，另一个不太重要的传承，恐怕已经被孔圣所得。如今的孔圣能够修炼到这一步，应该少不了传承之中地功法，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复兴天元书院的重任，同时也一边寻找着天元书院留下的核心传承天元灵碑，那才是几个纪元之前天元书院能够强大兴盛的关键。不过他这辈子应该都猜不到，天元灵碑就在里面的通天塔80层之中。想到这，南宫晨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孔圣曾放言，谁若是能拿到天元灵碑，那整个天元书院都以他为尊，听从调令，那岂不是白白获得一个圣人级别的势力？好在这一切都被我提前知道了。而洪天之前也只跟苏傲天说焚诀的下半世在通天塔，也没有说天元灵碑也在通天塔。看来洪天也是有些私心。定到达云霄之地，是否签到？很快，一道冰冷的系统声响起。南宫晨望向窗外，一片漆黑，其中不乏大雾弥漫，星云缠绕。此地即是非洲最后一站云霄之地，跨过此地便可到达那天元书院。想到这，他心里默念一声，签到。丁，奖励神级功法阴阳双修诀。很快，一阵深奥难懂的记忆便传入南宫晨的脑海之中。南宫晨接受完之后，眼中有些莫名的意味。这可是一般的双修功法，寻常的双修地功法可以就只是滋补一方，亏损一方，而这本阴阳双修诀可是能使双方同时变强，阴阳互补的。此刻，南宫晨见到脑海之中那些画面时，心中也是有些燥热。他能静下来，但没必要，毕竟情欲这种的东西，还是从心比较好。咚咚，门外敲门声响起。进，主人，你没事吧？王宇轩进来之后，有些担忧地问道。毕竟他今日看到南宫晨为了救他，在杀完人之后脸色都苍白了，很是担心。同时他心中也升起了浓浓的感动。若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不会救自己一个无关紧要的奴仆了。有事？南宫晨装作脸色苍白地说道。躺在床上，王宇轩见到之后，也是连忙小跑过来，脸上有些愧疚。那可如何是好啊？主人，都怪我。他今日穿着一身黑白色系的女仆装，头上戴着一个猫耳，短发的她看上去很是清纯可爱，而在裙摆之下则是黑色的丝袜打底，细腻反光，这一身搭配很是反差，让人见到之后都不得不感叹一句人间尤物。南宫晨将她换到耳边，附耳说了几句。说完之后，王宇轩脸色通红，有些不知所措。真的要那样你才可以好？没错，否则我这辈子可能都好不了。南宫晨无奈叹息道。王宇轩听到之后也是犹豫一会，想到对方毕竟是因为他才受伤，若是不答应的话，岂不是有些无情无义？好，我答应你。王宇轩小声说道，脸红的跟熟透的苹果一般。这对你也有帮助，也许在这之后，你就能从灵海初期突破到灵海中期了。南宫晨认真说道，随后将脑内地功法传了过去。王宇轩感动到脑海中的记忆，脸色更加羞红了。随后烛火熄灭，一番大战将要开启。次日，南宫晨早早的醒来，一旁的倩影早已消失不见。南宫晨没有多想，仔细的感知身体之中的变化之后，也是眼神闪动，脸色有些震惊。不愧是神级功法，这功效果然逆天。而现在的好处也是体现出来了，南宫晨修为直接从子府中期提升到了子府后期，而且距离巅峰也不远了，并且他还将王宇轩的元婴拿走了。要知道，王宇轩可是天生灵体，体内的元婴对于修炼来说拥有莫大的好处，例如悟性提升、修炼加快等功能。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主人，你醒了。王宇轩有些惊喜说道，手中端着一碗莲粥，清纯无比的脸蛋带着一丝成熟的韵味。显然，少女不再是少女。南宫晨眼神有些柔情，感受到王宇轩的气息之后，也是暗自点头。不错，到达灵海中期了。王宇轩听到之后，白皙的脸蛋浮现一抹羞红，像是想到了什么。那还多亏了主人。南宫晨有些失笑，倒也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去。只见王宇轩一脸犹豫，像是有什么话想要对南宫晨说。南宫晨见到之后，也是眉头一挑，开口问道：吗？有什么事要说吗？那个主人，你那个病好没好啊？若是没有好，是不是还得治疗几天？王宇轩有些担忧的说道，同时心中也有些渴望，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南宫晨听到后有些一愣，
没有想到他还真信了。南宫晨思忖一番，轻咳几声，最近看来已经好了不少，若以后还这般如此，我会告知你的。好，主人若是发病了，一定要告诉我。王宇轩认真的说道，心中有股莫名的喜悦。哦，对了，这朵3道花莲对你的体质挺有帮助的，拿去吧。南宫晨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口说道。随后，一朵散发着氤氲神光的3色莲花飞到王宇轩面前。王宇轩见到这一幕，美眸绽放着异彩，很是意外。他默默地收了起来，心中暗自发誓日后一定要好好服侍主人。看到王宇轩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神，南宫晨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肾。天元书院，此刻书院门前门庭若市，人山人海，无数的年轻天骄聚集于此。他们有人身穿华袍，出身皇族；有人一身麻衣，出身平民。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整个大洲最有资质的天之骄子。这就是大洲第一学府天元书院吗？真是气派啊！没错，此地的灵气感觉与其他地方相比都浓郁许多。若是以后能在这里修炼，修为肯定能突飞猛进。是啊，这还得多亏了孔圣人创办了这个学院，让我等寒门弟子拥有出头之地。也不知考核什么时候开启。这些少男少女们一言一语地说着，眼里尽是对天元书院的向往。很快，学院大门大开，一道人影从里面飞了出来。那是一位学府里面的长老，身穿白袍，仙气飘飘，修为强大，散发的气息就足以让这些在场的众人脸色一变。此等威压，绝对是大能境强者才能做到。无名叶清风，你们可以称我为叶老，乃你们此次考核的主持长老。叶清风开口说道，声如洪钟，响彻整片天地。众人看到如此强大的长老出来主持，心中的向往之色愈加。连主持的长老修为都这般强大，不愧是大洲第一书院。此次考核共分2项，第一项是测试天赋，将你们的手触碰到这个资质碑上，上面自然就会显示你们的资质，凡是过了4品资质，则算考核通过，方能参与第2项测试。当然，若是没有通过，那天元书院只能跟你说无缘了，以后的今天也不必再来参与考核，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叶清风缓缓说道，随后指向书院里面的一个巨大石碑。众人听见之后也是点点头，显然在来之前已经了解过。不过尽管如此，有些人听到后有些忐忑不安。在玄天域之中，3品资质以下的人们占大多数，唯有超过3品资质者方可称其为天骄，而在往上则是每一品之间差距巨大，淘汰更多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之处。而第2项考核则是守擂台，考核共有100个擂台，3个时辰之内，你们5000人争夺这100个擂台，谁若是能守擂成功，就算通过考核。叶清风继续说道，眼神扫过下方，守擂时间越久，则你们分数越高，分数越高者越容易被书院之中长老看中，甚至有机会拜入院长名下。果然，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沸腾了，眼神无比激动。竟然有机会拜入圣人名下，那岂不是一步登天了？日后不愁资源，而且还有一尊圣人能够教导自己。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毕竟那可是圣人啊，之前也从未听说过他收徒，可能就是一个幌子而已。晚辈先前可从未听说过孔圣人招收过徒弟，叶老该不会是欺骗我等吧？有人发出质疑道。叶清风听到之后也是没有生气，呵呵一笑，我至于骗你们这些小辈吗？就在前段时日，苏家神女来到我们书院，就拜入了院长门下。当然，你们也别说为什么苏家神女能直接来我们书院，你若是有9品资质，你也可以来。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那传说之中的苏家神女竟然也在这个学院之中。想到这，众人眼神无比炽热。神女之名，基本上整个大洲都知道，了解无比，人们更是将其视为神一般的人物。至于前一段时间说传神女与天元府少主成亲之事，他们也嗤之以鼻，压根不相信。他们八竿子想不着，这2人能走到一块去，应该是有人故意造谣。前来这里的天骄大部分都不是帝都的，所以如此猜想也是很正常。很快，众人爆发出一阵喧哗。那岂不是说，若是能拜入孔圣人门下，就能见到神女了？我都不敢想象，若是和神女一块修炼，那我得多快乐。此次考后我要全力以赴了，不为别的，就为了神女。众人眼神炽热，激情澎湃，这一番话犹如点燃他们的斗气一般。当然，在人群之中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就你们这些废物也想和神女一同修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出幻觉了。周段心中冷笑道，冷冷地扫视着他们。而站在天空的叶清风此刻也笑眯眯地抚摸着胡须，眼神之中有一股意味。这一番话就单纯给你们打打鸡血，你们还真信了呀？真以为自己是神女？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此次你们的考核，整个书院弟子还有长老都会来观看，届时不仅是院长，就连神女都会来现场看。叶清风继续说道，再将一个重磅信息给放了出来。霎时整个广场无声，众人瞪大了眼睛，瞳孔微缩，更有人身体都在颤抖，这是兴奋到极致的表现。短暂的沉默之中，一阵更加猛烈的欢呼爆发出来。天啊，我没有听错吧？院长还有神女都有过来看我们考核，这次前来真的是太值了。若是日后没有拜入书院之中，那也死而无憾了呀。竟然能见到神女一面，好好好，这次我要爆发我全部能量，
让神女见到我的英姿。叶清风眼神闪动，这般少年风发，他有多久没有见到了？希望这一次考核能多几个好苗子吧。好了，时辰已到，现在所有考核人员进入书院广场之内，限时1炷香之内，若是超过这个时间，则视为放弃资格。叶清风看了一眼天色，随后逐渐眼神沉声道。众人听到后，也是将内心的激动压下，跟随着叶清风进入天元书院内。而在书院广场上方的观赛台之中，此时已经坐满了身影。众人见到之后，也不禁瞳孔微缩，很是震惊，因为坐在那些观赛台上，他们能感觉到这些人的年龄不比他们大多少，但实力却远超他们。下方参加考核的这些弟子，大多都是住接近中期左右的修为，而在上面这些天元书院的弟子，大多都是在灵海初期上，有一些少部分的天骄更是到达了灵海后期，更有人到达了灵海巅峰。观赛台上，这不是二弟吗？怎么今日没有去修炼，反而是过来看这些新人了？一个身穿黑蟒袍的男子开口说道，眸子中有雷电在跳跃，身上的气息强大无比，腰间挂有大周玉佩，显然是皇室之人。只见下一刻，一道赤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一旁。你不也来了？前来的男子穿着奢华，一头红发，眸子开合间有一道蛟龙虚影，气息稍弱于黑蟒袍男子。两人相视一笑，各自心知肚明，今日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见神女？不过今日还是有的看了，五弟竟然也在下面。黑蟒袍男子看向下面的一道身影，若有所思道。赤红发男子听见之后也是看了过去，话说三弟怎么没有来？按道理他应该跟五弟一起来的。黑蟒袍男子摇摇头，也是不解，待会问周段不就好了？天元书院其他弟子见到两人之后，也是纷纷议论起来。那不是大皇子周万杰和二皇子周延龙吗？他们怎么来了？是啊，平日他们实力强大，高傲无比，怎么可能会来看这些新人？难道说他们也是为了神女而来？下面的人见到周万杰两人之后，也是发出惊呼：天啊，大皇子和二皇子竟然也来看我们！周段看向上空，见到那两人之后，心中也不禁狂妄起来。有大哥二哥在，那我在天元书院新人之中横行霸道，恐怕也没人敢管吧。哈哈哈哈！就在这时，上空一道流光出现，朝着观战台上的首席之位飞去。众人见到之后，也是不禁屏住呼吸，他们知道大的要来了，院长和神女要来了。只见随着流光消散，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散发的威压无比恐怖，眸子之中带着一股浑天而成的道韵，犹如古之圣人一般，让人望而生畏。而身旁则是跟着一个冰霜冷艳的女子，3000银丝散落于肩，眉如墨画，眸若星河，气质清冷如仙，身上散发着刺骨的寒意。众人见到那张美到窒息的脸蛋，一时间瞳孔微缩，有些失语，这实在是太完美了，完美的简直不像是凡尘之中会出现的女子。老夫今日与神女前来观之，还望考核的后辈认真发挥，全力以赴。孔道云开口道，声音无比洪亮，环绕着整个天地，将众人的思绪打断。定当全力以赴。下面的考核的少男少女听到之后，也是热血沸腾，犹如打了鸡血一般，齐声道。在观众台上，周万杰看向苏黎的眼神无比爱慕，带有侵略。二弟，你最好不要对神女动其他心思，否则我会让你过得很惨的。周万杰低声威胁道。显然他已经把苏黎当作私有物。周延龙听到之后，脸上也是露出一丝苦笑。他大哥发话，整个大周谁还敢与他抢啊？而在下方一炷香的时间即将要到了，应该没有人会进来的吧？叶清风开口问道，瞅了一眼门外，眼见外面空无一人，就准备关闭大门。考核准备就在他要说开始的时候，突然一道声音传了进来，打断了他。叶清风有些皱眉，等一下。就在这时，苏傲天匆匆赶到，大声喊道，还好赶上了。呼！苏傲天内心暗自说道，气喘吁吁地喘着气。随后他眼神发亮，扫视了一圈四周，脸上露出自以为很帅的笑容。果然是天元书院没错了，我将在这里崛起，然后一路横推正道，到那个时候，南宫晨给我等着吧。上面的天元圣地的弟子见到之后也是皱眉，就连一些长老也不例外。他不会以为自己很帅吧？猥琐的要死。是啊，浑身黑的跟泥鳅一样，这是多少天没有洗澡了？咦，好恶心。你看他身边还有苍蝇在飞。苏里见到之后黛眉微皱，也是觉得此人有些熟悉，不过却认不出是谁。苏傲天听到这些话之后，嘴角上的笑容也是僵硬了。他有些意外，按道理不应该都是夸赞他的吗？那些少女也会害羞发出尖叫，怎么现在跟他想的不一样？想到这，他目光冰冷，你们这些人真有屈死之道，等我站稳脚跟，都给我等着。他也不过路上比较急，10几天没洗澡，身上沾染了一些泥土罢了。真是一群肤浅的人。既然人都到齐了，考核正式开始。叶清风有些皱眉的说道。考核？什么考核？苏傲天有些懵逼，毕竟他才刚到，什么都不知道。他想找身边人询问一番，却没有想到没有一个人搭理他，都避而不及。苏傲天刚想发怒，却听到叶清风的声音，张三3品资质不合格，李四2品资质不合格。广场之上，叶清风开口念道，眼神有些失望，还以为此次招收的弟子质量会好一些呢，没想到竟然如此之差。苏傲天眼珠子转动，显然他已经明白是什么考核了，不就是测试天赋吗？这也太简单了吧。
以他的七品资质，惊艳全场不是简简单单。随后他东张西望，直至看到上面那道绝美的身影，一时间有些恍神。不对，苏丽怎么会在这里？苏傲天猛然惊醒过来，眼神有些震惊。南宫晨不在这吧？苏傲天连忙看向四周，一双黑咕噜的眼睛不停扫视着。过了一会之后，见南宫晨的人影一个都没有，便放下心了。还好没有，他现在心中都对南宫晨产生阴影了。随后他脑海之中出现一道邪念，既然南宫晨不在，那我就把你的妻子给抢走，到时候让你头上绿油油，哈哈哈哈！相信以他之前的魅力，拿下苏里完全没有问题的。想到这，他不禁看着苏里，露出一阵诡异的笑容。这就算是我提前收走的利息吧。在上方，苏里并没有注意到苏傲天的目光，依旧是那副冰冷高傲的样子。而在观战台上，周万杰注意到了，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一个野人也敢对神女有不好的想法？小子，你是嫌活得不够长吗？好好好，你若是侥幸进到了书院之中，那将是噩梦的开始。若是你被淘汰了，你就等死吧。以他的皇室的实力，随便让一个野人死还是简简单单的。让周段针对一下这个野人。周万杰开口说道，带有一丝不容拒绝的语气。周延龙听到之后有些意外，不过也没过问，传音下去。而在下方准备测试天赋的周段听到这道传音之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笑容。他真有此意啊，这个野人刚刚也是恶心到他了。喂，后面那个野人，你是几天没洗澡啊？味道这么大。周段皱眉大声说道。果然众人一低头都闻到了一股怪味，随后也都是皱眉的看着苏傲天。苏傲天还沉浸在自己的意淫之中呢，眼见被人打断，也不禁有些怒气。关你屁事啊，你是什么东西？众人有些震惊，没有想到苏傲天竟然敢当众辱骂五皇子周段。周段也是懵逼，随后脸色直接冷了下来，眼中露出一抹杀意。好好好，这么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苏傲天听到之后也是笑了一下，废物，你是什么东西？实力就是老子的底气。随后苏傲天将林海境后期的修为毫无遮掩的爆发出来，众人感受到之后也是脸色一变。什么？他竟然是林海境后期？这是哪里来的怪物啊？看来我们狗眼看人低了。上面的长老纷纷开口说道。院长孔道云依旧深邃的看着下方，似乎没有一点惊讶。周段脸色有些苍白，没想到此次竟然踢到铁板了。林海境后期，他也不过才初入林海境罢了。观战台上的周万杰脸色也大变，眼神之中充满着心惊。怎么可能？这个野人怎么会是林海境后期？要知道他刚入书院的时候也不过刚入林海境，这不就是说此人的天赋远比自己强大？怎么不说话了？苏傲天看向周段，咄咄逼人，这种装逼的机会他可不会放弃。同时他心中也不禁偷偷暗爽，刚刚众人的眼神令他享受。这样想着，他瞥了一眼苏里，想要看看他有没有露出震惊之色。只见苏里那绝美的脸上依旧没有看向他这边，冰蓝色的眸子如死水一般平静，就好像无视了他一般。苏傲天见到之后，心中也不禁扭曲了起来。好好好，敢这样无视我，你给我等着，你也就比我提前修炼了几年才能如此，你的资质绝对奇差无比。周段咬牙道，他就不信了这个野人的天赋还能比他好。苏傲天听到之后露出自信的笑容，既然你不服，那我就让你服为止。对，就是这样，这熟悉的一切又回来了，又到了他装逼打脸的时刻了。看来先前南宫晨不过只是意外罢了。就当他准备去摸石碑展露天赋一番，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哟，这里这么热闹呢？苏傲天脸色一变，随后他神情都扭曲了，双眼变得通红。这道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南宫晨，又是你！只见天空之中不知何时一艘巨大无比的飞舟降下，神霞喷涌，符文交织，带着一股极强的波动。在飞舟之上，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负手而立，风华绝代，神气无比，身旁跟着一个清纯而又有点妩媚的少女。而方才说话者正是南宫晨。众人看清之后瞳孔微缩，眼神充满震惊之色。那是天元府的少主南宫晨，怎么会是他？难道他也要来天元书院？他不是一介二品资质也配来？众人小声地议论着。此刻在观战台首席的苏里见到之后，眼神有些复杂，心中思绪万千。他怎么来了？难道是因为我吗？苏里现在一看到南宫晨，心中就不禁想到那一晚所发生的事，绝美的容颜上不禁浮现一丝晚霞。而在一旁的孔道云对于南宫晨的出现并不意外，因为天元府那边已经提前跟他打好了招呼。孔道云对于这种走后门进来的弟子很是厌恶，不过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因为天元府每年都有会赞助资源给天元书院，他不由得多看了南宫晨几眼。谁知就是这几眼，孔道云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撼，他竟然看不透南宫晨的实力，宛若一团灰色的迷雾一般。难道前段时间所传言南宫晨与神女成亲之后觉醒重瞳是真的，亦或者说是他修为太低了，导致自己判断出错？孔道云那双深邃的眸子之中不由得带些好奇之色，望向南宫晨。周万杰眼神有些意外，这个纨绔怎么来了？他心中虽有好奇，不过也仅仅只是好奇罢了，只要对方不来招惹自己就行了。虽然父皇之前曾警告自己不要招惹南宫晨，不过他不以为意，并且还嗤之以鼻，
一个空有背景的废物有什么好怕的？当然，这里最震惊的还是苏傲天。见南宫晨视线过来，苏傲天连忙低头遮掩自己的神情，把心中仇恨的情绪强行压下去，不能给他认出来，不然就麻烦了。鬼知道他那个神王境护卫还在不在这，他可不想再体验一次经脉寸断的感觉。等我隐忍一段时间，就是你南宫晨的死期。苏傲天眼神闪过一丝阴翳，心中狠狠地想到，拿到焚诀下半部分之后，就是他崛起的开始。南宫晨见状，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眼神看向苏傲天，轻笑道：“轩儿，你可认得此人？怎么感觉有些眼熟？”王宇轩听到后有些疑惑，接着望向苏傲天，黛眉微皱，美眸出现一丝厌恶之色。“主人，我怎么可能认得此人？你是不是记错了？”王宇轩开口道，声音清脆动听，带有一丝幽怨的情绪。只见苏傲天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之后，也是一愣，犹如触电一般，他不禁抬头偷看了一眼王宇轩。“还真的是你，你竟然认不出我吗？”苏傲天能察觉到王宇轩和之前相比似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又说不上来，他竟然叫南宫晨主人如此的自然。难道这段时间他们发生了什么吗？不，一定是南宫晨那个恶魔逼迫的。苏傲天不敢往坏处想，只能一直安慰自己。“哦，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南宫晨笑道，淡然自若，摸了摸王宇轩的头。王宇轩感受到之后，脸上有些羞红。“主人真是的，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要调情也得在床上呀。”众人看到这一幕之后，眼神也是无比羡慕。没想到王家小公主真的成为了南宫晨的女仆，这姿色不愧是大周四美之一。我恨啊，竟然被南宫晨如此调教。不过听闻前有个叫苏傲天的男子与王宇轩走得很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哦，那岂不是说那个苏傲天头上现在绿油油的？哈哈哈哈！苏里见到这一幕后，那张绝美的容颜上愈加寒冷，冷冰冰地看着南宫晨，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连地面都有结冰之势。好，我不在就出去沾花惹草是吧？苏里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情绪波动，他就是看到南宫晨与其他女子嬉笑，他心中就难受。一旁坐着的孔道云突然感受到一股寒风吹过，就连天气也好像变凉不小。咦，这是要入冬了吗？孔道云疑惑地想到。苏傲天听到众人的嘲讽声后，也是攥紧拳头，心中暗自记住他们。敢说我头上绿油油，你们都给我等着，看我到时候怎么折磨你们。而就在这时，叶清风冷声开口：“闲杂人等，请不要干扰我们书院考核。干扰考核如此之久，若不是见他是天渊府少主，早就把他赶出去。”见到考官终于开口，众人也是有些期待地看着南宫晨，不知他会如何应对。只见一旁的王宇轩笑眯眯地掏出2块令牌，诺，当当当，天元书院内门弟子令牌。白色的令牌散发着光芒，上面的天元2个字样龙飞凤舞，乃是院长亲自撰写，无人能伪造。这2个令牌拿出来，全场鸦雀无声，瞪大了双眸。我靠，南宫晨什么时候是我们书院的内门弟子了？难不成这个令牌是伪造的？不可能啊，上面的气息都与我们令牌相同。该不会是书院故意给南宫晨走后门吧？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叶清风面色有些难堪，没想到对面连内门弟子令牌都能掏出来，他多年的经验一眼就看出这个令牌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是伪造的。你们哪里来的令牌？叶清风沉声发问道。此时孔道云突然降临到众人面前，开口道：“这2位与神女一样，乃是特招进来，令牌都是我亲自给的。好了，不必过问，考核继续。”众人听到之后满脸震惊。特招？王宇轩特招进来就算了，毕竟是天生灵体8品资质，他南宫晨特招个毛啊？靠超能力吗？真是该死的狗大户！这些弟子敢怒不敢言，晚辈今日前来只为了一事，那就是闯通天塔。南宫晨开口道，神情淡然，带着一股傲视群雄的自信，声音不大，却响彻整个广场。众人听到之后瞳孔微缩，脸色很是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天渊府少主前来的目的竟然只是单纯的闯通天塔。你就为了闯的通天塔才拜入我书院？孔道云眉头一皱，开口说道：“这是发什么神经？通天塔不过也就是一个磨练实战的地方，里面得到的奖励微乎其微，早就被前人所得了。当然，若是他能闯到较高的层数，兴许还能获得一些机缘。不过，那可能吗？当然不是。今日还未见我道侣而来。”南宫晨笑道，随后将目光看向苏里。众人见状，眼神充满震惊。神女什么时候是他的道侣了？周万杰更是心中一紧，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众人将目光放在苏里身上，想要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他们都希望苏里对南宫晨置之不理，亦或者大骂一顿，这样子他们就能放下心来，狠狠地嘲笑他。可惜令他们失望了。只见那高冷无比的苏里听到之后，精致的俏脸有一丝红晕，冷嗔道：“也还知道我是你道侣啊？”南宫晨讪笑，他当然知道苏里所说什么。众人见到这一幕，悬着的心彻底碎了。一时间，这些男弟子犹如失恋了一般，鬼哭狼嚎，苦不堪言。我的女神啊，怎么还真的是这个纨绔的道侣啊？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他不就比我帅点，比我背景大点吗？南宫晨这小子命也太好了吧，背景如此强大就算了，
就连神女也入了他的魔爪之中。那岂不是说，大周双美现在都在南宫晨手上？他们用无比羡慕而又嫉妒眼神看着南宫晨，而他们其中遭受打击最大的还是周万杰，脸色如同吃了屎一般发黑，眼睛之中充满着不可置信。老子一直暗恋的白月光，竟然已经成为人妻了！南宫晨，你该死！他心中怒吼着，恶毒地看着南宫晨，你一介二品资质的废物，也配得上神女？你给我等着，迟早让你好看！周万杰眼神浮现一丝杀意，自语道。一旁的周延龙脸色同样也很难看，看到南宫晨被众怒，人群之中的苏傲天也是露出一对大牙，偷偷地笑着。南宫晨，你也有今天啊！哈哈哈哈！静！孔道云见如此喧哗，也是开口道，一字下去，犹如带着一股力量一般，整个广场瞬间鸦雀无声。随后孔道云看向南宫晨，开口道，你要闯通天塔，可以，不过你得获取资格，不然你就算是天渊府的少主，照样没有特权。南宫晨点点头，获得通天塔之中的资格有2种，一种是入门考核之中取得第1名，第2种则是在天元书院之中待满2年。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没有一丝犹豫，我选择第1种。笑话，若是让他在这个地方待2年，不是自负手脚吗？至于入门考核，不过也就是测试天赋一番，然后守住擂台罢了，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见他答应的如此果断，众人有些懵逼，他哪里来的底气？好，有勇气，那你现在就去完成考核吧。孔道云眼神闪过一丝欣赏，同时心中也十分好奇南宫晨的底气在哪。在此之前，他可从未听过天渊府少主有修炼天赋啊。南宫晨身形一闪，来到广场中央一个巨大石碑面前，众人面露讥讽，一个2品天赋的人，等会有的你丢人。众同开！南宫晨心中暗自道，随后将手摸了上去，轰！只见南宫晨身上的气息节节飙升，紫府镜的修为直接释放出来，双眸之中爆发一道幽光，里面有混沌开天、山河毁灭意象，恐怖无比。这是什么？孔道云瞪大了双眼，震惊说道：18岁的紫府镜，不仅是他，全场在座的众人此刻都懵逼了。南宫晨竟然是紫府镜强者，苏丽更是美眸绽放着异彩，他比前一段时间更加强了。王宇轩明亮的眼睛之中，此刻充满着小星星，如同迷妹一般看着南宫晨，主人好帅啊！而在人群之中的苏傲天，嘴角的笑容直接僵硬了，这废物竟然是紫府镜，不可能，一定不可能，一定天渊府拿资源堆上去的，若是与我一战，他绝对赢不了我。此刻他还有些绝望。随着南宫晨身上的气息不断上升，石碑上的光芒也开始亮了起来。与此同时，南宫晨的上方天空中竟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只见明亮白天瞬间变黑，苍穹之中仿佛被撕裂一道口子一般，源源不断的混沌气弥漫在整个天空之后，一道道释放着蓬勃生机的青莲竟然长在其中。此刻天地暗淡，日月无光，唯有一道神莲绽放着极致的光芒，毁天灭地，混沌之中有大道在演化。这是什么？此刻众人的脑海之中唯一的念头。而那个测试天赋的石碑上，9道光芒直接亮起，爆发着最炽盛的神光。众人看清了，脸色充满震撼，竟然是9品天赋。然而这还是不极限，随着9道光芒同时亮起，一道神辉竟然在流淌着，隐隐约约有合一迹象，甚至来说有突破9品的迹象。不，这绝对的不是9品，甚至比9品还要更强，还要更加逆天的资质。孔道云眼中散发着金光，目不转睛地看着南宫晨，心中震撼道：难道是传说之中的超9品？此刻他心中突然出现一道想法，那是他从古书之中见到的，以及天空中那道异象，竟然连他都感觉到危险的气息。听闻古之妖孽也有异象旁身，出世就无敌横推，一路正道成帝。而现在眼前的这一幕，就好像书中的文字重演一般，让他见到一尊少年大帝。丁，是否签到？也就在这个时候，南宫晨的脑海之中响起一道声音。这时候南宫晨才想起来，到了天元书院之中会有一次签到机会。签到，他心中毫不犹豫地说道。签到成功，奖励神级功法天地拳。只见一阵如流水般深奥的记忆传入他脑海之中。天地拳乃是这强者天地所创，融天道规则于拳法之中，一拳万物生，一拳天地灭，一拳阴阳开。轰！在他脑海之中有一尊强大到极致的身影在出拳。他看不清其面容，但能肯定的是，这一尊超级强者身旁大星缠绕，身居宇宙中心，脚踩万千世界。他在挥拳，一拳之下，星辰摧毁，混沌初开，宇宙似乎都要崩塌。这一拳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强大到整个诸天都容不下。南宫晨心中无比震撼，此人就是天帝吗？这是何其壮观璀璨的画面啊！人竟然能强大到如此程度。在外人看来，此刻的南宫晨似乎进入到一种顿悟的状态，天空竟然有七彩祥云降临，而在南宫晨的身上更是有异象在演化，这显然是进入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若是顿悟成功，恐怕要一飞冲天，小小的大周王朝可容不下这尊绝世妖孽。远处的孔道云摸了摸胡须，眸子之中露出震惊之色，心中暗自想到。过了几息之后，南宫晨身上的异象消停，睁开双眸，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从身上释放出来，
化作一道光波扩散，地面都有些摇晃，虚空颤栗。此刻众人脸色苍白，显然这道威严不是他们能抵挡得住。而精彩的还是天元书院这些长老的神情，嘴巴张大可以撑住一枚鸡蛋，这般气息竟然令他们都有些心悸。他们心中隐隐约约有一个念头，若是他们与南宫晨交战，恐怕几息之内都撑不住。他们脸色震惊无比，暗自咽了一口口水。此子太过于恐怖。周万杰先前嚣张的神情消失了，瞳孔竟然有一丝畏惧之色，身体内的体质告诉他，此人万万不可为敌。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从一介废物一跃成为绝世妖孽，成为碾压大周所有天骄的妖孽，这种落差令他有些受不了。那岂不是一辈子都要活在南宫晨的阴影之中了？一旁的周延龙也十分震撼，太陌生了，南宫晨陌生的简直就不像他记忆之中的男人。而最为震惊的还是苏傲天，他没有想到南宫晨天赋竟然如此惊人，是那双眼睛吗？苏傲天与其对视一眼，就感觉神魂要被那双恐怖的眼睛吞噬，身子在颤抖，心中竟然升起了一种朝他跪拜的错觉。为什么明明只是一个纨绔弟子，为什么这一个月什么都变了？他何时觉醒了如此恐怖惊人的天赋？苏傲天心中充满了疑问，不仅是他，整个广场之上的人都脑海中都十分疑惑，这种巨大的落差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他此生还有机会报仇吗？苏傲天心中不禁发问，嘴角有些苦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双眼露出金光，脸上恢复往日的自信。我还有机会拿到焚诀下半部分之后，将资质提升到9品之上，到那时即便是南宫晨都得对我俯首称臣。尽管他也是9品资质的天赋又如何，他坚信这种纨绔即便有如此天赋也活不长久，而他自己气运加深才是最后的赢家。南宫晨9品资质。直至南宫晨瞥了一眼叶清风，叶清风才颤颤巍巍地反应过来，大声道。全场一片哗然，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眼神无比炽热地看着南宫晨。要知道这可是大周第2个9品资质啊，足以流传万古。而南宫晨本人则是面色平静，似乎预料到了一般。仲童乃超越9品的天赋，区区一个测试灵碑，自然测不出来他的天赋，9品便已经是极限了。不过也无所谓，他会让众人知道9品资质亦有差距。在身旁，王宇轩一脸狂热地看着南宫晨，眼中的爱意不减。主人真的是太厉害了，现在可以开启第2项考核吧？南宫晨淡淡发问。一双重瞳看着孔道云，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气息。孔道云见到之后，眼神虽然有些心惊，但还是回应道，其他考核弟子还没有测试完，需要一些时间方能开启，若是你不想等这么久的话，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挑战书院一位真传弟子，若能战胜也可获得资格。此话一出，众人脸色有些震惊，书院真传弟子不就是周万杰等人吗？要知道他们虽然不及南宫晨这般妖孽，但都是入书院已久，早就突破到紫府境的天骄，这几十年的差距未免有些以大欺小了吧？那南宫晨究竟会是怎么样一个选择呢？众人有些面露期待，若是没有选择挑战，那也情有可原，若是选择挑战真传弟子，那就有好戏看了。只见南宫晨目光自信，神情淡然道，边缘书院的真传弟子都一起上吧，我不想浪费时间。话落，众人嘴角僵硬，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他要挑战所有的真传弟子，我们没有听错吧？而那些前来考核的弟子此刻都面露狂热地看着南宫晨，这真是吾辈楷模啊！入院第1天便做出如此壮举，不管成功与否，南宫晨这个名字必将记在他们心中。坐在看台上的周万杰听到之后，此刻脸色直接阴沉下来。好，真是狂妄至极。周延龙也是目光冰冷，既然如此，那我就由我来教训一下他。身旁另外3个真传弟子也都点了点头。周延龙虽然是最后进入真传之列，但身居赤蛟王体6品资质，如今也踏入紫府中期，教训这个小子应该绰绰有余。很快一道身影就落入比武台上，众人看清之后脸色有些震惊，竟然是2皇子周延龙。听闻他前些日子刚突破到紫府中期，看来南宫晨有些危险了。是啊，况且朝廷和天渊府向来水土不服，如今2皇子选择出战，肯定有点打压天渊府的意思。我不看好南宫晨，实在是太年轻了。2皇子身上背负赤蛟王体，并且战斗经验远高于他，这场战斗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众人议论纷纷，显然很不看好南宫晨。而在观众台上坐着的苏里，此刻那冷艳绝美的脸庞上，美眸之中竟然有一丝笑意。他知道有人要倒霉了，但他不说是谁。而在人群之中的苏傲天则是目光冰冷，心中祈祷着对方能将南宫晨战胜。他太想看到南宫晨失败的样子了。天元书院第5真传周延龙前来领教天渊府少主。周延龙冷声开口说道，眼中尽是敌意。你还不够资格。南宫晨开口了，白衣胜雪，众瞳之中有混沌开天意象在演化，身上气息恐怖无比，有一种少年王者的气概。下面很多女弟子见到如此风神俊朗的男子，也不禁发出尖叫。少主真是太帅了呀！哎呀，我要做少主的狗。虽然我是书院弟子，但是我还是希望少主能赢。这些女弟子无比狂热，开口道。书院其他男弟子见到之后，也是对南宫晨无比羡慕和嫉妒。
切，不就是比我帅了一点，天赋比我好了一点，背景比我强一点吗？除此之外，他南宫晨还有哪些比我好的？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子自信说道，甩了一把头发。周围的女弟子见到之后，也是离得远远的。真下头，真普信，就这也想跟我家哥哥比？这些女弟子小声说道。很快，众人的视线就回归到比武台上，真是狂妄无边。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书院真传的实力。南宫晨这一番话彻底将苏颜龙给激怒了。作为二皇子，放眼整个大周，谁敢这般与他说话？紧接着，苏颜龙爆发修为，身上的衣服直接撕裂开来，全身犹如被火焰缠绕一般，气息强大至极。只见他赤裸的上半身逐渐长出一枚枚赤红的鳞片，犹如要化龙一般。几息之后，变成半人半蛟的状态，瞳孔之中竟然带着一丝龙威。众人见到之后，无比震惊。周颜龙的赤蛟王体最近竟然又变强了，看来南宫晨难办了。是啊，不过能让周颜龙上来就爆发体质，也就只有南宫晨一人了吧。我倒要看看南宫晨该如何抵挡周颜龙。上方的周万杰见到之后，笑出了声，眼神无比自信。爆发体质之后的周颜龙，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剧增无比。可以说，现在的周颜龙与一般的紫府境后期战力相差无几，就算是他与之交战，都不一定能100%的战胜这个状态之下的周颜龙。是被吓傻了吗？周颜龙眸子之中充满着嗜血，见南宫晨不动，整个人如同飞弹一般冲来，速度极快无比。施我一招焚天化龙拳。只见周颜龙一拳砸下，携带万般烈焰，犹如化作一条火龙一般。这一拳若是寻常的紫府境后期，恐怕都要在此饮血。众人见到之后也是面露心惊。就在拳头快要落下的一瞬间，南宫晨出手了，全身金色气血爆发，身体之中的100万龙象威力全部激活，一指伸出，直接抵挡住了周颜龙的一拳。周颜龙脸上的笑容僵硬了，眼神无比恐惧地看着南宫晨，他能感觉到这一指将他全身的力量都给卸掉了。轰隆！紧接着一股巨力在南宫晨的手指头爆发出去，周颜龙直接被震飞，口吐鲜血，飞出数10米之外，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嘶！全场鸦雀无声。众人见到之后，瞳孔微缩，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就轻飘飘的一指，就将以力量著称的周颜龙给震飞了。众人甚至还没有见到南宫晨发力，就结束了。南宫晨摇摇头，似乎有些失望。这个速度看似很快，但是在他的众瞳面前，就犹如蜗牛一般缓慢。这就是大周第一书院的真传实力吗？真是让我失望。南宫晨开口说道，一袭白衣猎猎作响，眸子开合间有日毁星辰异象，恐怖无比。他甚至连重瞳没有运用，混沌种青莲异象也没有使用，但凭肉身之力便可镇压苏颜龙。这些弟子面色难看，身为真传的周颜龙不是南宫晨的一击之敌，这确实很难看相。而其他的女弟子则是眼中愈加狂热，看到如此风华绝代的南宫晨，双腿不禁夹紧。人群之中的苏傲天眼神无比震惊，随后脸色苍白，不自觉地攥紧拳头。南宫晨这个纨绔弟子为何会如此之强？那他还有希望能战胜南宫晨吗？孔道云心中闪过心惊，不愧是传说之中的正统者，怕只有中州那几个天榜妖孽才能与其一战。苏里那双美眸也是一彩连连，心中泛起了涟漪。这家伙真是变态，这还没有过去几天，就已经变得如此之强了吗？想到那一日在他的闺房之中，南宫晨竟然会被他的气息震退，他还以为南宫晨真的毫无修为，没想到倒是他看人低了。现在想想，若是他那一日想要杀他，不过只是一瞬之间。想到这，他的眼神之中就有些复杂，那自己岂不是还得感激他？此刻观众台上那几个真传弟子皆攥紧拳头，目光冰冷，却不敢出声。南宫晨实在是太强了，要知道苏颜龙与他们实力相差无几，却不是他的一击之敌，若是换做他们，恐怕下场还会是一样的。休得猖狂，南宫晨，我来战你！就在这时，周万杰开口了，如同一道闪电一般降落在比武台上。长老们见到之后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有弟子上去应战了。周万杰可是7品资质的雷劫战体，踏入紫府后期许久，想必战胜南宫晨应该不成问题。没错，就不信了9品资质就如此逆天。周万杰腾空而下，稳稳地落在比武台上，他眸子中闪电跳跃，脸色无比冰冷地看着南宫晨。此战不仅是为我等真传弟子证明，更是为我皇室证明。作为大周王最优秀的子嗣，他要是败了，对朝廷的影响不言而喻。浮游汉术，纵观你是皇族又如何，我依旧会摧毁你们最后的自信。南宫晨冷声说道，神情淡然，带着一股无敌的气势。两人还未开战，便已经火药味十足。要知道，大皇子进入天元书院之后，可是未曾一败啊。今日南宫晨能打破这个不败神话吗？不过如今南宫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只是冰山一角，谁也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我觉得今日大皇子的神话恐怕要被打破了。哈哈，南宫晨不过一介跳梁小丑罢了，怎么可能战胜大皇子？要知道，在上个月，大皇子可是斩杀一尊大能境的雷元虎，获得雷道金元，实力突飞猛进啊！众人一言一语说着，突然一个黑袍弟子开口，彻底把他们震惊住了。这个黑袍弟子名叫虎飞，乃是大皇子的亲信，
所说的话自然有些可信的。什么？大皇子竟然能越阶斩一尊大能境的雷元虎？那南宫城麻烦了。要知道，大皇子可是雷劫战体啊，若是吸收了雷道精元，恐怕实力还会再上一个档次。干得好！我早就看南宫城这个装逼犯不爽了，凭什么他就有这么多女弟子追捧？此时，周万杰麾下的小弟全部都跳出来，得意洋洋地说着。虎飞眼中也闪过一抹自豪，大皇子不可能输的。这些弟子议论声很大，不少人都听到这些话语。苏傲天听到之后也是激动无比，犹如小人的志一般，眼神充满着喜悦。南宫城，你不是无敌吗？今日踢到硬茬子了吧？等会我不得好好嘲笑你。现在他的心中已经被仇恨给蒙蔽了。南宫城这个名字牵动着他每一根心弦。王宇轩听到那些议论声，也是有些担忧的看着上面那道白衣傲然的身影。主人怎么可能会输？这肯定不可能的，等会不得好好打你们这群黑子的脸。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小声的嘀咕着。要知道，之前南宫城杀10位子府镜可是都不费吹灰之力的。而观众台上的苏里依旧仙气飘飘，美眸之中不含一丝感情。他自然是听到那些流言蜚语，不过都没有当作一回事。只有熟悉南宫城的人才知道，这家伙是有多么的强大。想到这，他将目光继续放在了比武台上。多说无益，动手吧！周万杰冷声道，眼中能迸射出3寸雷光，直接一手拍击而出，恐怖的雷电直接倾泻而出，化作万道雷光，散发的波动令人心悸。这是一种极其强悍的雷系武学神通，名为9天惊雷掌，而且还是加持在雷劫战体的周万杰身上。一掌拍出，任何子府境的天骄都会非死即伤。南宫城的重瞳散发着幽光，只见他五指握拳，直接轻飘飘的一拳下去，不带任何绚丽的火光，就是朴实无华的一拳，却仿佛爆发初音爆声。在南宫城身后，仿佛有一道盖世强者的身影出现，气息恐怖至极，那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强者。此刻竟然一同与南宫城挥拳而下，有一种天地要毁灭一般的感觉，惊天裂地。这正是神级功法天地拳。同时，南宫城体内千万龙象威力爆发，加持将近1亿斤的神力，随着这一拳倾泻而出，双重威能叠加，已经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步。那股散发的气息，那般波动，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震碎。轰隆隆，这一拳下去，恐怖的法力波动如涟漪一般扩散，像是一个落水导弹炸开，整个广场都震了一震。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一道身影从爆发的核心之中飞出，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鲜血溅洒整个青天。赫然是周万杰的身影，他身形倒飞，整个右手露出森然白骨，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扭曲着，显然已经断了。周万杰面色苍白至极，目光望向南宫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很多事情若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根本体会不到那种绝望。现在周万杰体会到了周延龙的那种绝望感，就好像不是在面对一个人一般，而是在面对一位少年至尊。周万杰止住了倒退的身形，满脸震撼，怎么可能？你的实力会如此？不仅是他震惊了，整个广场上的人们都愣住了。先前吹捧周万杰不败神话的虎飞大惊失色，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可置信。这不可能！王宇轩面露崇拜，不愧是主人，真的有独断万古之姿。在观众台一直看着的苏里也不禁美眸绽放异彩，心中暗自感叹，若是不抓紧修炼，恐怕以后会被这个家伙拉得更远了。只见倒在地上的周万杰眼神之中露出不屈之色，这可是代表皇室的脸面啊，他不能就这么的倒下。再来！周万杰大吼着，只见一道雷道精元释放出来，缠绕在他的右手之上，刹那间那冒出白骨的右手竟然恢复好了，连同着身体上的伤势。我就知道大皇子不会如此败的。虎飞的眼神之中又燃起了希望，这可是雷劫战体啊，也是排名靠前的体质，若不是出现了南宫城这样的一个怪物，恐怕周万杰早就镇压大周年轻1倍了。恢复了又怎么样？不也是要被主人打爆一遍？王宇轩撇了撇嘴，有些不屑地说道。一旁的支持周万杰的人听到之后也是怒气冲冲，你干嘛？难道你们这群弱鸡还想打我吗？王宇轩翻了一个白眼，无语道：八荒金雷劫，今日吾以万劫之名替天行罚，降下神雷。周万杰嘶吼，万道雷光从身上爆发出来，在虚空中交织着，化作一片万丈雷海，灰色的雷云滚滚，电光闪烁，犹如一尊雷神降临，这般景象惊天动地。就你也配替天行罚？南宫城冷笑，金色的气血从身上爆发出来，身后隐约凝聚一头龙象虚影，气息恐怖至极，仿佛能震碎天穹。南宫城乌发飞舞，白衣猎猎作响，一双重瞳之中混沌初开，符文交织，恐怖的眸光甚至能撕裂整个天地。一道眸光从南宫城的重瞳爆发出来，直冲上方雷海，带着一种毁天灭地之势，仿佛要将世间的一切给摧毁。这还不是重瞳的终极奥义，重瞳开天，就仅仅只是一道眸光，就已经强大的让整个虚空都颤栗。众人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瞳孔微缩，这哪像是子府镜爆发出来的威力啊，更像是一尊神王。周万杰脸色苍白，被这一道眸光牢牢锁住，他能感受到自己连躲都躲不了。轰隆！只见天穹那片雷海被这道眸光击碎，连同着周万杰一同震飞，从虚空之中坠落下来。他眼中尽是无力，
他恨啊，为何会出现南宫晨这般怪物？周万杰倒在地上，身体隐约有崩裂之象，显然已经战斗到一种极限。南宫晨白衣飘飘，神情淡然，依旧如谪仙一般光彩，身上散发着一股无敌的气势，犹如一尊少年王者。众人见状也是唏嘘不已，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若是给我100年时间，你定将不是我的对手。周万杰咬牙，眼中尽是愤恨，他身体在渗血，却依旧有些不服。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不屑地笑了，败在我手中之敌，从来不被我视作对手，我给你时间追赶，直至你遥望不见。你周万杰本来听到身体就到一种极限，在听到南宫晨如此话后，更是直接晕了过去。虎飞等人见到之后，更是充满恐惧地看着南宫晨，能将大皇子逼到如此地步，恐怕整个大周也就南宫晨一人了吧。看来今日之后，他们心中又多了一个不可招惹的对象，他们有些后悔先前说的话了。而其他几位真传弟子见到之后，抹了一把冷汗。还好这2个蠢货替他们先探路了，他们可不想对上这种怪物。王宇轩看到如此意气风发的南宫晨，开口崇拜道：“主人真有无敌之姿啊！”他美眸中思绪万千，此刻心中也萌生出想要变强的念头，不能跟主人差距过大了，万一主人日后抛弃我怎么办？另一边，在观众台上，苏黎美眸绽放异彩，很难想象现在的南宫晨与之前竟然是同一个人，九品资质之间亦有差距，他心中不禁感叹道。不过也还好，这些日子里他一直梦到一个场景，似乎要觉醒了什么一般，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脸戴青铜面具，强大无边，在与10位同样强大到极致的生灵对战。此战天崩地裂，天道陨落，虚空破碎，古战场上血流不止，尸横遍野，亿万生灵为之颤抖。而那个女子口中似乎在说着什么。异域仙王。苏里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也无从解答，只能放在日后再想了。而在人群之中的苏傲天此刻脸色苍白，满脸都是震惊之色。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如此之强，强大到让人都心生无力的地步。若是到达了9品资质，真的可以战胜他吗？他有些迷茫，有些畏惧。很快苏傲天便恢复了自信，一定可以的，我乃天命之子，南宫晨一定会是我的绊脚石，就算是穷尽所有，就算是入魔，我也要一定杀了他。想到这，他就不禁望向了书院之中屹立的那座塔。通天塔之内也有他要的机缘，这是他最后崛起的机会。此刻他忽然想到，好像南宫晨也要进通天塔，该不会也看是这个目的吧？苏傲天转念一想，随后自己摇了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师尊2人知道，除非师尊将此事告诉南宫晨，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师尊是绝对不会害他的，他可是答应了未来要将师尊从南宫晨手中夺回来。孔院长，晚辈现在可否有资格闯通天塔了？南宫晨发问道，看向孔道云，老夫也不是言而不信之人，既然你做到了，那你自然就有资格进去了。孔道云摸了一把胡须，白眉瞪大，开口道，今日南宫晨大败他书院的天骄，虽然他很情愿让南宫晨进去，但也没有办法，若是失信，恐怕天渊府都要找他麻烦。开！孔道云看着广场之上那座无比古老的塔，大喝道。只见这死气沉沉的通天塔爆发出一道惊天神光，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其中觉醒一般。众人见到之后也是震惊不已。距离上一次开启通天塔还是在几年前，要知道每一次开启通天塔之后，院长似乎都会陷入一阵虚弱，这也是为什么进去要获得资格的原因。很快通天塔便开启了一道门户，孔道云有些虚弱地说道，进去吧。多谢前辈。南宫晨抱手，随后大步踏入。众人见到南宫晨进去之后也是面露期待，要知道之前进去通天塔里面的天骄可是都没有撑过60层啊，也不知道南宫晨能不能突破。众人对通天塔的来历也是无比好奇，有人曾说的一尊域外之强者所打造，里面所遇到的对手都是他遇到过的敌人演化而来，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上古传承，若是能突破到100层，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机缘。尽管众人口说纷纭，但他们都坚信，若是能闯过100层，定然会有变化。少主天赋如此强大，随便突破一个记录不是简简单单。是啊，我甚至觉得少主可以闯过100层。这些天元书院的女弟子此时狂热无比，纷纷说道。虽然南宫晨实力如此强大，估计也就大概60多层，至于还想闯到100层，真是痴人说梦，就连古代的天骄妖孽都未曾有人能闯过。一旁的男弟子听到之后也是有些冷笑，显然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南宫晨能达到那一种地步。其他人听到之后显然也是认同这些男弟子的说法，觉得他们这些女的太过狂热了，就算是9品资质的南宫晨也不可能比古代天骄还要妖孽。王宇轩听到他们说的话后，清纯白皙的脸上也是露出一丝不屑，哼，等会打死你们的脸还嫌不够疼吗？苏傲天此刻汗流浃背，他总有一种预感南宫晨会将属于他的机缘带走。应该不会吧，他此次肯定只是单纯的闯通天塔罢了。通天塔塔内一片漆黑，犹如一片古罗马战场。就在南宫晨踏入一瞬间，篝火点亮，一道魁梧的身影从墙壁之中走了出来。南宫晨双眸亮起，众瞳似乎能看破一切虚妄，清楚地看清这道人影。
魁山巨人族吗？南宫晨自语道。眼前这个巨人无比魁梧，身高约有10几米，手掌犹如树盘一样粗大，浑身上下散发着死气，显然他并没有自我意识。死！忽然，就在巨人目光扫到南宫晨之时，身体犹如被激发一般，露出一股冷意，随后朝着南宫晨冲来。南宫晨一掌拍出，漫天灵力齐聚，化作一只金色的巨掌，带着强大威势，直接压向这个巨人。瞬间，一滩血雾出现，一尊灵海境初期的巨人被南宫晨瞬杀。也不过如此。南宫晨眼神闪动，随后踏步去到第2关，又是一掌轰下，眼前的生灵化作一滩血雾。南宫晨速度极快，只是一炷香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冲上了56层。此刻，外面的众人见到之后，也是瞪大双眼，有些不敢置信。我好像记得，当时真传弟子闯到50层，也至少花费了1个时辰的时间啊。是啊，怎么感觉他像是没有遇到阻碍一般，就直接上去了？莫非是这个通天塔太久没有使用，导致出现问题了？众人一言一语说着，显然不是很相信。孔道云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冷哼一声：“通天塔出问题，你们在质疑老夫？不敢不敢！”那些刚刚发出质疑的弟子听到之后，也是连忙低头说道，脸色有些羞愧。原来通天塔没有一丝问题，完全就是南宫晨太过于妖孽了，以至于他们错想。鼠目寸光，分明就是主人实力太强了，真没见识。王宇轩见状，也是小声了说了一句，随后继续将目光放在通天塔上。苏丽也未言语，绝美如仙的面孔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通天塔，目光有些好奇。难道通天塔之中有什么机缘吗？值得他千里迢迢的过来？他冰雪聪明，猜到了许多东西。南宫晨肯定不可能单单只是为了他前来的。而在人群之中的苏傲天见到这一幕，手中暗自攥紧，心中愈加不安。该死，他怎么会闯得如此之快？不行，等他出来之后，我也要去闯。通天塔内，南宫晨一拳打死了一只域外天魔之中，也是来到了80层之中。只见80层之内，一个人影从墙壁之中走出。哦，又是一个人形生灵吗？南宫晨心中想到。当抬头看清此人之后，却面色有些震惊。此人竟然是当初被他杀死的洪天。只见此时的洪天正值中年，身上穿着一身青袍，周身有朦胧丹气缠绕，如同真的活人一般。杀！洪天见到南宫晨之后愣了一下，随后犹如被操控一般，眸子血红，朝着南宫晨杀来。南宫晨强忍着心中的情绪，上前迎击。怪不得洪天要苏傲天来通天塔，看来焚诀的下半部分也就在这一关当中。若是没有遇到他，恐怕焚诀的下半部分，苏傲天凭借这戒指里面的洪天，功法不是手到擒来。洪天，南宫晨试着呼唤一句，看有没有一些意外收获。方才还一脸杀意的洪天，听到有人呼唤他之后，眼中恢复清明。你是？只不过没过一瞬，洪天眸子又变回血红，一招朝着南宫晨袭来。杀了我，快！南宫晨见状也没有犹豫，一拳天地拳直接落下。既然对方现在这个样子无法正常沟通，那就不如灭了他，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尽管他心中有些疑惑，为何洪天会在通天塔之中？通天塔的主人究竟是谁？洪天手掐术法，竟然召唤一个龟盾虚影，将其挡住。哦，感受到没有一拳将其灭杀，南宫晨也是不禁看了几眼，原来是大能镜啊，怪不得没有被一拳灭杀。南宫晨若有所思的想到，要知道他的天地拳方才可是一拳一个小朋友的，不过大能镜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吃我这一拳。南宫晨浑身涌现出金色气血，身后龙象虚影凝聚如一座大山一般，宛若能踏裂天地，身体之中千万龙象威力爆发。显然南宫晨这是运转了龙象镇狱镜。可怕的是，南宫晨先前所战胜的对手，竟然单凭肉身之力一拳灭杀，这要是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妖孽怪物的存在。回过神来，千万斤龙象巨力落下，携带着天地拳的威势，洪天竟然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直接被一拳灭杀。洪天临死前嘴角嗡动，竟然看着南宫晨，无声地说了一句话。这一刻的他眼神无比清明，却带着一种欣慰之感。南宫晨心领神会，读懂了那几个字：焚诀下半部分在柱子下面，另外百层有大机缘。想到洪天最后的眼神，南宫晨有些恍然，这难道是把他当作苏傲天了？南宫晨嘴角浮现一抹笑容，若是给洪天知道自己不仅把他杀了，还将他所留给苏傲天的机缘给拿走，他会不会在地府气的睡不着觉？要是按正常的剧情，恐怕苏傲天拿完焚诀下半部分之后，就要将天元灵碑带走，苟且发育一段时间，恐怕就要来复仇了吧。不过现在你的一切机缘都在我手中啊，你所剩的气运还足够你活命吗？南宫晨心中一阵快意，随后走到一根柱子面前，轻踩地面，只见一块瓦砖竟然腾空飞起，将下面所埋藏的一本古书展现出来。果然在这吗？南宫晨眼神闪过金光，手一挥，一阵清风吹过，将古书之上的尘埃吹散。焚诀下世几个大字显现出来，南宫晨一道神念下去，确认无误，就将其收入储物戒之中。做完一切之后，南宫晨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一抹邪笑，将一本葵花宝典拿了出来。他将上面几个大字抹去，改成了焚诀下世，随后放入了石柱下面，砖瓦盖上，一切如初，让人看不出一点痕迹。
随后，南宫晨不再停留，龙行虎步向上面继续出发。此刻，在通天塔之外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众人目光瞪大，看着通天塔之上那道光点，久久不能平静。80层，这显然已经打破了天元书院建院如此以来最好的成绩了，而且这个闯塔速度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人就没有见到过如此逆天的闯塔速度，仅仅只用2刻时间就来到了80层，而上一个闯到60层的周万杰可是花了1个时辰时间。这样子对比起来，周万杰输给了南宫晨还真不远。孔道云更是摸了一把胡须，眼中尽是金光。古代闯过80层的天骄也不是没有，不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恐怕也没几人吧，就是不知此子能不能闯到100层之上，这才是古之妖孽都未曾达到的地步。想到这，他摇了摇头，这实在是太难了，并不是他看不起南宫晨，相反，他很欣赏南宫晨，但是目前南宫晨的修为是硬伤，若是止步于90几层也应该理所应当的。看少主这个势头，我觉得甚至能冲刺到90层之上。是啊，这速度简直了，真的像个怪物一样。看来今日之后，大周天骄榜第一的改名了。此刻，这些男弟子感叹道，先前他们还对南宫晨有些不服，现在却是不服也得服了。而这些女弟子则是愈加狂热，双腿夹紧，大喊着少主之名。要知道，这可是天元书院的女弟子啊，在大周之中也是不少皇族公主亦或者家族大小姐般的存在。不过这也能侧面的反映南宫晨的人气简直恐怖如斯。王宇轩见到之后也是有些吃醋，切，明明是我先来的。随后他也加入了这群女弟子之中，并且叫得更加大声和卖力。苏里在观众台上见到这一幕也是有些失笑，这还是他认识的哪个王家大小姐吗？不过自己这个夫君人气可真是高啊。想到这，他美眸之中闪过冷光，似乎像是生气了一样。回过神来，众人发现南宫晨好像卡在80层之中有些时间了，不是说很长，但是与之前闯关速度比起来倒是有些差距，这也让一些人借此跳了出来。看来南宫晨先前闯关都是爆发了全力，才会在80关之中卡了如此之久，恐怕等会就要下来了。是啊，也不知道你们在吹些什么，还突破100层，要是他能突破到90层，我都倒立吃屎。原来这些人都是先前支持周万杰的那些人。此刻他们面露冷意，不屑说道。苏傲天看到也有人如同自己一样想要南宫晨不利，不禁也露出笑容。哈哈哈，南宫晨已经油灯耗尽了，看来用如此快的闯关速度夺人眼球，也不过只是一个小丑罢了，真是蠢货。若是换做我，定当不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下他放心了，他敢肯定南宫晨一定不知道通天塔的机缘。你们这些人我都记住了，还有刚刚那个骗吃骗喝的。王宇轩那张小脸很气愤，咬牙道。很快，这些人神情愣住了，瞳孔微缩，似乎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只见通天塔之上80层的那个光点竟然开始动了，以极快的速度，几息之间就到达了90层。整个广场一下子间就陷入了沉默。没过多久，众人才缓缓开口：我靠，这是怪物吧？怎么感觉他闯通天塔跟喝水一样简单？之前说要骗吃骗喝的那个呢？我现在就去茅厕给你拉坨新鲜的。众人震惊感叹道，随后目光四射，想要找到之前那个说要吃屎的弟子。遗憾的是，那个弟子看到之后就已经慌忙逃窜。与此同时，孔道云心中愈加的震撼了。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80层之上可不容易啊，可以说一层与一层之间相差巨大。南宫晨能如此轻松的过去，就证明他自身的真实实力恐怖到吓人。通天塔内，南宫晨跨入90层之后，就感觉一阵威压袭来，似乎有什么远古的生灵要复苏了一般。只见从墙壁之上一道全身火红的身影飞了出来。南宫晨感受到其身上的气息之后，也是不禁重视起来。玄鸟、太古异种之间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传闻身上有一丝真凤精血，强悍到极致。此刻的修为已然达到了大能境中期，竟然连这种太古异种都出现了，这也让南宫晨心中愈加好奇，通天塔是被谁所创建的？立！这只巨大的玄鸟身上满是火焰，在见着南宫晨之后，也是眸子变得血红，如红月一般，朝着南宫晨攻击来。南宫晨重瞳散发着幽光，全身符文交织，金黄色血气一下子爆发出来，朝着玄鸟一拳砸下。白色的拳光能刺破天际，南宫晨身后一道白色的身影同时出现，一同挥拳，轰隆！尽管玄鸟速度极快，但在众瞳面前，任何速度都没用，直接被这南宫晨这拳给砸飞，倒在墙壁上，震起了一片烟尘。嘶！玄鸟全身吃痛，这股疼痛让他愈加的愤怒了，羽毛上的火焰更加鲜艳，似如血水一般。他在凝聚着一招，气息都动荡起来。南宫晨也意识到了，他众瞳之中爆发出另一种光芒，一具白金色的铠甲在身上具现起来，这是众瞳的第3种功能，众瞳圣甲，能召唤出无比适合自己的铠甲进行作战，甚至还可以附在身后的虚影之上。只见南宫晨身后的天地虚影，此刻也附着如同南宫晨身上一般的铠甲，顿时气息暴涨无比，到达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地步，就连玄风的眸子之中都带着一些惧怕。轰！玄风出手了，9轮太阳演化出来，带着一种毁天灭地之势，朝着南宫晨砸去。
寻常大能境若是接到这一拳，非死即伤，就连神王境接到之后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天地拳，南宫晨出拳了，拳芒散发着神光，身后那天地虚影一同出拳，虚空都在颤栗，带着一股无上的威压，比旋风的9轮烈日更加的惊人。这不单单只是简单的一拳，可是叠加了神象镇狱镜、众瞳之盔，再加上天地拳这一神级功法，轰！在这一拳之下，9轮烈日直接泯灭，连同着那只旋风一同化作光雨消散。在灭掉旋风之后，南宫晨犹如战神附体，一路横推，直接到达了最后一层，也就是100层。通天塔100层，一片虚无和混沌，并不像是之前的99层一样，在一片战场之中，这里反而像是在星空之外，宇宙边际。南宫晨凝神，无比谨慎，他能知道这里危险无比，犹如强者开辟的小世界一般。很快，这片天地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流光璀璨，规则交织，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似乎苏醒了。多少年了，终于有人踏足这片天地。一道在时间长河之中的叹息声响起，南宫晨眼神震惊，回头望去，只见不知何时，一个中年男子站在他的身后。中年男子一身灰袍，面容刚毅，身上气质无比儒雅，就如同一个教书人一般。而在南宫晨的众同看到中，这个男子体内有一股超越世间的能量，震撼至极。当即南宫晨就确定，眼前此人绝对是一尊绝对强者。传说之中的众同果然妖孽无比，看来此是我天元书院人才济济啊！男子开口说道，看向南宫晨的眼神之中十分满意。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连忙恭敬道：“晚辈南宫晨见过前辈。”他心中有些猜测，难道这个绝世强者是天元书院第1代院长，姓南宫？听到南宫晨话后，这个中年男子愣住了，似乎有些追忆。良久，他才开口道：“原来是南宫家啊，怪不得能出这般妖孽。还有，你心中所想不错，我确实是天元书院初代院长，无名古南，你可以称我为古院长。”古南继续道。南宫晨听到后点点头，心中有些后怕。原来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这种强者果然可怕。你可知道当初我为何要创建天元书院？南宫晨摇摇头，这他乃知道。因为曾经的我居于玄天域底层，虽有一番天赋，但碍于家世孱弱，无法与那些强大的世家争夺修炼名额。那时候我就在想，若我今后强大，能不能创建一个天下寒门皆能来的学府？后面我历经千辛万苦，偶然之间所得天元灵碑，得其造化，修其传承，苦修1000年，方才出世，也创建了这天元学院。古南叹息一声，悠悠道来。南宫晨眼中有些震惊，他没有想到眼前如此强者竟然是寒门出身。他想到脑海之中洪天的记忆，好像几个纪元之前，天元书院便好像发生意外，消失在整个东神州中。你是不是想问我，天元书院后面为何会突然消失？古南的眼睛无比深邃，似乎能看穿南宫晨的心思。南宫晨点点头，玄天域之中资源就如同一杯水，谁拿得多了，水就往哪里倾斜。当时的天元书院实在是太过于壮大，出了许多寒门强者，就连玄天域其他州也都有许多天骄慕名而来。这样子虽然说是好事，但无异于动了许多人的水。若是别人动了你的资源，你会怎么想？古南说着说着就望向南宫晨。杀！南宫晨毫不犹豫地说道。古南听到后也是在意料之中，他笑了一下，没错，就是杀。那些所谓的正道给我们安排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随后对我书院展开了屠杀。当然我们书院也不是吃素，人要杀我肯定也逮杀回去。那一日我杀了5尊圣人，杀到他们胆寒，杀到东神州降下血雨，若不是后面那几个中神州的老怪物出世，哼！古南说到这冷哼了一声，眼中露出一丝寒冷。南宫晨眼神之中有些震惊，没有想到当年竟然发生如此之事。若是再给我几年时间，那几个老怪物也不是我的对手。只可惜那时候我油灯耗尽，迫不得已以命换命，而我那些书院弟子也惨遭屠杀。虽然在开战之前，我便将一些核心弟子发散于整个玄天域之中，也不知道他们至今是死是活。古南叹息一声，有些沉默。南宫晨也有些沉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算了，不说那些伤心事了。小子，你能与我说说如今天元书院怎么样了吗？南宫晨思索了一番，不卑不亢的道：王朝麾下第1书院。古南听到之后也是有些复杂。王朝麾下第1书院听得好听，要知道当时在那个时候，天元书院可是不属于任何势力，如今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吗？哎，还是时代变了，如今能立足就不错了。想到这，他脸上有些释然。当年我留下了2道传承，另一道传承想必已经给你们当代书院院主给拿走了，而另一道传承乃是核心传承，一直留在通天塔内，直至今日。核心传承最关键就是这块天元灵碑，里面的奥妙让我终身受尽，甚至我都没有挖掘到其中的1/1000，只是冰山一角。南宫晨听到后虽然神情淡然，但心中早已泛起涟漪。只是1/1000，冰山一角就能造就一尊近乎无敌的圣人，那这块天元灵碑得是多逆天的机缘啊！见南宫晨有些心动，古南嘴角更是露出一丝隐晦的笑容。若是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不仅可以将这块天元灵碑带走，
还能将天元书院收入你的麾下。我在另一个传承之中设置了一条很关键的要求，那就是听令于有天元灵碑之人。你要知道，虽然如今的天元书院大不如前，但培养天骄这一点上还是有点道门的。若是你收入麾下，你也可以在书院之中暗自培养自己的心腹以及势力。南宫晨听到这些之后，反而是镇定下来，神情淡然。虽然他说的很诱人，相对应的，他的条件应该也很苛刻，所以当理性看待。反正自己得不得到这个天元灵碑，未来亦能站在绝巅之上，无敌于世间。所以现在看来，得不得到都无所谓了。古南见到之后，也是心中暗自赞叹，此心性当真了的，不骄不躁，不怠不慢，完全没有其他天骄身上那些不可一世性格。当然，这个要求很简单，吾有一女，当年大战开启之前，吾便将她尘封在冰棺之中，如今几个纪元过去，也应该苏醒。你将来若是能遇到，替我关照一番即可。此刻，古南那双深邃的眸子之中，竟然出现一丝柔情，神情无比柔和。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衡量一番，随后答应下来。好，若是我日后遇到前辈的女儿，定将多加关照。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只是关照一下他那女儿罢了。若是日后能遇到，那就关照一番；若是遇不到，那就算了。不错，有你这个承诺，我也就放心了。古南点了点头，看向南宫晨的眼神愈加满意，就犹如挑选女婿一般。南宫晨被这般眼神看着有些不自然，却又没有感觉到他有恶意，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我女名为古梦玲，左屁股那里有一块胎记，至于其他的，我也忘得差不多了。若是遇到了她，顺便帮我转告一句，人死不能复生，珍惜当下，父亲还有母亲都很爱你，不要想着替我们报仇，一生平安无忧成长，便是我们最大愿望。甚至若是他忘记了之前的事，你就无需告诉他。古南缓缓地交代着，此刻的他与世间其他父亲没有区别。南宫晨认真地听着，看到眼前的古南，这也让他不禁想到此事的父亲。若是日后遇到这般情况，父亲应该也会这般吧。古南说完了，神魂愈加飘渺，宛若随时要消散一般。前辈你，南宫晨有些担忧道。无妨，生死轮回，况且我早已死了一次，已经看淡了。等这道神魂消散之后，天元灵碑自然就会出现，到时候你直接拿走即可。哈哈哈，小子被我骗了吧？就算是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这小子看上去人小鬼大的，不也终究被我摆了一道吗？哈哈，终究还是我赢了，终究还是我古南圣人赢了。古南大笑，眼中带着一抹释然与洒脱，身影渐渐消散，化作点点星雨。随后，一块乳白色的灵碑出现在南宫晨面前。南宫晨沉默了，此刻心情无比复杂，无法言语。良久，古南前辈，你安心去吧，我定不会忘记我所承诺之事。南宫晨自语道，随后收起天元灵碑，微微鞠躬，转身离开了。其实他被摆了两道，外界众人见到南宫晨出来之后，也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他们面露狂热，眼神之中无比崇拜，宛若在看一尊传奇一般。此刻，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已经对南宫晨心悦诚服。100层啊，这可是通天塔100层啊！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人能闯过，而今日他们见到了这么一个人，活生生的从第1层闯到100层，直接打破了通天塔记录。王宇轩挥舞着小拳拳，见到南宫晨出来之后，很是兴奋。苏丽也暗自点头，美眸之中有些惊艳。唯有苏傲天面色有些惨白，他没有想到南宫晨还真的可以闯到100层。为什么区区一个纨绔弟子能突破到100层？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看来，他与南宫晨的差距愈加的大了。孔道云则是快速来到南宫晨身前，眼神之中充满着震惊，发问道：你在里面得到了什么？有传闻通天塔100层有大机缘，还是关于天元书院的大机缘？他心中十分好奇，却又带着一些忐忑。若是南宫晨真的得到那个传承的话，那岂不是……只见南宫晨嘴角嗡动，缓缓地吐出几个字：天元灵碑。他并未将天元灵碑拿出，有点太招人显眼。况且这个至宝，若是被眼前这个老登抢了怎么办？谁还知道那个契约到底有没有失效？孔道云听到之后，瞳孔微缩，随后叹息一声，有些无奈。此处人多眼杂，换一个地方说。随后，孔道云一挥手，一道白光出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广场之中。广场上的众人见到之后，也是没有意外，眼神之中带着羡慕。估计南宫晨要被院长收为弟子了。是啊，今日他的发挥实在是太过于亮眼了。大拜书院真传弟子，通天塔打破极限，无论是哪一样事情拎出来，都是震撼无比的事啊！一座仙气弥漫的山峰之上，少主可否见一件天元灵碑？孔道云眼神有些炽热，开口道。南宫晨心中有些顾虑，并没有直接拿出。孔道云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开口笑道：你可能不知道，天元灵碑若是认主，除非原主死亡，要不然任何人都夺不走。南宫晨想想也是，一念之间，一块乳白色的灵碑出现在他手上，这赫然就是传说之中的天元灵碑。孔道云见到之后，眼神之中激动无比，直接跪在地上，老身孔道云见过院长。此刻若是有人见到这一幕，恐怕都会被吓死。堂堂一位圣人朝着南宫晨下跪，南宫晨摇摇头，他可不想当院长。虽然天元灵碑在他身上，不，我对院长
这一位置没有兴趣，日后你继续当，只不过你需要听令于我。孔道云有些意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会拒绝这个如此抢手的位置。要知道，这可是天元书院啊！即便书院现在有些没落了，但是在几个纪元之前，那也是玄天域第一书院的存在。想到这，他有些感动。没想到南宫晨没有第一时间把他位置给剥夺，毕竟当初他创建书院也是费了很多的精力的。至于听命于南宫晨，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自他那天接受传承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这般后果了，这是必定的。就算少主把老身院长身份收回，无依旧听令于您。孔道云尊敬道。南宫晨点点头，眼神闪动，显然在想些什么。书院之中，当今朝廷皇族麾下的子嗣在这里有多少？许久之后，南宫晨开口问道。孔道云听到之后也是有些意外，随后思索一番，恭敬道：少主，占书院弟子3成，5000人有余。南宫晨眼中有些心惊，没想到这么多。随后他嘴角扬起一抹笑容，要是都将其策反了，想必大周王的脸色会很好看吧。南宫晨向来不是一个好人，谁要是想杀他，那就是他的死敌，就要做好被他反杀的准备。寒门弟子呢？南宫晨继续问道。寒门弟子的话，6层有余，约1万人。孔道云继续说道。他心中有些疑惑，不知道南宫晨问做些做什么，竟然这么多。南宫晨心中有些震惊，不愧是被誉为寒门圣地的书院，若是这些寒门弟子结业之后输送到天渊府，岂不是能一直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一般这些寒门弟子结业之后都去给干嘛了？有一些回到家族之中报效家族，有一些则是被分配到各个地方报效朝廷。南宫晨听到之后不禁有些挑眉，似乎有些生气。孔道云连忙解释，少主，这是朝廷的强硬规则，当年在大周境内开设学府也必将受其限制，其他书院亦是如此，以后将送朝廷的名额缩减9成，至于这9成都送入我天渊府内，若是朝廷有异议就来找天渊府，我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胆子。南宫晨冷声说道。孔道云听到之后也是跟小鸡啄米一般疯狂点头。与此同时，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之下，一个黑色的身影悄悄地溜进通天塔内。没错，此人正是我们的天命之子苏傲天。哈哈哈，你们这群蠢货，没有想到老子偷偷溜进来了吧？还在那南宫晨呢。苏傲天大笑，黄色的牙齿上还带着一个菜叶，看上去很是恶心。一想到南宫晨，他心中就不由得出现嫉妒。若不是南宫晨屡屡出现打断他的计划，此时他早已成为万人崇敬的天之骄子了，又岂会如今这般凄惨？不过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所幸他潜入通天塔之中，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南宫晨，等我拿到焚诀下半部分，你就给我等死吧。苏傲天暗自咬牙道。至于这座通天塔，连南宫晨都能闯入100层，他至少说也能闯个99层吧。随后苏傲天目光坚定，踏入了第1层之中。几个时辰之后，80层之内，苏傲天身上衣服愈加破烂，脸色有些虚弱。他没有想到通天塔竟然如此难闯，若不是他自身实力雄厚，加上之前的底牌救了他几命，不然他早就死掉了。不过好在他生死关头之中突破到了紫府境，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了。哈哈，好在最后我也是成功拿到了焚诀下半部分了。苏傲天双手仰天大笑。不过那南宫晨出来的时候，竟然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白衣也没有破烂，肯定是那个狗院长给他开后门了。此刻他才发觉到，这个通天塔越到高层，所遇到的危险更大，远没有自己一开始想的那般容易。苏傲天回过神来，也是向石柱下面看去，焚诀下室就在这里了吧？哈哈哈哈！想到这，他脸上露出一抹邪笑。南宫晨那个蠢货肯定不知道80层之中的考验竟然是我的师尊，更不会想到这里隐藏一本超级功法吧。苏傲天一掌向下拍去，只见一片砖瓦直接碎裂，将下面地功法完美的暴露出来。苏傲天看到之后面色一喜，将古书捧了起来。这就是焚诀下室吗？果然充满一种远古的气息。苏傲天眼神露出一抹金光，迫不及待地将其翻开，嘴边的口水都快落下来了。第1页，欲练奇功，必先自宫。苏傲天看到这个几个字之后，直接愣住了。练焚诀下室，竟然还要自宫，这不是剥夺他男人的尊严吗？不过焚诀这个功法可是品质无比之高地功法，若是有些特殊要求的话，应该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一些古代强大地功法，上面的要求都是稀奇古怪的。想到这，苏傲天脸上有些犹豫，难道真的要自宫吗？也不知道练完之后能不能接回来。就在他犹豫之际，他的脑海中突然想到南宫晨那张可恶的嘴脸，就有些怒火冲天。都是你，南宫晨，我要报仇！他决定了，为了复仇，失去点东西也算不了什么。苏傲天拿出一把阔刀，脸色有些苍白，随后眼睛一闭，牙一咬，直接往身下挥去。啊！刹那间，犹如杀猪一般的嚎叫充斥着整片空间。南宫晨，此生我不杀你，我誓不为人。天渊府，你说什么？最近北域战场之上有神光冲霄，紫气东来异象。南宫羽有些惊讶，开口问道。南宫战点点头，是啊，出现这道异象，就连与大前王朝之间的摩擦最近也少不了，对方大有一番停战的样子，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我早些年间就听说北域先前乃是一片福泽之地，曾出现过一尊无上强者的存在。南宫羽那苍老的脸上有些追忆，沉声道：怎么可能？北域如此荒凉，那地方不说养不了人算了，就连妖兽都活不了。南宫战横眉一挑，反驳道：你懂个屁！当年老子闯荡北域时，你个混小子还没出生呢。北域之前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9天秘境要开启了。南宫羽冷哼一声，没有好气的说道：9天秘境。南宫战听到之后，原本想说的话也是停在嘴边，脸色有些震惊，竟然是9天秘境，难怪如此异象频出。南宫战低声喃喃道：要知道9天秘境可是一位至强者所开辟的秘境，那可是相当于那位至强者的秘境，其中的机缘和宝物都是无比逆天的存在。如果真是9天秘境的话，得通知一下晨儿了。南宫战开口道，眼神闪过金光。南宫羽点点头，不错，如今晨儿应该也快达到大能境，此次去历练一番也是对他帮助很大。两人交谈之中，便已然决定了南宫晨将要前往的地方。没过几日，9天秘境在东神州开启的事情便已经传遍整个玄天域。9天秘境，这可是一位至强者所留下的宝藏，对于玄天域之中的顶级道统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更别说那些一流势力了。一时间，整个玄天域30多个神州皆是热火朝天。显然，这必将是一场天骄盛会，各大势力道统比拼子4好机会。天元书院，南宫晨听到穆老的传音之后，也是眼神恍然，原来北域那边一处秘境将要召开，家族那边的意思是让他前往，前往9天秘境核心签到。就在这时，南宫晨脑海之中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9天秘境吗？南宫晨在洪天的记忆当中有些印象，听闻里面有一个至宝，对于他来说无比重要，能在紫府境之中打造无上根基。既然这般，那我岂有不去的理由？而且听说这次前来的各州的天骄十分之多，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韭菜出现。南宫晨眼神闪动，嘴角勾起笑容。天元书院一处典雅清秀的院子中，苏里在观众台上就有些不适，所以便早早回到自己的院子当中。冰床上，此刻苏里美眸紧闭，绝美的容颜无比苍白，白皙的额头上冷汗冒出，似乎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一般。啊，该死，这个梦为何会白天出现？苏里浑身无比难受，神魂犹如被刀刃切割般痛苦。他又梦到那个红衣女子了。就在最近，只要他夜晚闭上眼睛，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就在强行插入他的脑海之中。起初他还以为是个梦，直到梦中每一个细节都真实无比，甚至在梦中他所得到的感悟都能在现实之中得到反馈。池瑶女帝，你究竟是谁？那些模糊的片段之中，这个名为池瑶的女人抬手之间，日毁星辰，天地震动，强大的简直不像话。而与她对战的生灵同样个个修为强大，手段通天。苏里心中满是不解，头痛欲裂，娇躯发颤，任谁见到了都会幽见我怜。很快，随着疼痛的加剧，苏里直接昏厥过去。若是南宫晨此刻来到这里，就能清楚地看到苏里的神识之中有一道神魂即将融入进去。良久，哟，此时的我醒了。苏里有些朦胧地睁开双眼，一道妩媚酥麻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是谁？等反应过来之后，苏里连忙转头看去，直到苏里看见一个红衣女子慵懒地躺在他的床上。女子一袭凤裙，肤若凝脂，肌似新雪，酥胸半露，双腿笔直修长，身材凹凸有致，极其火爆。乌黑发丝之下露出一张美丽惊心动魄的脸蛋，眸若秋水，朱唇妩媚妖娆，魅意浑天而成，是一个十足的尤物。苏里见到之后都不由得一愣，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你是谁？为何会在我的床上？苏里冷声质问道。我是谁？我就是你啊！池瑶开口笑道，声音无比妩媚。苏里听到之后有些不解，黛眉微蹙，娇躯不自觉向后退了几步。此人的气息他看不透，很危险。池瑶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觉得很有意思，巧笑嫣然，眉眼弯弯，自己的这一世竟然这么有意思吗？随后他才笑盈盈的解释。过了一会之后，苏里的俏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原来池瑶上一世因为某种原因陨落之后，借助一尊至宝附在他的身上，最近才苏醒。也就是说，你是我的上一世，也是我最近一直梦到的那人。苏里清冷地问道。没错。池瑶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开口道。苏里听到之后眼神一冷，直接一剑挥去。若不是此人，他最近又怎么会如此痛苦？只见这一剑并没有划到池瑶，反而是从他身体之中穿过去，就如同斩在一道影子之上。池瑶似乎预料到了一般，依旧眉眼弯弯，嘴角勾起。自己的这一世可真暴躁啊！我只是一道神魂罢了，你可斩不了我。哦，苏里不冷不热地回应道。反正他斩完之后心中舒服多了。开心吗？日后有一尊如此强大的存在来指导你。池瑶笑道，一点没有女帝的样子，反而像一个大姐姐一般。若是让上一世他的部下看到这一幕，恐怕都会震惊的说不出话了。这还是那个冷酷无情的池瑶女帝吗？苏里目光有些狐疑，这家伙真的自己的上一世吗？真的是一尊女帝吗？若不是自己看过记忆之中的片段，恐怕真的不会相信。还有自己上一世为何会如此之骚？苏里心中有些无语，不敢相信。突然池瑶咻的一声
钻回他的脑海之中。有人要来了，他留了一句话。只见下一刻，门外敲门声响起。娘子，是我。声音充满磁性温润，正是南宫晨。苏里听到之后，俏脸也是一下子红了。这家伙怎么当着别人的面这么亲密的叫啊？你等会不要发出声音。苏里警告脑海之中的池瑶。紧接着，苏里没有立马回应，连忙跑到梳妆台前照了一下镜子，觉得无恙之后，才润了润嗓子，轻声道：“进来吧。”池瑶见到这一幕之后，脸色也是瞬间冷了下来。他一开始感应到苏里的原因已经失去，便感到不对，没想到这一世的他还真的有道侣啊！要知道，他上一世仙王追求者无数，但他嫌弃这些歪瓜裂枣，他眼光无比之高，别说破身了，道侣都没有。他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个小子敢如此这般自信拿下此事的他。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推门而入，他一身白衣飘飘，面如谪仙，气质出尘，神采奕奕，任谁见到之后都不得感叹一句：公子世无双啊！你找我有事吗？苏里看了一眼南宫晨，心中便有些羞涩，让他不禁想到了那一晚两人的水乳交融，生米煮成熟米。南宫晨没有回答，而是有些发愣。他看到了什么？苏里的气韵怎么比之前更加的耀眼了？这可是比天命主角还要强的气韵啊！若不是他觉醒了众瞳，恐怕还不能看出。难道最近苏里有什么机缘吗？池瑶此刻美眸之中有些震惊，这竟然是传说之中的众瞳，甚至在南宫晨身上竟然有一道血脉不输于自己，也就是说他的双亲至少有一人比肩他上一世的修为，这还是下界的天骄吗？一时间他竟然在南宫晨身上挑不出任何毛病。池瑶有些沉默。最近父亲那边告知我北域有一个秘境将要开启，名为9天秘境，我明日即将前往，前来问问你要跟我一同去吗？南宫晨回过神来，开口道：9天秘境。苏里听到之后有些茫然，一时间也不知道要不要去。而池瑶听后却美眸之中露出金光，连忙道：去，一定要去。9天秘境可是一尊无敌强者留下的洞府演化而成，里面有一个至宝名为凤凰石，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足以让你的体质脱胎换骨。他没有想到整个一个上界苦苦寻找的秘境竟然在下界出现。紧接着南宫晨又道：听父亲所说，这个秘境之中有很多至宝机缘，若是能寻到，对于我们受益无穷，不过比较危险。我去。苏里开口道，他不想被南宫晨拉开差距了，他想变强。南宫晨有些意外，原本他还打算再说些什么。既然如此，今日休息一番，明日随我出发。南宫晨眸子清澈，应道。次日，一辆符文交织璀璨至极的飞舟横渡大周王朝上空，飞舟后面喷涌霞光，惹得街道上的人们纷纷惊叹。飞舟上，丁，已到达大周王朝，是否签到？南宫晨修炼了一整晚，直至脑海之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签到。南宫晨吐出一口浊气，眸子之中爆发一道金光，没有想到仅仅只是做个飞舟都能触发地点签到。丁，奖励神级功法大道仙经。随着话音落下，一股神秘奥妙的记忆涌入南宫晨的脑海之中，竟然又是一部神级功法。南宫晨眼神闪动，心中有些震惊。在玄天域之中，功法的等级共分为天地玄黄4个品阶，其中天阶最高，黄阶最低。天阶功法的上限只能突破到圣人境界，若是想要突破更高的境界，则需要超过天品地功法。通过洪天的记忆可以得知，天阶之上分别是圣品、仙品、地品、神品，这些都是整个3000世界之中最强大地功法。估计整个玄天域当中都找不到几本圣品功法，更别说是神品功法了。那可是在上界都销声匿迹的存在，若是出现一本，恐怕会引得一些未出世的老怪物抢夺。而现在南宫晨的手中已经有了4本神级功法了，这就算是上界之中的顶级道统都不能拿掏出来的存在。龙象镇域镜、天地拳、阴阳双修诀，以及现在这本大道仙经，若是都是无比逆天地功法，若能接大成，就算是一个普通人都将有无敌的战力，更何况是重瞳加身的南宫晨呢？那将到达一种独断万古、无敌一世的究极状态。南宫晨眼神闪动，随后不再多想，认真的参悟大道仙经。宇宙大道，生死轮回，混沌蒙天，紫气东来。南宫晨感受到这16个字之后，也是陷入一种顿悟的状态。虚空中隐约有天道祈福异象，五色神光照相辉映。此刻另一个房间之内，瑶池正在传道授业。你可知这本功法是何等等级的吗？瑶池将手中一本古书拿出，笑盈盈地看着苏里。天阶？苏里美眸之中有些不确定，猜测道。毕竟在他的认知之中，整个玄天域最好地功法就是天阶功法，连他从小所学功法也不过只是地阶罢了。石瑶摇摇头，笑脸嫣然，这可不是天阶功法。天阶在我们上界之中，那是平民修炼地功法。天阶功法之上分为圣品、仙品、地品、神品，而我手中这本冰天凤诀乃是无比适合你的体质地功法，传说之中的地品。你们下界恐怕出现一本圣品功法都要被疯抢，这就是资源上的差距。日后你强大起来，还是早日去到上界9天，那才是你的舞台。随后石瑶将手中地功法递给了他。原以为苏里知道这些之后会自卑，没想到他直接平静道：哦，你堂堂一个女帝，
怎么连神品地功法也拿不出来？好像也不过如此啊。池瑶听到之中，嘴角上的笑容凝固了，白皙的拳头暗自攥紧，胸前的圆润有些摇晃，气得有些呼之欲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世怎么就这么毒舌呢？算了，一个小屁孩，懂什么东西，不跟他计较。你以为神品功法很好得到吗？我上一世不过也才修炼地级功法，地级在上界9天之中都凤毛麟角，更别说是神品了，那可是会引得整个上界再爆发一次大战的。石瑶翻了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说道：不过我倒是知道神品功法一些秘闻，比如修炼的时候会引得天地异象，天道赐福，若是你日后机缘巧合之下能拿到神级功法，那就是走大运了。不过还得等到你日后去到上界再说，下界是不可能出现神级功法的。石瑶断然地说道，心中情不自禁地想到南宫晨，堂堂一个大地血脉的子嗣，竟然在下界，奇怪。不过他的血脉倒是被封印了起来，下界的天道规则可容不下这么逆天的血脉，恐怕得等到上界之中，他才能将血脉解封。届时他的实力将会突飞猛长，达到上界之中最顶级妖孽的行列。轰！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前面的房间之中爆发。苏里和池瑶两人对视一眼，眼神无比震惊。前面的主房可是南宫晨的房间啊！苏里连忙过去查看，池瑶反应更快，他身影闪动，美眸之中闪过一丝神辉。当他们见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愣住了。南宫晨盘坐在那，双眸紧闭，周身缠绕着缥缈仙气，远古神秘的符文互相交织，散发着璀璨的浩光，就如同一尊上古圣人在修炼一般。而在天空之中，天道赐福，流光纷飞，一道一道神息落下，犹如星辰流转，化作龙凤虚影交织。这显然乃是传说之中最高的天道恩赐，龙凤呈祥。怎么可能？池瑶捂住朱唇，丹凤般的美眸之中有些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修炼异象，莫非此子修的是神级功法？苏里沉默了，深深地看了瑶池一眼。你不是刚说下界不可能出现神级功法吗？那他这是什么？见到南宫晨无恙，两人后面也是退回了房间之中。不得不说，这小子运气是真的好，竟然连神级功法都有。池瑶一进来就讪讪地笑道，连他都不得不承认，来到下界之后，自己一直被那小子给震惊。他甚至有些怀疑，南宫晨就是来下界度假的，只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切，还大帝，连神级功法都没有，我夫君子府就有了。苏里有些不屑地说道，随后眼中有些崇拜。听到自己被鄙视之后，池瑶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来辩解。他有些怀疑自己来的真的是下界吗？许久，南宫晨睁开双眼，眸子之中星河演化，气息在不断的上涨。不愧是神阶修炼功法，这可比先前他所修炼的天阶功法强大太多了，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仅仅只是一晚，他便修炼到了子府境巅峰。他在压制着自身的修为，只要他想，一念之间便可突破到大能境界。不过他没有这样做。子府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一些天骄为了追求修炼速度，而在子府境草草过去，日后注定走不远。而有些天骄子府境境之中打造无上根基，为日后同阶无敌打下很好的基础。这种天骄通常日后都走得很远，基本上玄天域熟知的强者便是这般。所以南宫晨亦是要如此，在子府境打造一个无上超级根基，日后若是搭配上他的重瞳，世间之内任何天骄都不会是他的对手。此次的9天秘境之中，据他所知，有一物名为鸿蒙道果，此物极其逆天，乃是鸿蒙古树，生长几个纪元之后才能孕育出的道果。吃下此果，不仅能洗精伐髓，更能提升悟性到达一个逆天的程度。相传有人吃下去之后，便一路横推，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境界，甚至踏上了传说之中的地路。更有人说吃下此物便可长生，这也吸引了许多恐怖强大的老怪物出来争夺，竞争无比激烈。还好此次鸿蒙道果在9天秘境之中，秘境之中有限制，一般都是天骄少年方可进去，这也给了南宫晨很好的机会。此次的鸿蒙道果，他是势在必得的，任何人都阻拦不了他。想到这，他目光深邃，乌发飞舞，自信无比。穆老，南宫晨轻唤一声，下一刻，一个气息无比恐怖的老者跪在他的身前，正是他的护道者穆山河。苏傲天现在如何？下面的人时刻紧盯着。按照少主的意思，他已经得知了9天秘境将要召开的信息，已经出发了，预计2日之后到达。穆老恭敬道，他能感受到现在的南宫晨与之前相比愈加强大，愈加霸气，身上带着一股府主的气势，令他不敢直视。南宫晨点点头，眼神闪动，随后一个挥手，穆老身影瞬间消失，犹如从未出现过一般。不错，我的韭菜终于出发了。他之所以不杀苏傲天，就是先前他用重瞳所看到苏傲天的气运之中还有最后一丝璀璨，而且比先前闪耀到极致，想必就是上天给他最后的气运了。所以他设计让苏傲天所知，再引诱他前往9天秘境，目的就是为了到时候给他当一个寻宝鼠。9天秘境之中虽然机缘丰厚，但危险也是重重，若是有苏傲天这时寻宝鼠在，倒是能省去一些麻烦。南宫晨不再多想，随后将天元灵杯拿了出来，接着一小块乳白色的石碑出现在他手掌之中，看上去倒是挺小的，也不知里面究竟蕴藏着何等逆天的机缘。
南宫晨喃喃自语着，他将手指一划，一滴鲜红的血液落下，瞬间天元灵碑爆发一阵白芒，一股深奥的记忆出现在南宫晨的脑海之中。良久，南宫晨吸收完记忆之后，眼中也是出现恍然之色。原来天元灵碑是一件辅助修炼的神器，里面蕴含一方小世界，可将外界的灵气的吸入凝聚成仙灵液。这个仙灵液作用可谓是逆天无比，若是用在修炼之人身上，可加快修炼速度。即便你是一个废物，在这个仙灵液的加持之下，也能成为绝世天骄。而最让南宫晨震惊的就是，在天元灵碑的小世界之中，若是培养灵植，那将加快发育速度，能够大批的培育出无数宝药，甚至一些上古神药、地药都能得到复制。牛逼！南宫晨此刻心中就2个字，既能提升实力，又能将灵药卖出赚钱。若是被哪个草根刘主角得到，恐怕又要上演一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剧情了。南宫晨像是想到了什么，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看来此次前来天元书院所得到的机缘还真是不小啊，他很是满意，不仅得到一尊圣人级别的势力，还将天元灵碑这种至宝都弄到手，这还多亏了苏傲天啊！不知道此次9天秘境之中，你还能给我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惊喜？南宫晨眼神意味深长，望向远处，大周王朝皇宫内，你可知今日我唤你前来是为了何事？大周王冷声说道，看向在底下跪着的少女，他眼神很是淡漠，语气高高在上，好像命令一个奴仆一般。在下面跪着的少女听到之后，面无表情地抬起头，语气平静，孩儿不知。她身穿黑色长裙，五官精致，容颜倾城，身上气质很是冷淡，眸子犹如死海般漆黑，不带着一丝光亮。若是有人此刻看到这一幕，肯定会震惊无比，因为这个黑色长裙的少女正是当今大周的七公主周婉儿，同时也是大周4美之一。如今你拜入血魔老妪手下，刺杀的技术倒是越发的娴熟了，不错，甚至比你那个死去的废物母亲还要厉害。大周王景盯着他，忽然开口夸赞道，犹如树皮般的脸皮堆起一个笑容，在这般气氛之下，看上去很是诡异。周婉儿听到之后，漆黑眸子之下闪过一丝杀意，不过被他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多谢父皇夸赞，他语气依旧冰冷。若不是他被蛊毒所掌控，他恨不得立马将眼前这个所谓父亲的头砍下来，将他碎尸万段。恐怕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光鲜亮丽的七公主背后竟然是大周王暗中培养的杀手，专门替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你可知这是什么？大周王收起笑容，手一挥，空中出现一枚毒针，上面散发着绿色的光芒。周婉儿见到之后，瞳孔微缩，像是见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身为杀手的他，怎么又不会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灭魂针？若是一针下去，无论是谁都将神魂俱灭，且难以察觉，隐蔽性极强。我要你去9天秘境之中把南宫晨杀了，无论你用任何办法，美人计也好，暗杀也罢，只要你能将他杀了，此后我便放你自由，将你那废物母亲的棺材葬入大周祖地，否则我就将他的尸体扔去乱葬岗之中，让他化为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大周王目光冰冷，威胁道。是。周婉儿平静道，白皙的素手上有鲜血在流淌。太阳神宫中神州顶道统，凌天圣子尚未出关，此次9天秘境就由你带领的弟子前去，务必要将秘境之中的机缘拿下。方台上一个赤眉老者看着下方的年轻男子，开口道。是。年轻男子开口说道，他眸子开合间星辰流转，身上散发着无比凌厉的剑意，气息无比深厚。你乃我宫真传弟子，实力与天赋皆为上等，我还是很相信你的。若是你这次表现得好，甚至能引起公主的注意。老者淡淡的说道，语气之中有一丝欣赏。话落，老者便消失在这里。蓝凌天听到之后，眼神炽热无比，自语着，区区一个9天秘境，我看谁能拦我？不过听说9天秘境在东神州内，那岂不是说此次能去看望一番风儿？也不知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了。没错，他正是先前赤云剑宗蓝峰的哥哥蓝凌天，太阳神宫的真传弟子，8品资质的绝世天骄，如今位于天榜第50名。最近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总感觉失去了东西一般。最好风儿不要有什么3长2短，要不然我的怒火你们可承担不起。蓝凌天看着手中有些黯然的玉佩，喃喃道。浩然阁中神州顶级势力，9天秘境出事。一个身材无比魁梧的寸头男子听到之后，眼神有些吃惊。若是有人认的，就能发现此人正是先前在天机阁面前质疑南宫晨重瞳资质的月如山。还是在东神州？月如山眼睛爆发一抹金光，那岂不是说此次可以去会一会这个所谓的重瞳者？听闻重瞳自古从无败绩，我倒要看看是否有真的那般传神。月如山喃喃着，同为天榜天骄，他自然心中有着傲气，那些所谓的妖孽压他们一头就算了，如今竟然还跳出一个超9品资质的天骄，还是出自东神州，若是被压一头，岂不是没有脸面？他作为浩然阁的年轻一辈的翘楚，传说之中的金刚体，自然要捍卫天榜天骄的脸面。中神州4大家族之一的楚家，9天秘境里面还有传说之中的神丹宝术啊！哈哈哈，那岂不是为本少爷专门设计的？大堂之内，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男子听到之后也是大笑道：逆子，
你连天榜第100名都守不住，还想去跟别人抢机缘？首座上有一个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瞪着他，做事想要扇他。楚星听到之后也是露出畏惧的笑容，往旁边躲了一躲，随后辩解道：鬼知道东神州那块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然能出现一个超9品资质的重瞳者，还把本少爷给挤了下来，真是气死我了。只见中年男子听到之后也是有些一愣，你说什么？超9品？是啊，超9品。那天我闲来无事，便去天机阁面前发呆，结果看到自己的天榜排名竟然被一个名叫南宫辰的小子挤了下来。楚星想到就来气。楚星说完之后似乎仍不解气，继续吐槽：你说天机阁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世间哪里有人的天赋是超9品啊？那岂不是比那几个妖孽中的妖孽还可怕？也就是说比我姐还可怕。在说到他姐的时候，他眼中出现一抹畏惧之色。若是重瞳的话倒也说得过去，毕竟曾经在上古时期也出现一位重瞳者，横推一世，强大无比。只可惜那时候没有能测试资质的石碑，不能得知其是几品资质。不过既然天机阁将其列为超9品，那就应该不会错了。中年男子缓缓说道：哇，还真的有人比我姐还可怕啊！那岂不是盖世魔尊？我姐3头6臂的，那他至少10个头10只手啊！死了死了，这个重瞳者应该不会找我麻烦吧？楚星听到父亲肯定，脸色有些绝望。就在这时，他感受到后面传来一股凉意，没有想到在阿弟眼中，我竟然如此可怕丑陋，真是太伤心了。只见一个绝美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身影如鬼魅一般。她身穿淡黄色长裙，眸若秋波，肤若凝脂，只是脸色有些白皙，看上去楚楚可怜，犹见犹怜。可，真的是太伤心了。她拿着白色手帕捂住嘴巴，咳了2声，看着很是虚弱，声音隐约有些哭腔。楚星背后的衣服都冷汗浸湿了，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牙齿都在哆嗦。他什么时候来的？众人见到之后也是明白了什么，像是突然有什么事情一般，装模作样的离开了。哦，你家孩子要出生了？好，那我去看看。家里的棉被好像没有收啊，是不是要下雨了？我就先走了。想起来了，我的丹炉还没熄火，我也走了。那个为首的中年男子见到人都走散之后，也是看着楚星摇摇头，露出同情的眼神，随后把门反锁离开了。很快，楚家的大厅之中就传出一阵鬼哭狼嚎的鬼叫声。外面的下人听到后脸色平静，像是习以为常。东神州大前王朝一座密室之内，一个身穿黑袍的年轻男子，双眼紧闭，此刻正在修炼着，身上的气血无比澎湃，犹如汪洋大海，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此刻外面一道恭敬的声音响起：大人，你修炼完了吗？黑袍男子睁开双眼，眸子开合间有青龙化天异象，一道强大的波动从他身上扩散。进。他淡淡的开口，眼神无比睥睨。只见一个身穿金色衣袍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看到黑袍男子之后，眼神无比炽热。父皇说，国师算到明日天元秘境将会召开，我们今日便可以动身出发了。若是有大前王朝的子民见到这一幕，一定会无比震惊。没想到身份尊贵的大皇子竟然对眼前此人无比恭敬。君无双瞥了他一眼，随口缓缓道：我青龙化天诀如今也大成了，也是时候出发了。大人不愧是9品资质，天赋果然了得，此次9天秘境谁还会是大人的对手？大皇子有些面露崇拜，激动道：原因无他，眼前此人真是大前最强的天骄，君无双9品资质的神体，若是有他在，此次9天秘境不是任他们大前横行，此次9天秘境我势在必得，没有人可以拦住我，即便是中神州的天骄。君无双自信道：如今我子府巅峰，若是能在9天秘境之中夺得一物，打造根基，从此之后我将一路横推，无敌于世。君无双意气风发，有一股无敌的意境。大人威武，若有您在，大周年轻一辈再也不会压我们一头。大皇子很是激动。哼，你们的眼光太过于狭隘，区区一个大周罢了，我从来没有视为对手，他们没有资格，我真正的对手一直是天榜前10的妖孽罢了。既然你们苦苦求我，那我就略微出手，镇压一番大周年轻一辈吧，届时你们好好羞辱回去。君无双很是自傲，不屑道：北域，这里是东神州2个王朝之中的边境，荒凉无比，属于无主之地，而2个王朝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这段时间来，时不时有顶级道统和一流的势力赶往此地，不同旗帜的非洲飞行妖兽，各样的辇车横渡虚空，热闹非凡。虽然他们都心里清楚，能在9天秘境之中喝汤吃肉的就只能是那些顶级道统，而他们前来的目的仅仅只是历练一下自家天骄，顺便看能不能捡一些边角料。而今日才是重头戏，玄天域之中有不少人预料到9天秘境将会在今日大开，所以一些压轴的势力也陆陆续续的登场，引发不少人的震惊。比如一辆金色的战车飞驰而过，有人见到其中的身影，不禁发出阵阵惊呼。太阳神宫的真传弟子蓝凌天，天榜第50的存在，他也来了。也有人见到一个巨大葫芦飞过，喷涌着阵阵霞光，速度极快，那赫然是中神州的浩然阁，里面的弟子素来以肉身修炼而闻名，个个都是战斗狂人，无比生猛。更有甚者见到一只巨大的青云鹰飞过，上面的威压无比恐怖，乃是顶级家族出行的证明。
那居然是中神州楚家，里面那道身影，莫非是楚家圣女楚颜？那可是天榜第6的怪物啊！有人发出感叹。总而言之，此次的9天秘境将会是各路顶级天骄的对决。没过多久，随着这些压轴的顶级势力一一降落，也引得不少人的议论。太阳神宫还真的蓝凌天带队啊！看来此次太阳神宫10拿9稳了。是啊，不过蓝凌天脸色好像有些愤怒，难道发生了些什么吗？有些人发现不对，开口道。此刻太阳神宫那边，蓝凌天脸色无比苍白，而后又转化为愤怒，身上爆发出滔天的杀意。就在刚刚，他才知晓他的亲弟蓝风竟然已经死了，被一个名叫南宫晨的人所杀。得知南宫晨竟然还是东神州的土著之后，他更气了，两眼通红，刚才镇定的样子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小人物，竟然把他弟杀了，发生什么事了？太阳神宫此次跟随的长老看到之后，也是询问道。见到长老询问，蓝凌天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紫的。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耽误太阳神宫，否则到时候有的是他问责的。蓝凌天现在只能将怒火压下来，等到日后再去解决。弟子没事，多谢林长老关心。蓝凌天深呼一口气，沉声说道。林应火听到之后，虽然心中不解，但还是点点头。如今秘境大开在即，一切皆以秘境为要，切记。蓝凌天也是稍微有些冷静下来，点点头。而在另一边的楚家弟子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十分好奇。楚心开口笑道：“姐，你说他是不是给绿了？这么激动，脸色变来变去的，真有意思。”在车辇之中的身影听到之后，也是拉开珠帘，从中走了出来。小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在外不要取笑他人。楚言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心中已经乐翻天了，嘴角的笑容都快压不住了。而楚言的一出现，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楚仙子真是美的不可言语，若能一问芳泽，我宁愿失去10年阳寿。我尿黄，我来咨询你。都别说了，依我看，此次里面的机缘非楚仙子莫属了。毕竟天榜第6，这个名头太过于响亮了。而在浩然阁那边，月如山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一直打量附近的人。师兄，你是在找谁？有弟子询问道。众同者，南宫晨。月如山淡淡的说道。此次他来此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南宫晨。他想看看超9品资质的南宫晨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很快，众人就发现，似乎东神州本土的顶级势力来人有点少。你们说，该不会是东神州青黄不接，没有天骄出世了吧？哈哈哈哈，倒是有可能，不过没来也好，来了也是被我们羞辱。是啊，有楚家仙子，还有3位天榜妖孽在此，谁能与其争锋啊？众人纷纷笑道，面露不屑。就在这时，一道冷不溜秋的声音响起：“你们是不是忘了上个月入天榜100名的南宫晨，超9品资质？”众人听到之后，嘴角的笑容也是僵硬了。是哦，他们倒是忘记了这茬。这些天骄之中谈论的话题就转移到南宫晨身上。什么？南宫晨？蓝凌天听到众人议论之后，也是连忙反应过来，随后打听一番才知道，原来上个月进入天榜100名的众同者，名字就叫南宫晨，还是处于东神州之内。该不会真是他吧？蓝凌天有些阴晴不定，心中有些确定，他弟少说也是一方宗内的天骄，能将其击杀，很大概率就是这个南宫晨。不过听到南宫晨只是一个子府境界的修为时，他顿时面色一喜。先前他们所议论的超9品资质，倒是把他吓了一跳，都不知道要不要报仇了。蓝凌天眼神闪过一抹阴翳，无比怨毒。南宫晨，血债血偿，你此次若是来9天秘境，我一定要让你感受到痛苦。而楚家那边，众人听到南宫晨之后，也是一时间想不起来，但很快就有人记起来了。哦，这不是把楚星挤出天榜外的那个人吗？对对对，就是他。想起来了，真笑死了。楚星不愧是天榜守门员。一时间，众人的目光都放在楚星身上。楚星脸色有些羞愧，但还是嘴硬道：“啊，不过也就侥幸而已。等会他要是来了，本少爷纷纷把他打得跪地求饶。”楚言见到之后，也不忘补刀一句：“确实被一个子府境给挤下榜，真是侥幸。”楚星一脸通红，干脆沉默不语。楚言嘴角也出浮现笑容，美的惊心动魄。同时，他心中也有些好奇，这个超9品的众同者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男子呢？要知道，那些比他还要妖孽的不过也9品资质而已，而这个超9品，那岂不是说日后成长起来，迟早拿下天榜第1？有趣，他倒要看看到时候那些人的反应。很快，虚空之中，一艘巨大无比的飞舟出现，飞舟上面喷涌着霞光，符文交织，很是绚丽璀璨。而那旗帜上的2字天渊更是霸气无比。众人面色震惊，这究竟是哪个势力，竟然如此气派奢华？见到这一幕，一些隐匿于东神州的年轻弟子也都纷纷开始出声。天渊府你们都不认得，可笑，也敢嘲笑我们大周无人？是啊，你们可知天渊府少主就是你们口中的众同者，而他的道侣资质乃是传说之中的9品神体。整个玄天域之中9品有几人？我们大周单单拎出来就有2人，也不知道谁是井底之蛙。这些东神州的年轻弟子一言一行地说着，语气之中带着不屑。刚刚被其他州的人嘲笑，可把他们逼坏了，如今终于有一个发泄的机会。虽然南宫晨在大周的名声不好，但是他强啊，
如今前来的大周天骄弟子，哪一个没有听说过当时天元书院所发生的事？一人横扫整个书院，压得整个年轻一辈抬不起头，无比意气风发，犹如魔王将士。因此，南宫辰的风评也在这些人心中转变了。他们心中相信，南宫辰肯定也会将这些人给镇压的。而在人群之中，有一道高挑亮丽的身影，他眸若水月，肌似星雪，脸上戴着面纱，气质很是高雅。当他听到南宫辰这些事迹之后，脸色有些复杂。没想到宗门被南宫辰收了之后，他还做出了如此之多的事情，真是一件比一件震惊。没错，此人正是赤云剑宗的柳如烟。而在另一边，也有一道黑袍身影，咬牙切齿，发出的声音有些雌雄不分。南宫辰，此次9天秘境，我必将杀了你，以报我自宫之仇。没错，黑色的兜帽之下，正是苏傲天。如今的苏傲天，自从自宫之后，虽然声音变得阴柔，脸上的刚毅也少了几分，但是他变强了，一跃突破到了大能境初期，可谓是突飞猛进。正所谓那句话，我鸟没了，但是我变强了。除开东神州之外的其他州弟子听到这些吹捧声之后，一旁的苏里被这么多人注视着，脸色虽然平静，但心中却有些不自在。石瑶见到之后，也是不禁在苏里的脑海中发出笑声，呦呦呦，你夫君的人气可真高啊，我都有些嫉妒了。苏里早已习惯他的念叨，没有回应。楚家那边，楚言和南宫辰对视了一眼，心中无比震撼。当然，并不是因为南宫辰的绝世容颜而震撼，而是他的实力，他竟然看不透。要知道，他可是天榜第6的天骄啊，如今也到达了大能境的巅峰，竟然看不透一个子府境。楚言对于南宫辰更加感兴趣，他很想搞清楚这个男人身上的秘密。一旁的楚星见到这一幕，也是不免咂咂嘴，有些震惊。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姐姐露出这般神情，难道说他的姐姐对这个男人有意思？想到这，楚星眸子一动，不禁开口道：“姐，他可有道侣的，你不会要抢人家的道侣吧？不过你如此霸道，应该没有抢得过你。哎，没有想到我也要有姐夫了。”楚言一愣，没有想到他弟如此之说，一下子心中有些羞愤。你给我死！他直接一拳朝着楚星肚子下去，直接把他打倒在地上翻滚，神情无比痛苦。太阳神宫那边，蓝凌天冷冷地看着南宫辰，眼神之中充满杀意。就算你是那所谓的正统者又如何？进去之后我必斩你！而就在这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男子飞在虚空之中，眼神无比炽热，盯着南宫辰，开口道：“待下天榜第61月如山，早些听闻正统者无敌名号，前来赐教。”此人正是浩然阁的月如山，8品资质的金刚体。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这下有好戏看了，众人也想看看这个所谓正统者的实力究竟如何。要知道，他可是唯一一个天赋超9品的人啊！人群之中的苏傲天心中乐开了花，看到南宫辰吃瘪他就开心。他早就听说了天榜，那可是玄天域之中最顶尖的天骄排名，此人天榜第61，教训一个南宫辰，那岂不是简简单单？而在另一边，头上肿了一个包的楚星见到之后，也想出声挑战南宫辰，但是被楚言给制止了。你想上去死吗？楚言冷冷地说道。赐教这般行为，若是惹得对方心生不快，下手没有一个轻重，死了倒也不怨，也没地方能说理。楚星心中有些不解，不就一个子府境的修士，至于这样吗？不过看到楚言如此恐怖的眼神，他也不敢再提了，只能一脸郁闷地看着那边。这个老女人肯定是怕我把姐夫给打死，你还不配！南宫辰神情淡然，气质出尘，白衣猎猎作响，不屑道，身上带着一股自信。此话一出，全场皆静。他们没有想到南宫辰竟然如此之说。你月如山脸色一下子就通红了，犹如猪肝一般。他堂堂天榜天骄，浩然阁大师兄，什么时候被这般羞辱过？没想到堂堂正统者竟然只会逞口舌之快，亏我之前还高看了你。月如山摇摇头，失望地说道：“哦，若你想打也不是不行，不过得加点彩头。”南宫辰丝毫没有动怒，依旧风轻云淡地说道。月如山听到之后也是咬牙，像是做出什么重大决定一般。好，既然你要彩头，那我拿出3000万灵石，当然你也要拿出同样价值的东西。此话一出，众人瞳孔微缩，没有想到一场战斗竟然拿出了3000万的灵石对赌。南宫辰摇摇头，这也太少了，还不够他的天元灵杯塞牙缝呢。要知道，一枚仙晶才能转化为一滴仙灵液，而一枚仙晶也就是1亿灵石。月如山也是一愣，3000万灵石还不够啊？3000万灵石，你打发叫花子呢？南宫辰不屑说道。众人听到之后更是震惊了，3000万灵石都不够啊！这种统者不过也就是一个王朝势力的少主，竟然如此口出狂言。那你要多少？月如山面色一冷，他可没有想完这么大。我要10枚仙晶。南宫辰语出惊人，月如山当即感觉自己被耍了。10枚仙晶，那可是10亿灵石啊，约等于一个一流势力全部的资产，而他身上也不过才只有2枚灵晶罢了，这让他怎么拿出来？你若不战，尽管拒绝，何必如此口出狂言？月如山冷声道，随后又道：当然，你若是能拿出10枚仙晶出来，我就答应你。他很是自信，
断定南宫晨肯定没有10枚仙金，他不过只是一个小王朝之中势力的少主罢了。此话一出，有些人面露冷笑，等会这个南宫晨拿不出来，可就尴尬了。在楚家那边，楚言看到这一幕，心中也不自觉地为南宫晨担忧，不知道为什么，甚至心中萌生出一种想法，等会若是南宫晨拿不出来，那就他自己掏出10枚仙金，让楚星送过去。很快，等楚言反应过来之后，就有些愣住了，他为何会产生这种疯狂的想法？一旁的楚星则是饶有兴趣地看着场上，丝毫没有注意到楚言的异样。南宫晨笑了，真以为他是什么阿猫阿狗吗？很快，几道璀璨的白光现世，10枚如琉璃般发亮的仙金漂浮在虚空之中。月如山见到之后，心中也是暗自一惊，此子竟然如此有钱。众人看到这些仙金之后，也不禁眼睛瞪大，嘴角几乎都要流出口水来。好多好多的灵石，这可是10亿灵石啊，足够造就一个一流势力了。而刚刚那些说南宫晨没有的人，此刻也都有些羞愧，不敢说话了。在场其他州的女性天骄，美眸之中异彩连连，又帅又多金，这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完美道侣吗？区10枚仙金罢了，你不会真的拿不出来吧？南宫晨笑了，语气之中有些嘲讽的意味。大师兄，万万不可答应，若是输了，10枚仙金可就没了呀，宗主肯定会责怪我们的。在浩然阁的弟子劝道。听到南宫晨的激将，月如山也是暗自攥紧拳头，完全将其他师弟的话置之不理。可笑，他怎么可能会输？若是赢了，他可就为浩然阁赚到10枚仙金了。想到这，月如山的眼中就有些狂热。好，我答应你，那就出手吧。南宫晨神情淡然，眸若星辰，身上神光异彩，犹如圣人降世。下一刻，月如山率先动手，往地面用力一蹬，爆发一阵晨辉，犹如核弹一般朝着南宫晨冲来。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不断猛涨，身上竟然爆发出璀璨的金光，那粗壮的身躯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金刚体！有人认了出来，惊呼道。月如山速度极快，很快就来到南宫晨的跟前，他直接一拳砸下，拳芒散发着金光，巨大的威势扩散出来，仿佛能将天地砸碎。只见南宫晨不慌不忙，同样一拳回应，没有一丝的花里胡哨，非常质朴的一拳，甚至他的神像镇狱镜都没有运转。月如山见到这一幕，也是心中一喜。要知道，一直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有人能在肉身上面的造诣比他还高的。他这一拳下去，大能境后期也得跪，更何况是南宫晨。众人也摇摇头，与人家主修肉身的硬碰硬，真是愚蠢。苏傲天和蓝凌天也是冷笑，都想看到南宫晨吃瘪的样子。轰！两拳相碰，爆发出极大的威势，朝着周围扩散，瞬间烟尘升起，碎石横飞。众人脸色一变，这般威势太过于强大，就犹如2尊人形凶兽在搏杀一般。而在烟雾之中，一道人影浑身淌血，倒飞出去，化作一条优美的弧线。嘶！众人看清之后，也是瞪大了双眼，满眼不敢相信，那道淌血的身影正是月如山。此时，月如山的右手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摆着，显然已经被废，有森然白骨在上面露出，凄惨无比。怎么可能？月如山瞳孔微缩，犹如见到了鬼一般，久久不能缓过来。他的肉身竟然敌不过南宫晨，他就好像在面对一尊真龙子似，一种无力感在心中升起。而在另一边，烟雾散去，南宫晨神情淡然，白衣绝世，一尘不染，犹如一尊白衣神王。众人见到之后，脸色震惊无比，他们想到会是2败俱伤的想法，但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人家南宫晨不仅看上去没受伤，甚至感觉都没有认真一样。苏傲天和蓝凌天嘴角的笑容也是愣住了，眼睛之中满是不可置信。主人真厉害！在南宫晨身后，王宇轩心中大喊道：若不是主人警告过他，在苏黎面前不要太过于亲密，要不然此刻他早就跑上去跟主人贴了。这段时间不能跟主人做快乐的事情，算是憋死他了。此子肉身真是恐怖，很难想象你们下界竟然会出现如此逆天之人。石瑶也不禁开口感叹道。苏里听到之后，美眸中异彩绽放，他心中料到了南宫晨能赢，但没有想到竟然赢得如此轻松。楚家那边，楚言也是俏脸震惊，心中莫名的松了口气，而一旁的楚星则是面色苍白，开口颤声道：卧槽，还好姐你拉住了我，要不然那个倒在地上就是我了。姐，我以后再也不说你是人形暴龙了，原来姐夫才是啊。楚言听到之后也是美眸一黑，直接一拳下去，把他左边也打了一个包出来。愿赌服输，10枚仙金拿来。南宫晨开口说道。月如山嘴角抽搐，他都这样了，还惦记着他的仙金呢。不过这南宫晨实力当真恐怖无比，连重瞳都没有用，就已经有如此的战斗力，很难想象若是用了重瞳，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那这么说来，对方岂不是还手下留情了？我这里只有2枚仙金，此次9天秘境之后，我会派人将其余8枚给送来。月如山缓缓说道，身体的血液已经止住了。很快，2个精致木盒子飞到南宫晨身前，南宫晨检查完之后，也是点了点头，收到了储物戒之中。不错，那就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不要骗我，否则会有很恐怖的后果。南宫晨认真道，他倒是希望月如山骗他，
那样子就有机会把他们背后势力灭了，将其他的仙精搜刮来。月如山嘴角有些苦涩，现场如此多人见到了，他这么敢赖账，若是传出去，对于浩然阁的名声肯定会造成影响的。不会的，若下次还有这种赌约，随时可以来找我。白白到手10枚仙金，南宫晨看他的眼神不免顺眼多了，笑道。月如山嘴角抽了抽，再也不会找他了。结束完之后，全场也是一片唏嘘，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一拳秒杀天榜61名，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榜100名了吧？是啊，甚至连重瞳都没有用，看来此后整个天榜都要变天了。有人感叹地说道，眼中无比敬佩。而那些原本东神州的天骄弟子更是激动无比，这算是狠狠地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此刻在这些弟子眼中，南宫晨宛若一尊神明，世间无人可以战胜。不过也有人面露冷笑，眼中无比讥讽。不过只是战胜一个天榜第61罢了，有什么好激动的？要知道蓝真传对上月如山，亦能秒杀，秘境之中等着见分晓吧。当然这些唱衰的大多都是太阳神宫的弟子。在无人在意的地方，有两方势力悄悄到来，分别是大周皇室和大前皇室。大周皇室的人下来之后，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气质出尘的南宫晨。周万杰几人眼神之中有些怒火，但又不敢发泄出来。又是这个南宫晨。此刻这哥几个看到南宫晨就害怕，就好像见到一个魔王一般。而在一旁，周婉儿精致无比，身穿黑色礼裙，美眸犹如死海一般漆黑，看上去犹如一个瓷娃娃一般。周婉儿在见到南宫晨之后，死海般的眸子终于有了一丝涟漪，无比复杂。南宫晨竟然变化得如此之大。要知道在之前皇室的酒会之上，他可是见过南宫晨几面的，只不过那时候的南宫晨不仅一身纨绔气质，还好色无比，看见好看的就去调戏一番，就连他也没有放过。倒是那段阴暗的训练时光带给了他许多的快乐。若是此次刺杀的人不是他，该多好啊！此次大周的天骄也不太行啊。就在众人静静的等待9天秘境开始之际，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响起，说话者正是从小型非洲之上下来的前号，也是大前王朝的大皇子。众人转头看去，眼神之中有些震惊。在这个时候，谁还敢说大周天骄不行的？不怕吃南宫晨一拳吗？当他们见到身穿华袍的前号之后，也是有些疑惑，此人究竟是谁？很快现场就有人解释道，他乃东神州大前王朝之中的大皇子。众人听到之后也是反应过来，原来又是一方东神州的势力啊。此刻他们眼中有些忌惮，怕又出现像南宫晨一样那般的怪物。果然大周皇室那边人听到之后也是气愤无比。前号，你的嘴巴还是那么的贱。周延龙冷声道。在听到熟悉的声音之中，正在闭目养神的南宫晨也是睁眼望去，看到两方势力之后，眼神也是露出一抹玩味。没想到他们也来了。两边的人南宫晨自然是认的，毕竟之前也打过交道。不过奇怪的是，此次大前那边竟然带了一个人，此人应该就是大前之中隐藏的杀手锏吧。9品苍天霸体君无双，作为大前的核心机密，他可是早早的就听到父亲说过。不过大周这边应该还没有能渗透进去，自然不知晓这些。就算9品资质又如何？若是惹到了他，照样镇压。想到这，南宫晨双眸闭上，继续养神。9天秘境应该就快开启了。确实不行。君无双只是扫过一眼就开口道，语气之中带着不屑。周延龙见到之后也是开口道，你又是何人？前号听到之后也是脸色一震，大声说道，这位就是我们大前最强的天才9品神体君无双。其他大前天骄听到之后也是眼神无比炽热的看着君无双。在他们看来，君无双就是不败神话的代表词，无人可战胜。此话一出，众人脸色震惊，没有想到竟然又出现了一位9品神体。那现在看来，单单东神州就有3位9品以上的妖孽了，实属恐怖。周万杰等人听到之后脸色震惊无比，大前竟然也有9品以上的天骄，你们的神女呢？怎么不出来一战？君无双淡淡说道，他身穿玄黄战袍，眸子之中有一股强盛之气，气息如渊，大有一种无敌之姿。你还不够资格与神女一战。周万杰冷声说道，随后他手持长枪，身上雷电闪动，一跃而下，有一副要与君无双战斗的样子。他就不信了，他南宫晨打不过，打一个大前的天骄还打不过吗？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前面的山谷之中，一道璀璨的神光贯穿天地，一股古老的气息散发出来。众人抬头望去，脸色震惊无比。此刻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9天秘境要开启了。南宫晨也睁开双眸，随后传音给王宇轩，进去之后帮我盯住那个黑袍男子，以天生灵体隐匿一番，无人能看出他对我有大用。他看向了黑袍之下的苏傲天那个位置。王宇轩听到之后，将一缕神念标记在苏傲天身上，点了点头，放心吧，主人，保证完成任务。很快随着迷雾漫出，霞光耀世，众人身形闪动，遁入这山谷的缝隙之中。9天秘境外围一片悠悠森林，雾气缭绕，猛兽横行，一股阴森恶寒之气从中散发。天空挂着一轮血月，红色的血光照映着整个森林，有一种恐怖诡异的氛围。众人进来之后也是发觉不对，
此地灵气稀薄，倒是有一种奇怪的气体飘在天空之中。处于人群之中最前列的便是这些顶级势力的天骄，而其次的则是一流势力的弟子，居中且靠后，大部分都是一些其他宗门和散修天骄。很快，一只无比巨大的恶魔鼠出现在众人面前。恶魔鼠全身长满了如同刺猬一般的尖刺，眸子无比通红，身上的气息很是狂暴。众人感受到之后，也是纷纷后退，眼神之中有抹鸡蛋之色。这只恶魔鼠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是大能境初期，它身影跳动，转眼间几个紫府境的弟子人头断掉，被它吞入肚子当中。很快，众人就有些绝望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些恶魔鼠不止一只，甚至在其他方位都有5、6只，有点成包围之势的意思。这时，一道强大的眸光爆发，直接将眼前最前面的恶魔鼠给击碎，肉块散落一地。众人脸色震惊，看去，只见南宫晨的眼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化为了重瞳，眸子之中有混沌开天、天地毁灭意象，恐怖无比。他眼中方才无比炽盛，显然刚刚出手的人便是南宫晨。南宫晨不以为意，犹如杀了一只蝼蚁这么简单，身上依旧神采奕奕，与一旁的苏里一同走着。不愧是重瞳者，真是恐怖无比，随手一击就将这大能境的恶魔鼠给击碎。而其他那边亦有顶级妖孽出手击杀。楚星拿着一把镰刀，眼中出现一抹猩红，宛若进入到某种状态，身上气息不停的暴增，只是一击就将这只恶魔鼠劈成2半。随后他砍完之后，脸上有些虚弱，气喘吁吁的。一旁的楚言见到之后也是点了点头，在看到南宫晨那边之后，他的美眸有些惊讶。有人见到之后也是不禁点点头，楚星的修罗战体还是十分强悍的，若不是出现了南宫晨这般怪物，恐怕无人能撼动他的天榜之位。蓝凌天也出手了，眸子之中爆发出一股星辰剑意，一剑将恶魔鼠的脑袋砍了下来。身后太阳神宫的弟子见到之后也是狂热无比，不愧是我们的蓝真传。蓝凌天冷哼一声，有些不屑地看向南宫晨那边。在看到南宫晨已经解决完走远之后，他脸色有些挂不住，给我等着！在大前那边，君无双直接遁到恶魔鼠身前，双手一撕，直接将这只恶魔鼠给撕成2半，让众人见到之后也是瞳孔微缩。恐怖，这苍天霸体真就犹如人形凶兽一般，有人不禁感叹道。而在身后的月如山见到后也是心神一震，此人的肉身之力很强，应该是和南宫晨那个怪物一个级别的。君无双摇摇头，看到有人已经解决完之后，也是看向最前面那道白衣绝世的身影，有意思，竟然比我还要快，是个对手。他眼神闪动，而最后的则是一个黑袍男子出手，一道寒冷至极的火焰出现，直接将恶魔鼠烧得嗷嗷大叫。此人正是苏傲天，看来散修之间亦有天骄不属于那些妖孽啊。有人感叹道。苏傲天看着最前面的那道身影，也是眼神怨毒，恨不得将他杀了。南宫晨，此次9天秘境就是你葬地。我心中隐约有一种感应，此地有机缘，竟然与他的异火有些联系，在召唤着他过去。他心中有所猜想，这绝对是一个大机缘。想到这，苏傲天的眼中无比激动。就在众人解决完恶魔鼠之后，危险还未过去，只见从阴暗的草丛之中竟然出现成片的鼠群，他们都是恶魔鼠的子嗣，此时都跟疯了一样朝着人群撕咬。这种小恶魔鼠虽然修为不高，只有紫府初期，但数量却是数不胜数，而且还含着剧毒，若是被咬到，就算是大能境强者也有陨落于此。一时间，人群之中也是惨叫声四起，死伤无数。即便是蓝凌天等人见到之后也是心中谨慎，不敢有丝毫小瞧。南宫晨见状，刚想要用幽冥神火把这些恶魔鼠全烧了，却被苏里拉住了。让我来。苏里语气之中有些幽怨，一直都是他出手，那自己岂不是花瓶了？南宫晨有些愣住，有些失笑，他宠溺地看着苏里。好，你来。苏里听到之后也是手捏法诀，紧接着在他们这片地面上一阵极寒的气息爆发出来，方圆几里内无数的恶魔鼠都被冻住，变成一座座冰雕。厉害！南宫晨真心的夸赞道，这大范围的群体伤害可比他的幽冥神火慢慢烧好多了。苏里听到之后，绝美的容颜上依旧冷淡，美眸之中却闪过一丝甜蜜。解决完鼠群之后，两人继续前进着。而在其他地方，众人还在为这鼠群而发愁，却看到南宫晨他们已经解决完了，一时间很是震惊。这两人都是狠人啊，怪不得能走到一起。有人不禁感叹道。楚言见到之后，美眸有些闪动，他身边那个女子亦不输我。蓝凌天眼神有些震惊，他身旁的那个女子竟然也如此之强，那就更留不得你了。他心中怨毒的想到。跟蓝凌天这般想法的还有苏傲天。君无双看到苏里出手之后也是眼神一亮，那个就你们所说的大周神女？没错。钱浩开口恭敬道。好，有趣，终于有人能让我感到兴趣了。君无双开口说道。他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抢别人道侣，什么王妃啊，甚至是大前王的后宫他都也光顾过。而大前王虽然知道，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女人哪有自家天骄重要。君无双最喜欢见到抢走别人道侣，别人却无可奈何的样子了。大人，你莫非对他有想法？钱浩眼睛一亮，
他的鬼点子最多了。君无双轻微的点了点头。我有一个计划。钱浩缓缓说道。君无双听到之后，眼中爆发一道金光。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次他们踢到的钛合金钢板，可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家人们，催更点一点，爱你们哟！如果可以的话，把免费的礼物刷一刷，做着就更有动力了。南宫晨两人继续前进着，如同神仙侠侣一般，气质超尘无比，无论谁看到都不禁会心生感叹。很快，两人就来到这个森林之中的边际，离9天秘境的核心又近了一步。吼！一道兽吼声从前方传来，声如洪钟，震得整个天地都有些震动。只见正前方，一只身躯无比巨大的炎魔熊从中出来，眸子之中依旧通红，全身上下有红色的火焰跳动，如同火焰君主一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十分强大，已经来到了大能境中期。在见到南宫晨两人之后，炎魔熊直接一掌拍下，携带着滔天威势，若是寻常大能境硬阶，肯定会被拍成血雾。下一刻，只见一道拳芒爆发，璀璨无比，直接朝着炎魔熊轰去。瞬间，炎魔熊身体僵硬，直接径直倒下。他眼神之中还有着震惊、不解，为何眼前这个人类竟然如此凶猛？恰好这个时候，身后的那些天骄赶来，见到了这一幕，众人瞪大了双眼，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一头大能境中期的炎魔熊就这么死了，就连他们其中最强的楚言解决这只炎魔熊都需要一点时间，而南宫晨更是简单粗暴，一拳砸死。此刻他们眼中满是凝重。楚星咽了一口口水，还好当初他姐给他拉住了，要不然就是这般下场。想到这，他看了一眼楚言，只见楚言此时美眸有些呆住一瞬，不过很快回过神来，这个男人也太强了吧，东神州竟然会有这般妖孽。蓝凌天更是不敢相信，南宫晨竟然如此之强，他身后跟随着的弟子也不敢出声了，这他妈哪里是人啊，就是一尊披着皮的真龙子嗣差不多。可恶，这样子我还能报仇吗？苏傲天也看到了这一幕，心中想到，他没有想到在他进步的同时，南宫晨的进步竟然也如此之快，看来得赶紧把机缘赶紧拿到了，才能将南宫晨给杀了。岳如山现在冷汗直流，他心中暗自庆幸，还好当时的南宫晨留手了，这一拳下来他都挡不住啊。若是让他知道这只是南宫晨简单的一拳，还没有加上神象镇狱镜、天地拳，他恐怕会直接被吓死。此人肉身之力与我有的一比。君无双嘀咕道。当然，若是南宫晨单只有肉身的话，此人可战胜不了他。最震惊的还得是大周皇室那边，此刻他们心中再也没有报仇的想法了，唯有周尔眼神复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若是刺杀他的话，恐怕自己也会死吧。南宫晨解决完之后，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与苏丽两人继续向前走去，直到两人见到眼前的情景之后，这才停了下来。此刻他们终于见到9天秘境的核心，一片无比巨大的地宫，地宫之中到处都散发着腐烂和阴暗的气息，甚至在这破烂不堪的墙壁上还有尸骨倚靠，显然这是一片中烟之地。地宫很大，大到到处都是一望无际，让人摸不清哪里是边界。众人一同进去，眼神炽热无比，见到眼前的地宫就犹如见到莫大的机缘一般，这里是危险与机缘并存的地方。石瑶见到之后，脑海中倒是浮现了不少记忆，开口说道，等会你跟这小子分道扬镳，我知道凤凰石在哪里。哦，对了，你顺便告诉他往这条主道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苏黎点了点头，他不能一直依靠在南宫晨左右，也得自己去寻找机缘。想到这，他也是跟南宫晨告别了，顺便跟他说一下主道比较安全。南宫晨也是理解，毕竟待在他旁边也得不到磨练。至于他所说主道上安全，苏黎又是从何而知了？要知道9天秘境这种东西可不是玄天域的人能知道的呀，更别说是里面的机缘了。罢了，这妮子身上应该是有自己的机缘，最近进步倒是突飞猛进，都快赶上他了，那他可不能松懈了。南宫晨不再多想，径直的朝主道走去，而在身后有几道目光在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君无双冷冷看着南宫晨消失，随后走向苏里，离开前那条道路，嘴角露出笑容。而周婉儿在看到南宫晨进入主道之后，也是暗自跟随了上去。定，到达9天秘境核心，是否签到？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签到。南宫晨可没有忘记，在进入9天秘境核心，可是会触发签到的。丁，奖励10大宝树之一，雷帝宝树。话音落下，一股玄妙的记忆涌进了南宫晨的脑海之中。雷帝宝树乃是10兄之一的雷帝所留下的传承，传说之中的10兄可是都踏足过无上境界，天地共尊，可谓是强悍至极。而雷帝宝树则是侧重于用雷法进行攻击，若能修到极境，便可召唤漫天神雷，随意一道天雷都可以使天地震碎，大星爆炸，逆天无比。最主要的是，天雷对于一些邪修邪祟拥有天然的克制效果，如今处于9天秘境，倒也是瞌睡送枕头。想到这，南宫晨身形闪动，速度并没有很快，反而像是在等人。很快他便来到一处无人之地，直接盘坐在地参悟。此刻背后的阴影之中，有一道漆黑的眸子正在望着南宫晨。周尔一身黑衣，手中捏着灭魂针，看着南宫晨的背影，
脸色有些犹豫。阁下跟了我这么久，也是时候该露面了吧？南宫晨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开口说道。周尔心中暗自糟糕一声，便想要转头离开。下一刻，南宫晨催动行自秘，直接来到周尔的面前，拦住了他。女的。南宫晨众瞳之中散发着幽光，即便是在黑夜之中，亦能看清一切。当看到这曼妙的身躯之后，他有些一愣。南宫晨一把将周尔的面纱扯开，一张精致无比的脸蛋露了出来，容颜冷艳，不含一丝烟火气。此刻，周尔那双漆黑的眸子之中，竟然有一丝绝望。是你？见到此人的容貌后，南宫晨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跟踪他的人竟然是大周七公主周尔。南宫晨的脑海之中顿时回忆起了一些记忆。许多年前，一次皇室的宴会上，邀请了许多皇子皇女前来，其中也不乏一些大势力的少主。当时的南宫晨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他贵为天渊府少主，自然身边少不了许多结交之人。而在如此热闹的宴会上，唯有一位少女待在角落，她很精致，但却美眸黯然，就这样静静地盯着前面的餐桌，思绪重重。一袭黑色礼裙就犹如折翼的黑蝴蝶一般美丽而又憔悴，令人心疼。南宫晨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个如同瓷娃娃一般的少女，他向别人打听，别人却说这个少女是晦气公主，语气之中充满着嫌弃。南宫晨有些好奇，便将身旁之人打发走之后，悄悄地走到黑裙少女的身旁。当他看到少女那双漆黑的眸子之下，藏着的是极致的悲伤与无助，即便重活一世的他都不禁有些心疼。后来他才得知，这个少女名叫周尔。那一天，他的母亲自杀了。南宫晨回过神来，看着周尔眼神之中的绝望，不禁是猜到了什么。是大周王让你来杀我的是吗？南宫晨眼神冰冷，质问道。虽然大周王将七公主的身份隐藏得很好，但终究逃不过天渊府的眼睛。他早早就得知了周尔是大周王培养的死士。周尔一愣，他有些不知所措，手中的灭魂针也早早的失去光芒。要知道，灭魂针打开之后，只有1炷香的时间有效，若是错过，则会失效，变成一个毫无作用的银针。他当了10几年的刺客，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他靠过来是最佳时机杀他，他就是下不了手。是，你杀了我吧，反正出去我也得死。周尔直接承认了，冷冷地说道，漆黑的眸子之下有些绝望。他身上有蛊毒，此次任务失败，大周王也不会让他活的，倒不如死在南宫晨的手下。只是他有些不甘，他还没有替母亲报仇，他母亲的尸骨还未寒。既然你做好杀我的准备，那你就别想如此轻易的死。你身上中的天魔蛊，我能帮你解决。不过南宫晨冷哼一声，开口道。周尔听到之后也是俏脸一愣，漆黑的眸子之下升起了一丝光亮。什么？他不杀我，还打算将我体内的天魔蛊给解决？不过你从此之中得听令于我。南宫晨打量了一番周尔上下，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周尔听到之后，美眸之中露出恶寒之色，对于南宫晨的好感彻底消失了。他当时就应该把南宫晨杀了，亏他之前还对他怀有好感。果然，世界上除了母亲，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他好。也就是说，他从另一个恶魔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恶魔手上。想到这，他心中最后一丝光芒熄灭了。好了，你现在就可以褪去衣物了。南宫晨开口道。你。周尔听到之后，倾城的容颜之中有一行清泪流出，没想到今天要被这个混蛋在这里糟蹋了，真是可恶啊！随后他起身，正准备解开身上的衣裳。南宫晨见状也是一愣，缓缓道，我的意思是解开衣服，背过身去即可。蛊虫在你后背上，不然我怎么帮你除去啊？南宫晨额头有些黑线，没有想到周尔竟然会理解错意思，搞得他像个人渣一样。他会是这样的人吗？周尔听到之后也是反应过来，立马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俏脸爬满了红晕。不早说，我还以为是那个呢。周尔慌慌忙忙地解释道。南宫晨见他这副样子，也是眼神玩味，是哪个呀？周尔不说话了，越解释不清。他将衣服撩开，将背后露出，身前遮得严严实实。看着这完美无瑕的美背，南宫晨一时间也愣了神。不过很快他就眼神清醒，神情认真，将手感应上去，寻找蛊虫位置。他真不是在故意揩油，只是不知道怎么用雷地宝术将其逼出来，慢慢摸索罢了。周尔被南宫晨摸着，心中有些瘙痒，竟然出现一些奇怪的感觉，却又无比舒服，让他不禁有些想要喊出，却很是羞耻，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找到了。很快南宫晨终于摸索出来了。只见南宫晨手掐法诀，一道恐怖无比雷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化作一条小龙，进入周尔的玉背之中。哦，周尔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出来，直接吐出一个黑色的蛊虫，直接被吐了出来。那条雷电小龙直接将其灭杀，化作一团烟灰。周尔看到之后，眼神有些复杂，默默地将身上衣服给穿上了，把这个吃下去。南宫晨掏出一枚丹药，开口说道，我在你身上下了另一只蛊虫，若想活灭，你每月都需要吃下这个。南宫晨笑眯眯地解释道。真不是人。周尔小声骂一句，随后吞下。只见一阵无比舒爽的暖流从丹田之中涌出，让周尔有些意外，似乎修为还增进了几分。
似乎像是之前吃过的天品丹药玄黄丹，这可是极其珍贵的，对于女性修士修炼有极大的好处，市面上一丹难求，就算是她也吃不起天阶丹药。你别多想，这可不是玄黄丹，只不过味道有些相似罢了，为的就是让你找不出真正的解药，从而蒙混你的感知。南宫晨冷声说道。哦，周尔心中那抹期待消失了，随口应道。对了，你要让我杀谁？突然周尔开口说道，他心中有些好奇，贵为天渊府少主的南宫晨还有搞不定的人吗？我要让你杀大周王。什么？周尔听到之后，美眸之中有些震惊，仿佛自己听错了一样。若是他一人去杀大周王，赢的胜面几乎就是寥寥无几的，但若是天渊府，那就不一样了，这可是真的能为他报仇的。此刻周尔看向南宫晨的美眸之中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坏。怎么不行吗？我陈某向来睚眦必报，既然大周王要杀我，自然的杀回去。南宫晨淡淡说道，似乎在说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可是我母亲的棺材还在他手中，我若是出去，一定会被他发现不对的。周尔目光担忧。无妨，出去之后我会派人将你母亲的棺材给带回来。南宫晨随意道。对于其他人来说，朝廷是禁地，但对于天渊府来说，犹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拿个东西，那不是简简单单。真的吗？周尔那漆黑的眸子之中终于爆发出光亮，呆呆地看着南宫晨。母亲的棺材在大周王手中，一直都是他心头的一根针。若是能将母亲的棺材给拿回来，从此之后他再无后顾之忧，大周王再也掌控不了他。南宫晨没有理会，继续道，此事后面再说，出去之后我若没有吩咐，你不可单独行动，你父亲迟早会杀的。说到这，他眼中爆发出一股杀意，三番五次想要杀老子，老壁灯，真以为老子好脾气啊？出去就把你宰了。周尔盯着他那张俊逸非凡的脸庞，漆黑的眸子之下多了一丝莫名的意味。若是他真的能为自己报仇，从此之后自己听令于他，那又如何？况且他还是第一个将自己身子看光的男人。想到这，他的俏脸上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羞红。走吧，现在带你去杀人。南宫晨转过身去，淡然道。就在刚刚，他得到了王宇轩传来的信息，苏傲天果然找到了一处大机缘，现在他就赶去把韭菜割了。我的好韭菜啊，终于长成熟了。周尔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跟着南宫晨出发了。另一边，一处无比巨大的地窟之内，苏傲天看着眼前的东西，不禁深呼了一口气，眼神之中无比炽热。赤炎龙骨、麒麟宝树，都是我的了。他大笑道，声音夹带着阴柔，听起来无比奇怪。只见眼前的尸骨旁边，静静地躺着一块白润琉璃的骨头和一本古老的经书。南宫晨，有了这两样东西，你以后拿什么来对付我？苏傲天喃喃道，眼中爆发着金光。他似乎已经看到南宫晨被他踩在脚下，在那苦苦求饶的场面。想到这，苏傲天便舒爽无比。就在他想要收入囊中的时候，一道璀璨无比小剑朝他冲来。苏傲天反应过来，一个侧身便将其躲过。只见小剑速度如流光一般飞快，剑刃锋利无比，牢牢地插入石壁之中，贯穿其身。他眼神一凝，看向身后，很是愤怒，沉声说道，是谁？若是这一剑插在他的身上，恐怕就要危险了。亦可见出手之人是多么的狠毒。只见一道美丽灵动的身影出现，王宇轩冷冷地看着他，没想到被你躲过了，这是主人的东西，你不能拿。苏傲天见到王宇轩之后，也是神情一愣，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他。随后他眼神通红，一把将身上的黑袍扯下，露出原本的面貌。你这个臭婊子，我早就知道你跟那个南宫晨就是一伙的。王宇轩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之后，也不由得心头一震，竟然是苏傲天。只不过的是，此刻苏傲天的脸上有些阴柔，少了几分刚毅。王宇轩听到之后，面色也一冷，竟然敢骂我。曾经他可是为了苏傲天，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都给牺牲了，如今他不感恩戴德就算了，还如此仇恨他，这让王宇轩十分不解。此刻两人的关系也彻底破碎，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王宇轩很是失望，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救了一个人渣，而自己以前如此执迷不悟的喜欢他。还好当时苏傲天连他的手都没碰过，否则他要膈应死了。苏傲天，不知道你用什么邪术才得以恢复，但你现在不要执迷不悟了，乖乖退去，将这些宝物让给主人，否则你今日会有不好的后果。王宇轩冷声道。此刻紫府境中期的修为爆发出来，我看今日死的人是你们。苏傲天露出一抹冷笑，大能境初期的气息毫无遮掩的露出。王宇轩感受到之后，面不改色，美眸之中闪过一丝震惊。坏了，苏傲天竟然达到了大能境界，这下麻烦了，希望主人能快点过来吧，不然他也撑不了多久。若不是南宫晨每次阻碍我，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下场？还有你这个臭婊子，这段时间早就被南宫晨玩坏了吧？一口一个主人。苏傲天此时眼睛通红，直接朝着王宇轩杀来。王宇轩美眸冷漠，手掐法诀，附近的岩石纷纷飞来，形成一个巨厚无比的石盾。此刻他身上多出一种万物清净的感觉，这是他天生灵体的作用，能借助万物进行作战。轰！只可惜差距过于巨大，石盾直接被苏傲天一拳震碎，
连带着王宇轩一并飞出去。王宇轩吐了一口鲜血，原本清纯灵动的脸上惨白无比，娇躯上多了一种破碎感。当他看到苏傲天杀来，也是手一挥，只见一旁的泉水此刻像是活了起来，化作一个方形水牢，将苏傲天围住。水上面带着特殊灵气，寻常人难以挣脱。苏傲天见到之后露出冷笑，可笑，以为这就可以拦住我吗？臭婊子，花招可真多呀！苏傲天一拳下去，直接将水牢给打散，水液哗啦一般落在地上。随后苏傲天缓缓朝着王宇轩走了，他眼中带着杀意，你是不是还在等着南宫晨过来？他就是一个小人，此刻恐怕不知道在哪里跟苏里游玩呢，怎么会想起你一个小仆人？苏傲天嘲笑道，面色愈加狰狞。王宇轩就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美眸之中带着些许的畏惧之色。几天不见，你又觉得你行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洞口外传来，声音不大，却响彻整个地窟之内。只见洞口外，南宫晨一身白衣缓缓走来，众瞳之中符文交织，有星辰陨灭异象，周身神辉璀璨，气息恐怖至极，犹如一尊少年至尊。而在南宫晨的身边，则跟着一位黑裙绝色女子，此人正是周婉儿。主人，王宇轩见到南宫晨来了之后，不由得心里松了口气，激动道：“宇轩，辛苦你了。”南宫晨看到脸色苍白的王宇轩，也是猜到发生了什么，轻声道。很快，南宫晨神念一动，一株散发着氤氲神光的宝药飞于王宇轩身前。一旁注视着的周婉儿，此刻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满脸震惊。他能看出，王宇轩只是仅仅的灵气使用过度，供应不上来罢了，并没有什么大碍。而南宫晨却直接拿出一株宝药来治疗，这也太奢侈了吧！王宇轩见到之后，也是充满感激地看着南宫晨，眸子之中爱意能化作一颗爱心。主人对我竟然如此上心吗？我日后一定要狠狠地报答主人。很快，南宫晨神情淡然，眼神冷漠望着眼前的苏傲天。虽然他对王宇轩仅仅有的只是主仆之情，他也只把他当作顶炉，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苏傲天这般举动，无疑是惹怒了他。南宫晨，你终于来了，今日我就要将前面的恩怨一并报仇。苏傲天眸子血红无比，咬牙说道：“夺他机缘，抢他女人，害他自宫，这每一项都足够让南宫晨千刀万剐了。而今日就是他报仇之时，主人小心，他突破到大能境了。”此刻，一旁的王宇轩也是连忙提醒道，眼神之中有些担忧。虽然他知道主人是无敌的存在，但是苏傲天突破到大能境之后，实力可是不容小觑。周围的周耳听到之后，脸色有些震惊，他没有想到南宫晨面对的对手竟然大能境界的，这个自大的家伙真能赢他吗？罢了，等会弱势不敌，他就出手帮助。周耳心中想到，帮南宫晨想好了退路，随后静静地注视着两人。这就是你所仰仗的资本吗？南宫晨淡若自然，眸子之中没有一丝波澜，宛若在面对大一点的蝼蚁一样。事实上亦是如此，无论拿出哪一样战力，他都是同一辈中无敌的存在。现在如此，以后也是如此。苏傲天身上气息无比狂暴，青筋暴起，血气沸腾，三朵异火凭空而出，围绕在身旁，气息不停暴涨。这家伙凭什么永远一副这般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恨不得撕碎那张嘴脸。佛怒连火，苏傲天沉声道，他身上灵力涌动，将三朵异火凝聚于手中，化作一株红色神莲，里面蕴藏着无尽威能，朝着南宫晨飞去。此乃苏傲天的成名之绝学，在此之前，同辈之中可是无一人能抵挡得住这一招。况且现在可是三朵异火交织在一起，爆发出来的威力，就算是大能境巅峰，不死也得残。见南宫晨还不动，以为他被吓傻了，苏傲天的嘴角也是露出一丝讥讽之色。看来也不过如此，可惜了，还想等南宫晨死了之后，对他狠狠鞭尸的。现在看来，他连尸身都要被燃烧殆尽了。王宇轩和周婉儿也是瞪大了美眸，他们能感觉到这株火莲之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仿佛能将天地毁灭，恐怖无比。只见火莲要炸开一瞬间，南宫晨动了。南宫晨身上涌出金色气血，滔天至极，凝聚在虚空之中，竟然化作了一头巨大的金色龙象，威势惊天动地，仿佛要将天地震碎。那是神象镇域镜在运转，肉身之中1亿的龙象威力炸开，爆发出1斤龙象巨力。同时，南宫晨右手出拳，神光璀璨，拳芒照耀天地，身后出现一尊无比恐怖的白衣身影，带着一股镇压世间一切的气势。此乃世间至强拳法天地拳。苏傲天脸色发白，望着那道白衣虚影，心中竟然忍不住想要臣服，想要跪拜。两重恐怖的威能叠加在一起，金色的神芒普照四方，整片虚空都在动荡，神光耀眼。这一拳下去，竟然直接将那株火莲给打散，朝着苏傲天轰去。苏傲天在面对这一拳之时，竟然产生一种无力感，他连忙将一个法器祭出，化作一个白色屏障，笼罩在他身上。这可是苍天盾，足以挡住一招神王境一击，如今却被他用来接南宫晨一拳。想到这，他心在吐血，这可是他为数不多的底牌了。轰隆！南宫晨看到之后，嘴角在冷笑，拳芒覆盖整个屏障，一丝裂缝竟然从中间蔓延开来，直接轰碎。苏傲天瞪大了双眼，满眼不可置信，
整个人被这股巨大的神力直接轰得倒飞出去。王宇轩和周尔见到这一幕之后，阴唇微张，美眸之中充满震撼。这还是人吗？王宇轩知道主人能赢，但没有想到主人能赢得这么轻松。周尔则是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南宫晨战力深不见底，犹如浩瀚星海，恐怖如斯。况且他连重瞳都没有使用，他心中不禁出现一丝庆幸，还好当时没有要出手的念头，要不然恐怕躺在地上就是他了。苏傲天被这般余威震了10几米，他双腿泄力，这才得以停下。他浑身血肉没有一处是完整的，鲜血直流，白骨露出，脸上更是沾满了灰尘，看上去狼狈无比。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会如此之强，就好像在面对一尊真龙子嗣一般，就连他祭出的苍天盾都没有用，简直就不是人。而另一边，南宫晨依旧神采奕奕，白衣一尘不染，目光冷漠，高高在上看着他。苏傲天，你是真是一个称职的寻宝鼠啊！第一次给我带来了女人，还有通天塔上的机缘，第二次还将麒麟宝树、赤炎龙骨找到了。南宫晨有些感叹道，他这可是真心实意的，若不是有苏傲天在，他还不能进步这么快呢。苏傲天倒在血泊之中，听到这些话了之后，更是气得脸色发绿，脸色有些颤抖。你这个无耻小人，还我师尊，还我机缘！苏傲天不甘心地说道。南宫晨笑了，你的师尊啊，早就在下面等你了，今日之后，你便可跟他团聚。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你手中的焚诀下式是我给你专门留的假功法，真的那本早就被我给拿走了。当初进入通天塔80层之中，你那个师尊还以为我是他的弟子，便将一切都告诉我了，没想到吧？话落，南宫晨还将真的那本焚诀下式给拿了出来。苏傲天吐血，这一件事犹如晴天霹雳，令他有些难以接受。没想到那一切竟然都是假的，这么说来，自己白白自宫了。你不是人！苏傲天咆哮道，气血涌上脑门，就快要直接气死了。没想到自己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南宫晨所做的局，同时他心中涌现出一股无力感，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苏傲天没有想到南宫晨年纪与他相仿，城府却如此之深。好了，留你也够久，现在告诉你这些也不会让你死不瞑目，你还是安心的去陪你师尊吧。南宫晨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情绪，淡漠道。随后南宫晨重瞳之中散发幽光，一道足以撕裂万物的眸光爆发，朝着苏傲天射去。就这样，苏傲天带着怨恨的目光化成一道血雾，从此消散于世间。看到自己的气运又增长了许多，南宫晨不禁有些感慨，脸上露出满意之色。像这样的气运之子，再给我来多一点就好了。王宇轩见到苏傲天死了之后，眼中尽是冷漠。从他看清苏傲天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一点旧情也没有了。周尔则是美眸之中出现一丝后怕，日后万万不能与主人为敌，否则被怎么玩死的都不知道。南宫晨捡起地上的麒麟宝树，还有赤炎龙骨，再仔细观摩着，重瞳散发着光亮。没想到系统给了一本十凶宝树之后，现在又给他来了一本，这是让他收集完10本的意思吗？至于这个赤炎龙骨，倒是可以融于他的异火之中，亦或者是锻造武器，总之有很大的用处。不过可惜的是，苏傲天手中的焚诀倒是没有拿到，还有身上的3道异火也都跟随着消散了。想到这，南宫晨眸子之中就有些惋惜，早知道再骗一回杀好了。若是让人知道南宫晨这般想法，恐怕会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恭喜主人夺得宝物。此刻王宇轩也是恭敬说道，美眸充满崇拜之色。一旁的周尔见到之后也是一愣，犹豫一会之后，也是扭扭捏捏的说道，恭喜主人夺得宝物。他精致的脸上此刻爬满了红晕，美得不可一世。南宫晨听到之后，嘴角也勾起笑容，像是找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看了一眼周尔，不错，主人叫的还挺好听的。王宇轩听到之后，也是满脸震惊的看着周尔，不对劲，怎么这道声音有点熟悉？想到这，他就有些好奇的看着周尔，只不过此时周尔戴着面纱，难以看出真面目。周尔也被王宇轩这道目光盯着不自在，心中暗自想到，他不会是发现了自己的身份了吧？南宫晨也没有阻止，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你是不是那个七公主啊？忽然王宇轩冷不溜秋的说道，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就这么打量着周尔，似乎在确认着什么，时而点点头。周尔听到之后也是被吓了一跳，随后强装镇定，开口道，我不是，我只是一介散修罢了，哪里是什么七公主啊？毕竟他可不想自己听令于南宫晨这件事泄露。哦，我懂了，主人你可真厉害。王宇轩意味深长的说道，随后看向南宫晨崇拜道，既然主人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姐妹，那自己日后可要好好的调教一下她了，毕竟没有经过一个专业女仆的训练，可是做不了主人的好女仆的。而自己身为主人第一个收到的女仆，自然要带起头，说不定到时候可以一起做快乐的事，毕竟主人战斗力可是太猛了，要是有人分担一些也是很不错的。王宇轩的美眸闪烁着光芒，南宫晨看到之后也是瞬间明白了些什么，头上有些黑线，敲了一下王宇轩的脑袋，又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快乐的事。王宇轩下意识地说道。听到这，周尔那双漆黑的眸子倒是来了兴趣，问道，什么快乐的事啊？周尔自从脱去了杀手身份，整个人都活泼了不少，毕竟在南宫晨手下还是挺轻松的，
至少不会打他骂他。而这个王家大小姐也看着一脸不聪明的样子，给予他很大的安全感。你以后要跟我们一起玩吗？王宇轩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此刻周婉儿还没有发现不对劲，想了一番，既然是快乐的事，他要是不融入进去，岂不是会有点尴尬？好啊，这样想到，周婉儿很干脆地回应道。王宇轩听到之后，美眸之中更是泛起了异彩，刚想再说些什么时候，直接被南宫晨捂住嘴巴。没有快乐的事，你别听他瞎说。南宫晨神色淡然，开口解释道。这要是把具体细节说出来，那他脸还要不要的，毕竟当时那几天他们可是很疯狂的。王宇轩神情有些委屈，不知道南宫晨为什么阻止他说出快乐的事。周婉儿见到这一幕，眼中也是泛起了狐疑之色，她总感觉这两人之间有猫腻，这是来自女人的第六感。既然此处的机缘已经拿完，那我们就去往别处，事不宜迟，出发吧。南宫晨松开了王宇轩，随后淡淡道，转身离开。他能感应到附近有一股波动，似乎有什么宝要出事了。两女见状也是跟了上去。另一边，一处昏黄的地宫之内正在上演着一出好戏。交出太初玄身，饶你不死！蓝凌天冷冷地开口说道，目光看向眼前被包围的女子。而被包围的女子身穿一袭青裙，玉腿修长，身姿婀娜，气质冷淡，左手持一把碧绿色的长剑，右手拿着一株散发氤氲雾气的玄参。此刻他正冷冷地注视着他们。若是南宫晨此刻见到此人，一定能认出，这不就是柳如烟吗？明明是我先拿到的，为何要给你？柳如烟黛眉冷漠，冷声开口道。就在刚刚，他机缘巧合之下拿到了太初玄参，恰好被蓝凌天等人看到，也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哈哈哈，凭什么？就凭我们来自中神州，你们东神州的弟子见到这般机缘，就是得交给我们。蓝凌天大笑道，丝毫不讲道理。其余太阳神宫的弟子听到之后，也都是纷纷大笑，脸上带着戏谑笑容。不过嘛，我见你这姿色，啧，很是不错。若是你愿意陪我一夜，我可以考虑分你一点太初玄参。蓝凌天的目光无比侵略，上下打量着柳如烟。你，柳如烟听到之后，美眸冰冷无比，银牙紧咬。若不是对方人多，他真想宰了这个淫贼，简直比南宫晨还要可恶。看到柳如烟这般愤怒的样子，这些太阳神宫的弟子脸色愈加猖狂，眼神无比火热。难道真的要将太初玄参给交出去吗？柳如烟眸子之中出现一丝犹豫之色，她可是卡在紫府境巅峰有几月之久，若是能将其吸收，便能一跃突破到大能境界，这对于她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般淫贼实力也不算太强，唯一对他能造成的威胁的，也只有蓝凌天一人。算了，强闯出去吧。柳如烟一番抉择之后，还是选择不交出去。凭什么他苦苦寻到的机缘，要让给他们太阳神宫？怎么样？你想好了没有？是选择将太初玄参给交出来，我们放你一马，还是要与我们太阳神宫为敌？此刻，蓝凌天也恰到时机的开口说道，脸上带着戏谑之色。就算柳如烟将太初玄参给交了出来，他们依旧还是会选择动手，因为柳如烟的姿色太过于绝世，此等女子就算是中神州也是少见。如今竟然被他给遇到，那就自然的享受一番。我乃赤炎剑宗圣女，你们真的要如此放肆吗？柳如烟最后警告道。此话一出，众人哈哈大笑，什么狗屁宗门，听都没有听过。而唯有蓝凌天嘴角的笑容僵硬了，眼神之中有些震惊。赤云剑宗，那不是他弟的宗门吗？你既然是赤云剑宗圣女，那你可知我弟蓝风是怎么死的吗？蓝凌天沉声说道，面色有些严肃。他心中很是疑惑，不知道蓝风是怎么招惹到南宫晨的，这其中一定是有缘由的。其余弟子见到这一幕之后，笑声也是戛然而止。他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露出吃瓜的目光。蓝真传的亲弟竟然在东神州死了，好像还是与眼前这般绝美女子一个宗门的。柳如烟眼神冰冷，刚刚还在打量他的身子，现在就想把话套出来，做梦！我凭什么告诉你？柳如烟冷声说道。蓝凌天面色一冷，最后的一丝耐心也消失，他眼中浮现一抹杀意。既然你不说，等会就折磨到你说。动手！话落，身旁十几位弟子齐齐出手，朝着柳如烟杀去。不过他们神色放松，似乎并没有将柳如烟当作一回事，认为其不过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天骄罢了。若是有实力，又怎么会没有听说过？然后下一刻，一道剑光闪过，4个弟子的脑袋齐齐落下，鲜血喷涌而出。被斩的4人眼神之中还带着惊愕，似乎很是疑惑，为何他竟然有这般实力？只见柳如烟手持玉剑，美眸冰冷无比，身上的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带着一股滔天剑意，犹如一代女剑仙一般。显然，刚刚那道剑光就是柳如烟所释放。其余弟子见到这一幕，也是迅速拉开身位，一脸震撼地看着柳如烟。蓝凌天也是瞳孔微缩，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脸色有些阴沉。没想到啊，竟然小瞧这个女的了。紫府巅峰的修为，加上这不输于他的剑意，他能感觉到柳如烟身上有比他还要强的剑道体质。都退后，我来出手。蓝凌天沉声说道。随后他爆发修为，眸子之中有星辰环绕，似乎蕴藏着一把神剑，身上的气息喋喋提升，已然到达了一个巅峰。坏了！柳如烟见到之后也是暗道一声，
不过面色依旧寒冷。他能感觉得到对方的气息绝对是大能境中的佼佼者，恐怕他有些不敌。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也要杀出一条血路出去。你身上的体质竟然让我星辰剑体产生了共鸣，真是可惜了。若你修为与我相当，恐怕今日胜负就难料了。蓝凌天摇摇头，似乎有些惋惜道：大能境中期的修为爆发出来。柳如烟不语，直接一剑斩去，身体之中的剑皇之心在跳动，无尽的剑意加持在他的身上。斩星，此乃天阶武学，剑光闪烁，剑息锋利极致。若是寻常大能境初期接到这一剑，恐怕不死也残。只可惜对面的是天榜上有名的天骄蓝凌天。只见蓝凌天身后有星辰缠绕异象，一股更加神秘的剑意爆发出来，剑势如龙，直接将其化解掉，直冲柳如烟。柳如烟持剑挡住，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身形不断倒退，久久才能停下。他面色苍白，那一剑可是费了他很大的灵力，竟然被蓝凌天轻松化解，甚至对方都没有将佩剑拿出，这对于他来说就是莫大的羞辱。而他见不到的是，蓝凌天的脸上竟然浮现了一丝血丝。蓝凌天发觉之后，脸色震惊，他一个区子府境巅峰的女子，竟然可以伤到他大能境中期。他面色一下阴沉下来，今日他要狠狠地羞辱柳如烟，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问你，交不交出太初玄身？若是你交出，便可饶你一命。蓝凌天皱眉发问道，他怕柳如烟玉石俱焚，将太初玄身给毁了，那就暴殄天物了。柳如烟不语，一身青裙早已破烂不堪，露出片片雪白，乌发铺散，有一种破碎感，令人怜惜。他早就看破蓝凌天的心思了，若是他交出，今日恐怕一定没有好下场。蓝凌天见到他不动于衷的样子，眸子爆发出冰冷的杀意。正当他准备出手之际，一道动听的声音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今日这太初玄身，你们谁也拿不出，因为这是主人的。只见外面一道美丽的身影出现，来人美眸灵动，俏脸可爱，带着与生俱来的灵气，正是王宇轩。而在他身后，南宫晨和周婉儿也在缓缓走来。南宫晨一身白衣绝世，俊貌似仙，浑身笼罩仙辉，神采奕奕，神情淡然，眸子之中带着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势，犹如少年王者。一旁的周婉儿相较于南宫晨，尽管容颜精致，气质冷艳，但还有些黯然了。众人听到之后也是纷纷转头看来，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竟然是他！蓝凌天在看到南宫晨来了之后，双眸一下子就血红了，宛若见到仇人一般。更何况南宫晨一来竟然如此霸道，要将他准备拿到的太初玄身给夺走，真当以为这里是他家呀？柳如烟容颜有些复杂，没有想到竟然是南宫晨来了。不过看这般样子，恐怕他今日太初玄身无论怎么样都到不了他手里了。算了，赤炎剑宗现在可算是南宫晨的麾下，那这么说来，太初玄身到他手中也算是理所应当。想到这，柳如烟嘴角有些苦涩。南宫晨，你可记得你当初杀的蓝风是何人？蓝凌天咬牙说道，眼神之中似乎能喷出怒火。怎么，你也要去陪他？南宫晨神情淡然，不在意的说道。你，蓝风乃是我亲弟。蓝凌天愤恨的说道，心中的怒火恨不得把南宫晨撕了。此话一出，全场震惊，众人此刻也明白，终于知道蓝凌天刚刚为什么要去询问柳如烟了。柳如烟美眸之中露出恍然之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么说来，南宫晨随手一杀就杀了一个天榜天骄的亲弟，他有些幸灾乐祸，看来今天南宫晨麻烦了。所以呢，我杀的，怎么了？南宫晨依旧不紧不慢地说道，很是风轻云淡，白袍猎猎作响。太阳神宫这些弟子听到之后也是不得不佩服，这还是第一个敢在蓝真传面前这么说话的人。同时他们看向南宫晨的眼中带着默哀之色，看来今天他要倒霉了。一旁的王宇轩面露崇拜地看着南宫晨，哇，主人好帅啊！周婉儿瞥了他一眼，心中暗自摇摇头，这女人没救了。蓝凌天看到南宫晨这般样子，简直就要气炸了，血气直接涌了上来，脸色发红。好好好，你还是第一个敢这般对我说话的人，既然你承认了，那今日我就要为我弟报仇，就怪你招惹到不该杀的人了。蓝凌天眼神冰冷，咬牙道，你跟你弟确实有点挺像的。南宫晨搞清楚缘由之后，也是不得感叹一声，哪里像？蓝凌天下意识地问道。一样的没脑子。南宫晨缓缓说道，不清楚对方的实力之下就要报仇，这不是没脑子是什么？这种玩意治好了也是流口水。好在他心地善良，今日就去送对面一家团聚去。王宇轩几女听到后也是眉眼弯弯，眼中充满着笑意，若不是为了保持淑女形象，他们早就笑出了声。蓝凌天愣住了，反应过来之后也是脸色铁青，他搞不懂一个毛头小子究竟有什么底气，敢这般侮辱他，真是伶牙俐嘴，等会我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蓝凌天冷冷地说道。蓝凌天身上爆发修为，一道强大无比的剑意从身上涌出，与此同时他拔出了腰间星辰之剑，天空霎时变色，只见天空之中的星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始熠熠生辉，发出璀璨的光芒，竟然连接着一个五角星剑阵。这是蓝凌天的星辰剑体与天上星辰形成共鸣。哈哈，南宫晨要完蛋了，这可是蓝真传的星辰战体意象，只有在黑夜星辰之下才能显现，
这时候的蓝真传战力将会增幅几倍，无人可敌。有太阳神宫弟子大笑道，认为胜券在握。而话也像他所说的一般，蓝凌天此刻的气息不断的暴涨着，甚至达到了大能境后期这般修为，眸子开合间竟然能飞出剑气，整个人如同一把神剑一般酝酿。他在等星辰汇聚，剑阵形成，那时他的星辰剑体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蓝凌天不禁看向下面，看向南宫晨，究竟是一个何等的神情？是恐惧呢，还是震撼？亦或者已经跪地求饶，求着自己不要动手？想到这，蓝凌天眼中有些期待。异象吗？南宫晨看到之后喃喃自语道，好像他也有啊。蓝凌天见到南宫晨依旧不为动色，他心中有些气愤，这家伙肯定是被自己的异象给吓傻了。下一刻，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竟然从虚空中升起，众人抬头望去，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漫天星辰上竟然遮掩了朦胧的混沌气，异象冲天，虚空中符文交织，神辉璀璨，一株青莲生有三叶，大道缠绕，三生万物，生于蒙蒙混沌之中。当青莲显现之时，全场寂静，众人瞳孔瞪大，宛若见到了神迹一般。这株青莲出世，霞光照耀，带有毁天灭地之势，亦有万物复苏之势，整个地宫之中此刻都摇晃了起来。这便是混沌种青莲，任何异象在他面前都得被其镇压。南宫晨站在虚空之中，负手而立，白衣猎猎作响，眼神睥睨，在异象衬托之下，有一股无敌之势，宛若白衣王者。在此异象之下，任何人都不会升起与之一战的念头。蓝凌天脸色发白，他完全感受不到他与漫天星辰的联系，气息也疯狂倒跌，一下子便回了原样。他看向南宫晨，眼中出现一抹嫉妒之色，凭什么他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异象？南宫晨气息一直暴涨，直至到大能境巅峰，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增幅，古来所有异象之中都没有这般逆天。这便是混沌种青莲吗？南宫晨自语道，众瞳之中散发幽光，他能感觉得到，在混沌种青莲之下，他的实力将会暴涨，同时自身所受到伤势也会顷刻间恢复，而且灵气会源源不断的供给着，这每一种的效果可谓都是逆天无比。既然你想要去见你弟，那我就送你一程。南宫晨默默地说道，像是有感应到蓝凌天想要逃跑的念头。轰隆！下一刻，一道神雷降世，化作一条无比恐怖的雷龙，直接朝着蓝凌天冲去。不！蓝凌天脸色大变，他望向南宫晨的眼中满是惊恐，甚至在这般异象之中，他连挥剑的勇气都没有。此刻他心中最后的念头就是为什么要招惹南宫晨这个变态？但是无论怎么后悔都没有用了。轰！雷龙张开大口，直接将其蓝凌天吞噬掉，一阵璀璨的雷芒爆发，整片虚空都发白了。从此天绑天骄，直接少了一位，全场哗然，一片寂静。太阳神宫那些弟子此刻脸色苍白，冷汗浸湿了后背，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他们的蓝真传就这么一招没了，你们见到了吧？虚空之中的南宫晨此刻对着他们微笑道。太阳神宫的弟子看到之后也是慌忙摇头，如同拨浪鼓一般。此刻他们眸子之中充满着恐惧之色，就好像见到了魔鬼一样，仗着自己中神州身份就欺压东神州修士，掠夺其他州的机缘。你们太阳神宫这也敢自喻正派？南宫晨冷笑道。他一挥手，万道雷电落下，雷芒充斥着整片虚空，就如同一尊雷神在主宰天地一般。这些弟子见到之后也是瞪大了双眼，纷纷朝着外面逃窜。惊雷落下，仿佛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精准了追踪上他们。很快，一团团血雾在空中爆发。下方，王宇轩美眸中充满着崇拜之色，挥舞了一下小粉拳，很是激动，胸前的圆润都有些起伏。主人说的对，杀得好。其他两位此刻美眸也泛起了异彩，他们本就是东神州修士，所以对于南宫晨这一番话很是触动，似乎这个男人好像也没有这么坏。异象退去，南宫晨缓缓下落，保护费交过来。南宫晨朝着柳如烟伸手道，神情很是淡然。柳如烟听到之后也是一愣，头上有些黑线。好吧，他为刚刚的想法感到后悔了。就这样，柳如烟一脸不舍地将太初玄参交到南宫晨的手上。南宫晨确认无误之后，将其收起。太初玄参可是万年才会诞生的宝药，其生命力无比旺盛，不仅服下能提升修为，更能治愈一些身体之中的暗疾，可谓是逆天无比。甚至若是给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服下，更能提升寿元，延寿5年以上。刚好他天元灵碑之中缺少一些宝药孕育，若能将其复制个鸡粪，甚至大规模生产，那可就赚大了。到时候他可就是宝药批发商了。怎么不舍？南宫晨淡淡的瞥了柳如烟一眼，他还记得这个女当初可是让他得到了混沌种青莲这个异象，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爆点金币出来。柳如烟摇摇头，他哪敢啊，若是说个是字，等会一道雷下来，他可就老实了，日后为本少主效力，自然少不了这些。南宫晨随口说道，很是自信。柳如烟听到之后倒是白了他一眼，有些风情万种。这个男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爱画大饼了。这种万年宝药，就算是那些顶尖势力都屈指可数，又怎么可能想给就给？这种话呀，骗骗其他小女生还是可以，骗他就算了。
一旁的周婉儿则是有些半信半疑，而后又释然，想到先前南宫晨出手如此大方，那应该不会有假。王宇轩则是有些吃醋，一脸敌意地看着柳如烟，臭女人，别来跟我分宝药。南宫晨见状，神情依旧平静，也没有丝毫想要解释的念头，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跟这种胸大无脑的女人，没必要解释什么，说多了会拉低自己的智商。如今地宫的机缘倒是收得差不多了，秘境也步入了尾声，应该动身去寻找最后的机缘了。不知道另外一边苏黎找的怎么样了？不过他身上有着自己都看不出来的机缘，应该没什么大事吧。南宫晨眼神闪动，一步一乾坤。王宇轩和周婉儿见状，也都是跟在南宫晨身后。很快这里便剩下柳如烟一人。柳如烟一阵思索犹豫过后，也是选择跟了上去。另一边，一处古老的教堂内，教堂无比古老，到处散发着久远的气息，墙壁到处都是裂缝，祭天上还能见到斑驳的血迹，年代久远，血迹都快淡掉。很快一道绝美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来人容颜倾城，眉如墨画，朱唇如樱桃般柔软，3000银丝很是耀眼，整个人身上散发着寒冷的气息，气质无比空灵，犹如9天之上的仙女。此人正是苏黎。苏黎望着眼前的真凤雕像，心中不禁发问道：石瑶，凤凰石就在这里吗？石瑶听到之后也是面露金光，开口道：没错，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就是这里。随后他又补充道：凤凰石就在这个真凤建筑之中，不过需要你将这座雕像给激活。激活？苏黎眼中有些茫然。你砍一刀试试。石瑶也是忘记怎么激活了，不确定的说道。他眼中也有些没底，他只记得凤凰石就在这个雕像之中，却忘记怎么拿到了。石瑶眼中有些担忧，应该不会触发什么禁忌吧。苏黎听到之后也是没有犹豫，一剑挥下，滚滚白烟阵起。等烟雾消散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这个雕像竟然纹丝不动，一丝裂痕都没有。苏黎瞳孔微缩，有些没有想到他子府巅峰的全力一击竟然都没有撼动，甚至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轰隆！只见下一刻，地面上开始传来震动，真凤雕像的眸子当中竟然爆发出2道红光，一股强大的气息从雕像之中散发出来，似乎有什么恐怖的存在要觉醒一般。苏黎身形飞快，朝着身后退去，一脸警惕地看着雕像。一阵冷风吹过，这座雕像竟然开始破碎，露出了赤红色的羽毛，散发出一道道红色神光。石瑶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暗道一声不好，真是说什么来什么。立！随着石块一块块落下，真凤像是活了起来一般，眸子有凶光贯穿天地，浑身散发着恐怖的威压。石瑶感受到这气息之后，也是眉头一皱，复活了吗？还是傀儡？虽然这个气息还不如当年他斩杀最垃圾的真凤，应该算是真凤的子嗣，还仅仅只是幼年期。尽管如此，对于苏黎来说还是太过于强大了。风一吹，真凤的眸子转动，随后锁定住了苏黎，爆发出一股极致的杀意，身上的火焰足以焚天，朝着苏黎杀来。与此同时，在教堂外面，一道气息无比强大的身影落下，他目光冰冷，在看到里面苏黎的身影时候，却又无比火热。终于找到你了，快躲！石瑶见状也是连忙提醒道。苏黎身形一闪，爆发修为，速度极快，宛若一道白色流星一般，躲过了这一击。轰！而苏黎刚刚所处的位置直接给砸出一个大坑，一旁的建筑纷纷化作成了齑粉，上面还有火焰在熊熊燃烧。这可不是一般的火焰，这是能燃尽世间一切的凤火。苏黎见到之后，美眸之中也闪过心惊，若是大能进巅峰迎接这一招，恐怕也得瞬间融化。真凤见到被苏黎躲过，也是面露凶光，浑身上下充满着火焰，只是轻轻振翅，虚空中便出现无尽火海。紧接着，真凤继续朝着苏黎杀来，化作一道绚烂的火桥，身上的威势无比惊人。感受到这般炽热的火焰，苏黎黛眉微皱，他很不喜欢这个感觉，没有丝毫灵识，只会攻击入侵者。看来这个真凤子嗣应该被人炼化成了子嗣，真是大手笔。石瑶心中暗自感叹，凤凰石应该就在他身上，把他搞定之后就能拿到了。石瑶开口提醒道。苏黎点点头，凤凰石对于他来说很重要，就算是这具真凤傀儡，也不能阻止他拿到。随后他体内冰凤神体爆发，一双眸子化作冰蓝色，身上散发出无尽的寒意，整个教堂都开始蔓延成冰，身后有一道冰凤虚影显现。苏黎目光冰冷，肌肤晶莹璀璨，身上有道纹在流转，他素手一挥，法力澎湃，无数的冰锥升起，尖端闪烁着寒冷的光芒，朝着真凤射去。此刻的苏黎气息惊人，威压无比恐怖，神系的映衬之下，倾国倾城，就宛如这片天地的神女一般。真凤也不躲，振翅而动，一道巨大无比的火海升起，想要拦截住这些冰锥。谁知下一刻，在如此高温之下，冰锥竟然没有融化，反而从其中穿过，贯穿了真凤的全身。立！真凤惨叫一声，凄厉无比，浑身都在淌血，凤血落在地上，滋滋作响，直接将地面给融化。苏黎容颜傲然，这可不是一般的冰。尽管如此，真凤像是不怕痛的一般，那双巨大的眸子之中充满着凶光，振翅而飞，虚空都有些震荡，朝着苏黎抓来。这可是真凤一族的杀伐之术，若是被其抓到，就算是以防御著称的月如山，也要瞬间破防。
贯穿其身，可想而知这有多么的凶险。苏里素手佛出，威能澎湃，一道冰盾升起，想要挡住这一击。同时，他右手掐诀，法力涌动，无数的灵气倾泻而出。他在酝酿一道杀招，虚空都有些颤栗。就在真凤破了一重冰盾之后，在要抓到苏里瞬间，冰凤破天。苏里红唇轻启，脸色有些苍白。下一刻，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竟然从他身上涌出。只见一头栩栩如生的冰凤凝聚而成，带着无尽的凤威，朝着真凤冲去。轰！真凤竟然不敌苏里凝聚出来的冰封，节节败退，身上的火焰也摇摇欲灭，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直接倒飞出去，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就在苏里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持瑶着急的声音突然响起：“小心！”不知什么时候，一道身影速度极快，悄悄地绕到苏里身后。苏里像是能感觉到危险一般，瞬间涌出一道冰盾包裹住自身。轰！拳光浮现，冰盾被这一拳砸得支离破碎，冰渣子掉落一地。苏里也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爆发袭来，一下倒飞出去，砸在墙壁上，绝美的脸上无比惨白，嘴角有血溢出。是谁？苏里美眸寒霜，爆发出一道杀意，银牙紧咬。看来今日美人和机缘都归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君无双的身影出现在了虚空，只见他大笑，脸上充满得意的笑容。紧接着，君无双缓缓降落，将奄奄一息的真凤一拳砸死。真凤死后化作点点星光，凝聚成一块血红的石头。此物正是传说之中的凤凰石，得此物者可参透凤凰宝术，无敌于世。君无双见到之后，眼中也是爆发金光，将凤凰石收入囊中。此刻持瑶的脸上很是自责，若不他前面为了探路耗费了太多心神，也都不至于后面跟了一个小尾巴都没有发现。都怪我。持瑶道歉道，眼神充满愧疚。苏里听到之后摇摇头，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若不是自己放松警惕，也不会被这个小人给得逞。虽然这一拳下来，他的五脏六腑都有些受损，但若是争取一点休息时间，还是有一点作战能力的。君无双将凤凰石收走之后，转头看向苏里，目光炽热：“我知道你就是大周王朝的神女是吧？还是那个白衣小子的道侣？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乃大前王朝的君无双，也是一位九品神铁。”而此刻，持瑶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时半会也想不出什么应对之法。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现在的神魂太过于虚弱，若是休养一些时日，便能附到苏里身上进行作战，又岂会怕这个小贼？突然，他灵光一现，他不能附身上去，但有人可以过来啊！持瑶飞于虚空之中，美眸中爆发金光，扫视着整个地宫。很快，他便找到那道白衣绝世的身影。他红唇嗡动，将几个字附在神念之上送去，化作一道白光。看到南宫晨赶来之后，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可算是解决这个麻烦了。不过到时候他的身份可能就要被南宫晨猜到了。不管了，猜到就猜到吧。持瑶神情有些慵懒，一股困意袭来。他知道这是魂力使用过多了的副作用。在睡之前，他开口道：“你放心吧，我已经通知你男人过来了，等一下就好了，我睡个觉。”话落，他便缩回苏里的脑海之中，陷入沉睡了。苏里美眸恍然，随后语气冰冷：“我管你谁，你若是不想死的话，就早点离开。”君无双听到之后也没有生气，毕竟眼前的美人不仅天赋绝佳，还是一座冰山，自然很难征服。哈哈哈，我早点离开，你不会还以为那个白衣小子会来救你吧？我不妨偷偷告诉你，外面已经被我布下隐秘阵法，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的。他要是能找到，我当场给他下跪磕头。君无双得意地笑道：“这可是他精心准备的一切。”苏里听到之后，美眸之中带着不安，绝美的容颜有些苍白。若他真布下了隐秘阵法，那南宫晨还能找到这里吗？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冰冷无比的声音响起：“哦，你想怎么磕？”话落，君无双嘴角的笑容僵硬了，瞳孔微缩，满脸震撼：“怎么可能？”只见身后南宫晨一袭白衣绝世，目光淡漠，龙行虎步，缓缓地从阴影之中走出。他一双眸子散发幽光，炽盛无比，里面有天地毁灭、大到崩塌意象，让人不敢直视，犹如天生王者一般。我说，你想怎么磕？下一刻，一道拳光照耀天穹，南宫晨浑身爆发金色的气血，一尊白衣神王虚影凝聚，带着无上的威压，朝着君无双轰去。神象镇狱境和天地全齐出，威能震破九重天，整片虚空都有些动荡。君无双目光有些呆滞，浑身犹如被锁定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危险，极度的危险！君无双能感受到，若是他硬接下这一拳的话，一定会死的。他浑身青芒爆发，青色的符文交织，肉身之中亦爆发一股血气，直冲云霄。青龙变，只见他双臂之中长出密密麻麻的鳞片，寒光刺眼，上面带着一丝龙威，显然此乃青龙演化而成。在苍天霸体的加持之下，君无双的肉身已经达到一个极其强悍的地步，就算是9天之上的金刚石也比之不及。此乃他最强防御之术，曾经可是挡住一尊大能巅峰全力一击。他眼中带着自信，就不信能挡不住南宫晨的一拳。轰！只见这道巨大无比的拳芒砸在君无双的双臂上，爆发出恐怖的波动，方圆百里天地皆为之一震。苏里一双美眸之中有些担忧，
无比紧张注视着眼前的一幕。他清楚地看见一道身影从白光之中倒飞出去，双臂的鳞片掉落一地，鲜血直流，赫然就是君无双。君无双瞪大了双眼，心中尽是震撼，他已经感受不到双臂的知觉了。这怎么可能？他可是苍天霸体啊，竟然肉身比不过南宫晨。另一边，南宫晨白衣纤尘不染，仙光飘逸，乌发飞舞，大有一种无敌之势。我自幼修炼至今，从来没有败过。你一个未曾听闻的小子，怎么可能将我击败？我可是大前王朝的不败传说。君无双嘶吼着，眸子血红，身上血气澎湃。他不可能接受自己在肉身上面比人低一头，还是在同辈天骄之间。苏丽望着南宫晨那道身影，美眸之中泛起异彩。他当然知道这个君无双的肉身之力多么的强悍，还是传说之中的苍天霸体，但也没有想到还是被这个男人镇压。况且南宫晨的天赋，可是那双恐怖的眸子，不败传说，可笑！就你这个实力也敢妄言？南宫晨冷笑道，语气充满着不屑。紧接着，南宫晨身形闪动，来到苏丽面前，拿出一枚丹药递了过去，吞下去。他嘴角嗡动，语气柔和。苏丽见到这枚丹药之后，也是脸色震惊，这可是传说之中的圣丹运灵丹，市面上千金难求，寻常顶尖势力也都从不外售，因为功效实在是太过于逆天，有活生死，肉白骨之说。苏丽那绝美的容颜上有些苍白，她刚想拒绝一番，却看到南宫晨那抹心疼的目光，一瞬间她内心被触动，不禁泛起了涟漪。好，苏丽低下头，乖乖地将丹药吞进，脸上爬满了羞红，眼神有些迷离。这家伙怎么突然这副样子？另一边，倒在巨坑之中的君无双见到这一幕，眼神能喷出怒火。这个小子竟然没有把他当做一回事，还在那里秀恩爱，完完全全把他无视了，气煞我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鲲鹏神行！君无双怒吼着，身体之中涌出一道绿色的荧光，他那已经废掉的双臂竟然重新恢复过来，血气也到了一个饱满地步。虚空之中更有青光耀世，直照苍穹。此乃苍天霸体9大神行之一的鲲鹏神行。下一刻，君无双化作一头鲲鹏，震慑九霄，振翅而飞。这是他的神行，无人可挡，无坚不摧。南宫晨感受到这般异动，也是忘了过去。众瞳散发着幽光，这就是苍天霸体的神行吗？看来也不过如此。他喃喃道，准备向前一站。突然，南宫晨感觉自己的右手被拉住，他转头看去，苏丽清冷似仙的脸蛋闪过一丝羞红，缓缓解释道：“我现在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我也是9品神体，我也要与你一同作战。”南宫晨一愣，笑道：“当然可以，今日我们夫妻2人就将这只大鸟给扒皮了。”苏丽听到之后，也是嘴角上扬，眼中带着笑意。好，随后2人立于虚空，宛若一对神仙侠侣，气息如渊，强大无比。你们2人今日都得死！虚空，君无双怒吼道，一双眸子仿佛能喷出怒火。他又一次被他们无视了。如今他霸体第1道神行已成，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他将无敌于世间。轰！只见君无双化作的鲲鹏直接振翅而动，朝着2人冲来，速度极快，身上金光四溢，带着无穷力量。这一招若是神王境修士面对，恐怕都得全力以赴，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但南宫晨2人又岂会是寻常天骄？南宫晨身上神采奕奕，运转大道仙经，身上有符文交织，众瞳无比炽盛，爆发出一道眸光，足以撕裂天地。同时，他右手施展雷地宝术，瞬间天色变化，乌云重重，雷电交加，一道道惊骇世俗的天雷落下，还做一条条雷龙朝着鲲鹏斩去。苏丽也出手了，素手佛出间，法力涌动，一只巨大的冰雪神凤凝聚，栩栩如生，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直冲鲲鹏。与此同时，无数雪花落下，地面冰封，上面有规则之力，能降低世间一切的速度。轰！一道眸光直接洞穿了鲲鹏的翅膀，金色的血液不停地滴落，而那一条条雷龙则是咬在鲲鹏肉身之上，爆发巨大的震动。君无双眼见冰雪神凤朝他冲来，他伤痕累累，极力想要摆脱，却又感觉到天地降下冰雪，打在他的肉身之上。下一刻，他竟然感觉到自己的伤口处涌进一丝寒意，蔓延全身，所做的一切动作都被放慢了，一时间竟然连灵力都无法施用。君无双瞪大了双眼，望向苏丽的眼中尽是愤怒，都是这个他的搞的鬼！嘣！就在君无双挣脱之间，冰雪神凤直接朝他冲来，带着漫天寒意。君无双感觉身上刺骨冰冷，宛如进入9天极境之中，瞬间神形破碎，化为人形坠落在地。南宫晨见状，一双重瞳再次爆发璀璨的眸光，炽盛无比，比先前的威势还要巨大。显然他是想要斩杀了君无双。苏丽美眸寒霜，没有一丝同情，若不是南宫晨及时赶到，恐怕今天就要被这个小人得逞了。然而就在眸光将要洞穿到君无双之时，君无双脖子之间的玉佩竟然爆发一道璀璨的神辉，挡住了这一击。与此同时，虚空中出现一个漩涡。南宫晨见状，众瞳之中再次爆发炽盛的眸光，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君无双的右手。噗！君无双痛苦的哀嚎，右手直接掉落在地上，金色的血液不停地喷涌着。你们2人我都记得了，
等我主身修炼大成，必将用你们的性命来陪葬。这时候，君无双一改常态，脸色平静，眼神怨毒，冷冷地看着他们说道：“主身吗？那你今日更走不掉了。”南宫晨听到之后反应过来，众瞳之中竟然爆发从未见过的神辉，秩序与符文交织，一道道神链伸出，朝着君无双抓去，速度极快无比。此乃众瞳的秘术之一，能将敌人困入一方小世界。只不过的是，此术对施法者消耗巨大。君无双愣住了，眼神之中无比震惊。他半只脚踏入了虚空中，竟然都能被这神链给缠住。好好好，有趣，众瞳者，我真是小看你了。这时，君无双宛若换了一个人一般，眼神之中的愤怒也消失了，反而有些感叹地说道：“你就是君无双的主身？”苏丽冷声发问，他冰雪聪明，自然猜到了许多。南宫晨神情淡然，淡淡说道：“你还不自爆吗？我懒得将你拉进去，毕竟这具分身若是浪费精力来对付，确实有些不值得。哈哈哈，实在有趣，这具分外身不要也罢，我很期待与你的见面。下一次我会亲手杀了你。”君无双听到之后有些意外，大笑道，眼中尽是猖狂，有着一种自信。随后他灵力汇聚，想要自爆。苏丽见到之后也是准备出手，想要阻止他，但却被南宫晨给拦住了。无妨，自身自爆，主身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让他死吧，下次见面再把他宰了。南宫晨缓缓说道，他曾在洪天的记忆之中看过这一秘法。嘣，白光璀璨，爆发出一阵猛烈波动，席卷四周。南宫晨也是将苏丽拉入怀中，抬手间一道神辉屏障出现，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苏丽感受到这个温暖的怀抱之后，耳根也是一下子红润了。南宫晨身上的气息扑面而来，苏丽吸了一口之后，面色有些迷离，好香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南宫晨身上的气息自带一股道韵，一股仙气，让人有些欲罢不能，很是舒服。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是因为南宫晨修炼的大道仙经后的效果，才会如此让人心旷神怡。过了一会之后，波动也是彻底消失。苏丽有些依依不舍地从南宫晨怀中出来，绝美的容颜有些红晕，肤若凝脂，散发着晶莹的光芒，看上去诱人无比。南宫晨自然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心思一直放在君无双主身身上，还有地上那枚储物戒指。也不知君无双主身来自何方，是何等势力。他思忖许久无果之后，便摇摇头，不再多想。算了，兵来土挡，水来土掩吧，日后若是遇到了，大不了再杀一次。南宫晨将君无双储物戒指给捡起，一道灵石射入其中。一息之后，南宫晨眸子之中话落，苏丽和王宇轩这才有些恍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就说嘛，你肯定是七公主。王宇轩有些兴奋地说道，一双美眸打量着周尔，看来他先前的推测并没有错，他还是很聪明的。周尔听到之后也是轻轻的点了点头，确实有些没有想到，你竟然过得如此凄惨。苏丽这时候也有些心软，开口说道，母亲被大周王所杀，自己还被大周王种下蛊虫，培养成杀手，自幼受尽折磨。周尔愣住了一下，随后眸子有些暗淡，不用很快，大周换新王。就在这时，南宫晨开口说道，神情淡漠，语气之中有一股自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周王三番几次的刺杀他，并不是单单只为了周尔，他可没有这般慈善。三女听到之后也是美眸震惊，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周尔怔住了，朱唇轻抿，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漆黑的眸子之下竟然涌出一抹异彩，恐怕大周能替他报仇的也就只有南宫晨一人了吧。若是日后报仇了，听令于南宫晨又何妨？苏丽和王宇轩不语，这种事情可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南宫晨让他们知道已经是足够信任他们了。一时之间气氛倒是有些沉默，这下解释清楚了，不会再吃醋了吧？南宫晨见状也是看向苏丽笑道，谁吃你醋了，真不要脸。苏丽脸色有些羞红，素手捶了一下他胸口。此时他美眸之中又恢复正常，显然已经相信了南宫晨的说辞。南宫晨笑了笑，幸好没问他怎么去蛊虫的，要不然醋坛子又要翻了。怎么之前没见到他这个娘子这么爱吃醋？原来这就是反差吗？王宇轩见到这一幕，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之中充满着羡慕，他也想如此正大光明的和主人调情，不过心中突然想到，他跟主人私底下也是很亲密无间的，就算是那种事他们都做过的，难道这就是偷情吗？王宇轩那白皙可爱的脸蛋竟然浮现一丝红晕，头上甚至有热气冒出，这种事情他也只是在画本之中见过，没想到自己亲身体验却如此刺激，真好玩。南宫晨发现了他的异常，瞥了他一眼，这妮子又在想些什么？而周婉儿则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们几人，这时候他才有些反应过来，原来刚刚南宫晨解释是因为神女吃醋了吗？神女竟然也会动情，没想到神女还有这么一面，今天一见倒是刷新了他很多的认知。不过南宫晨解释的样子倒是有些可爱，不像是平常那般凶巴巴的样子。周婉儿嘴角勾起，漆黑的眸子之下有些玩味之色。四人就这样走着，心思不一。极南之地，天海的另一端，尹氏家族君家，一个年轻男子盘坐于一处圣地，气息如渊，身上散发着神辉，周身有符文交织，无比神异强大。虚空之中更有神形在演化，鲲鹏、大鼎、麒麟等等各个气势惊人，
异象频出。突然，君无双吐出一口鲜血，虚空中正在演化的神形也随之崩塌，整个人气息飘忽不定，犹如受到重创一般。是谁将我的分外身给灭了？君无双两眼通红，怒吼着，他浑身无比虚弱，就连修为也开始下跌。很快，几个气息强大的长老出现，也是慌忙来到君无双面前。神子，出什么事了？下一刻，虚空撕裂，一个穿着奢华的妇人从中走了出来，看到君无双这般样子，也是无比震惊。无双，你怎么了？几个长老见到妇人之后，也是纷纷退到一旁，不敢多言。有人把我留在东神州的分外身给灭了，我不知道此人是谁，竟然如此大胆。君无双冷冷道：东神州真是大胆，来人，给我下去查，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要给我查出来。妇人听到之后也是愤怒不已，呵斥道：是。长老们听见后也是点了点头，一脸恭敬，随后消失在原地。若是被我知道是谁敢坏我们君家好事，看我不把他抽筋拔骨，灭他满门。妇人恶毒地说道。君无双点了点头，随后冷静道：如今楚家仙藏开启在即，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融合另一尊分外身，等不及圆满境界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等我分外身融合完成，就是我出世的时候，届时我将纵横玄天域，年轻一倍，无人将会是我的对手，我将走出一条无敌路。他身上带着一股滔天战意，无比自信，犹如一尊少年至尊。妇人听到之后也是眼中发亮，赞叹道：哦，不愧是我君家神子，就要如此自信。随后妇人脸色有些遗憾，不过失去一尊分外身，倒是可惜，不能将补天术修炼至圆满。君无双也是冷哼，区区一尊分外身罢了，我无需圆满亦能镇压他们，倒是近来玄天域之中有发生什么吗？妇人听到之后刚想摇摇头，却又眼睛一亮，开口道：有9天秘境出世，就在东神州之中。不过还有一个最震惊的，那就是东神州出现一位超9品资质的重统者。东神州超9品资质的重统者？君无双大惊，他脸色有些阴晴不定。东神州不就是他分外身被杀的地方吗？不过这个超9品的重统者竟然也在那里，这两者之间不会有什么联系吧？超9品，你是听谁说的？君无双问道，眉头紧皱，居然还有人的资质比他还高，怎么可能？天机阁所列，不知道是真是假。妇人摇摇头，语气之中有些不确定。那应该是天机阁故意所为之，这天下怎么可能能有人超9品？不过也好，既然天机阁想要造神，等我出世之后，就先镇压这个所谓的重统者吧，立我无敌之路。君无双目光睥睨，自信道，已经将目标打在南宫晨身上。地宫核心到处弥漫着浓浓的黑雾，让人伸手见不得五指，散发着阴冷的气息。而在这片黑雾之中，有一道白色的神光正在缓缓的前行，白光之下正是南宫晨4人。南宫晨的重瞳之中散发着幽光，似乎能看清黑雾之中的一切，轻松地躲过很多障碍。你这双眼睛还挺好用的，苏丽冷不伶仃地说道。南宫晨脸色淡然，听到之后也是露出微笑，只是发挥出相应的作用罢了。听闻一些强大的双瞳看清世间一切遮掩，包括人的吗？苏丽继续问道。他有些好奇，若是南宫晨能在黑夜之中看清一切，更能看破虚妄，那岂不是说他能透视？想到这，他耳朵有些羞红，那岂不是说他被南宫晨看光了很多次？南宫晨听到之后，倒是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苏丽，一片雪白进入眼帘，他有些心虚，没想到还真的可以啊。不能，南宫晨强忍着震惊淡定道。那还好。苏丽松了一口气，又庆幸又失望的。当然，若是他此刻看清南宫晨的神情，肯定不会这么认为的。真的不能吗？就在这时，王宇轩俏皮地开口道。南宫晨下意识看了过去，不看还好，一看有些震惊。红色还是黑色？王宇轩突然问道，语气有些玩味。红不对，什么红色黑色？南宫晨差点下意识说出口。此时苏丽和周婉儿两人狐疑的目光也投了过来。没事，王宇轩慌张说道，黑暗之下脸蛋也羞红了。他听到了刚刚南宫晨差点说红色，他真的能看到自己的里面，那岂不是说他穿那些丢死人的衣服都被南宫晨发现了？王宇轩浑身发颤，又刺激又尴尬。苏丽听到之后也是把头转了回去，清冷绝美的脸上有些疑惑，她总感觉有鬼，但又说不上来。而一旁的周婉儿则是用戏谑的眼神打量着南宫晨，想不到啊，想不到啊，这两人之间还有一腿，可怜的神女被蒙在鼓里啊，要是她日后知道了，表情肯定会精彩。周婉儿腹黑的想到，嘴角扬起。就在几人心思各异的时候，南宫晨突然停下，不对劲。南宫晨喃喃道。几女听到之后也是面露警惕，不再多想。下一刻，地面竟然流淌出红色的血水，一股腐臭的气息涌起。同时，这些躺在地上的尸骨此刻竟然开始恢复肉身，眸子通红，身上散发着阴冷。这些死尸竟然如同拥有灵智一般，朝着南宫晨等人杀来，竟然都是大能级的死尸。苏黎感应到之后也是震惊说道。嘣！南宫晨重瞳炽盛，一道道眸光迸发而出，瞬间将冲向前的几具死尸崩解。苏丽3人也都掏出兵器，修为爆发，向前迎敌。只见一具死尸砸到墙壁上，竟然爆发出黑色的血液，滋滋作响，侵蚀着石壁。他们身上有毒，不要碰到。南宫晨见状
也是提醒道。三女听到之后，也是迅速拉开，催动发力，一时间神芒落下，符文交织，法力澎湃，向下压去，数百只死尸瞬间化作烟灰。但下一刻，方圆10里内，越来越多的尸骨化作死尸，数量成千上万。苏丽等人刚准备松了一口气，却见到如此之多的死尸冲来，瞳孔微缩，不敢相信，怎么杀完一波又来这么多？这可如何是好啊？王宇轩有些不知所措，面色有些苍白。南宫晨一人解决完那边100只死尸之后，也是看向周围，眼神冰冷。那你们尝尝这招如何？下一刻，南宫晨立于虚空，抬手之间，天地雷电交织，乌云密布，犹如雷神降临一般，整个地宫都在发白。这群死尸见到之后，竟然愣住一下，眼中露出一丝恐惧，这是来自本能的感觉。这是什么？周尔此刻不禁也美眸瞪大，喃喃道：上古十凶宝术之一，雷帝宝术。苏黎美眸绽放着异彩，开口说道：他曾经在古书之中见过。此话一出，王宇轩和周尔俏脸震惊。十凶宝术可是世间最顶尖的神术啊，若能得到其一，便可无敌于世间。南宫晨乌发飞舞，白衣绝世，雷帝宝术催动到极致，顷刻间无数道神雷落下，化作一条条雷龙，带着无上威势。雷帝宝术可是对这些邪魔具有天生的克制作用。轰隆！地宫之中白芒冲霄，无数的雷电爆发，方圆10里之内的死尸全部化为烟灰，一只不剩。很快，黑雾消散，另一伙人恰好到达，见到眼前的这一幕之后，也是瞪大了双眼。来人很多，身上都是带着斑驳血迹，脸色苍白无比，显然在来的路上被这些死尸追杀着。卧槽！楚心忍不住叫道，宛若看到了神迹。妈的，他们来的路上10几只死尸就将他们折磨不行了，尼玛现在上千只全被弄死了。就连楚言见到也震撼不已，美眸之中异彩连连。众统者日后万万不可招惹，目前的实力来看，绝对有天榜前10，不，甚至是前5。若是可以，此次的楚家仙藏名额可以将其送去，以结善缘。岳如山见到这一幕之后，也不禁瞳孔微缩，冷汗落下。众统者这的恐怖如斯，若是先前他不放水，恐怕现在也要成为这些灰烟了吧。此次9天秘境结束，他一定要跟族中阁老反馈，给多点仙金。这种妖孽日后必将腾飞，先结其善缘。而此地最为震惊的还是人群之中的周万杰，他不敢相信，这尼玛竟然是一个众统者释放的雷术。这甚至心中有些猜测，莫非南宫晨身上还有第2种体质，8品之上的雷道体质？他眼中有些不甘，没有一丝嫉妒，因为跟南宫晨的差距实在是过大。真没有想到，大周最后的赢家竟然是南宫晨，是那个纨绔18年的南宫晨。这时，核心之外又来了一伙人。我大前天骄的君无双呢？是不是被你们大周所害？大前的大皇子钱浩开口说道，眼神充满愤怒地看着南宫晨。他可是清楚知道，君无双跟随着苏里之后就再也消失不见，也就是说，他们大前的天骄给他们大周等人残害了。众人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眼神戏谑，看向大前等人。这个时候敢招惹南宫晨，你们这是嫌命活得不够久啊！虚空之中，南宫晨冷冷瞥了他们一眼，眸子开合间，紫色的符文闪烁，一缕缕秩序神链交织，宛若天地主宰。隐约间，能在众瞳之中看到星辰日毁，天地毁灭异象，仿佛能吞噬世间万物，震人心魂。这双眼睛实在是太过于恐怖，就连神王境强者见到都要心悸不已。噗！大前王朝的弟子大口咳血，他们可是大前皇朝之中最顶尖的天骄，如今却连众瞳的威压都抵挡不住。其他天骄见到这双重瞳，也都脸色发白，纷纷倒退。所有人都震惊，瞳孔微缩，没有想到众统者散发的气息如此恐怖。钱浩更是与南宫晨直视，霎时间他感觉自身的灵魂仿佛被吞噬一般，扑通一声，竟然直接跪了下去。一股恶臭的液体从地面上涌了出来。作为大前仅次于君无双的天骄，如今却连一眼都抵抗不了。此刻大前等人再也不敢提君无双之事，因为这个男人太过于恐怖，仿佛下一刻他们脑袋就要落地一般。同时他们也暗自猜测，若是君无双不敌众统者，倒也情有可原。他们可没有在君无双身上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威压，这便是传说之中的众统吗？岳如山喃喃道，面色震惊，心中诞生出一股无力感，实在是太强了，强得令他们绝望。这就是超9品资质的众统吗？当然，在场之中有着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并不是只有岳如山一人。楚心则是有些愣住，眸子之中充满恐惧，随后又满脸兴奋。若是这么强的人以后做自己的姐夫，那岂不是说整个玄天域都纵他横行了？没错，一定要拉过来当自己的姐夫，就算他姐不同意也得同意，或者直接将他姐迷晕，送去重统者床上，生米煮成熟饭。想到这，他眼中生出一抹火苗，脸色无比坚定。楚言则是暗自惊叹，美眸中绽放着异彩，不愧是超9品的众统，这等威压，就连那些妖孽都未曾给他带来过。同时他身上也涌出一抹战意，若有机会，他真的想挑战一番这般绝世的人。苏里见南宫晨一个眼神就把对面吓尿了，美眸中也是带着笑意。
不愧是他的男人。王宇轩则是一脸痴迷地看着南宫晨的背影，眼中尽是崇拜。周尔也有些心惊，这还是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南宫晨重瞳的厉害，他眼中有些羡慕，若是他能如此的强大就好了。南宫晨望向前方，虚空之中竟然生长着一棵古树，遮天蔽日，树干直冲天穹，在下面一片林海当空，其中有星辰遨游，看上去神异无比。在古树的中央，则是生长出一枚金黄色的道果，散发着氤氲仙光，上面有大道在交织，一片紫气照耀，宛若古之圣人出世。这就是传说之中的鸿蒙道果吗？南宫晨眼中震惊，自语道：相传鸿蒙道果一个纪元成熟一次，那岂不是说，若是放在天元灵碑之中，还能再生？此刻，众人都面色火热地看着鸿蒙道果，他们都知道，这才重头戏。若谁能夺到，那便可真正意义上的一飞冲天，逆天改命。尽管如此，但他们此刻都无一人率先动手，都在等有人带头。南宫晨见到这一幕，也是冷笑，一双重瞳能看穿世间一切虚妄，鸿蒙道果这种旷世奇物，又岂会是这么容易摘夺？很快，有人动手了，身上气息强大，速度极快，乃是地榜有名的天之骄子。他面容炽热无比，嘴里面喃喃道：既然你们都不出手，那鸿蒙道果就是我的了。眼见有人出动，其他人也纷纷爆发修为，眼神炽热，宛若流星一般飞去。楚星有些跃跃欲试，正准备动手之际，却被楚言拉住。楚言淡淡道：着急什么？没看到还有人也没动手吗？说罢，他看向南宫晨那边。楚星也是瞬间一会，对哦，姐夫都没有出手，那他动什么手？只见神树之下的林海喷涌，白芒汇聚，像是什么无比恐怖的存在要出世一般。众人瞪大了双眼，一股不安感涌上心头。那片澎湃的林海中，竟然浮现一具无比巨大的棺材，无数魔气从中溢出，一股血光直冲九霄。这棺材之中究竟是何等的存在？而林海顷刻间也变得血红浑浊，犹如被侵蚀了一般。轰！棺材揭棺而起，一尊黑色的身影从中走出，他一双眸子血红狂暴，身材魁梧，五官模糊丑陋，与人形别无两样，让人见到心生畏惧。结，千百年前竟然又有血尸送上门来，不枉我沉睡至今。血尸冷笑道，身上的气息强大到极致。林海之上，这些天骄见到之后，也是暗自咽了一口口水，瞳孔之中有些恐惧，因为这尊血尸身上的气息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与先前那些血尸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是一个级别的。况且最重要的是，他还觉醒了灵智。要知道，血尸这等污秽之物，乃是上天都不容，别说修成灵智了，修炼都很难。而如今，他们竟然见到开了灵智的血尸，这足以证明面前血尸的岁数可能比他们祖宗都要活得久。难道这是你设的局？有天骄冷声质问道。愚蠢的血尸才反应过来吗？不过已经迟了。血尸玩味地说道，眼神之中满是戏谑。下一刻，魔力涌动，一股滔天魔意化作一只巨掌，朝着众人压下。众人见到之后，也是慌忙想要逃跑，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这只巨掌就犹如拎小鸡一般，将他们抓在手中。而还未出手那些修士，则是瞳孔微缩，震惊无比。要知道，这些修士之中，大多都是子府境高阶，其中不乏一些大能境，如今却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不要啊！救命！被抓住的那些天骄大声喊道，将眼神投向其余人。南宫晨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即便他能救，但也没必要救，毕竟他可不是圣母。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血尸张开倾盆大嘴，直接将他们送去嘴中。嘣！一口吞下，画面无比血腥残忍。吃完之后，血尸甚至打了一个饱嗝，有些意犹未尽，目光血红地看向其余人。众人见到这一幕之后，心中也是恐惧不已，脸色有些苍白。这尊血尸如此强大，究竟谁能与之匹敌啊？血尸身躯魁梧，整个人如同深海炸弹一般爆发，携带着恐怖的威压，冲向人最多的浩然阁那边。不好！岳如山暗道一声，肉身爆发璀璨的金光，气血上冲，想要挡住血尸。而身后那些弟子则似乎被吓傻了，傻乎乎地待在原地，有些发愣。轰！岳如山直接倒飞出去，口吐鲜血，双臂受到了重创，重重地砸到墙壁之中，泛起一阵烟灰。不错，竟然能挡住无一击。血尸面露讥讽，嘲笑道，身上的煞气无比浓郁。接着他将目光转向了南宫晨那边，在看到南宫晨之后，他脸色有些惊讶，随后眸子之中浮现兴奋之色。没想到啊，此次进来的血尸之中，竟然还有大补，也不枉我血魔王苏醒，真是给带来好大的惊喜啊！如今吴刚苏醒，实力远远还没达到巅峰，若是将你吞了，恐怕我早日便可恢复巅峰时期了。血魔王，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大变。他们可听闻有一种血尸修炼到极致之后，便可拥有意识，号令其余血尸，身上的战力更是比圣人还要强悍。相传上一尊血魔王可是损失了5位圣人，才将其镇压。没错，是镇压，而不是杀死。血尸自尸，群怨气而生，很难以杀死，更何况是血魔王这种程度的血尸。虽然眼前这尊血魔王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但即便如此，也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呀。楚言见状，脸色有些苍白，不过还是乐呵呵的道：真是倒霉啊，
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存在，准备写遗书吧。他声音有些发颤，足以见出无力感，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血魔王现在的实力，不说圣人境，但至少也是神王境之中的佼佼者，谁人能敌？姐，你别开玩笑了，你看姐夫不还挺平静的？楚心从小贪玩，哪里听说过什么血魔王啊，根本没有这个概念，随口说道。果然，楚言听到之后愣了一下，谁跟你开玩笑啊？不对，楚言反应过来，也是看向南宫晨那边。只见南宫晨神情淡然，负手而立，一双重瞳散发着幽光，带着一股傲视天下的自信。楚言美眸有些疑惑，在他看来，可能南宫晨底牌全出的情况之下，也就跟他差不多一个实力，他这是哪里来的自信？莫非他还真的有底气？想到这，楚言美眸中异彩连连，心中涌现无限的好奇。另一边，岳如山听见之后，亦是脸色发白，心中涌现出绝望感。妈的，这哪里来的血魔王？有没有人进来的时候跟他说会有这种存在啊？大周和大前的王族更是所剩无几，几乎被血魔王全军覆没。见血魔王将目标转移到南宫晨身上，周万杰也是暗自松了一口气，无比庆幸。同时他眼神怨毒地看向那边，心中巴不得南宫晨去死。你不是喜欢装吗？我看你现在怎么装下去？血石，你也配？南宫晨语出惊人，淡然道，身上仙光四射，宛若神人。你！血魔王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样说话，更何况还是一个毛头小子，给畜生侥幸开了智，倒是学起了3分人样。南宫晨继续道，语气冰冷，字字珠玑。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震惊无比，心中很是佩服，敢如此羞辱血魔王，古来至今恐怕也只有南宫晨一人了吧？庶子而敢，我要把你吃了！听到自己被骂畜生，血魔王眸子通红，浑身爆发红色的血气，狂暴无比，显然已经被南宫晨彻底激怒，朝着他冲去。这时候，南宫晨面不改色，嘴角勾起笑容，成功了！刹那间，整片天地异象出现，一株青莲自混沌而生，神辉璀璨，霞光照耀，伴随着大道规则，写毁天灭地之势。血魔王瞳孔瞪大，一时之间竟然感受不到他与灵海之间的联系。要知道，他能做到不死不灭，存活一个纪元，完全是靠鸿蒙古树之下那片灵海啊！该死，肯定是那个小子搞的鬼！就算你能切断我与灵海之间的联系，又如何？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吗？血魔王狰狞一笑，露出残忍之色。他看到了南宫晨旁边的绝色女子，他决定等会准备把他们轮流吃了，让南宫晨感受到绝望。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南宫晨冷冷说道。众瞳炽盛，一道道秩序神链从中爆发出，法则交织，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雕虫小技！血魔王看到之后，有些不屑一顾，一把抓住链子，想要扯断。可谁知下一刻，这些神链竟然纹丝不动，缠绕在他身上，直接将其禁锢住。血魔王嘴角的笑容僵硬了，血红的眸子之中清醒不少，他心中无比震撼，这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将圣人的肉身禁锢住，这小子身上绝对有鬼。而身后，苏里素手佛出，一道冰雪神凤凝聚而成，冰天雪地，所到之处皆成冰封，身上有着无尽寒意，朝着血魔王冲去。试试这招如何呢？苏里语气冰冷，声音动听无比。释放完之后，苏里俏脸有些苍白，气喘吁吁着。轰！一时间，虽然这招并没有让血魔王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成功让血魔王附上了冰霜。血魔王有些惊讶，他发现自身血液流动速度都变缓慢了，也就是说，他自身恢复能力遭到了极大的限制。你们这就送你上路！南宫晨立于虚空，白衣猎猎作响，乌发飞舞，身后雷海交织，漫天神雷倾泻而下，犹如雷神在世，镇压世间邪魔。无数的神雷凝聚在一起，竟然化作一条巨大无比的巨龙，浑身闪烁着雷电，一双龙眸中冰冷无情，朝着血魔王冲去。血魔王看到这条雷龙，脸上竟然浮现恐惧之色，他能感觉到这条雷龙一定会把他杀了。现在他才反应过来，原来一开始他就已经被这个小子给算计了。他心中很是后悔，为何自己要跳出灵海？为何自己不提前把鸿蒙道果给采摘了？如今一个纪元的心血全部化成泡沫了。轰隆！整片天地爆发出巨大的白芒，痛苦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地宫之内。众人目光震撼，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虚空颤栗，空间震动，一股波动从血魔王身上爆发出来，造成的威势无比恐怖，让众人都脸色苍白，满眼心悸。血魔王那可是圣人都只能镇压的存在啊！南宫晨真的能将其覆灭吗？苏里面露担忧之色，若是南宫晨有个3长2短，出去之后他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南宫家。王宇轩和周婉儿两女亦是脸色苍白，心中不停地祈祷着南宫晨能够平安无事。另一边的楚颜美眸绽放着异彩，肤若凝脂，气质空灵。他能将血魔王给杀了吗？周万杰面露冷笑，语气有些不屑，暗暗道：血魔王是不可战胜的，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若南宫晨能杀他，当场吃一坨又何妨？几息之后，白芒褪去，众人瞪大了双眼，想要看看结果如何。嘶！血魔王那巨大的身躯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滩血水。众人瞳孔微缩，没有想到在最后竟然是这一种结果。
血魔王真的被南宫辰杀了，那可是连古之圣人都斩杀不了的存在啊！今日却被一个后辈重统者所斩，这要是说出去，整个玄天域恐怕都要震撼了。南宫辰神情淡然，面不改色，白衣猎猎作响，众瞳开合间，已然带着一股无敌气势，犹如少年王者一般。苏里见到南宫辰安然无恙之后，心中也是暗自松了口气，真是太好了。王宇轩欣喜无比，美眸一彩，连连升起一股浓浓的崇拜之色。主人不仅没有受伤，还将血魔王给斩杀了，那可是连圣人都做不到啊！古来至今，恐怕也只有主人能做到这般地步了。周婉儿俏脸震惊，美眸之中充满着不敢置信。他知道南宫辰强，但没有想到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简直有点不像话了。同时，他也在心中冷笑，若是父皇知道南宫辰如此强大，恐怕长子都要悔青了吧。他心中也愈加坚定，南宫辰日后一定能为他报仇。楚家那边，楚言美眸震惊，随后那张绝美无比的脸蛋也是勾起一抹浅笑，美帝天地失色。他就知道南宫辰如此有底气，那肯定有办法对付，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杀得如此干脆利落。这般惊人的异象以及这些雷法，都在表明着南宫辰身上有极大的秘密。一个东神州竟然会诞生如此强大的天骄，那看来日后有的好玩的了。楚星很是激动，大叫道：“你看，我就说姐夫能行的吧！”但是没有想到声音如此之大，不仅身旁的楚家人听得清清楚楚，就连南宫辰那边亦是听清了。一时间，众人的眼神都汇聚在楚星身上，带着震惊。不对，你姐哪里来的道侣？莫非是指……想到这，楚家子弟看了一眼南宫辰。楚言见状也是被气的发笑，白皙的耳旁有些红晕，强行挤出一个笑容，看向楚星：“你想怎么死啊？”楚星反应过来，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无比苍白，看着那死亡般的微笑，也是不禁求饶道：“姐，我错了。”南宫辰瞥了那边一眼，眼中带着笑意。贵圈可真乱啊！从进来之前，他就注意到这方势力一直在关注自己，不过并没有恶意。他原本还有些好奇呢，现在倒是搞清楚了，原来这个小子想要自己当他姐夫啊。不过他姐确实有点东西，这里不仅是指楚言的姿色，更是他身体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强的强意，只能说很强，甚至比那个君无双还要强。这让不禁有些好奇，这个女在东神州应该算是何等天骄？若只是排名居中的话，那他只能说东神州还有点意思。当然，若这就是东神州名列前茅的妖孽的话，那东神州这水平只能说有点堪忧。南宫辰摇摇头，不再多想。苏里见到有人乱喊南宫辰姐夫，也是俏脸一冷，低声骂道：“有病！这是他的男人，乱喊什么呢？”苏里一脸敌意地看着楚言，看到那楚楚可怜的脸蛋，苏里判断这绝对是一个绿茶，以后一定要南宫辰离这种女的远点。南宫辰脚踏虚空，朝着鸿蒙古树飞去，很快就来到鸿蒙道果的面前了。众人安静地看着这一幕，无人敢出声阻止。连血魔王都能斩得狠人，这谁敢阻止啊？不怕掉脑袋吗？岳如山此时看着这一幕，心中有些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原来一开南宫辰是真的不屑于跟他切磋啊，这简直就不能说是放海，是放了一片大洋啊！此时他心中无比庆幸，还好南宫辰比较贪财，还是比较有原则的，只是要了仙金就可以了，否则就要小命不保了。人群之中，周万杰眼神无比嫉妒，脸色很是扭曲。没想到啊，南宫辰真的能将血魔王给杀了。这血魔王怎么如此废物，竟然连一个子府境都解决不了。此刻他不禁嫉妒南宫辰将会得到鸿蒙道果，更是咒骂血魔王不堪一击。他甚至有些怀疑血魔王是不是放水了。不行，一定得想出办法来，不能让南宫辰如此轻易得到了。想到这，他把周延龙叫来，小声说了一些话。真要如此吗？周延龙心惊道，看向南宫辰的背影尽是畏惧。你难道不恨南宫辰吗？放心，相信我就好了。周万杰开口说道。原来在南宫辰离开天元书院之后，两人就被开除了，连带的那些嚣张跋扈的皇室，加之起来，这才如此仇恨南宫辰。周万杰眼神巡视一圈，很快就看到了刚从昏迷中醒来的钱浩，他眼露金光，当即就走了过去。此刻南宫辰心中思忖着，看着眼前的鸿蒙古树，这片灵海还有这棵鸿蒙古树可都价值不菲啊，怎么样才能将其带出去？南宫辰心思很大，不仅要把鸿蒙道果给带走，就连鸿蒙古树还有下面的灵海都不放过吗？可谓是一网打尽。若是有其他人知道南宫辰这般想法，恐怕会被震惊的说不话来。南宫辰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片空间之中灵气无比浓郁，大半都是来自这灵海，能让鸿蒙古树生长到成熟的养料，究竟是何等逆天存在？南宫辰众瞳之中散发幽光，仔细的观摩着这片灵海，里面有周天星辰在演化，太虚鱼在遨游，宛若星海，奇异无比。这一片灵海也不知道能兑换多少的仙灵液。南宫辰思考着，有些好奇。尽管这些灵海看上去灵气很是浓郁，但其实大半都鸿蒙古树所吸收，所剩下的也不过只是一些剩余的残渣罢了。而鸿蒙古树也将这些吸收的液体都化作了鸿蒙道果的养料。南宫辰将鸿蒙道果根茎切断，拿出一个奢华的盒子，完好无损的将其保存在其中。随后他俯身向下，
捞了一把林海的液体放在手中，感觉这般感觉怎么有点像仙灵液？南宫晨眼神无比震惊，这林海之中的液体不会都是仙灵液吧？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南宫晨特地的将一滴仙灵液从天元灵杯之中取出，随后放于掌心。这2滴液体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可谓是相似无比，只不过仙灵液更加的纯粹光亮，而林海之中的液体更加的暗淡，灵气也没有如此纯粹。还真是仙灵液！南宫晨震惊的想到，林海可是给红蒙古树当成肥料一个纪元，所以自然暗淡无光，里面的精粹都被吸收完毕。不过即便如此，它的原身依旧是仙灵液本体。这9天秘境竟然如此大手笔，用这么多的仙灵液来培育鸿蒙道果。他心中估算了一下，这片灵海之中应该有几千万滴仙灵液，若是除去那些被血魔王污染的灵海，还有已经枯竭的，大概这些残量能转化成10000滴仙灵液左右。这下发达了！南宫晨眼中爆发出金光，要知道他的天元灵杯之中也不过100滴仙灵液，若是加上这10000滴，怕不是能达到一个无比恐怖的地步，能极大的加快天元灵杯之中的培育速度。具体到何种地步，还得出去才能知晓。当务之急还是将眼前的灵海收入到天元灵杯之中。不过这里人多眼杂，可不能在如此地方将天元灵杯暴露出来。下一刻，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南宫晨，明明斩杀血魔王也有我们的功劳，那些死去的人之中也有我们的人，你凭什么一人独吞鸿蒙道果？以我们的贡献，完全可以一起平分鸿蒙道果。周万节质问道，身旁还站着大前天骄等人。就是啊，你凭什么将我们的功劳给独吞了？钱浩也附和道，一脸正道气派。听到2人出声，也是有一些眼神机灵的散修跟随着附和。没错没错。周万杰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面露满意，眼神之中充满着自信。总不可能南宫晨将他们全杀了吧？那样子势必会引起众怒。南宫晨正愁着怎么将他们赶出去呢，结果倒是给了他一个好机会。他眼睛一亮，被道德绑架，他最不怕这个了，因为压根没有道德。哦，你们的意思，你们都要跟我一起分鸿蒙道果？南宫晨有些玩味的说道。没错，交出来，让我们来分。至少我等又出力又出命，我们必须得分到9成，剩余1成才是你的。周万杰大声道，眼神之中无比贪婪。苏里听到之后也是脸色一冷，哪里有如此不要脸的人？我夫君一人毒杀的血魔王，你们凭什么分？他美眸寒霜，语气之中带着杀意。没错，若不是主人在，你们早就被血魔王给吞了，还有脸找主人分，简直就是做梦。王宇轩也气愤道。周尔也是黛眉微皱，没想到周万杰在朝廷之中恶心别人算了，竟然在外面还如此畜生。好，还有谁想要一起分鸿蒙道果的？3息之内都过去。出人意料的是，南宫晨不仅没有生气，像是被他们说服了一般，冷笑道。此话一出，又有一些散修面露金光，加了进去，眼中无比贪婪。而周万杰听到之后也是心中一喜，没想到南宫晨竟然如此之快的答应，真是一个孬种，也不知道沈女是怎么看上的。周万杰摇摇头，心中不屑的想到。苏里等人听到之后虽然不解，但也没有说话。他们知道南宫晨这样做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很快，整个地宫核心便分为3批人，一批是周万杰他们，另一批则是楚家还有些浩然阁的弟子，他们不为所动；还有一批则是一些小势力宗门的天骄弟子，他们眸子沉思，也没有选择过去。楚言此时美眸好奇，他能肯定南宫晨的性格绝对不会是那种轻易拱手让人的。那他准备做些什么？姐，你说姐夫不会全杀了吧？楚心也偷偷问道。他虽然爱玩，但他不笨啊。南宫晨这般狠人，可是连血魔王都宰的存在，怎么可能会分啊？楚言没有回答，静静的看着。都到齐了吗？3息要过了。南宫晨静静的说道，语气悠悠，犹如死亡敲响的丧钟一般。快把鸿蒙道果拿出来吧。钱浩有些迫不及待了，眼神尽是贪婪。他是最为激动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干，被南宫晨吓昏之后方才醒来，竟然还能收获9天秘境最大的机缘，真的让他有种在梦中的感觉。没想到天上掉馅饼竟然有一天也会发生到我们身上，看来自己真的是气运不浅啊。钱浩暗自感叹道，眼神中充满着自豪。南宫晨面色淡然，见到他们齐了之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口道：“3息已至，上路吧，各位。”什么？周万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大声道。下一刻，南宫晨重瞳炽盛，一道道眸光从其中爆发出来，威势浩大，仿佛要将天空撕裂，直接朝着周万杰他们射去。你们唯一的贡献就是让血魔王吃了之后变蠢了，只是有点可惜，若是他把你们吃了，恐怕我都不用出手，血魔王都能猪脑过载自杀了。南宫晨冷笑道。一时间惨叫四起，到处都是鬼哭狼嚎之声，但很快就没了声音。看着这地板上触目惊心的血迹，众人瞳孔微缩，一股寒冷涌上心头。全死了，一个活的都没有，倒是清静了不少。南宫晨神情淡然，面不改色，感叹道：即便杀了这么多人，他心境依旧平淡。这些人手中的人命可比他多的要多，自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贪婪和愚昧才是原罪啊！还有人要与我共享鸿蒙道果的吗？南宫晨悠悠问道。
目光扫视地宫内剩余的人，这些小势力的天骄倒也识趣，连忙开口说道：“我等可不敢。今日血魔王斩灭，全凭道友一人功劳。”他们眼中尽是畏惧，背后冷汗直流，如同见到一尊魔王一样。这可是真正的狠人啊！今日算是见到了，以后一定要避而远之，万万不可招惹。随后，这些人便头也不回地离开地宫之中，速度极快。月如山见到之后，也是朝着南宫城拱手：“今日多谢道友相救，此等恩情莫不敢忘。出去之后，便会告知族内阁老，届时携带仙金登门道谢，就此别过。”很快，月如山就带领剩余浩然阁的弟子离开了。南宫晨见状，也是微微的点点头，眼中有些赞赏。这些人倒是聪明。南宫晨接着将目光转移到楚家那边，看到南宫晨的目光，这些弟子被吓得手脚发冷，浑身发颤。大魔王不会杀了我们吧？在他们心中，南宫晨的压迫感可比中神州那些天骄妖孽还要恐怖。楚言眸若秋水，倾城的脸蛋苍白如纸，毫无血色。只见他气若游丝，轻声开口道：“今日多谢公子相救我等。”话还没说完，楚言很是憔悴，拿出丝帕，轻咳两声，楚楚可怜，娇躯扶风若柳，像一朵在寒风之中摇曳的花朵，十分病弱，天生体弱，给诸位见笑了。今日公子相救我等，小女子无以回报。唯有……听到楚言这样说之后，不仅苏黎几人美眸瞪大，就连楚家等人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他。南宫晨目光深邃，饶有兴趣的看着他，唯有将楚家仙藏的名额赠给公子，才能报答这无上恩情。就当苏黎拳头握紧的时候，楚言才断断续续的说完。听到之后，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个。苏黎紧皱的黛眉也是一下子舒缓开了，心中那抹紧张也消失不见。不过还是满眼警惕地看着楚言，说话说这么慢，真是狐狸精一个。而楚家众人听清楚之后，也是反应过来，满脸震惊：“小姐，万万不可啊！楚家仙藏的名额自古可都是那几家啊，若是给出一个名额，恐怕会引得其余人不满。”“是啊，仙葬之事无比重要，名额亦是如此，可得等道族中长老商议之后，方才可以做决定。若是家主等人知道之后，一定会责罚我等的。”这些弟子也是连忙小声开口劝说道：“你们再叫我做事。”楚言转过身去，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寒冷无比，如同9天之上的冰窟一般。楚心看到这一幕，也是心中暗骂这些弟子脑子笨，敢质疑女暴龙的决定，你们真是嫌活得不够久，还好自己一句话没说。楚家弟子见到之后，也是不敢多说，一下子全都闭嘴了。这时候他们才想起，此次9天秘境的一切都是由楚言决定，他们无责过问。楚家仙藏，南宫晨眼神有些疑惑，这又是什么？楚言转过身来，展颜一笑，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笑容甜美，缓缓解释道：“楚家仙葬就是楚家自古以来所掌管的一方小世界入口。我听家中常辈所说，里面机缘无数，乃是9天10地之中一处禁地，每逢10年便会召开一次。届时，不仅我们玄天域的天骄会参加，还有其他9域天骄亦会进入到这个仙葬之中争抢机缘，将会是一次扬名10域的机会。”话落，楚言美眸闪动，看着南宫晨，他有预感，若是南宫晨到时候参加了，一定会给不少人带来一个大惊喜的。既然如此，那这个名额我就收下了。南宫晨神情淡然，应声道，心思却没有放在这上面。他现在只想将那灵海收入天元灵碑之中，因为他看到那失去鸿蒙道果的鸿蒙古树，现在竟然在吸收剩余的残料，那可是1万仙灵液啊！好，南宫道友，还有各位仙女，楚家仙藏再会。楚言眉眼弯弯，拱手道。随后他便带领楚家弟子离开了这里。苏里黛眉微皱，他感觉这个女的想要勾搭南宫晨的感觉，不行，若是到时南宫晨要去，必须让南宫晨离他远点。王宇轩和周尔听到楚言夸他们仙女，心中不免有些喜悦，看他的眼神都顺眼多了。南宫晨众瞳散发着幽光，就这样看着他们的背影逐渐走远，随后直接将天元灵碑直接丢入灵海之中。三女见到之后也是一脸疑惑，这是在做什么？只见天元灵碑进入到灵海之中，就如同一个大型抽水机一般，疯狂地吞噬着这些液体。苏黎等人见到这一幕，也是美眸震撼，这是什么逆天法宝，竟然能将这个灵海之中的液体给吸收？很快，这一池子的灵海就见底了。南宫晨见吸收完最后一滴灵海之后，也是将其收起，他点了点头，心中很是满意。虽然被吸收了一点，但大部分都还是有的，大概转化了9000滴仙灵液，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足以让天元灵碑内部发生蜕变了。随后，南宫晨将目光放在这棵鸿蒙古树上，不知道该如何将这棵树给运走。就在这时，轰隆一声，整个秘境之中都在摇晃。南宫晨感应到之后，也是面色一变，不好，这个秘境没有足够灵力支撑，要崩塌了。周尔开口说道，神情有些慌张。南宫晨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这棵鸿蒙古树，随后转过身去，带着3人离开了北域。眼见秘境即将就要结束，这些各个的势力的前来的长老还有护道者，此刻也都显现出来。也不知此次我太阳神宫弟子将会取得一个怎么样的机缘。一个白袍老者开口说道，正是太阳神宫的长老林应火。他脸色傲然，有些居高临下的看着其余势力。林天带队，你还不放心吗？此地天骄
也就只有楚家圣女能胜凌天一筹，其他都是什么臭鱼烂虾来凑数的。另一个太阳神宫的长老回应道，气息如渊，目光炽热。此话一出，此地很多的势力长老脸色都变了。浩然阁那边有一个魁梧长老，听到之后也是当即嘲讽回去，如此说大话，小心闪了舌头，别等会一个人都没出来。欧阳正，你还是多担心你们浩然阁的弟子吧，别等会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榜弟子都折损进去。哦，对了，月如山好像连东神州的天骄都战胜不了，可真丢我们中神州的脸。林应火也是不甘示弱的反击道。欧阳正听到之后开口笑道，如山既不如人，我倒是也认，不过你确定你们的蓝凌天能战胜得了那位众统者？笑话，蓝凌天杯复星辰剑体如今也突破到大能境中期，位于天榜第50，怎么可能战胜不了那位众统者？众统者确实强，不过修为太低，若是成长个几年，说不定才有机会摸到蓝凌天。林应火摇摇头，面露不屑地说道，摸到？别等会你们那所谓的天骄进去给我们晨儿给宰了就搞笑了。天渊府的非洲之上，有人大笑道。众人听到之后眼神震惊，抬头望去，究竟是哪个势力竟然不畏惧太阳神宫？要知道就连大前王朝和大周王朝的长老此刻都不敢出声。当众人见到那艘非洲之后都明白了，原来是众统者的那个势力。你是何人？林应火面露不善地说道，区东神州的土著竟然敢如此对他们说话。一旁的太阳神宫长老也都面色难看地看了过来，就算脱去太阳神宫的身份，他们也算是神王境的老牌强者了，整个玄天域之中谁不敢给他们3分薄面？你们等会若是再说一句关于晨儿的坏话，那我就是宰你们的人。非洲之上，南宫问天眯着眼睛说道，身上气息毫无遮掩地爆发出来，一股滔天杀意覆盖漫天。瞬间林应火两人脸色苍白，瞳孔微缩，竟然是神王巅峰的强者，甚至还不是一般的，这等气息就差临门一脚就要突破到准圣了，况且此人还如此年轻。众人感受到这般气息之后也是眼神震惊无比，又一位绝世强者，还是众统者所属的势力的。众统者究竟是什么背景，竟然连太阳神宫的顶级势力都不怕？见到太阳神宫2位长老不敢出声，众人也是一阵舒爽。多少年了，终于有人制止他们太阳神宫这股傲慢劲了。大周王朝一位身穿红袍的长老在见到南宫问天之后反应却十分平静。虽然天渊府是在大周王朝之中的势力，但两者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只要天渊府想要推翻大周王朝，不过只是一念之间。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来说，天渊府才算是玄天域之中真正的顶尖势力，堪比尹氏家族的那一种级别。大周王朝也不过只是一个掩护伞罢了。红袍老者叹息一声，他也很纳闷，为什么天渊府有这等实力却要如此隐忍？不过自从南宫城问世之后，好像一切都变了。另一边，楚家带队的长老见状也是眉头一皱，太阳神宫秘境还未结束，你们未免有些太看不起人了吧？此地东神州天骄亦是不弱于你们太阳神宫。他身穿黄袍，眸子开合间冷电绽放，气息很是强大，乃是此地唯一的准圣强者。见到又有强者为东神州发声，众人也是满脸震惊。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有如此多的强者替东神州说话。一下子这些东神州的修士也是内心激动不已。太阳神宫不语，因为他们知道若是再继续说下去，恐怕就要引起众怒了。很快这片天地便陷入一片寂静，直到眼前秘境之中传来一道气息，这代表着9天秘境已经结束，很快自家的天骄就快要出来了。林应火此刻眼神怨毒地看着南宫问天，此次回去之后一定要跟公主反映，铲除这个众统者的势力。同时他也面露期待着等会蓝凌天出来狠狠地打这些人脸，亦或者蓝凌天将这个众统者杀死在秘境之中，断了他们的念想。林应天恶狠狠地想到。果然几息之后，一道流光出现，这些都是此次一般的天骄，只是止步于地宫外围而已，并未进入到地宫核心。众人见到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真的妖孽还在后头。浩然阁的天骄出现了，有人惊呼道。就在秘境的洞口外，有一道魁梧的身躯正在飞行着，他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双臂还有鲜血滴落，显然是受了重伤。而身后那些浩然阁的弟子也都个个身上背负着伤势，凄惨无比。欧阳正见到之后也是眼睛瞪大，慌忙的过去接应，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竟然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势。月如山服了一颗丹药下去，脸色有些缓和，随后开口道，在秘境最深处我们遇到了血魔王。他声音低沉，只有欧阳正一个人能听见。太阳神宫那边，林应火见到受伤惨重的月如山等人也是面露不屑，眼神之中尽是嘲讽之色，就说你们这群炼体的没脑子吧，还不是死的死，伤的伤，要是换做我们太阳神宫，绝对不会出现如此状况。什么？你们遇到了血魔王？欧阳正大声说道，眼神之中无比震惊。此话一出，众人面色一变，纷纷眼睛瞪大。血魔王？你没有说错吧？其他几个势力长老亦是大惊失色。林应火嘴角的笑容凝固了，眼神之中充满浓浓的不安。太阳神宫弟子迟迟没有出现，该不会是出现什么事了吧？楚家那个长老亦是面露担忧，死死地盯住那个秘境洞口。很快一道绝美的身影出现，身后跟随着一群天骄。
楚家长老见到之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一下就舒缓了，还好没事。若是楚言和楚兴出了什么三长两短，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去交代。眼见秘境即将要关闭，却愈发少人出来，整个北域此刻众人的神情无比复杂。非洲之上，南宫问天紧紧地盯着洞口，心中暗自祈祷南宫晨不会出事。同时他心中有些疑惑，此次秘境出现了血魔王，竟然还有人逃脱，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说有人将血魔王给斩杀了？他震惊地想到，不过立马否定了，这怎么可能？就在洞口快要关闭之际，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终于出现。南宫晨神情淡然，一袭白衣，纤尘不染，周身仙光缠绕，神采奕奕，犹如谪仙将士，气质无比出尘高贵。身旁的几个女子亦是世间绝色，明眸皓齿，眸若星河，五官精致，三女风格各不相同，让众人无比羡慕。南宫晨等人一出来，便吸引了无数目光，少女们的尖叫如狂潮一般涌来。她们大多都是玄天域之中有头有脸的天之娇女，有出自一方顶尖宗门，亦有出自一尊一流家族，再或者是一方小王朝之中的皇室。如今她们都面红耳赤，娇躯轻颤，美眸之中充满着狂热，为南宫晨的仙颜所折服。她们内心嫉妒不已，恨不得与南宫晨亲近的人是他们。当然，一些男修士则是露出羡慕之色，羡慕南宫晨身旁有如此多的绝美女子相伴，可谓是他们心中的人生巅峰。南宫晨见到这般场面，神色依旧不为所动，淡然自若，仿佛已经习惯了一样。苏丽亦是如此，绝美的脸上无比冷淡，3000银丝散落于肩，自带着一股冰雪美人的傲然。任他们叫又何妨？南宫晨道侣从头到尾也只能是他一人，他有自信配得上他。王宇轩就有些吃醋了，正咬牙切齿着，白皙的脸蛋鼓着，很是可爱。一群死颜狗，切，不就喊得比我大声吗？搞得像谁不会一样。而周婉儿则是心中有些震惊，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南宫晨。他还是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南宫晨这般恐怖的人气。二叔，南宫晨回到非洲之上，开口道：“不错，看你这般样子，此次9天秘境应该收获不小吧？”南宫晨问天夸赞了一下，笑眯眯的道。南宫晨笑了一下，并没有直接回答。南宫问天见到之后，心中也是明白许多。对了，我听说你们这次遇到了血魔王啊哈哈，你小子运气真好，竟然能逃出升天，不愧是我们南宫家的种，果然被天道保佑。南宫问天像是想到了什么，拍了拍南宫晨的肩膀，夸赞道。南宫晨听到之后，倒也没有否认，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是啊，运气好而已。而身后三女听到这话，也是美眸中出现一抹笑意。就在两人叙旧之间，其他势力此时纷纷都炸开了锅。9天秘境关闭了，怎么感觉少了很多人呢？人群之中有天骄见到这一幕，也是疑惑道：“是啊，太阳神宫不见了，就连大前还有大周的人出来也极少，莫非他们都葬身于此了？”又有人开口附和道。此刻在人海之中，有一道清新脱俗的身影站在那里，在听到之后，面纱之上那双美眸竟然出现一丝复杂之色。此人正是柳如烟。原本柳如烟想要跟随着南宫晨一行人前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走着走着突然跟丢了，便止步在外围，并没有进入到地宫的核心之处。太阳神宫的那些弟子可是都被南宫晨所杀，他应该不会有事吧？毕竟若是南宫晨没有出现在那里，他都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出来。柳如烟心中想到，眼神之中竟然出现担忧之色。就在他思索之间，一道无比暴怒的声音响彻整个天地：“我们太阳神宫弟子呢？怎么一个都没有出来？你们务必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太阳神宫那边，林应火怒吼道，身上汗毛炸起，眼神通红无比，一身神王境修为毫不保留地爆发出来，带着一股冲霄的杀气，恐怖的威压震慑不少人脸色发白。当得知太阳神宫弟子全部都死在里面的时候，他心中发凉，犹如晴天霹雳，不知道该回去怎么交代。而在另一边，大前王超一个赤发老者，他也是血气上涌，心中愤怒无比，看向大周那边，质问道：“是不是你们大周搞的鬼？为何我们的几位皇子还有君无双皆没有出来？”大周那边，周元面露无奈：“大哥，我们大周搞什么鬼？你没看到我们的几个皇子也没有出来吗？都一样惨，你何必将怒火撒在我们身上？他本来就是来走个流程的，若不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他才懒得来。毕竟如今的大周已经完全变味了，死了大周王几个儿子，关他什么事？进秘境之中是他们自己的事，难道自己还能进去帮他们吗？”大前的赤发老者愣了一下，好像是啊，他们的出来的人也只有几个。那你觉得是谁做的？赤发老者沉声问道，看向周元。我哪知道？周元双手一摊，一副不关我事的表情。你！赤发老者听到之后更气了，这个老东西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但就是不说。同时他心中对大周更加鄙夷了，连自己王朝的天骄都不在意，迟早的灭了。而在两人交谈结束之后，周元心中有些猜测，看向天渊府非洲那边，眼神一动。这么多人死了，大概率是那位少主所做的，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不说，谁想招惹他们啊？让这些笨鸟自己猜去。想到这，他就满脸轻松，毕竟等会就可以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此刻林应火怒火中烧，
扫视一圈，随后看向浩然阁那边，开口道：“岳如山，你们进去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选了一个最好招惹的势力去询问。岳如山听到之后，脑海中也是浮现秘境之中的意象，不对劲，好像后面就没有见到太阳神功呢。难道不会是都被他整死了吧？想到这，他心中出现一道白衣身影。算了，这可是狠人啊，他可招惹不起。哼，你们太阳神宫弟子没有出来，问我们作甚？欧阳正老脸一拉，冷哼道：“太阳神宫的怒火，你们可承担不起，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林应火脸色一黑，语气寒冷，威胁道：“你这是在威胁我们浩然阁？”欧阳正眼神微眯，强大的气息从身上释放出来，一时间氛围无比紧张，两人大有一副随时战斗的姿态。这时岳如山才开口：“蓝凌天他们在我们进入到地宫之后就分道扬镳了，我们并不知晓他们发生了什么。而后面在地宫核心，我等剩余人汇聚时，也没有见状蓝凌天等人。他所说并不假，事实就是如此。”林应火听到之后，脸色依旧冰冷，凝视了岳如山一会，见他并没有撒谎，便脸色阴沉的离开了。等林应火离开之后，欧阳正看向岳如山，眉头一挑，开口道：“你没撒谎？”“没有。”岳如山笑容苦涩：“这确实是真的。那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欧阳正眼神深邃，语气有些低沉。岳如山不语，毕竟要是说出来有些惊世骇俗，欧阳正也没继续追问，自顾自地说着：“哈哈，看到这太阳神宫难受，我就舒服。这次亏损这么多弟子，这个老东西回去之后，肯定少不了一顿惩罚。哦，对了，忘了问你，你们是怎么从血魔王手中逃出升天的？”欧阳正目光灼灼，有些好奇。只见岳如山摇摇头，缓缓道：“没逃，血魔王被人杀了。”“哦，莫非是有远古大能在秘境之中苏醒了，然后帮了你们一把？”欧阳正有些意外，猜测道：“不是。”岳如山又摇摇头：“啊，那是被何人所杀？”欧阳正脸色有些震惊，追问道：“众统者。”岳如山缓缓吐出这几个字，神情无比严肃。听到这3个字，欧阳正脸色大变，眼神之中无比震撼，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失语。他好像知道为什么太阳神宫弟子全军覆没了。楚家那边，小姐，你们没事就好。楚家长老感叹道：“能从血魔王手中捡回一条命，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简直可以说是福运滔天啊！即便是这尊血魔王没有到达巅峰期，那也不是这些人能够对付的。如此看来，太阳神宫那些弟子全军覆没，倒也没有道理。对了，我将楚家仙藏的一个名额交给了众统者。”楚言开口说道，语气平淡。楚云听到之后，苍老的眼睛瞪大，似乎有些意外，语气之中带着一些慌乱：“小姐，楚家仙藏名额事关重大，怎么能轻易交给别人？若是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楚言摇了摇头，轻声道：“你可知为何我们安然无恙吗？因为血魔王被众统者和那位九品女子斩杀，准确的来说，是被众统者一人所斩。”“什么？”楚云满脸震惊，神情僵硬，眼中写满了不可置信。而且众统者身上有无上异象，似乎还掌握了传说之中的雷帝宝术，若是能拉拢过来，日后对我们楚家而言不可言喻。楚言悠悠道，语气之中充满着感叹，美眸中有无数心思。楚云震惊不已，瞳孔微缩，这一件一件事都在冲击着他这几千年来的阅历。没想到这东神州竟然出现如此真龙，他们所有人都看走眼了。小姐，你做得好，回去之后家主知道了，一定会夸赞你的。良久，楚云才缓过神来，开口道：“那这么说来，太阳神宫那些弟子也是他？”想到这，楚云眼中出现一抹不敢置信之色。“应该吧，若是等会太阳神宫出手保住众统者。”楚言没有回答，而是下达了命令。“是。”楚云也是恭敬道。此次9天秘境，准确的来说，领导人是楚言。太阳神宫那边，此刻林应火还有另一位太阳神宫的长老也没有闲着，并分2路去询问，得到了许多信息。原来蓝凌天有个弟弟被众统者所斩，我方才得知。2人会合之后，林应火开口说道，语气低沉：“怪不得一开始来的时候，蓝凌天听到众统者的名字如此激动。”宋忠听见后，面色有些惊讶，随后将自己所得知说了出来。方才问了进去地宫核心的天骄，他们所说，众统者斩杀了传说中的血魔王，将最后的机缘给拿到了。林应火面露震撼，似乎听到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语气震惊：“怎么可能？这若是真的，那我们严重低估了众统者。没错，我太阳神宫弟子极大可能就是被众统者所灭。”宋忠眼神无比冰冷，脸色阴沉说道。下一刻，2人爆发修为，朝着天渊府的非洲遁去。见着2人移动，众人也是在纷纷议论着。他们朝着众统者那边飞去，难道说太阳神宫弟子是被众统者所灭？有人不敢相信地说道。其他人听见之后，纷纷面面相觑，眼神之中充满震惊。杀我太阳神宫弟子，众统者，是不是你？林应火站在虚空，怒吼道，身上神王境威压直接朝着非洲压去，声如洪钟，瞬间响彻整个北域。敢做不敢当吗？出来！宋忠眼神冰冷，沉声道，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杀人偿命，今日若不斩杀此人，恐怕难以给公主交代。一时间，
整个北域风起云涌，无数的目光都投向这里。天啊，居然是众统者将太阳神宫弟子所斩，那可是天榜50的天骄啊！我听闻进入地宫核心的朋友所说，据说是众统者获得了最后的机缘，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他们甚至说众统者斩杀了血魔王，我感觉有些扯了。众人议论纷纷，焦点都在南宫晨身上。下一刻，两道身影从非洲之上显现，分别是南宫晨和南宫问天。南宫晨神色冷漠，乌发飞舞，白衣猎猎作响，众瞳开合间有天地毁灭异象，身上自带一股无敌之气，犹如一尊天生王者。南宫问天面露不屑，手持阔刀，眸若雷电绽放，身上气息强盛到极致，刀意直冲云霄，散发出来的威势甚至比他们还要强大。林应火和宋忠见到南宫晨之后，也是杀意腾腾，血气冲霄，犹如见到生死仇人一般。众统者，你隐藏的可真够深啊，竟然连血魔王都给你斩了，我若是不问，恐怕今日就要被你逃过一劫了。林应火冷声说道。此话一出，下面在听着的人们脸色一变，瞳孔微缩，犹如听到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什么？众统者竟然斩了血魔王？那可是圣人都斩灭不了的存在啊！其余天骄听到之后，亦是脸色震惊。血魔王居然被南宫晨所斩，这尼玛还是同一辈的天骄吗？那这么说来，9天秘境之中，那传说之中的无上机缘也被南宫晨收入囊中了。众人原本以为此次的9天秘境，他们东神州的天骄不过只是来走一个过场，却没想到出现南宫晨这样的怪胎。先前谁说我们东神州天骄不想的？站出来，斩血魔王，力压中神州天榜妖孽一筹。古往今来，恐怕东神州唯有南宫晨一人。错了，你们想想，众统者的道侣亦是拥有无上天赋的神体啊！一时间，这些东神州天骄无比激动，眼神炽热说道。其他州天才听到之后，此刻也都不敢出声，面色有些羞愧。先前的大多数的人都在唱衰他们，却没有想到一个南宫晨狠狠打了他们的脸。但也有些人面露冷笑，很是不屑地摇摇头，不就是侥幸斩杀了虚弱状态的血魔王罢了，换谁来都行。没错，不过现在看来，众统者斩杀了太阳神宫弟子，今日恐怕很难走出北域了。毕竟东神州可是没有一个势力能与太阳神宫抗衡的，真是可惜了。看来这片土地注定出不了妖孽啊！人群之中的柳如烟听到之后，神色一直变化，先是震惊，再到如今的担忧。是啊，南宫晨斩杀了太阳神宫的弟子，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南宫晨的，而且南宫晨身后的势力未必能保得住他呀，这可如何是好？柳如烟心急如焚，美眸中尽是担忧，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可不想见到南宫晨落入这般处境。虚空中逃，我可不是你们太阳神宫这般虚伪的小人，我一生光明磊落，何必需要苟且？南宫晨冷声说道，他众瞳炽盛，气势不输于他们。你就说是不是你斩杀我们神宫的弟子？听到自己被嘲讽，林应火也是气急败坏的说道。哦，顺手的是，原本只想抢个劫就走的，谁知道你们的那个兰陵天对我恨意这么大，上来就动手，那就没有办法了。南宫晨无奈的说道，看上去很是无辜。此话一出，不仅2位太阳神宫的长老愣住了，就连下方众人也呆滞住了。他们听到了什么？众统者竟然向太阳神宫打劫，如此生猛的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让他们好奇的是，为何第一次见面，兰陵天就如此仇恨众统者，一见面就动手？林应火气血上冲，说话都有些不稳，咬牙道，还不是因为你把他亲弟杀了？一旁的宋忠也是气得不轻，2根胡须不停地发颤，眼睛死死地看着南宫晨。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打劫太阳神宫，你说的是人话吗？话落，众人脸色恍然，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他们眼神带着笑意，这众统者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啊？不过兰陵天也是真够惨的，被自己的仇人所打劫了。同时他们心中也是无比佩服，这众统者真就是一个超级狠人，杀人家兄弟还不够，还要送他们团聚。打劫，哈哈哈，做得好啊！南宫问天大笑，很是自豪，不愧是南宫家的主，真是欺人太甚。我已告知我神宫之中的强者赶来，今日你就算长了翅膀，难逃一死。林应火阴冷地说道，此子太过于妖孽，必定不能让他成长起来。我自飞扬临天下，谁人能阻我？南宫晨笑了，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自信，身上带着行之秘，只要他想，没有任何人能够抓住他。不过他也不打算逃，天渊府也不是没有人来支援，大不了就干一架呗。狂妄小儿，动手！林应火目光阴冷，大喝道。话落，2人爆发修为，气息无比强大，林海之中宛若一片红日，灼灼燃烧。此乃太阳神宫的独门功法，很是霸道强悍。老子等着就是你们动手！南宫问天大笑，眼中带着一抹嗜血之意，手中的阔刀刹那间涌出无尽的红芒，杀意冲霄，威势惊天动地。虚空颤栗，神王境强者爆发出来的波动，足以让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小姐，现在要去帮忙吗？楚云见到这一幕，也是开口问道。还不急，众统者身旁那个强者应该能支撑很久，等到他们最绝望的时候再上前帮忙，这样才能收拢人心。楚言美眸闪动，轻声说道。楚云听到之后，心中也是佩服不已，小姐这般城府，可让他们望尘莫及啊。同时
他望向南宫晨的眼神之中充满着悲哀，多好的一个少年啊，又要被小姐算计了。不过能为楚家所用，倒也不错。当然，若是南宫晨知道他们的想法，恐怕只会想笑。眼见一场强者之间战斗爆发，众人也是目不转睛，生怕错过了什么。毕竟他们也能从其中学到一些什么。大日当空，林印火喝道，站在虚空上，双手掐诀，一阵恐怖的气息爆发，威能澎湃，凝聚成一个宛若太阳一般的火球，朝着两人砸下。宋忠亦是如此，抬手间，一片滔天火海升起，有一种焚尽世间一切的恐怖之势，直接朝着南宫问天覆盖下去。两人虽然只有神王后期修为，但招式无比相像，甚至能叠加在一起，爆发出更加恐怖的波动，威力直逼神王境巅峰。就这，南宫问天冷笑，将南宫晨护在身后，随后手持血红阔刀，脚踏虚空，一人面对。顷刻间，一道巨大无比的血色刀光出现，刀意无比惊人，直冲9天之上，甚至直接将天空分成2半，朝着那无尽火海斩下。轰隆，一股极为强势的波动扩散，让众人脸色发白，心中震撼不已。这就是神王之间的战斗吗？林印火两人见到刀光冲来，脸色不安，两人的招式竟然被一同展开，直冲他们身躯。宋忠爆发修为，迅速闪身躲过这一击，而林印火竟然直接被这一刀斩成2半，一下子漫天鲜血直流，心惊不已。南宫晨见状也是有些震惊，二叔竟然如此之强吗？这还没完，两道犹如十字一般刀刃再次冲来，威势无比惊人，宛若要将天穹撕开。只见林印火那分成2半的身躯白光乍现，迅速的合在一起，他催动灵力朝着一旁躲去。真是小瞧你了，竟然如此强大！林印火气喘吁吁的说道，满脸苍白之色。显然刚刚躯体恢复对于他的灵力损耗极大。宋忠亦是如此，眼神充满着震惊。若是寻常神王境巅峰的强者，可能刚刚就死了，没想到这家伙刀意惊人，连火海都能撕开。修行者跨入神王之中，肉身就极其难以杀死，说得上算是不死不灭。想要杀死，唯有斩其肉身之后灭其神魂，这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杀死。南宫问天悠悠开口，显然他是对南宫晨所说。南宫晨点点头，这种神王之间的战斗让受益匪浅，更别说还有人指点了。林印火两人见到这一幕，脸色无比难看，跟吃了屎一样难受。没想到眼前这家伙竟然边与他们战斗边教学，完全就不把他们放入眼中。下面众人见到这一幕，同样也是震惊。那重统者究竟什么来头？护道者竟然如此强大，那好像是他的二叔，刚刚听他所唤。那这么说来，众统者背后的势力也很强大。此刻众人都被南宫问天的战斗力给震撼到了，纷纷猜测南宫晨的来历。罢了，怕你小子看不懂，我斩一尊老东西给你看看。南宫问天笑了一下，爽朗无比，随后带着滔天血气，脚踏虚空，爆发出极大的音爆，朝着林印火斩去。南宫晨额头瞬间浮现几条黑线，什么叫我看不懂？明明是你自己想杀。算了算了，就让二叔装一回吧。林印火见到南宫问天朝着他冲来，一时间脸色无比慌乱，大声叫道：宋忠救我！仅仅凭他一人可挡不住南宫问天杀伐攻势的。同时林印火也在朝着宋忠飞去，速度催动到了极致。宋忠一愣，随后向着林印火那边飞去。两人此刻都没有想到，这个南宫问天是真的敢把他们杀了呀。就在两人快要汇合的时候，林印火抬头一看，一道耀眼的白光出现，那闪烁的寒芒让他身上直生寒意。唰，下一刻林印火梅开二度，肉身又被斩成2半，鲜红的血液散落在虚空之中，肉身直接坠落下去，一道神魂从其中抽出。那小人脸色煞白，慌忙逃窜。南宫问天也没有因此停手，手起刀落，那血红冲天的刀意直冲那如小人一般的神魂。你敢！宋忠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大惊。轰！南宫问天并没有因此停手，反而加大力道，瞬间威能澎湃，一众重刀意倾泻而下，林印火的神魂彻底泯灭。太阳神宫一代神王境强者陨落。好侄儿，学会了吗？南宫问天笑道，面色很是儒雅，即便是刀刀血液飞溅，一身青袍也一尘不染。学会了。此刻南宫晨认真的点了点头，他是真学会了怎么杀神王了，若是有机会也宰一尊玩玩。而在外人看到这一幕，则是感觉很是不可思议，下巴都要被惊掉了，满脑子都是问号。这两叔侄怕不是都是变态吧？一个敢教，一个敢学。此刻全场鸦雀无声，众人瞳孔微缩，很难想象一代神王强者陨落的原因，竟然是这个用刀的男人想要教学自己的侄儿怎么杀神王。南宫问天满意的笑了，开口道，既然如此，那我生擒一尊神王，让你来斩他，是试斩神王的感觉如何？随后他把目光望向剩下的宋忠，眼神之中充满着打量之色。好。南宫晨重重的点了点头，心中很是激动。世人皆被这对疯狂的叔侄所震惊到了，不知道用何种语言来形容。疯狂，真是疯狂。不过这些也是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了，若没有实力，那就是众人取笑的小丑。这也能侧面的反映出南宫问天对于自己实力的自信。宋忠双腿发颤，被这目光盯得心里发毛，牙一咬，
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脸上带着不屈之色。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反抗之时，他竟然双腿一拔，落荒而逃了。而南宫问天也是早早的预料到了，就在宋中洞的一瞬间，一道更加迅速猛烈的身影出现，阔刀落下，刀光闪烁，刀意通天。这般强大的攻势，竟然直接吓得宋中将自己肉身抛弃，神魂飞出，爆发着极快的速度。南宫问天见到这一幕之后，更加兴奋了，神魂更加好杀，而且不会对南宫晨造成危险。那把血色阔刀直接被南宫问天一把丢出，直接朝着宋中的神魂冲去。够了！这时候，虚空之中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他气息如渊，散发出来的威压足以让天地都震动。这赫然是一尊准圣。他大手一挥，无尽的神辉落下，想要将宋中救下。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眼神震惊。又来一尊强者，这般气息，难道就是太阳神宫前来的元首？甚至比阔刀男子身上的威压还要强大？难道说这位老者乃是一尊准圣？有人在冷笑。看来今日大局已定，众同者必死无疑。准圣与神王之间差距犹如天地之隔。楚言见状，也是美眸微眯，开口道：“阁老，准备救援。”一旁的楚云点了点头，正准备上去之时，虚空中又一道强大的波动出现，符文闪烁，神芒倾泻而下，直接将那抹神灰击散。只见云海中一道身影走出，此人身材佝偻，双目深邃，脸庞无比苍老，正是南宫晨的护道者穆老。竟然是你！太阳神宫的准圣见到他，也是大惊失色。而在下方，宋中眼见那抹神灰消散，一时间惊慌失措，大喊道：“救我！”只可惜下一刻，血色阔刀贯穿其身，神魂虚弱万分。看你往哪跑！南宫问天兴奋的大笑，一把抓住刀柄，一道定身术法落下，缠绕在宋中神魂周身。来，侄儿，把他弄死！南宫问天朝着南宫晨那边喊道：“你们这般作为，会遭到报应的。”宋中目光阴翳，冷声说道：“神魂愈加虚弱，报应有种就弄死我！”南宫问天眉毛一挑，嚣张地说道：“你！”宋中此刻脸色发青，被气得不轻。没想到他堂堂一尊神王，却遭到如此羞辱。南宫晨一身白衣，气质出尘，脚踏虚空，缓缓过来，冷声道：“今日你们若是没有出手，就此退去，我还会放你们一马。只可惜你们自寻死路。”话落，南宫晨重瞳炽盛，一道灼热的眸光从中爆发，带着无比恐怖的威势。轰！你敢！虚空中，太阳神宫的准圣见到这一幕，也是不由得瞪大眼睛，大怒道：“他朝着南宫晨一掌挥下，神辉洒落，化作一只金芒巨掌，竟然将虚空震碎，法文涌出，浩瀚无比。金河，在我面前也敢对少主动手，找死！”穆老眼神冰冷，语气之中充满着杀气。他能叫出对方全名，说明在很久之前，两人之间有过交集。下一刻，一道更加璀璨的神光出现，一张山水画卷显现，带着一股大威势，直接寄出在虚空之中。万道神芒从山水画卷中演化，有滔天树干从中冲出，直接将那金色巨掌搅碎，看得众人瞠目结舌。金河见到之后，也是怒气冲天，质问道：“为何你要阻止我？一个小势力，值得你如此卖命吗？”小势力，哼，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今老朽退隐江湖，唯一的使命就是保护少主。你若拦我，那老朽就看看这么多年以来，你有没有长进。穆老开口应道，没有丝毫动摇之意。啊！与此同时，随着一声惨叫声响起，宋中神魂彻底被这道眸光击散，又一尊神王就此陨落。你们简直不可饶恕！金河汗毛竖立，两眼通红的说道。这么多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和太阳神宫作对的人。上一个与太阳神宫作对的，坟头草都2丈高了。众人见状，纷纷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所见。众同者竟然真杀了一尊神王，尽管这是在被南宫问天抓住的情况之下，那也是十分震撼的了。这对于南宫晨来说，更会增长其无敌之势，能锻造一颗强者之心，日后成长起来，凭借他的天赋，谁人可阻？还要再战下去吗？有人感慨道。要知道，今日太阳神宫已经战死了2位神王了。此刻，众人再也不敢小瞧这个从东神州出来的妖孽。在玄天域之中，恐怕只有最顶尖的势力，恐怕才能派出准圣护道者呀。这也让他们对南宫晨背后的身世产生了浓浓的好奇。人群之中，柳如烟见到南宫晨身边有如此之多的强者，心中的担忧彻底放下了。还好，南宫晨不用死了。此刻，楚家那边，小姐，看来今日我不用出手了。楚云有些汗颜，讪讪说道。废话，还用你说？楚言翻了一个白眼，没有好气的说道。南宫晨竟然有一个准圣护道者，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啊！没想到这个男人的身世竟然如此神秘。很好，你已经成功吸引本小姐的注意力。楚言舔了一口朱唇，美眸中露出玩味之色。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启程回家。楚言转过身去，淡淡道：“是。”楚云恭敬道。虚空中，尽管金河此刻无比愤怒，但头脑却是十分冷静。他知道现在这个局面，他孤身一人面对到木川，恐怕不敌的可能性很大。他眼神闪动，也没有出手，在思忖着什么。突然，
金河看到不远处的意气风发的少年，眼神中爆发金光。他倒是看出了，这个资质妖孽的少年才是这群人之中的核心。若是将其抓住，那不是迎刃而解吗？作为老牌准圣的他，一眼就发现了转机。木川谨慎地打量着他，金河的招式很是诡异，术法多样，不得不提防。忽然，金河动了，气息如渊，双手化爪，威能澎湃，竟然化作一双金色龙爪，朝着木川攻去。无数金色的法力随之涌动，一股恐怖的龙威盖压而下。这是传说之中的天阶5计划龙爪。下方有强者认了出来，囔囔道。此刻，众人听到这声后，终于有些恍然。这个准圣竟然是太阳神宫的金准圣，一手杀伐无敌的化龙爪，在中神州杀出一片威名，乃是准圣之中的前列，实力很是强大。也不知道众统者的护道者能不能面对。木川也知道这招的恐怖之处，也不得不再次祭出开山图应对。山海阵。下一刻，那山清水秀的画卷之中，道纹流转，法力澎湃，虚空之中，巍峨的古山和一望无际的大海意象出现，直面这一击化龙爪，爆发出来威势同样强大，不输于金河，甚至更胜一筹。即便如此，金河见到之后，嘴角露出冷笑，随后竟然掉头，飞快地朝着南宫城那边冲去。今日杀你道统天骄，望你们日后不要再招惹上太阳神宫。金河如同宣告天下一般，冷声说道。不好！木川双眼瞪大，有些不敢相信，金河竟然用出如此下流的手段。一时间，他燃尽生命，做出最快的反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下面赶去。少主万万不能出事啊！非洲之上，苏里等人也是脸色一变，俏脸刹那间变得无比苍白，一丝血色都没有。夫君，主人！下面的众人见到这一幕，脸上的神情无比紧张，但也有人在冷笑。众统者，这下你无计可施了吧？护道者也不在身边，单单凭南宫问天，可是挡不住的一尊准圣的。柳如烟也花颜惨白，不敢看接下来的画面。当然，此刻最紧张的还是南宫晨和南宫问天二人。南宫问天面对到这般恐怖的威势，也不禁心生畏惧，脸色有些苍白。单单凭他一人，可挡不住这般威力。不过还是拼了，他可不能亲眼见证自己的侄儿死。快跑！南宫问天喊道，一把将南宫晨给推开几里。南宫晨有些无奈，又偷偷飞回。他掌握世间极致速度的行之秘，其实完全可以逃走的。算了，等会二叔快不行了，就把二叔接走吧。南宫晨心中暗自决定，等会催动行之秘，一把将南宫问天给拖走。回过神来，南宫问天握紧阔刀，身上爆发出一股红色血气，直冲云霄，刀意凝聚化时，竟然在虚空中演化出一把血刀。此乃他的最强一刀，天阶5技，是天。这血红的巨刀爆发出来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甚至隐约间直逼准圣初期，让所有人都出奇的意外。金河见到之后，神情也是愣了一下，不过还是冷笑：好好好，今日你二人就一起死吧，杀了你们也算是为我们太阳神宫日后铲除大敌了。紧接着，金色的龙爪再次出现，虚空颤栗，所散发出来的威压就不是简单的准圣能够匹敌。那凝聚的血色阔刀碰上了金色龙爪，竟然直接破碎，直冲南宫问天。没办法，两人之间的差距太过于巨大，南宫问天能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绝世天骄了。金河内心无比满意，一想到有2位前途无量的人死在自己手中，就不由得心中舒爽。他最喜欢的就是虐杀这些还未成长起来的天骄了。你敢！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响起，语气之中带着浓浓的杀意。众人抬头望去，只见虚空之中一尊绝美的身影出现，他脸戴鬼脸面具，似哭似笑，眸若星河，周身符文交织，神辉缠绕，身后竟然有异象旁生，星空宇宙在那演化。鬼脸女子出手了，话音落下，那金色龙爪瞬间化为乌有。嘣！眨眼之间，那无比强大的金河竟然脸色苍白，眼神之中充满着畏惧，身体仿佛被禁锢一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下一刻，竟然化作了血雾。此刻，全场愕然，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一片寂静无声。南宫晨见到之后，眼中不由得出现一抹惊艳。这个女的很强，比他见到的任何人还要强，包括他的圣人爷爷，一念之间便可让一位尊圣消失，这哪个圣人能做到？不过，让南宫晨疑惑的是，这个女子为何要救他？苏里几人见到，此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还好南宫晨没事，不过这个女的是谁？此刻，苏里看了一眼南宫晨，发现他一脸茫然之色，心中便愈加好奇了。这个强大的女子究竟会是谁呢？虚空中，鬼脸女子看向南宫晨，眼中出现一抹宠溺之色，轻声道：也要继续变强，未来自会知晓一切。说完，鬼脸女子便消失在虚空之中。南宫晨瞳孔微缩，脸色竟然出现一丝激动，他竟然感应到身体的血脉与这个鬼脸女子之间有一丝亲近感，也就是说，鬼脸女子是他的亲人，还是他母亲那一脉的人？想到这，南宫晨心中无比好奇，迫切地想要追上去询问他的母亲现在在何方。自从出生以来，父亲对自己的母亲一直避而不谈，那时穿越过来的他还伤心无比，以为自己从小就没了母亲，没想到现在这个女子出现，却是在侧面的告诉他，
自己的母亲还在世上。南宫晨握紧了拳头，按照这个女子所说，自己日后变强，自然会知晓一切。此刻，他内心想要变强的欲望达到了极致。回天元府吧，二叔。南宫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开口说道。南宫问天见他刚刚那般模样，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却只在口中久久没有说出。走吧，此次9天秘境，你也累了。南宫问天也没有追问下去，露出笑容，坦然说道：少主，都怪老身一时疏忽，还请少主责罚。木川也赶到了，一脸愧疚地说道。南宫晨看着他那为数不多的黑发变白，脸色有些复杂，开口道：没事，此次不怪你，你看我不也还好好的活着吗？下一刻，他从天元灵杯之中将3株宝药取出，递到木川手中。木川脸色惊慌，连忙拒绝道：不可少主，宝药无比珍贵，不必用于老朽身上。老朽此次并无大碍。南宫晨也没有意外，只是半开玩笑的说道：此次你也辛苦了，收下吧，毕竟日后才能更好的为我护道。可是3株太过于……收下吧，就当是晨儿对您的心意，毕竟从小到大，他可是一直把你当做爷爷的。南宫问天此刻也劝道。听到两人这样说后，木川沉默了，这才接来。突然他开口道：少主，老朽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为您护道。木川的语气无比诚恳，真情流露。老朽真想能活到看你成长起来的那一天。会的，一定能看到的。南宫晨露出笑容，语气无比坚定，带着一抹自信。木川愣住了，轻声道：没错，一定能看到的。此刻因为这个鬼脸女子的出现，整个北域都震动了。一念之间斩准胜，世间最强者恐怕都没有这般实力啊！而且此人竟然与这个众统者似乎还有着关系。这个消息若是放出去，恐怕整个玄天域中再无人敢招惹南宫晨啊！此时众人都在猜测这个鬼脸女子究竟是谁，以及众统者背后的势力。看来今后众统者的崛起是不可挡了。东神州的真龙终于出渊了，以他的天资，日后冲上天榜前10绰绰有余。众人悠悠地感叹道：今日之后，众统者的威名会响彻整个玄天域。不过这太阳神宫知道这些之后，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哈哈哈！此刻有人突然想到了什么，大笑道。众人摇摇头，以太阳神宫的性子，恐怕此事不会善罢甘休。只希望那时候的众统者亦有今日这般幸运吧。几日后，天渊府虚空中，一艘巨大的飞舟喷涌着霞光，正在缓缓降落。而在飞舟下方则围满了人影，这些都是南宫家的族人。此刻不管男女老少，都面露火热的目光。他们早早就得知了南宫晨在9天秘境之中的壮举，一人压得其他神州的天骄无法抬头，更是将传说之中的血魔王给斩杀。这无论哪一项单独拎出，都是让人激动亢奋的。可以说此次南宫晨狠狠地给天渊府给长脸了。甚至在为首的几人行列，就连许久未出世的绝巅圣人南宫羽，南宫晨的爷爷也出来迎接了。南宫战脸色无比自豪，嘴中不停地念叨着：我儿南宫晨有圣人之姿。很快飞舟停落，南宫晨一行人走了出来。南宫晨一身白衣，身上仙光缠绕，神采非凡，气质非凡，宛若谪仙下凡，一出来便引得无数族人尖叫。在他身旁，苏黎与其并肩，3000银色散落于肩，容颜绝美，五官精致，气质冷艳，如同9天之上的仙女，也同样遭到不少人的夸赞。而在他们身后，王宇轩和周婉儿的容颜也同样吸引了不少人。至于南宫问天，本就是北域将军，此次就9天秘境结束，自然没有跟来，留在北域打扫局面。少主神威，扬我南宫家之名；神女也神威，协助少主斩杀血魔王。这些族人疯狂呐喊着，神情很是崇拜。什么神女？会不会说话？那是少主母。现在看来，两人真是天生一对，神仙侠侣啊！当然，也有人打趣道。此话一出，苏里那银发遮盖的耳旁也不免浮现一丝红晕，吐槽道：你们南宫家也太热情了吧，习惯就好。南宫晨面色淡然，回应道：经历过如此大场面的他，早已经免疫了。父亲，爷爷。南宫晨见到两人，也是招呼道。一旁的苏里也同样礼貌道：不错。南宫战满意的点了点头，越看这两人越般配。好孙儿，好孙媳，都怪爷爷考虑不周，此次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旁的南宫羽摸了摸两人的头，有些愧疚道。随后他面露凶光，狠声道：当然，这个仇可不可能简单的过去了，敢欺负到他孙子头上，下次不去斩他们几个圣人，他就不姓南宫。南宫晨摇摇头，开口道：没受委屈，他们前来的弟子全被孙儿给杀了，而我还安然无恙。此话一出，苏里嘴角掩笑，美眸中带着笑意。南宫羽和南宫战的嘴角抽了抽，额头上有些黑线，好像真是这么回事。那这么说来，他们才是恶人。算了，不管了，恶人就恶人吧。那就好，我们宁可伤害别人，也不要自己受伤。既然如此，但却没有看到南宫战临走的时候偷偷给南宫晨比了一个大指母。周婉儿内心更加感动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出什么语言来感激他，娇躯不停地发颤，美眸有些红肿，看上去幽见可怜。突然，南宫晨的手竟然搭在了周婉儿白皙的素手上，握住了她。我向来说到做到，你放心，一定不会让你母亲沉睡在那片邪恶的地方。
南宫晨盯着他那愣神的双眼，开口说道：“这般温暖的触觉和这直戳心灵的言语，直接攻破了周婉儿最后的防线，竟然一把扑倒南宫晨的怀中，直接呜呜的哭了起来。”南宫晨感受到身体怀中柔软有料的娇躯，心中暗道不好，竟然玩脱了。没办法，他这时候强忍着身旁一道杀人的目光，轻轻地拍周婉儿的肩膀，安慰道：“好了好了，我们是朋友啊，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他音调着重强调了朋友二字，苏里那寒冷的目光这才有些缓和。呜呜，你真好，你是除了我母亲之外对我最好的人了。周婉儿抽泣道：“楚楚可怜，他母亲曾说，若是有人对他跟母亲对你一样好，那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命中注定的道侣，一定要好好珍惜。”想到这，周婉儿心中竟然诞生了一抹情愫。许久之后，一道悠悠的声音响起，声音虽然动听无比，但在南宫晨听到之后，却不免打了一个寒战。你们俩还要抱多久？苏里开口道，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拳头暗自攥紧。一旁的王宇轩则是玩味地看着他们，嘴角的笑容无比邪恶，心中恨不得两人吵起来。嘻嘻嘻，起火，起火！王宇轩心中不停地念叨。周婉儿听到之后，也是红着脸从南宫晨身上分开，看到他身上湿了一大片，神情有些愧疚。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洗吧。此刻他对南宫晨的态度与之前宛若两人。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连忙摇摇头，不用不用，下人洗就好了。衣服给他，他小命要不保了。旁边还有一个醋坛子呢。看到两人还在卿卿我我，苏里那绝美的容颜一下子黑了下来，美眸之中也快无光，就好像要黑化了一样。好在南宫晨随时在观察着，眼前情况不对，也是立马跑到苏里面前，一把握住他的手，五指相交。宴会要开了，娘子，你刚刚不会在吃醋吧？南宫晨紧紧握住，带着他前行，看着他那双眼睛，玩笑道。感受到这般亲密的触觉，苏里的脸蛋一下子就红了，扭过头去否定道：“谁吃你醋了？”周婉儿盯着两人的背影，心中竟然有些不甘，美眸又一下黯然下去。可是南宫晨他已经有道侣了，母亲没跟我说过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啊？难道自己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谁说别人有道侣就不行的？就在这时，一旁的王宇轩开口说道。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小说集，此时南宫晨两人已经走远，只剩下两人待在原地。你在对我说话吗？周婉儿头一歪，疑惑道。王宇轩瞥了他一眼，故作正经地说道：“不是，我是在看上面的故事。”什么故事？周婉儿有些好奇，毕竟刚刚那一句说到他的心坎上去了。王宇轩嘴角一勾，心中暗道上钩了，随后将小说集递了过去。喏，你自己看看。周婉儿迫切地翻看着，美眸之中爆发出金光。哦，原来如此，我悟了。周婉儿看完之后，脸色有些通红，恳求道：“宇轩，你能将这本小说集借给我吗？”王宇轩听到之后，欣然同意。好呀，我这里还有更多的，到时候你看完再来拿。他眼神闪动，有种莫名的意味。你真的太好了，谢谢你。周婉儿听到还有其他的之后，更是两眼放光，激动道：“不用谢，我们姐妹一场，这是应该的。”王宇轩摆摆手，随口说道：“嘻嘻嘻，成功拉一人入伙。”王宇轩心中想到，若此刻有人见到那一本书的名字，定然会大惊失色。论牛头人的养成，作者某不知名少爷。很快，宴会过去，夜幕降临，南宫晨独自一人回到了府邸之中。接下来这段时间，他要闭关突破到大能境界。南宫晨先将混沌道果拿出，但他并没有着急的吞服进去，而是盘点一下此次9天秘境的收获。首先是在苏傲天身上所得到的赤炎龙骨和麒麟宝术。赤炎龙骨可以用来锻造武器，不过他暂时没有想好锻造什么，若是将来可以，倒是可以修得一门剑术，毕竟御剑作战很符合他的逼格。南宫晨眼神闪动，面露期待。随后南宫晨将麒麟宝术拿出，眼神火热，这可是十凶之一麒麟的完整传承宝术，数一数二的无上宝术。如今在南宫晨手中已经拥有2门宝术，这可谓是逆天无比的运气。要知道，就算在上界之中，一些古代怪胎妖孽中，唯有少数者才能掌握十凶宝术。若是让他们知道下界有人拥有2本宝术，肯定会震惊万分。麒麟步、麒麟印、麒麟拳，这些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南宫晨参悟着，不由得感叹道：若能将其掌握，恐怕对于自己的提升，战力将会增幅一大截。不愧是气运之子，这气运也是没谁了。不过此次最大的收获还是天元灵杯，竟然得到了9000多滴仙灵液，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量。要知道，古南成就圣人，也不过就花了1000滴仙灵液，也就是说，这剩余的仙灵液足以打造9尊圣人。真是恐怖如斯。不过这也是看人的，就比如古南乃是3品资质，所用的修炼资源就比较少。若是换做他自己来，亦或者是苏里打造一尊圣人的话，差不多应该要10万滴左右吧。当然，资质越低，所用的自然越少。那这么说来，自己用来修炼是不是有些划不来？南宫晨自语道。不过他可没有忘记，仙灵液的第2个功能就是培养宝药，加快生长，就如同红蒙古树下那片灵海一样，成为这些宝药的养分。想到这，南宫晨便直接进入天元灵杯内部空间。南宫晨只觉得意识有些恍惚，下一刻在见到眼前的场景之后，也是不由得的震惊了。
这片空间宛若宇宙，虚空中漂浮着百株宝药，而在下方则是仙灵液汇聚成的灵海，犹如星河一般璀璨。星河散发着浓郁的灵气，其中有荧光虚线在连接着每一株宝药，神异万分。这些宝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蜕变着，想要进化成为圣药，而在圣药之上则是神药。就比如鸿蒙道果这般花费无数的仙灵液和一个纪元时间才能成熟，也不知道这9000滴仙灵液能化作多少圣药。就在这时，一道古老的声音响起：100滴仙灵液则可将宝药化作一尊圣药。南宫晨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人参竟然在开口说话，上面还长了2根白色胡须。卧槽，人参成精了！这般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这若是给爷爷吃了，估计应该能返老还童吧。要知道，这种增加寿元的人参可是少见无比啊！而且观这株人参的气息，至少也是圣药起步。想到这，南宫晨眼神闪动，像是在打量着什么。小子，你还是不要把心思放在老夫身上，老夫只是这片空间的器灵罢了。那根人参悠悠说道。南宫晨听到之后，神情有些失望，原来是器灵啊，那真是可惜。人参嘴角抽了抽，这小子是真想吃了他啊！100滴仙灵液便可以化作一株圣药吗？南宫晨自语着，思忖道：没错，也就是说，你这些仙灵液可以化作93株圣药。人参悠悠开口，紧接着又道：不过大概需要50年的时间。为何？南宫晨有些疑惑道。50年时间确实有点久了。人参白了他一眼，没有好气的说道：还不是你仙灵液获得的太少了。解锁天元灵杯之中的培育速度共分为5个档位，分别所需要的仙灵液数目是1000、10000、10万、100万、1000万，而你现在仅仅只解锁了1000这个级别，所以才需要50年的时间。若是你解锁1万的，则是25年，后续则是15年、5年、1年。听到这般解释之后，南宫晨也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这么说来，自己离下一个档位已经很近了，就差700滴仙灵液。不过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此次能在9天秘境之中获得9000滴，完全就是意外之喜。不过你也是很厉害的，竟然能将我从沉睡之中给唤醒。突然人参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道：哦，难道说你一直都没有苏醒？南宫晨也是来了兴趣，问道：没错，本大爷已经5万年没有苏醒了，自从掉在你们玄天域之后。人参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5万年？南宫晨听到之后，眼神之中有些震惊，这玩意光沉睡就5万年，究竟是活了多久的老妖怪啊？紧接着人参又道：那没有多少五官的脸上竟然有些追忆，太穷了，每一个遇到的人都唤醒不了本大爷，最多的一次仙灵液好像也不过1000。不过那个小子某一天好像遇到什么困难了，竟然一次性自己全花了，一点都没有留给本大爷。后来啊，本大爷就一直没见过他了，真是不懂尊老爱幼，也不知道是不是把我抛弃了。人参语气悠悠，竟然有种淡淡的悲伤。南宫晨瞳孔微缩，脑海瞬间反映出一个人出来：古南院长，你不是没有苏醒吗？如何感应到的？南宫晨有些疑惑地说道。哎，本大爷可是器灵，虽然没有苏醒，但多多少少能感应到的。人参随口说道。他没有抛弃你，他死了。南宫晨思忖之后，还是沉声道。人参听到之后，脸色竟然露出震惊之色，随后又变得释然，那2根一直上翘的胡须都垂了下来。我就知道。人参叹息一声，接着道：真是有点可惜，那小子每次进来不是在念叨着什么疏远，就是他的女儿，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本大爷真的就不懂，活得这么累干嘛？开开心心为自己而活不好吗？行了，本大爷也要去休息了，你出去吧。人参开口道，眼神有些低沉，随后便消失在这片空间之中。很快这片空间便恢复安静。南宫晨也有些迷茫，听到人参大爷说的这些话，自己难道没有开开心心为自己而活吗？随后他摇摇头，将迷茫扫去，脸上重新恢复神采。他是人，人生来就有血脉，有至亲，有家族，有爱他的人，自然不能简单的为自己而活。那这样子跟无情无义的人有什么区别？这只人参不过只是一个器灵罢了，又懂什么？南宫晨摇摇头，最后看了一眼这里，便离开了。50年时间，虽然与正常生长的半个纪元时间相比，速度确实飞快，但对于他来说还是太慢了，还是得需要源源不断的仙灵液。意识回来之后，南宫晨盘坐于府邸之中，随后将鸿蒙道果给掏出，看着这颗晶莹璀璨的小果，大小甚至不如他拳头一半大。南宫晨眼神闪动，这应该怎么吞服下去呢？是一口吞了，还是细嚼慢咽？不管了，还是一口吞了。随后南宫晨一口咽下鸿蒙道果后，一股无比强大的能量在他身体之中爆开，轰！下一刻，这股巨大的波动直接将府邸给震碎，南宫晨气息如渊，散落下来的石块都被他弹飞出去。很快这片天地便只剩下南宫晨一身盘坐于那，心中不自觉地运转大道仙经，周身符文闪烁，神辉洒落一身，宛如谪仙降世。天元府被这般巨大的震动也是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敌袭了。瞬间无数的强者涌向虚空，目光炽热，满脸警惕，扫视着四周。嘶，你们快看少主那边！有神王强者大声道。
面露震撼。众人望去，见到这一幕，也是瞳孔微缩，不敢相信眼中所见。这竟然是突破到大能的异象。很快，又有强大的身影出动，正是南宫战和南宫羽两人。南宫羽脚踏虚空，气息如渊，也是当即决定到打开护足阵法，将异象给遮掩下去。南宫战点点头，随后手掐阵诀，双眼紧闭。下一刻，天渊府外围神芒乍现，一道神光耀世，直冲云霄，一道赤色屏障升起，将整个天渊府都笼罩其中。此乃圣阶阵法，整个玄天域之中，很少有势力能布置如此之大的手笔。众人见到之后，也是十分震惊，竟然连千年之前从未用过的护足阵法，今日都用上了。与此同时，天渊府之中又有一道异象冲天，虚空之中竟然有真凤盘旋交织，一只全身散发极寒的寒意，一只散发绽放焚天的火焰。即便是真凤虚影所暴露出来的气息，都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有神王强者纷纷倒退，脸色有些发白。神女也要突破了！天啊，这两个究竟是什么怪态？一个比一个惊人。有人颤声道。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无比喜悦，天渊府有这两绝代双骄，何求不能问鼎？王宇轩和周尔也出来了，看到这一幕，也不免美眸颤动，很是震惊。这夫妻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变态。随着南宫晨在9天秘境的一战成名，此刻无论是各个神州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此刻中神州天机阁前，街道水泄不通，人山人海，围满了人群。他们其中不乏一些天骄子弟，甚至许多天地两榜上赫赫有名的天骄也在其中。他们今日来的目的唯有一个，那就是看众统者此次更新能冲到天榜第几的行列。近来众统者在9天秘境之中的发挥，可谓是打破了他们对其他神州天骄的固有印象，而且对于众统者背后的势力议论也源源不绝。众人都十分好奇，他背后究竟是何等的存在，竟然连太阳神宫都能硬刚，甚至在太阳神宫知晓之后，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出手，而是按兵不动。这也刷新了众人的三观。这还是那个霸道强势的顶尖势力太阳神宫吗？这样一来，众人对于众统者身世愈发好奇了。陆兄，你觉得这个新冒出来的众统者能进入天榜前10行列吗？酒楼之上最尊贵的房间内，有个年轻男子看着下面的这一幕，开口问道。他面容霸气，穿着一身赤色战衣，眸子开合间神火跳动，周身缠绕着赤焰，气息强大至极，犹如火神在世。若是有下方的人认得，定会大惊失色，因为这正是天榜第10的妖孽江彻，资质无比逆天，那是传说之中的9品神体焚天战体。在其对面，这是坐着一个同样气息不凡的男子，他一身仙光璀璨，眸子神辉流转，身穿华服，气息同样十分惊人。只见他听到之后，眼神闪动，开口道：入天榜前10，若是在9天秘境，那些人所说的属实，众统者甚至可以冲进天榜前5。毕竟斩杀血魔王，即便是虚弱17的状态，若是换作我等，恐怕也不敌。江彻听到之后，倒也没有意外，只是冷声说道：恐怕口说无凭，一个子府境巅峰的天骄，就算他是传说之中超9品的资质，也不可能可以斩杀一尊血魔王。谁知道呢？陆无心淡淡说道：反正他天榜第9，就算众统者冲上之后，他依旧没有调出天榜前10。反正我是不信他能斩杀血魔王，恐怕只是那些天骄大放其词，随口胡言。江彻依旧眼神冰冷，质疑道：若是将他给挤出天榜前10之外，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莫大的羞辱。陆无心不语，眼神盯着下方，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还是得等到天榜刷新。很快新一轮的天榜便出现，众人眼神瞪大，脸上写满了迫切，但也有人面露不屑，认为众统者不过只是夸大其词。毕竟谁能相信一个子府巅峰能斩杀一个血魔王？众统者排名最多应该也就50名之间，至于天榜前10，简直就是在做梦。很快他们就找到南宫晨的排名，当他们看清之后，瞳孔微缩，嘴巴张大，眼神之中充满着不可置信。天啊，天榜第10，众统者竟然直接从100名开外冲到了天榜前10。有人震惊说道。只见天榜第10的江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挤出10名开外，而南宫晨这个名字则是取而代之。酒楼上，江彻见到这一幕，也是将手中的酒杯捏碎，直接摔门而走，冷声道：什么狗屁排名，一个子府巅峰也配凌驾于我之上？待到楚家仙藏，我非得领教一番不可。陆无心笑了一下，并没有在意，只是眼中很是好奇，众统者究竟会是什么一个人呢？真是令人期待呢。而在没有注意到的角落，一个名为苏丽的女子竟然直接登上了天榜30。在玄天域之中，同样有一则消息让无数人亢奋，那就是楚家仙葬即将要召开，届时一些天榜前列的妖孽，甚至一些未出世的古代怪胎都会前来参加，争夺那无上机缘。要知道，楚家仙葬可不是单单玄天域的天骄争夺，那是一方小世界，到时候其他域的妖孽亦会出现，一同争夺机缘，这可是为玄天域大长脸面的时机。若是能在仙藏之中横扫其他域的天骄，那才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出名了。同时楚家还放话，若能在仙藏之中取得一物，便可作为楚家的驸马，成为楚家小姐的未婚夫。此话一出，整个玄天域的天骄都激动万分，
若是能娶上楚家小姐，这才是真正的一飞冲天啊！一些苦苦追求楚言的妖孽知道之后，也是纷纷放话，谁若跟他们抢，便就是他们的死敌。楚家，我靠，姐，还真被你猜中了，姐夫直接冲入天榜第10了。楚心激动地说道。庭院内，楚言听到之后，美眸平静，似乎有些失望，朱唇轻启，天机阁还是保守了，众统者至少也是天榜前5的存在。还有，以后别叫人家姐夫丢脸死了。楚心面色苦涩，有些欲言又止，随后才道：姐，你放出那个消息，若是真有人拿到令牌，真的要嫁给别人吗？我那些狐朋狗友都在嚷嚷着要当我的姐夫。楚言点点头后又摇摇头，轻声道：那个令牌可没有那么好拿，从古至今无一人能夺得，若是有人夺得，那嫁给他又何妨？好吧好吧，楚心无奈说道，他的内心还是想让南宫晨做自己姐夫比较好，那是真狠人啊，从小到大他就没有见到过这么狠的。太阳神宫，没想到东神州竟然有一个势力隐藏如此之深。宫中一个老者开口说道，老者身穿尊袍，气息如渊，眸子开合间有2日当空，恐怖无比，乃是一尊圣人。公主，那我们还要复仇吗？下面有长老跪在地上恭敬问道。没错，面前这个老者正是太阳神宫当代公主。焚道，不急，如今得到的信息太少，若是贸然行动，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况且也不知当日那个超圣人境的强者是不是他们那一方的，若是的话可就难办了。焚道缓缓说道。可是那下面那个长老有些不甘心，还想说些什么。复仇是自然的复仇的，毕竟这次我宫损失如此惨重，从古至今还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委屈。楚家先藏，想必众统者也会到来，届时圣子出世，那就将众统者作为第一个磨脚石吧。要知道捧得越高，摔得自然越疼。焚道面露金光，冷声说道。天渊府几日之后，成了。望着天空中那些异象逐渐衰落，有人开口道。苏里睁开美眸，眼神闪动，感觉身体之中拥有无尽的力量，眉间竟然出现神凤印记，看上去妖艳动人，气质愈发的尊贵，犹如9天真凤。这就是大能境吗？简直与子府境天差地别。哟，终于突破完了，这几天我都快无聊死了。也就在这时，一道妩媚慵懒的女声响彻在他的脑海中。苏里听到后，绝美的容颜有些愣住，反应过来后，眼神无比喜悦。你醒了？没错，正是沉睡许久的赤妖女帝苏醒了。在你选择吸收凤凰石的时候，我便已经醒了，还得多亏了这个凤凰石，里面有一道神魄，对于我神魂修养来说极其关键。赤妖缓缓开口，语气之中带着满意。那就好。苏里松了一口气，当初赤妖沉睡这么长的时间，他心中很是愧疚。不过你的男人到现在还没突破好，可真是变态啊。赤妖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震惊开口说道。苏里也是抬头望去，只见虚空之中竟然出现无数的圣人，气势通天，此刻都朝着南宫城朝拜，让人见到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传说之中的万圣朝拜，唯有古之大气运者或是资质逆天者才有可能出现。看来你的夫君很不简单。赤妖解释道，带有一股莫名的意味。那当然，当日在9天秘境之中，他可是将鸿蒙道果给采摘下来了。苏里语气清冷，但却隐约中有些自豪的意思。赤妖听见之后，成熟妩媚的脸上有些怔住。你说什么？鸿蒙道果给他给拿到了？是啊，苏里淡淡道。赤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精彩，他就说南宫晨为何如此变态，原来是吞服了鸿蒙道果呀。要知道，就算是上一世的他，对于这种逆天神药也是求之不得的，甚至在9天实地出现，也会引得无数大能出手抢夺。而这小子竟然是用来打造根基，真是暴殄天物啊！赤妖银牙紧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但很快，这些圣人虚影便统统消散，一道神辉从天而降，虚空中大片紫气东来，霞光照耀，显然是天道赐福。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瞳孔微缩，睁大了眼睛。他们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盛大的异象。南宫晨盘坐于天地，睁开双眸，众同开合间，有星辰日毁，天地崩塌异象，一双眸光直冲虚空，让人不禁望而生畏。此刻的他散发出来的气息太过于惊人，竟然有一种天生王者之气，就算是在场的神王境强者看到这双眸子，也不得不脸色发白，心中情不自禁出现跪拜之意。这就是大能境界吗？南宫晨喃喃自语道。现在的他若是对上血魔王，恐怕可以直接秒杀了。很快，众人纷纷围了上来，而最快出现的2人则是南宫战还有南宫羽。南宫羽感受这般气息之后，见识广阔的他一时间竟然也有些愣神，不对，竟然直接突破到大能后期了。南宫战也是面露震撼，随后有些狂喜，开口道，不愧是我生的种，果然有我几分风范。其他人听到之后也是眼眸瞪大，一脸不敢置信。他们走了几千年没有上的大能后期，如今一个18岁的小辈竟然轻而易举地突破到了，这让他们有些吐血，太打击人了。南宫晨见到众人也是很有礼貌地招呼道，众人点点头，看向他的眼神愈发满意。很快，另一边也有人震惊道，少主母竟然也突破到了大能后期。只见愈发动人的苏里正在朝着这边缓缓走来，
他眉眼之中那枚凤凰印记很是瞩目，点缀了那张美到令人窒息的脸蛋，让人一时之间有些恍神，不敢直视。南宫晨一愣，心中有些惊喜，没想到苏丽竟然也一同突破了。不过这速度，若他不是穿越者，恐怕要被他死死的压一头了。真命女主不是盖的。好啊，真是太好了！我天元府有我儿子和我儿媳在，何愁不兴啊？南宫战也是面露笑容，语气之中很是满意。众人也是点点头，对这话表示认可。是啊，少主和少主母这般资质，简直就不给其他天骄活路。有年轻族人开口说道，眼神火热，脸色兴奋。没错，看来日后我们南宫家也能出现两门圣人了。我等也要努力了，别到时候给这两个小辈追上，那才是真正的丢脸。众人嬉笑道，很是感叹。大厅中，不错，看来此次你在9天秘境之中得到机缘，出乎意料的大。南宫羽夸赞道，看着眼前俊逸非凡的南宫晨。南宫晨神情淡然，周身神辉愈加璀璨，气质飘渺出尘，宛若真正的谪仙一般。以鸿蒙道果作为根基，恐怕自古以来也就只有南宫晨如此大手笔了。不过侥幸罢了。南宫晨很是谦虚，两人听到之后也是对视一眼，很是满意。拥有天赋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好事，很多时候拥有一颗赤诚谦虚之心，方能走得长久，否则目中无人，倒也有不了多高的成就。父亲，我想知道关于我母亲的事。就在这时，南宫晨突然说道，脸上的神情很是认真。此次那个在北域中救我的鬼脸女子，我能感受到我与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就好像如同亲人一般。她究竟是谁？我母亲又是何人？她现在到底是生还是死？我都一无所知。南宫晨眼中茫然，无奈说道。此话一出，南宫战愣住了，眼中很是意外，一时间脸色竟然出现犹豫之色。而南宫羽则是叹了一口气，他就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如今你天资惊人，成长飞快，有些东西也是时候告诉你了。南宫战叹了一口气，悠悠说道。随后南宫战便讲起了他与南宫晨的母亲认识的故事。我与你母亲，准确的来说，我当时是在战争之中所捡到的。捡到？南宫晨听到之后神情有些疑惑。南宫战面露追忆，随后缓缓开口，当年北域发生战乱，大前派兵入侵我们，我作为镇北王，为了战功，自然得去迎战。那一战很艰难，死了很多人，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当时我只记得在战争结束之后，北域天降神光，天空中出现一道惊人漩涡，犹如什么大恐怖要降世一般。紧接着从那个漩涡之中竟然掉下来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她很强大也很美丽，即便是在昏迷之中所散发出来的威压，当时都震死了不少人。南宫晨点点头，眼中露出恍然之色。后来我像是鬼迷心窍了一样，竟然去救那个女人，也就是你的母亲。等她醒了之后，我才得知你母亲叫姬若禅，真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如她的人一般。南宫战有些突然有些痴迷地说道。紧接着南宫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与南宫晨母亲相恋的故事，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跟人讲过，太过于激动，嘴巴都没有停过。一旁的南宫羽此刻已经消失在原地了，他根本不想听这个老小子念叨，唯有南宫晨听得津津有味，毕竟这是他唯一能了解自己母亲的途径。几个时辰之后，南宫战终于讲完了。南宫晨像是受尽很大的折磨一般，从一开始的好奇再转变为无奈，可谓是变脸之快。鬼知道父亲讲个约会都要讲个1个钟。不过听完父亲的讲述之后，南宫晨对于自己的母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他母亲身份很是尊贵，是来自上界，也就是9天之中的不朽世家姬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面他的母亲要离开玄天域。原来我们每年天元府都有如此多的机缘，都是母亲给的呀。此刻南宫晨才有些恍然大悟。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修炼的机缘是大风吹过来的呀？我们天元府这么多好人，包括你，都需要你母亲来养。南宫战无奈说道。那你岂不是在吃软饭？南宫晨突然想到什么，开口说道。南宫战听到后倒也没觉得什么，随口道，你要是能吃，你也可以找个女的吃软饭啊，你行吗？况且你母亲当初抛弃我们父子俩，给点补偿不是很正常吗？此话一出，南宫晨心中似乎觉得有些道理，点了点头。是哦，你还得好好感谢我，当初慧眼识珠将你娘给救了，要不然恐怕现在你就要流落街头，小时候连奶粉都喝不了了。南宫战一脸骄傲地说道。不过不得不说，你娘在上界是混得真的好，什么法宝丹药都不缺，那些修炼的仙精啊，哐哐的往我们这边送，这也是我们天元府能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原因。南宫晨有些哭笑不得，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妈可照顾你了，每次给你的储物戒指里面都装了一堆好东西，让为父都眼红不得。南宫战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道。那我戒指呢？在哪？南宫晨眼神火热，开口道。用完了，都是因为你之前太过于平庸，天天跑去青楼调戏人家花魁，不务正业，甚至还是3品资质，我那时候都怀疑你是不是我俩的中了。而且若是那时候给你，恐怕对你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干脆就用到提升我们天元府的实力上面去了。南宫战语出惊人，缓缓说道。南宫晨听到之后拳头攥紧，尼玛的，
老毕登竟然连你儿子的东西都要贪污！你先别急，你就不好骑。我们现在天渊府在玄天域之中是何等实力吗？见他要生气，南宫战讪讪说道：何等？南宫晨也有些好奇地问道：托你的福，我们天渊府从10几年的时间之内发展到玄天域之中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了。日后你出去闯祸惹事，都有人可以给你擦屁股，感动吧？南宫战笑道：感动你个鬼！老毕登，还我东西！南宫晨哪吃这一套，没好气地说道：哎，谁知道你成亲之后就开窍了，早知如此，我就不拿那些机缘了。不过你放心，以后你每年的戒指我绝对不贪，好吧？南宫战信誓旦旦地说道。听到之后，南宫晨脸色这才有些缓和，这才差不多。不过贪了这些资源，竟然能让一个王朝的小势力一跃直接飞到玄天域顶尖，这究竟是贪了多少？算了，还是不跟他计较了。毕竟他本身天元灵碑在手，倒也不缺资源，而且日后天渊府传到他手上，那些资源也算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他的手上了。原本还想等到你20岁再告诉你这些，却没想到你崛起的如此之快。南宫战悠悠道。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当然，从你出世的那一刻起，我们这把隐匿于大洲的神剑也是时候出鞘了，让世人见证一下我们天渊府的底蕴。毕竟名声都是打出来的。南宫晨点点头，这点他倒是认同的。对了，大周王此次又派人暗杀我。突然，南宫晨面色一冷，开口说道：就是那个周尔，对吧？南宫战像是预料到了一般，这也是在南宫晨进入到9天秘境之后，他才得知的信息。不过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南宫战看到了周尔与南宫晨一同回来，便猜到了许多东西。南宫晨听到后一愣，我靠，你怎么这都知道？既然这个大周王如此想死，明日之后大周无王。南宫战语气一冷，刚毅的面容上浮现出杀意。另一边，赤云剑宗柳如烟回来之后，赤剑神王得知了南宫晨在9天秘境之中的壮举之后，也是兴奋无比，眼神很是炽热，力压中神州天骄，斩杀传说之中的血魔王。很难想象，这些竟然是一个18岁的少年做出来的事情，这足以证明南宫晨的无敌资质。他赤剑神王活了一辈子，可算是跟对了人。如烟啊，从今往后，你一定要好好抱住少主的大腿啊，去好好的侍奉他。你的姿色不输于他身边其他女子，这可是真正的真龙啊，日后一定会一飞冲天的。赤剑神王苦口婆心地说道。若是柳如烟能拿下南宫晨，那对于他们赤云剑宗来说也有莫大的好处，而他也有了一个保障。在台下，柳如烟一身青裙，五官精致，肌肤如羊脂一般白皙，气质高雅，宛如从古典之中走出来的美女一般。我尽量吧。此刻，柳如烟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若是换作以前，他肯定会不屑一顾，但经历了此次的9天秘境，他的想法也改观了一点。不过，即便如此，他背负剑皇之心，让他如同其他女子一般去侍奉南宫晨，那他还是做不到。这无关其他，只是柳如烟自古以来内心的尊严罢了。哎，你以后就会明白了。赤剑神王见他这般样子，心中便想到了什么，摇摇头说道。很快，一道着急的声音传了进来：宗主，不好了，那大周王又带着那3个贼人过来了。大门外，一个弟子慌慌忙忙地跑了进来，面露恐惧地说道：为我们带路，你应该感到荣幸。一道不怒自威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啊！随后一道寒光穿过，直接将那位弟子心脏洞穿。柳如烟见到这一幕，俏脸有些苍白，一股寒意涌上心头，美眸中充满着震惊。大周王带着3个贼人，究竟是谁？为何要闯入我们宗门？此刻在他的心中有数不清的疑惑。一旁的赤剑神王见到后也是双眸瞪大，眼神冰冷，脸色愤怒至极。门外那个弟子的尸体倒下之后，一道穿着龙袍的身影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随着3道强大的气息。为首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正是大周如今的国君大周王，而在他身后则是被誉为大周4剑宗之外的另外3个剑宗的宗主。你们如此屠杀我宗门弟子，就不怕遭到报应吗？赤剑神王冷声说道，眼神中充满着怒火。屠杀？我们只不过是给你点惩罚罢了，让你这么长时间不答应我们。至于报应，哪里来的报应？哈哈哈哈！凌霄剑宗的宗主开口笑道，方才出手的人正是他，他气息强大，甚至不输于赤剑神王。另外2人听到之后也是哈哈大笑，面色淡漠。他们都是一方宗主，皆是神王修为，强横无比。让我交出剑胎碎片，臣服于那位世子，你们简直就是在做梦，这绝对不可能。赤剑神王冷声道，语气果断。给你快1周考虑的时间了，你为何还不答应？难道就这么想逼迫我们出手吗？我等是看在相识一场，才给你如此多的期限。有一个男子开口了，他一身黑衣，气息隐匿，乃是暗影剑宗的宗主。此刻他嘴角挂着笑容，语气不屑，就像是施舍他一般。我赤云剑宗可没有你们这般软骨头，竟然臣服于一个其他王朝的朝廷，可笑。还有你大周王，堂堂一国国君，竟然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赤剑神王冷笑道，内心丝毫没有动摇。这个大周还是不是我的？你心里不比我明白吗？大周王摇摇头，反问道，随后又继续冷声道，那位世子可是来自中神州的不朽仙朝，我宁愿屈服于他麾下，
臣服于他，也不愿意让这帮天渊府的人天天骑在我的头上。如今正是我将天渊府连根拔起的机会，我自然的好好珍惜。赤剑神王听到之后，心中很是震惊，原来大周王要联合那个世子一同对付天渊府了。不好，这可让少主他们知道啊！而柳如烟听到这些之后，也不禁美眸瞪大，朱唇微张，很是惊讶。这还是他心目中那个大周王吗？竟然会说出如此话语。是啊，就问你，交不交出剑胎碎片，臣服于世子麾下？一直未出声的一个老妪开口了，冷冷地看着他。他乃水月剑宗的宗主，也同卫神王境强者，你应该知道拒绝那位世子的后果吧？凌霄剑宗的宗主开口威胁道，面露凶光。赤剑神王没有犹豫，直接冷声道，我已经臣服于少主了，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臣服于他们人麾下。此话一出，几人眼神震惊，有些没想到。少主是谁？大周王质问道，他心中隐隐约约有些不安。其他三人也迫切地看着赤剑神王。天渊府少主南宫晨。赤剑神王缓缓开口。此话一出，四人听到后先是一愣，随后纷纷大笑。就这一个小小的天渊府，怎么能跟中神州的不朽仙朝相提并论？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你就算是让众统者来到世子面前，恐怕也要对世子俯首称臣。听到他们如此放肆的话后，赤剑神王倒是很平静，淡淡的开口说道，你们这般羞辱天渊府和众统者，日后绝对会有不好的下场的。大周王没有出声，眼眸中有一丝忌惮之色。没想到天渊府比他想象之中还要难缠，竟然早早的就将赤云剑宗收入囊中，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而这时，三位宗主的脑海中同时响起一道传声，既然是众统者的势力，那就给他一天10日，明日本世子将亲自登临赤云剑宗，让他们臣服。众统者若是在意，那就让他来直面我吧，我相信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们眼神闪动，心中无比震惊，没有想到世子竟然会给众统者一天时间，明天倒是有好戏看了。没有想到今日会让你如此侥幸的逃过一劫。暗影神王有些可惜的说道，他眼中带着杀意，显然此人与赤剑神王有很大的仇恨。世子决定大发慈悲的给众统者一个面子，今日就先不杀你们，明日世子会亲自来镇压你们。哦，对了，你可以去找天渊府，看他们保不保你。凌霄神王也戏谑的说道，仿佛已经看到他们臣服的模样。赤剑神王听到之后，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有一天时间。此刻他心中也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天渊府会不会为了他们招惹一尊不朽仙朝的世子。老妪则是扫了一眼四周，发现了坐在台上的柳如烟，苍老的眸子一亮，也就是柳如烟。柳如烟听到后，美眸中有些畏惧，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她心中不解，这个老女人问她名字干什么？不错，世子听闻你的名号，很喜欢你，若你好好争取一番，说不定那能成为他的妃子。明日世子到来，你可要好好表现。老妪缓缓说道，眼神打量着他，很是满意。柳如烟听到之后，心中宛若晴天霹雳，娇躯有些发颤，俏脸苍白。那个不朽仙朝的世子竟然看上了他，那可如何是好啊？面对这尊庞然大物的存在，她一个弱女子哪有一点反抗之力？众人说完之后，也是准备离去。大周王眼神有些犹豫，开口道，为何世子大人要等到明日过来？今日我们不是能镇压他们吗？一天时间足以会造成很多变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想今日把事情解决，不想拖到明日。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世子的命令我等服从即可。暗影神王见到之后也是不屑说道，丝毫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大周王见到这一幕，也是暗自攥紧拳头，脸色很是不甘。这群人以前还对他毕恭毕敬的，没想到换了主人之后，变脸变得比谁都快，真是可恶啊！迟早有一天，他要把这些看不起他的人千刀万剐。大周王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翳，没有说话，跟随着众人一同离开。等他们走了之后，赤剑神王这才敢出声，如烟，你现在立马动身前去天渊府报信，一定要让少主知道。赤剑神王面露急迫，着急道。柳如烟听到后也是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点点头，便化作一道流光离开了。我们宗门明日能不能活命，就看你的了。望着他离开的背影，赤剑神王缓缓说道。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向天渊府传了很多书信给南宫晨，不过那时候的南宫晨还在9天秘境之中，也不知道现在看到了没有。赤剑神王心中忧心忡忡地想到。另一边，一处奢华的宫殿之中，此刻宫殿内曼妙的少女正在歌舞，床上有一个气息强大的年轻男子，正露出邪恶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不错不错，跳得好啊，看来今日本世子有福享了。他身穿华服，乃是乾隆仙朝的世子殿下，人称傲龙世子，天赋妖孽无比，身上背负着傲龙圣体，位于天榜第8。此话一出，这些歌姬瞬间脸色惨白，娇躯发颤，因为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个世子暴虐不堪，但凡是和他过夜之人，第二天都会惨死在房间之中，死状无比凄惨。据其他人传言，这个世子很喜欢虐待他人，若是稍有不合他心意，便会直接出手斩杀，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可谓是比变态无比。怎么，你们看上去很害怕我？傲龙世子跳下床，身影如鬼魅一般闪动，随后来到一个瑟瑟发抖的宫女面前。轰！只见
他一掌挥去，直接将眼前的宫女扇飞，巨大的力量在他身体之中爆发，竟然直接死了。见到这一幕之后，这些宫女纷纷尖叫起来，心中惊恐不安。吵死了，不就死了一个人吗？至于这样吗？暴龙世子皱眉，心中涌出一股暴虐之意。随后他嘴角狰狞，眼神通红。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叫，那我们游戏提前，现在就开始。紧接着，外面的侍卫很眼利剑地将帘子拉上，很快，一道道凄惨到极致的声音响起，白色宫帘，无数的血花绽放，一下子就将白色帘子给染红。而外面的侍卫见到这一幕之后，眼神淡漠，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了。过了许久，随着三剑宗主到来，里面的傲龙世子感受到后，这才停了下来。世子殿下，我们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相信不会过了多久，众统者便会知道这事。暗影神王跪在地上，恭敬道：“不错。”傲龙世子走了出来，带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开口道：“如果众统者是聪明人的话，听到本世子的名号，那明日应该不会前来。不过这倒是有些没意思了。我倒是希望这个众统者明日能来，那样子，在我手中的天榜亡魂又能多一个了，真是美妙的滋味。”傲龙世子神情舒爽地说道。几人听到之后也是震惊不已，这就是世子殿下吗？听他这番话，似乎有很多的天榜妖孽倒在他的手下。世子举世无双，一个小小的众统者，又怎么会是您的对手？暗影神王拍马屁说道：“是啊，众统者此次9天秘境，众人所言，其实力很是虚假。若是他明日赶来，恐怕就要露出马脚了。”哈哈哈哈！老妪也附和道。傲龙世子听到之后，脸上神情很是受用，随意道：“既然能登上天榜第10，那还是有些实力在的。不过本世子也不惧，这种天才我反倒是最喜欢杀了。听闻他背后的势力名为天渊府是吧？你们跟了我也有一段时日了，既然如此，到时候我灭了他们之后，你们就去瓜分天渊府吧。”几人听到之后面露欣喜，多谢世子。另一边，南宫晨与南宫战交谈完之后，也是回去参透麒麟宝术。许久，他周身显现一头金色麒麟，两脚上有祥云和赤炎交织，眸子如雷电般绽放，气息盖世。南宫晨眼中爆发金光，一拳挥出，拳风盛大，麒麟随之咆哮，威压恐怖万分，自带一股王者之范。他肉身之中亦有金色的气血化作龙象，强悍无边，似要将天地踩碎。这是他神象镇狱境已经修到了小成的地步，身体之中有1亿龙象威力爆发，化作一晶龙象巨力。现在的他恐怖一拳下去，均无双变，要饮恨了。若是再加上大道仙金加持，难以想象南宫晨现在的实力提升到一个何种的地步。就算是对上的神王境强者，他也不虚。这就是顶尖妖孽的战力。别看有些天骄修为相同，但所爆发出来的战力那可截然不同的。南宫晨将力量收回，满意的点点头，心中思忖着，此次闭关，他的神象镇狱境、天地拳接入了小城，就连传说之中行之秘也被他参悟到了小城。其余的雷帝宝术和麒麟宝术以及大道仙经也入门了。要知道，就算是其他妖孽想要学习如此之多的逆天功法，恐怕入门神级功法也都要花费100年时间，更别说宝术这些了，估计要个1000年时间。而南宫晨正因为众同与生俱来的悟性逆天，如今再加上鸿蒙道国打造的根基，才能远超于其他妖孽的悟性。门外，苏黎等人静静地等候着南宫晨出来。没过多久，南宫晨推门而出。南宫晨乌发飞舞，一身白衣绝世，周身仙光璀璨，修长的身躯看上去愈发仙气飘飘，相比较于之前愈加的升华，如同一尊真仙下凡。同时，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同样惊人，让几人都美眸心惊。南宫晨好像又比之前强了不少。苏里心中暗自感叹，有些惊讶于南宫晨的变化。在一旁，灵魂状态的池瑶也在打量着南宫晨，在见到他之后，眼神愈加凝重。不简单，实在不简单。此子给我的感觉，竟然丝毫不差于那些9天大教传人，甚至比之还要强大。池瑶身穿一袭红裙，胸前露出一小片雪白，此时抱胸想道：“主人好像又变厉害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王宇轩怔住了，嘟囔道：“天生灵体的他，自然能感受到南宫晨的变化之大，但那种飘然若忽的感觉，却又说不上来。”周尔也在看着南宫晨，漆黑的瞳孔之下，此刻竟然浮现一抹炽热，谁也没有注意到，精致的俏脸爬上了一丝红晕。自从他母亲的棺材被带回来之后，他的心中便恢复了希望，性格也不再之前那般冷冰冰。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今变得这番模样，还得多亏了南宫晨的帮助。所以在周尔的内心，自然是对南宫晨有些不清不楚的情愫的。近来玄天域之中有发生什么事吗？南宫晨开口问道，目光看向几人。最近突破和闭关的时间花费的比较久，就连突破完之后也被立刻拉去和父亲交谈，对外界的信息确实没多少了解。苏丽最近也在突破，也有些茫然，将目光投向其余2人身上。王宇轩听到之后，正准备说些什么，却没想到一旁的周尔倒是先开口了：“少主，前一段时日中神州的天榜刷新，已直接登上了天榜第10，震惊了不少人。还有中神州顶级世家楚家宣布在1个月之后开启楚家仙藏。对了，楚家圣女还说，若是有人在其中寻得一枚令牌，
还可以成为楚家的驸马。周儿有条不紊，缓缓说道。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眼神恍然，点了点头，思忖着什么。天榜，南宫晨倒是有所耳闻，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登上了前10，这倒是让他内心有些好奇了。那剩下9个比他强的妖孽究竟是何等存在？还是说这个榜是瞎排的？毕竟上次那个楚家圣女据说好像是天榜第6，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免也太水了吧。至于楚家仙藏的话，自己上次好像被那个楚家的女人送了一个名额吧。听闻里面是一方小世界，其他域的天骄也要来，这倒是有些意思。若是开启，也不妨去一去。不过寻找到一枚令牌，成为楚家的驸马，这还是算了吧，他不感兴趣。不错，你有心了。南宫晨思忖完之后，开口夸赞道。周儿听到之后，也是有些害羞的低下头，心中很是受用。王宇轩有些吃醋了，气鼓鼓的说道：“主人，我也知道一则消息，但是可能有些无关紧要。”南宫晨有些意外，淡然道：“你说。”柳如烟昨日过来，给我了一封书信，他原本想亲手给你的，但你那时候在闭关，所以就叫我等你出关之后一定要给你看。王宇轩开口说道，随后将一封书信递给南宫晨。南宫晨内心有些好奇，随后接了过来，翻看一番。其他3剑宗竟然服从一个仙朝世子，那个世子还要将赤云剑宗一并收了。好，给我1天时间是吧？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居然大周王也想与对方一起联合了对付天渊府，真是翅膀硬了。南宫晨看完之后，神情淡然，眼神有些冰冷。说了什么？苏里见到南宫晨不对，也是关切问道。南宫晨将书信递给了他，随后便去找南宫战。南宫晨一走，王宇轩和周儿2人便围了上去，想要看看写了什么。等几人看完之后，也是美眸寒霜，银牙紧咬。这个狗屁仙朝世子也敢如此放言，真是臭不要脸。王宇轩恶狠狠地说道。周儿也一脸愤愤不平。苏里不语，绝美的容颜冰冷万分，身上散发出彻骨的寒意。若是南宫晨在此，一定能看出来他是真生气了。另一边，大周皇宫内，我早就跟你说了，天渊府这根刺迟早要拔掉的，你看现在还不是得靠我。一个黑袍老者开口说道，看向大周王。在他底下有一个血色阵法，妖异无比，在阵法周身竟然有上万的孩童尸身，让人见到此景无比触目惊心，心生胆寒。闭嘴，你懂什么？若不是这次乾隆仙朝的傲龙世子降临我们大周，我可能还要蛰伏一段时日。大周王冷声呵斥道，继续道，这个傲龙世子竟然随身带着4位准圣护卫，还肯跟我们合作，这对于我来说乃是天大的好时机。哦，怪不得你如此丧心病狂，竟然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将10万童男童女的心头血给找到了。黑袍老者听到之后也是玩味道，这可都是你的子民们啊，他们还以为当今圣上好心大发，让他们进宫学习，没有想到这都是你的阴谋，哈哈哈哈！还是你狠啊，周震元！黑袍老者大笑，甚至直呼大周王的真名。只见大周王听到之后并没有太大反应，只是冷漠道，那些都是朕的好子民，为了成就朕的伟业，铲除天渊府，相信他们知道后肯定会谅解我的。况且这些只是凡人罢了，死了就死了，能为朕的实力做出点贡献，也算是死而无憾了。此刻在经历血天大阵洗礼之后，大周王的实力也从准圣巅峰一步跨入了圣人，可谓是强大无比。很快大周王便离开了这里，他要去赤云剑宗与他们会合，先拔掉天渊府的实力，然后再慢慢蚕食天渊府，这就是他的策略。而在宫殿外，100万兵力已经集结，整装待发，准备一同去剿灭天渊府。今日大周王已经做好了想要跟天渊府决战的想法，天渊府他们绝对猜不到他会突然发难。想到这，他就面露兴奋，恨不得将天渊府上下满门抄斩，把头颅挂在皇宫外，以示皇威。南宫战想要造反，夺得皇位，今日朕就带领诸位剿灭反贼。大周王大声道。大厅内，当南宫战得知了这一件事之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你说那个先朝来的世子是想要他们的剑胎碎片？书信上是这么说的，怎么了吗？南宫晨回应道，脸色有些疑惑。南宫战脸色大变，解释道，有传言称有志强者当年将大罗剑胎分为9块，散落在玄天域之中，听闻唯有剑宗的宗主才拥有9块之一，若是聚集了这9块剑胎碎片，便可重现当年大罗剑胎，这可是一柄传说之中神器啊！甚至还有传言，这个大罗剑胎还是传说之中乱古战场的开启钥匙。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面露恍然，来了兴趣。那这么说来，这个世子是想要集齐9块剑胎碎片，很大概率是大罗剑胎有大机缘，一定不能让他得到。这时候虚空中一道传音飞来，只见南宫羽显现，开口道，见到爷爷都说了。南宫晨也是面露严肃，点了点头，丁，前往赤云剑宗签到。此刻系统的提示音也响起了。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有些意外，嘴角勾起笑容，系统又来给他送东西了，看来今日这赤云剑宗是非去不可呀。父亲，那大周王呢？该如何处理？南宫晨又问。只见南宫战沉声道，天渊8大战将何在？到。很快8道无比强大的身影同时出现，他们身穿战甲，面容刚毅，身上血气磅礴，眸子开合间寒芒掠过，
此刻都尊敬地跪在地上，语气无比恭敬。南宫晨感受到后也是瞳孔微缩，有点难以相信，这竟然是8尊准圣。齐云何在？南宫战继续道：老奴在此。只见虚空中有一道强大的身影浮现，老者脸上有一道伤疤，一双眸子无比深邃，身后背着一把金色巨弓，整个人气息无比凌厉强盛，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就连虚空都有些颤栗。显然这是一尊圣人。跟随少主斩杀敌贼，今日30万天渊军齐出，踏平大周王。南宫战霸气说道。南宫晨面色有些复杂，一想到这些强者都是拿自己的资源培养的，心中就有些滴血。算了算了，日后见到母亲，非得告状一番，揍死这个老壁凳。此刻战鼓吹响，30万大军脚踏虚空，个个身上装备精良，寒芒露出，气息十分强大，竟然都达到了子府境以上，甚至每个团精锐之中都是大能境修士，团长更是有神王强者，多达上百个。这些都是天渊府很少展露出来的东西。见过少主。30万大军齐声恭敬道，声如洪钟，响彻整个天地。南宫晨见到这一幕，心中也不免涌上热血。哪个少年不怀梦？南宫晨一双重瞳显现，气息惊人，犹如天生王者。他大声道：众将士们，大周王既然想联合外人铲平我们天渊府，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杀杀杀！众人齐声吼道，声音震耳欲聋，响彻九霄。这般纪律性，这般组织性，都得以看出，这是一支经历过百战磨练的大军。此刻天渊府之上30万大军过境，黑压压一片，战车纷飞，这些战士们气宇轩昂，战意冲霄。南宫晨见到之后，心中也不免豪情万丈，毕竟统领千军万马，征战四方，这是无数男儿的梦想。只见虚空中一辆白金战车奔腾，拉车的凶兽竟然是一头准圣境的赤蛟，直接径直地停在南宫晨面前。南宫羽开口笑道：此乃我为你准备的成人礼，希望你能满意。多谢爷爷。南宫晨心中很是喜悦，开口道。此话一出，众人脸色震撼，这竟然是准圣修为的赤蛟，如此大的手笔，恐怕天渊府上下也就只有绝巅圣人能够拿得出来了。此刻就连南宫战都有些羡慕自己的儿子了。赤蛟生来霸气，火焰旁生，还有一丝龙威，用来拉车最合适不过了。此刻赤蛟竟然在南宫晨面前乖乖低头，表示臣服之意。南宫晨见状也是大声道：众将士，随我出发，平定内乱，斩杀外敌。杀！30万大军齐声回应道，气势浩天，整片虚空都有些颤抖。此刻整个帝都上空战鼓吹响，30万天渊军横渡，寒光照耀九重天，黑压压一片，给街道上的人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尤其是为首的那辆战车拉出的凶兽是一只巨大的赤蛟，所行之路皆掀起一片火海，让众人都脸色大变。这是传说之中的天渊军，天渊府他们要做什么？天啊，这还是这几年来第一次见到天渊军出动如此之多的人，难道北域又爆发战争了？不可能吧，前天前线的兄长还告知我北域无恙，莫非他们天渊府想要造反？此刻无论是街道上的商贩还是路过的人们都停住脚步了，在那小声的议论着。他们对于为首那辆战车主人的身份很是好奇，猜测究竟是何等的存在才能让一尊赤蛟来拉车。众人眼中尽是羡慕，恐怕大周之内也只有天渊府才能做到如此这般。苏家那边，苏明站在苏府外，看着天空中的这一幕，眼神深邃。在他的身后，苏家上下老小都在，就像是今天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家主，你说亲家派出这么多天渊军，这是要做什么？身后有年纪大的族老发问。自从苏丽加入天渊府之后，整个苏家的地位就水涨船高，所受的待遇也截然不同，这也让他们对天渊府无比亲切。其他人也很是好奇，看向苏明，不该问的别问，今日之后整个大周会有新的格局出现。苏明摇摇头，没有直接说清楚，而是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很聪明，就在前几日便得知了朝廷偷偷齐聚100万兵力，就猜到大周王要对天渊府出手了。而今日天渊府出军，也侧面印证了他的想法。不过最让他好奇的是，大周王究竟有什么底气，竟然敢率先对天渊府发难？这也不禁让苏明有些担忧。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若是天渊府失败了，日后他们苏家也必将遭到清算。他只能暗自祈祷天渊府能赢吧。苏明看向远方，目光忧虑。而在另一边，王府。此刻王雄眼神震惊地看向天空，不知道要发生了什么。这又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惹上了天渊府？王雄语出惊人，开口道。身旁的族人也纷纷点头。奇怪的是，他们的大小姐被南宫晨收回女仆，他们竟然一点恶意都没有。原来上一次王宇轩回来之后，告知他们南宫晨并没有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情，还对他十分照顾，并没有限制他的自由。而王宇轩本人也承认之前被那个苏傲天所蒙骗，现在终于找到自己的天命之子，自然的好好珍惜。听到这些话，王家族人都懵逼，反应过来之后很是喜悦，纷纷支持王宇轩去大胆求爱，甚至天渊府还送了很多资源过来，一时间让他们更是欣喜若狂，直接对天渊府感恩戴德，以至于现在整个王家也都对此引以为傲，
特别是在南宫晨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之后，基本上王家无一人反对了。赤云剑宗怎么样？告诉少主了吗？大厅内，赤剑神王见到柳如烟回来，也是眼露金光，开口道。柳如烟听到之后，娇躯一颤，随后缓缓开口道：“我去到之后，南宫晨还在闭关之中，我等了一夜无果，便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他的女仆，让他们在南宫晨出来之后给他。我也不知道南宫晨他看到了没有。”柳如烟语气很是低沉，美眸黯然。赤剑神王听到之后也是愣住一下，神情有些苦涩。怎么会呢？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闭关呢？哎，看来今日我们赤云剑宗今日凶多吉少啊，你就不应该回来的。赤剑神王叹息一声，有些复杂的看着他。柳如烟摇摇头，眼神坚定：“我乃赤云剑宗所养，自然要与宗门同甘共苦。”傻孩子！赤剑神王心中不是滋味。很快，远边的虚空中，一辆奢华的金色马车出现，在其身后跟着昨日前来的那几位神王。只见那马车身旁有着4道强大到极致的身影，个个气息如渊。赤剑神王感受到之后，也是面色一变。这4人竟然都是准圣修为，这所谓的世子究竟是什么来头？赤剑神王心中涌现出无尽的无力感，这可如何是好啊？他不过区一个神王，又怎么挡得住这些人？此刻，宗门之内剩余弟子也在注视着上空那行人，眼神之中充满着惊恐。车辇中，暴龙世子拉开珠帘，见到这一幕，也不禁露出冷笑。看来那所谓的众统者也不过如此嘛，竟然连面对我的勇气都没有，无趣。身后那几个神王听到之后，也是不禁拍马屁道：“大人乃乾隆先朝的世子，身份尊贵，众统者怎么敢与大人作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没错，这众统者倒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战胜不了大人，就干脆不来了。说不定现在他们被吓得屁滚尿流呢。他们神情无比谄媚，语气很是讨好，这也不禁让前面几个准圣露出笑容。看来传说之中的众统者好像不过如此。至于那些人当初所说众统者身后有那位强大无边的鬼脸女子，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谣言罢了。若是身后真的有如此强大的人，又怎么会不来呢？听到这些人嘲讽，赤剑神王也是一脸寒意，很是愤怒。若是少主在此，定会狠狠地打他们脸。柳如烟心中也很好受，他与南宫晨有一点交集，他知道南宫晨那般性格定然不会是畏惧他们之人。很快，地面上又有行军到来，只见大周王所统领的100万大军已经在赤云剑宗门前。大人，这是我们大周的100万大军，现在全部聚集于此。大周王一脸尊敬地对傲龙世子说道。傲龙世子扫了下方一眼，淡淡道：“不错，虽然这些大多都是虾兵蟹将，但还是有点作用的。我答应你，帮你灭掉众统者身后的势力。你日后要归顺于乾隆先朝，国号也要改了，可有异议？”傲龙世子冷漠地说道，语气高高在上，犹如施舍一般。大周王听到之后有些一愣，不过脸上还是挤出笑容：“大人你说笑了，一切听从大人即可。”傲龙世子见状，目光有些好奇：“你就这么恨众统者身后的势力？那个名为天渊府的是吧？大人，你可不知道，那个天渊府仗着再有点实力，就在大周内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经常做出杀人放火之事，搞得整个大周民心惶惶。”大周王眼珠子一转，便缓缓说道。他心中暗自冷笑，将脏水泼给天渊府实在是太舒服了。原来如此，那本世子就不得不出他们了。听闻他身旁的女子都绝色无比，倒是跟错了人，就应该跟在本世子身旁。暴龙世子一脸正义凛然地说道，眼底有一丝莫名的心思。随后他一个手势过去，一旁的暗影神王瞬间意会，看向下方，大声道：“交出剑胎碎片，服从世子，不然今日屠宗。”赤剑神王听到后也是丝毫不理，没有一点想要臣服的想法。你们做梦！柳如烟也一脸愤慨地看着他们。暴龙世子的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冷声道：“给他点教训。”话落，身旁的一位准圣动了，直接朝着赤剑神王一掌压下。轰！赤剑神王不过也才神王修为，又怎么能挡住这一击？他直接倒飞出去，口吐鲜血，脸色发白。一旁的柳如烟见状，也是连忙过去搀扶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在世子面前说话放尊敬点。那位圣人开口说道，语气不屑：“不错，不错，你有当本世子女人的资格。”傲龙世子见到柳如烟，也是眼冒金光。随后，傲龙世子抬手间，一道龙爪幻化成形，威势惊人，直接朝着柳如烟抓去。柳如烟感受到这般强大的气息，俏脸苍白，心中有些无力，不知道该如何抵抗。差距实在是过于巨大，眼前的此人比他强不止一个档次。不好！赤剑神王见状，想护住柳如烟，只可惜身体受了重伤，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道龙爪落下。就在这时，一抹烈焰从天而降，带着一股龙威，直接轻而易举地将那龙爪给击溃。是谁？傲龙世子眼神冰冷，看向虚空，竟然有人敢坏他的好事，真是大胆！虚空中，一头巨大的蛟龙眸光冰冷，不怒自威，身后竟然拉着一辆银白色的战车。紧接着，战车身后黑压压一片，30万天渊军兵临城下，气势冲霄，战意凌天，面露寒光。这般强大的气息，令整个天地都为之变色，全场皆惊。傲龙世子直接愣住了，反应过来之后，也是愤怒不已。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乃乾隆仙朝世子，你们还不速速臣服？他能感受得到眼前这群人是不速之客。只见他身旁的几个准圣直接脸色一变，小声提醒道：世子，有一道很强的气息在他们之中。傲龙世子不理，不管是谁，见他世子身份都应当下跪。聒噪！银色战车中一道冷漠声音传出，语气高高在上，犹如九天之主。下一刻，一支金色神剑凭空飞出，速度快到极致，犹如一道闪电直冲傲龙世子。这太快了，谁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连他身前那几个准圣也都懵住了。嘣！傲龙世子右手直接炸裂，瞬间断了一臂。望着自己空洞的右手，傲龙世子有些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敢对自己动手。世子身旁的4位准圣反应过来之后，也是连忙护在他身边，他们眼中充满着不敢置信，对方究竟是何人，竟然连他们的身份都不惧怕。只见银色战车之中，一道白色身影缓缓走出，南宫晨一袭白衣爵士，脚踏麒麟步，横渡虚空，一双重瞳开合间竟然有异象演化，气息惊人，犹如一代少年王者。南宫晨一出现，全场大惊失色，在这双重瞳面前，任何人都黯然失色。傲龙世子身后的几位神王脸色发白，即便是那几位准圣也都感到一丝心悸，可想而知这双眼睛带来的压迫感有多强。傲龙世子一时间竟然忘记了痛楚，神魂都要被这双重瞳吞噬，他连忙咬舌，这才恢复了意识。是你，众瞳者！此刻即便他心思再迟钝，也能反应过来，眼前的此人正是传说之中的众瞳者。一时间，身后的几位神王面露惊恐，心中很是不安。天渊府竟然真的赶来，而大周王更是汗流浃背，嘴唇发白。他震惊的不是南宫晨到来，而是那30万大军，还有那几道强大无比的气息。而下方，柳如烟见到那道宛若谪仙的身影，一时间怔住了，美眸绽放异彩，心中无比感动。南宫晨，他真的来了！赤剑神王也是一脸激动，那苍白的脸上瞬间有了不少血色，颤颤巍巍地说道：少主没有放弃我们。此刻他内心之中为自己先前早早的投靠南宫晨感到十分明智。就是你说要给我一个面子的。南宫晨冷笑道。傲龙世子脸色不堪，有些阴晴不定，沉声道：我乃乾隆仙朝世子，你区区一个众瞳者，真的要与我为敌？你若今日退去，一切就当没有发生过；你若是与我为敌，就代表与整个乾隆仙朝为敌，你可要好好衡量一番。傲龙世子自己知道此次应该踢到铁板了，不过他自己依旧不怕，在这个玄天域之中，谁不敢给他们面子？说完了吗？南宫晨脸色依旧淡然，开口道。傲龙世子吞咽了一口口水，回应道：说完了，那就上路吧，那就上路吧。南宫晨神情淡然，语气轻飘，话落，众瞳炽盛，一道眸光爆发，朝着傲龙世子冲去。这道眸光太过于强大，仿佛能将整个天地击碎，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傲龙世子见到之后，神情不禁凝重起来，若是硬接下来，恐怕他的肉身也会重创。看来众瞳者的实力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强大。那4位准圣护卫见状，也是准备出手，将这道恐怖的攻势给化解。这时八大战将齐齐出手，眸子开合间雷电绽放，身上血气爆发，都是天渊府之中1等1的高手。你们的对手在这呢！八大战将之中有人大声呵斥，一身气息强盛至极。感受到这8人的气息之后，那4个准圣护卫也是面色一变，纷纷上前接战。他们心中有些不敢相信，这居然有8位准圣在此。此刻这些人的心中有些后悔与南宫晨为敌了。很快每位准圣都对上2位战将，被打得节节败退，无比狼狈。傲龙世子脸色虚弱，右手再生，一道圣龙印记凝聚在虚空，散发着金色的神芒，此乃他的天生绝学圣龙印。圣龙印与眸光碰撞，爆发出来的威势足以荡平山川，滚滚烟尘四起。众人目光凝神，想要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只见烟雾散去，傲龙世子的身影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刻他面色比先前的还要虚弱，身上流淌着鲜血，与一开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另一边，南宫晨白衣纤尘不染，神情淡然，这般潇洒自若的模样，让不少看到的人无比惊呼。众瞳者与傲龙世子交手，竟然如此轻松，甚至大气都没有喘一下。下方赤剑神王见到这一幕，也是心中暗自惊呼：少主简直就是恐怖如斯啊！就连天榜第8存在也要败北。一旁的柳如烟也是瞪大了美眸，心中震惊万分。这家伙似乎比在9天秘境之中实力变得更强了。傲龙世子瞳孔微缩，呆愣在原地，脸色苍白，身上的衣衫破烂，完全没有了先前那般傲气。他心中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还真敢对他们出手，更没有想到的是，只是一招，他的圣龙印就落入下风。而在虚空中，两边之间的战斗还在爆发着，强大的波动频频爆发，符文交织，法力涌动，让整个天地都有些颤动。没过多久，众人便见到那傲龙世子的4位准圣护卫已然有些不敌天渊府这边之势。傲龙世子见到这一幕后，心中也是怒火中烧，语气低沉：众瞳者，没想到你们那以多欺少，如此卑鄙！卑鄙！先前你们这般欺压我麾下的势力时候，可曾有这般想过？可笑！南宫晨冷笑道：
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想法。接着又是一道拳印落下，在奥龙世子身后。此刻那些投靠于奥龙世子的神王心底发凉，有些退却之意。若是今日这位世子没有底牌，恐怕他们都要饮恨于此。他们没有想到天元府居然真的敢正面硬抗乾隆先朝，丝毫没有一点畏惧，底气十足。事实上，天元府如今所展现的出来的实力确实是这般。就在他们思索之中，那30万大军之中又有神王境将领出世，执勤他们。少主有令，投靠其他势力者一律当作反贼处理。那10几位神王之中，有人冷声道，杀气腾腾。暗影神王、水月神王和凌霄神王几人相互对视一眼，立即做出判断，直接爆发修为向身后逃窜。可是天元军里面的将领怎么会是吃素的？下一刻，符文交织，漫天攻势从天而降，密密麻麻，威势惊人。轰！凌霄神王身躯瞬间炸裂，那飞出的元神也被倾天而下的攻势直接泯灭。凌霄神王陨落，很难想象一尊神王就在几息之中陨落。那逃跑的2位神王见到之后更是脸色苍白，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他们甚至不惜燃烧生命，爆发出更快的速度逃窜。远边赤剑神王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兴奋不已，脸色一阵舒爽。死得好！一旁的柳如烟则没有看去，那双美眸的倒影之中，从始至终一直都是那道白衣绝世的身影。另一边，南宫晨仙光缠绕周身，爆发出金色的血气，化作一头龙象虚影，威势震天动地，似乎要踩碎整片天空。在南宫晨的身体之中，一翼威力炸裂，化作一经龙象之力，犹如人形凶兽一般，恐怖万分。这仅仅只是小城的龙象镇域境，就有如此之大的威势，他不敢想象，若是圆满，那该是什么一个场面。南宫晨一拳落下，身后一道白衣虚影出现，犹如先帝盖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所有人都面色一变。拳风浩荡，一尊白色麒麟浮现，气吞山河，自带一股王者之风。天地拳和麒麟宝术同时施展，威能叠加，已经达到一种十分恐怖的地步。若是神王境强者接到这一招，也得非死即伤。这就是为什么说永远不能拿修为来衡量这种妖孽的战力，因为你永远想不到这些妖孽到底能爆发出来一个怎么样的实力。暴龙世子见状也是不敢有一丝小觑之意，圣体直接爆发，金光璀璨，肉身直接化作一条白色巨龙腾空。此乃他的傲龙圣体，自古以来从无败绩。开启之后，肉身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就如同传说之中真龙幼崽一般，肉身坚不可摧，无人能破防。当然，他的力量也得到巨大的增幅，就算是神王境强者也能硬生生厮杀当场。龙威震慑天穹，巨龙一声怒吼，那身上粗大的鳞片竟然纷纷竖起，寒光绽放，想要挡住南宫晨这一拳。两人这般惊人的异象，自然吸引了不少强者的目光。八大战将面露震撼，看向南宫晨的眼神愈加恭敬，心中感叹万分，不愧是府主之子，这般天赋，当真恐怖如斯。当他们看到那条巨龙时，则是面露不屑，区区一条泥鳅罢了，怎么能挡住少主？而那4位被围攻的准圣见到之后，也是眼神一亮，开启傲龙圣体的世子，只有他们知道那该会有多恐怖。今日只要众统者不敌世子，这一切的纠纷就能迎刃而解。当然，由不得他们多想，几道凌厉的攻势杀来。下一刻，准圣之间的战斗又爆发了起来。轰隆！只见南宫晨一拳砸在那条白色巨龙上，顷刻间，那条巨龙就发出剧烈的惨叫。傲龙世子满脸惊恐，只有真正面对到这一拳的时候，才知道有多无力。不过此时已经晚了，他那巨大的龙身直飞从9霄之上坠落，金色的血液不停流出，整个身躯就如同核弹一般，狠狠地砸入地面之中。所震起的波动，就连方圆百里的小山皆被震碎，而地里面也被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傲龙世子化为了人形，整个人奄奄一息，躺在血泊之中，眼中尽是震撼。此刻，在他心中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众统者肉身如此强大，面对南宫晨就好像面对一尊怪物一样，甚至比真龙子嗣还要变态。南宫晨脚踏虚空，乌发飞舞，一身白衣依旧绝世，众瞳之中自带一股霸气，神采奕奕，犹如少年王者一般，君临天下。只见他一脚踩在傲龙世子头颅上，羞辱道：“告诉我，你狂妄的资本是什么？”无数人都瞪大了双眼，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以为天榜第8与天榜第10之间的战斗应该是不分伯仲，甚至是傲龙世子更胜一筹，而结果竟然是众统者碾压傲龙世子，这让他们唏嘘不已。而在虚空之中，那乾隆先朝的几个准圣见到这一幕也是被影响了，眼中能喷出怒火。但是也就是他们走神的这一刹那，2尊准圣直接被斩。与我们交手也敢分神，真是活腻了。八大战将之中，有人在冷笑。剩余的2位准圣见到之后也是心生颤抖，心底涌出一抹深深的恐惧，开口道：“你们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乾隆先朝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八大战将听到之后，眸子依旧冷淡，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刀落。可笑，现在知道怕了。赤剑神王见到傲龙世子被踩头，也是彻底的舒爽了，眼神尽是火热。果然，追随少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呀！
这他妈换做整个玄天域，也就只有少主敢这般羞辱傲龙世子了。柳如烟心中很是感动，今日南宫晨的到来，可谓是替他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他美眸绽放着异彩，就这样看着那道如同谪仙一般的男子，心中有些说不清的感觉。远边大周王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心中倒吸一口冷气，震惊无比。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进步得如此之快，这要是过不了多久，恐怕就能追上他了。想到这，大周王不禁面色阴沉，心中想要扼杀南宫晨的念头愈烈。怪不得周婉儿会在9天秘境之中失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如今南宫晨大势已成，必然不能让他如此成长下去，必须要想想办法。大周王思忖着，眼神怨毒地看着那边。随后他脑海中浮现一个想法，看向赤剑神王那边。若是将这两人杀了，恐怕就无人得知我与傲龙世子所说的那些事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自证自己的清白了。不过在此之前，他得先杀几个乾隆仙朝的人来获取信任才行。众将士听令，斩杀反贼，协助天渊军。大周王对着自己的100万士兵开口道。这群人听到之后也是疑惑不已。陛下，我等先前不是要杀天渊军吗？有一位将领开口问道，看向虚空中那黑压压的士兵。此话一出，一道白光浮现，那位说话的将领瞬间头颅飞起，失去了生机。我何时说过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了？天渊府乃我们大周一直以来的好盟友，如今应该同仇敌忾。若是再让我听到这种话，别怪我杀人了。大周王一脸大义凛然地说道。这些大周军听到之后，心中也是胆寒不已，他们将疑惑藏在心中，谁都不想做第二个出头鸟。是，众人齐声道。大周王点点头，随后腾空而起，将目标对准了那最后一位乾隆仙朝的准圣。轰隆，一道金色小剑极快，上面带着一丝黄道之气，竟然直接将最后一位奄奄一息的准圣给偷袭杀了。随后大周王带着笑意来到虚空中，开口笑道，爱将们辛苦了，替我们大周杀了如此之多乱贼，真是我们大周三生有幸啊。八大战将见到之后也是一脸警惕，瞬间与他拉开身位。谁尼玛是你爱将了？另一边傲龙世子被踩在脚下，脸色涨红，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如此侮辱过。放开你的臭脚！傲龙世子脸色扭曲，咬牙道。他发誓，若是能回到仙朝之中，他定要杀南宫晨全族。你很想杀我？南宫晨冷笑道，不断加力，心中已然浮现一抹杀意。他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患。傲龙世子看到自己最后一位准圣也身死道消之后，便心生无力，恶狠狠道，我尚有一滴圣龙精血，便能在仙朝涅槃重生，你给我等着！南宫晨皱眉，一脚下去，直接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些大家族弟子手段竟然如此之多，真是麻烦。不过也无妨，能杀他一次，也能杀他第二次。南宫晨不再多想，将他的储物戒指收入囊中。而另一边，神王之间的战斗已然落幕，那3位神王皆被斩杀，而乾隆仙朝的准圣也都死光。不过令南宫晨疑惑的是，大周王带领着100万大军竟然没有出手，一直在那看着，这也让他不禁火大。直到他刚刚看到大周王所动，杀了一位乾隆仙朝的准圣，南宫晨便懂了一切。南宫晨嘴角勾起笑容，踏空而去。楚云见状也是紧紧地跟在南宫晨身旁。大周王见到南宫晨之后很是热情，便想靠近，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愧是府主之子，比你父亲年轻的时候还要天才。南宫晨离他远远的，八大战将直接挡在他身前，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不给大周王近身机会。大周王见到之后也是有些尴尬，随后又道，昨日就听到这几个宗门结交外地，今日特地派兵剿灭这些外来之敌，没想到贤侄你也来了。好啊好啊，却没有想到贤侄如此勇猛，轻松击溃外敌，真是让我看呆在原地，许久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的话语天衣无缝，面带笑容，简直让人听不出任何瑕疵。此刻这八大战将脸色一冷，愈发警惕，这其中绝对有鬼。齐云也听出不对，刚想传音南宫晨不要信他的时候，南宫晨出声了，你这个理由确实很不错，但是谁他妈是你贤侄了？真给自己贴金啊！南宫晨也笑了，突然话锋一转，冷冷骂道。大周王面色一变，脸色有些阴沉，爆发修为，想要转身就跑。此刻他心中隐约有些猜中，自己派苏瓦尔暗杀南宫晨的事情已经给泄露了。想到这，大周王眼神怨毒，心中不断咒骂着周瓦尔，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跟你死去的妈一样没用。想跑迟了。南宫晨冷笑，一双重瞳无比炽盛，散发着幽光。下一刻，8位战将齐出，直接将大周王给围住。束手就擒吧，你今日必死无疑，即便你是准圣巅峰。八大战将之中，有人冷声道，大周王的修为素来都是准圣巅峰，这是公认的事情，在整个大周王朝之中人尽皆知。区区几位准圣，你们可拦不住我。大周王狰狞的笑道，身上的气息不断暴涨，转眼间便已经达到圣人初期。众人感受到之后也不禁瞪大双眼，一脸震惊之色。你竟然突破到圣人境了？有人惊讶道。八大战将也不禁凝神对待，丝毫不敢有一丝小觑之意。要知道圣人境和准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所展现出来的战力截然不同。在下方赤剑神王心中震撼，没有想到大周王竟然入圣了，麻烦了，少主这下麻烦了，
大周王突破到圣人之境了。赤剑神王摇摇头，有些凝重地说道。柳如烟也是小嘴微张，美眸震惊，那南宫晨该如何是好？虚空中，南宫晨神情淡然，脸色没有一丝波动，那双眸子依旧摄人无比。大周王见到之后，也不禁心生怒火，一抹杀意浮上心头。今日你天渊府若是只出动这些人，你必死无疑。要怪就怪你太过妖孽了。此刻他撤回了刚刚想要一走了之的想法，决定将南宫晨杀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天渊府大出血。话落，大周王周身黄道之气显现，气息如渊，神辉散落，化作一个金色的大鼎，朝着南宫晨砸下。奇怪的是，那些黄道之气上竟然飘出丝丝黑雾，就好像被污染了一般。不好，保护少主！八大战将反应过来，也是瞬间出手，挡在南宫晨身前。这个大鼎散发出来的威势实在是太过于强大，远不是他们出手能够阻止的。摄他右心，齐书！就在这时，南宫晨唇角微动，轻飘飘说出一句话：消！下一刻，一道白色神剑破空而出，速度极快无比，携带着无上威势，朝着大周王射去。只是一瞬间，那金色大钟直接被这道神剑射爆，然而速度丝毫未减，一下子洞穿大周王肉身，血花绽放。大周王瞪大了双眼，当他想要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见着自己被穿心。不过让他最惊讶的是，南宫晨是怎么知道他的心脏是在右边的？这可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大周王看到南宫晨那眼睛时，他就明白了一切，肯定是这双诡异的眼睛搞的鬼。大周王脸色铁青，两眼能喷出怒火。大周王感受到自己的生机在不断的流逝，他连忙将插在心脏上面的神剑拔出，一下子鲜血直流，迸溅出来。穿心的滋味如何？南宫晨冷声道。一双重瞳之中散发幽光，此刻虚空中一道身影显现，面容苍老，手中持着一把巨弓，一双眼睛无比锐利，身上的气息强大无比。此人正是天渊宫王齐云，已经踏入圣人境很多年了。大周王见到之后，也是不由得倒吸冷气，眼神震惊万分。竟然是你！大周王颤声道，语气充满着恐惧。剑上有剧毒，你活不了多久，还是乖乖的去死吧。齐云没有理会他，自顾自的说道。话落，他拉起巨弓，仙芒璀璨无比，一股恐怖的能量酝酿在弓箭上。大周王听到之后，心中发凉，脸色无比苍白。他吞服一株宝药之后，下一刻直接燃烧生命，向后逃去。他要回到皇宫之中，血神教的人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此刻为了活命，他什么底牌都用上了，速度增幅到一种极致，同时那毒素也从血液开始蔓延全身。齐叔，右肋骨3寸。此刻南宫晨又开口了，一双重瞳之中符文交织，犹如天生圣人一般。轰！神剑射出，速度快到只能见到一抹闪光浮现，恐怖无比。那道剑矢宛若自带眼睛一般，紧追大周王身后，直接贯穿其腹部，也就是南宫晨所说的肋骨处。大周王被射中之后，竟然直接失去行动能力，直接从虚空中坠落，掉进一处森林之中。此刻在场的人见到这一幕，也是震撼万分。要知道，在这种圣人级别的对战之中，若是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弱点，那可是能做到降维打击的。他们心中无比感叹，没有想到南宫晨的众瞳之中竟然还有这种能力。今日若不是少主看穿了大周王的弱点，恐怕少不了一番战斗。南宫晨淡然自若，风轻云淡，一双重瞳散发着世人的幽光，令在场众人纷纷侧目，望向那双犹如黑洞一般的眼睛。他们心中有些发颤，一股心悸赶涌上来。只是看了一眼，他们就有一种神魂要被吞噬的感觉，心里竟然产生一种想要跪拜。少主，你这双眼睛果然了得！齐云发自内心的称赞道，无比艳羡的看着他的众瞳，还未成长起来就已经如此妖孽，很难想象少主未来成长起来之后，这双眼睛将会达到一个何种地步。还好如此妖孽是府主之子，若是其他势力，恐怕连他都要胆寒3分。还得是齐叔射得好，百发百中。南宫晨笑道，很是谦虚，你就别贫嘴了，今日若没有你，哪能这么轻松杀一位圣人？齐叔也笑道，今日少主所做之事，定要让其他人知道。南宫晨眼神闪动，众瞳炽盛，看着大周王那个方向，有些皱眉。方才他看见那块死掉的大周王，竟然拿出一个血瓶子，将里面宛若血液的东西喝了进去，又恢复一点生机逃走了。这让南宫晨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这不是邪修的手段吗？为何大周王也会这般？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因为大周王所逃走的那个方向正是大周皇宫的方向。总之今日无论如何，大周王都得死。随着大周王被射杀，全场鸦雀无声。赤剑神王为先前所说的话感到后悔，少主真乃神人在世啊！他万万没有想到，虚空之中竟然还藏着一位天渊府的圣人。此刻在赤剑神王心中，这恐怖的天渊府似乎又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柳如烟则是内心松了口气，见到南宫晨无恙，心中情不自禁的有些喜悦。今日的危机也算是彻底解除了。少主神威！此刻赤云剑宗剩余的弟子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紧接着整个山头其余弟子也都纷纷高喊，
看向南宫晨的眼神之中无比崇拜。少主神威，这几日遭受的不安，今日终于可发泄出来了。南宫晨立于虚空，一身白衣出尘，见到这番场面，也不由得露出笑容。这毕竟是他麾下的势力，下面的人如此臣服于他，崇拜于他，对于他而言，自然是有很大的好处。赤剑神王听令，突然，南宫晨开口道：“在！”赤剑神王浑身一个机灵，站起身来恭敬道：“我命你去将剩余3个剑宗合并赤云剑宗，天渊军3位准圣战将替你调遣，再带5万天渊军，可有信心完成？”南宫晨缓缓说道，语出惊人。此话一出，整个赤云剑宗的弟子都亢奋了，神情无比激动。少主，这是让其他3个剑宗来壮大他们赤云剑宗啊！柳如烟美眸绽放着异彩，娇躯也有些颤动。很显然，他内心之中也十分激动。赤剑神王老泪纵横，很是感动，大声回应道：“有信心完成。”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如此信任他，不仅让他带着3个准圣过去，还带5万天渊军。如此豪华的配置，若是他收服不了，真的可以提头来见了。若是有人反抗，直接杀无赦。南宫晨补充了一句，眼神闪动。是。赤剑神王恭敬应道。很快，赤剑神王便带着3位战将和5万天渊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南宫晨见状，也是满意的点点头。赤剑神王干这些事，应该不会让他失望的。而后，南宫晨看向那大周王剩下的100万大军，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难道全杀了？据他所知，这些大周军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子民，很多都是年迈的老兵。这次若不是大周王这个畜生将他们召回来，恐怕已经在家中享受晚年了。而真正属于大周王的兵也没有多少，大多都是中看不中用，对他造不成什么威胁。整个大周的兵权可都是由天渊府所掌管，这也是为什么大周王只敢偷偷的召回这些老兵，而不敢直接去召精锐的士兵，因为那都需要天渊府来审核处理。南宫晨缓缓降落，随后来到100万大军面前，清了清嗓子，发问道：“你们是为了什么而来？”身后的天渊军见状，也都是将他们围了起来，个个脸色森然，以免这些人发生暴动。少主，陛下跟我们所说，过来斩杀入侵的外贼，我们就过来了。此刻，这些人之中有一个算年长的人开口道。南宫晨听到之后，便有些恍然，原来如此，他们还真是被骗过来的。你们可知为何我们天渊府要杀大周王吗？南宫晨又发问道。白衣猎猎作响，气质出尘。此话一出，人群之中便有一些年轻人大声骂道：“你们天渊府就是反贼！如今你们刺杀大周王，就更坐实了反贼之名。”一些较为的年轻的人也都纷纷附和道，语气咄咄逼人。毕竟在大周王一直灌输的理念之中，天渊府就是这般存在。但更多的人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岁数较大，懂的东西自然比这些年轻人多得多。南宫晨微微皱眉，很快天渊军便出动，将这些人镇压在地，整片天地便恢复了安静。反贼真是可笑，原本你们还有点脑子，没想到却是愚昧至极，简直太让我失望了。南宫晨冷笑道，毫不留情地嘲讽他们。这些大周军听到之后，也是瞪大双眼，怒不敢言。被一个后辈这样嘲讽，任谁都会生气吧。很快，一道亮丽的身影飞了过来，乌发过腰，五官精致，身姿曼妙，一身青裙颇有仙气。此人正是柳如烟。抱歉，来迟了。柳如烟有些歉意地说道。只见他素手佛出，将一枚投影石拿出。无妨，让这群蠢货看看，他们口中的大周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宫晨挥了挥手，并不是很在意。柳如烟指尖绽放一道灵气，直接将投影石激活。此刻，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一道投影出现，画面中出现的2人正是先前的大周王还有傲龙世子。我答应你，帮你灭掉众统者身后的势力，你日后要归顺于乾隆仙朝，国号也要改了，可有异议？画面中，傲龙世子冷漠地说道，语气高高在上，犹如施舍一般，看向大周王。看到这炸裂的一幕，大周军内这些士兵也是瞪大了眼睛，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陛下在这个年轻男子面前竟然如此卑躬屈膝，就好像一个下人一样。大周军等人看到之后，一时之间也是愤怒不已，纷纷开口说道：“这个男子是谁？竟然提出如此无理的条件！我相信陛下，陛下一定不会答应的。”没错，真是可笑，还想让我们顺从乾隆仙朝，这就算了，竟然还让我们改国号，这谁会答应啊？我相信陛下，陛下等会一定会狠狠地辱骂这个嚣张自大的年轻男子的。这些人面露不屑，丝毫不相信大周王会答应着如此荒唐的要求，毕竟这跟卖国没有两样。南宫晨见到这一幕，心中冷笑，等会你们就不会这么说了。画面中，大周王思索了一会，便很快开口回答了。众人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屏住呼吸，想要看看大周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回答。大人，你说笑了，一切听从大人即可。只见画面之中的大周王虽然犹豫几分，但还是露出笑容答应道。此刻，这些大周军见到之后，瞳孔微缩，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他们眼中爱国爱民的大周王，原来是这种人，会为了想要灭掉天渊府，甚至不惜将大周给臣服于其他势力，屈辱到连国号都要更改。全场一片鸦雀无声，刚刚还有几声质疑的声音，而现在则是一丝声音都没有了。杀得好，真是拥军一个，少主杀得好啊！
很快，人群之中有一个老兵眼眶湿润，大声喊道。其他人听到之后也是纷纷反应过来，心中无意充斥着愤怒。亏他们还效忠大周王如此之久，到头来竟然效忠了一个庸俊，死得好！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让这个狗皇帝死得太轻松了，就应该放凌迟，下99重地狱都不为过，实在是冷血无情。若不是少主今日让我等知晓真相，恐怕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被这个狗皇帝给蒙骗。众人怒气冲冲，眼神通红，大声骂道。而那些刚刚还在为大周王说话的年轻人，现在则是疯狂抽着自己巴掌，嘴里不停地说道：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真是猪！想到刚刚他们还质疑南宫晨，甚至还辱骂他为反贼，他们就恨不得扇死自己。南宫晨见到这一幕，也是摇摇头，一脸失望之色。这些年轻人有错吗？相反，他们并没有错，他们只是想要报效大周罢了。只不过的是太缺少思考与辩证，一腔热血的直接扎了进去，很容易被别人给当枪使，还得多读书啊。南宫晨不禁开口感叹道。没错。一旁的柳如烟听到之后也是附和道，一脸认同。他要是这些人，肯定不会轻易受骗。南宫晨无语地瞥了他一眼，你附和什么？不也照样胸大无脑吗？行了行了，你们就算是擅成猪头，我也不会可怜你们一分的。南宫晨淡淡的说道，看向那些年轻的士兵们。话落，这些大周军渐渐也冷静下来，不论是老兵还是新兵，他们脸上充满着愧疚之色，想到刚刚还对南宫晨说出如此不逆的话，而少主似乎也没有太生他们的气，这让他们心中不禁对南宫晨印象改观了。少主似乎人还不错，知道为什么说你们蠢了吧？南宫晨淡漠道，目光居高临下。众人再无反驳之意，十分愧疚地低下头颅。此刻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少主，我等知道错了。众人齐声道，语气充满忏悔。还好你们没有酿成大祸，将手中的刀刃对准自己人罢了。你们就此解散吧，都是一群要养老的家伙，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在家好好休养生息吧。南宫晨挥挥手，便转身离开了。天渊军见到之后，也是收起刀盾，跟在南宫晨身后。这般话语虽然冷漠，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情味。这些老兵听到之后，脸上的神情愈发落寞，正如同这垂暮的夕阳一般。若他们今日真的做了一些错事，恐怕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果然，他们已经老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就在他们气氛低沉的时候，一道稚嫩的声音从人群之中响起：少主，未来我们可以加入天渊军吗？有一个15、16岁的少年，脸色有些通红，开口道。可以看出他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敢说出。在他身旁有着一群如他一样年纪的少年们，他们眼神纯粹，露出向往之色。然而南宫晨他们已经走远，这片天地一片寂静，许久没有人回应。这群少年见到之后，牙齿咬紧，眼神充满着失落，心中十分无力。众人见到这一幕之后，心中也是有些愧疚，看来今日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让少主生气了，真是可惜了这些瓜娃子。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不是很大声，却响彻每个人的耳旁。多读点书，天渊府不要太笨的。前方已经走远的南宫晨此刻竟然停下脚步，轻声道。这群少年们听到之后先是一愣，听懂之后露出白牙，笑容无比灿烂。少主并没有拒绝他们，他们未来还是可以进入天渊军的。这时一道夕阳恰好落在这些少年淳朴的脸上，很是火红，就像是缓缓升起的红日一般。这群老兵见到之后浑身一颤，随后眸子露出金光。他们的迟暮并不代表大周失去了希望，相反，一个强盛的王朝就应该是薪火相传，新老交替。就如同最前方那抹璀璨的夕阳打在南宫晨那挺直的背上，年轻一辈之中有着少主这般出色的存在在，大周何愁不兴啊？这群老兵们想通了，洋溢着笑容走了。定，签到天阶龙脉，黄道龙脉，神器人皇剑。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此刻赤炎剑宗大殿内，南宫晨坐在紫金椅上，有些一愣，没想到赤云剑宗签到的奖励竟然是黄道龙脉和人皇剑。南宫晨眼神闪动，心中掀起一番波涛汹涌。龙脉总共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黄阶、玄阶、地阶、天阶，而天阶则为最高。据他所知，大周王朝的龙脉好像只是一条简短的龙脉，里面的黄道之气十分凋零，就连气运也是如此，连蛟龙都化不了。一些人口中甚至说，大周的龙脉连黄阶都算不上，就算是玄天域之中那些最强的仙朝王朝，也才不过只是玄阶龙脉。即便是如此，他们也能称霸一方天地。而在上界9天之中，据说一些厉害的神朝不过也才地阶罢了。按这天阶龙脉该会有多恐怖？南宫晨强压下心中的震惊，想到龙脉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这可是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强弱。一个好的龙脉不仅能让王朝兴盛，天骄无数，强者横行，更能使当代君主享受王朝气运，以气运修炼作战，强横无比。总之，一个好的龙脉所带来的好处诸多无比，更别说是这天阶龙脉了。南宫晨思忖着，一时半会不知该如何处置这黄道龙脉，这不是妥妥暗示他称帝吗？不过他可是良好子民，
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接着，南宫晨便看向脑海中奖励的第二个东西——神器人皇剑。没想到奖励的第一把武器竟然就是神器，更没有想到居然还是传说之中的人皇剑。看到脑海中这霸气无边的金色圣剑，南宫晨不禁心神荡漾，眼神很是震撼。这散发浑身金光的圣剑，周身环绕着一层浓郁的黄道之气，甚至会化作金色小龙遨游于剑身，剑刃也非同寻常。靠近之后，还能感觉到一股直冲云霄的剑意。南宫晨已经能想象到自己挥舞这把剑的样子，满身金光，犹如上一世的传奇之中，随便一剑就是满屏暴击999，那才叫一个装啊！不过以他现在这般实力，想要掌握这把人皇剑，恐怕还太过于艰难。就在南宫晨思索之间，大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一旁的柳如烟听到之后，这才内心松了一口气。方才他心中紧张不已，与南宫晨在这也不知道如何找话题，耳根很是红晕。毕竟这还是第一次与男子共处一室。奇怪的是，他的身体竟然没有一丝反感，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很奇怪，说不出的样子。不过还好，现在终于不用这么尴尬了。随后他看向南宫晨，嘴角扬起，心中想到，跟本姑娘待在一起，我这么美丽，恐怕她内心早已小鹿乱撞了吧。嘻嘻嘻，说不定比自己的害羞的是南宫晨吧。想到这，柳如烟的美眸中出现一些玩味之色，望向南宫晨。在认识的人面前，他才会将自己的本性露出，不会像是外表的那样孤傲清冷。在看到南宫晨之后，柳如烟愣住了，她没有想到南宫晨跟她待在一起，竟然一直在发呆。没错，虽然此刻南宫晨神情淡然，望向前方就如同在深思一样，而柳如烟真正的走在他面前，就会发现这货竟然在发呆，而且还是保持同一个姿势，甚至他的手在南宫晨面前挥了2下，他都不为所动。再让柳如烟的内心有些崩溃，本姑娘刚刚红了这么久的脸，你就在那发呆？突然他看到南宫晨那张俊逸非凡的脸上，那如刀削一般的薄唇。柳如烟见到这一幕，也是立马别过脸，白皙的耳旁又爬上红晕。显然在他脑海之中想到了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很快，柳如烟脑海之中浮现一个邪恶的念头，只见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支毛笔，悄悄地走到南宫晨面前，美眸中露出一丝笑意。他要在南宫晨的脸上画点东西。谁叫他发呆的？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在他旁边，竟然还发呆，真是可恶。柳如烟正想要画在南宫晨脸上时，突然停住了，毛笔停在离南宫晨脸上很近的距离。他突然发现，要是这张脸被画了，可就不好看了。想到这，柳如烟就准备收手，想要退回去。就在这时，南宫晨突然回神，直接一把抓住柳如烟的手，冷声道：“你要做什么？”两人离的距离无比之近，柳如烟甚至能感受到那来自南宫晨的吐息很是温热。此刻，大殿外3道绝美的身影降落，正是苏里、王宇轩和周尔3人。苏里一头银发散落于肩，那如同仙子一般的脸蛋，让人见到一眼便流连忘返，眉如墨画，眸若星河，在其眉眼之间还有冰缝印记点缀，看上去愈发的寒冷高贵，就如同月宫之中的仙子一般。裙摆之下则是白色包裹着玉足，散发的晶莹的光泽，让人不禁心生把玩之意。而一旁的两女虽然没有苏里这般气场强大，但还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王宇轩就如同邻家少女一般，身穿淡黄色衣裙，容颜很是清纯，尤其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如今带着一丝妩媚的气息，这种感觉让人欲罢不能。而周婉儿则是一如既往的穿着那奢华的黑色礼裙，双肩露出，肌肤如白雪一般娇嫩，修长的黑裙完美勾勒出前凸后翘的身材。这若是谁见到这番场面，也不得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要知道，这还是大周四美第一次见面啊！门外那些路过的弟子见到之后，也都不禁失了神，满脸痴呆。天啊，他们3个究竟是谁？也太美了吧！有一个新来的弟子见到之后，也是不禁发问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个银色头发的可是少主的道侣，我们东神州的神女啊，名气可大了。而另外2个美女，一个是王家的小公主，另一个好像有点眼熟，忘了是谁了。”有个年纪大一点的弟子解释道：“那这么说来，他们都跟少主有说不清楚的关系。”那个年轻的弟子追问道：“废话！”周围人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随后，众人将目光放向大殿，眼中很是羡慕，能有如此多的美人相伴于周身，恐怕也就只有少主一人了吧。而且这还不是简单的美人，个个都是世间绝色。哎，人比人气死人啊！我等是羡慕不来的。良久，有人叹息道：“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黑裙美人好像是七公主？”有个弟子突然开口说道：“好像真的有点，我也发现了。”另一个弟子附和道。众人面面相觑，眼中爆发金光，他们好像发现了一些劲爆的事情。苏里缓缓地走进大殿内，美眸中有一抹浓浓的担忧之色，很显然他是为了南宫晨的安危而来。也不知道夫君怎么样了。就在刚刚，他得知到大周王竟然偷偷突破到圣人境，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啊！想到这，苏里的脚步不禁加快，雪白的裙摆飘飘荡漾。石瑶见到这一幕，脸色无奈，也不禁开口道：“我的姑奶奶啊，你走慢点啊！玉佩颠来颠去的，搞得我晕死了。那小子肯定没有事的，
说不准他现在还在跟其他女的谈情说爱呢。池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苏丽进来之后，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下，那绝美的容颜一下就阴沉下来，美眸之中更是渐渐无光，一副要黑化的样子，在她身上更是散发出一种极冷的寒意，瞬间就将大殿四周给冰封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丽她这是真生气了。而一旁的池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突然感觉到一股寒冷的气息袭来，这让她的神魂都不禁有些颤抖。不会还真的被我说中了吧？池瑶下意识说道。直到她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也是立马闭嘴了。池瑶瞪大了双眼，暗自给南宫晨比了一个大指拇，在正宫面前还敢玩得如此花，看来你是不要命了。一旁的王宇轩和周尔见到这一幕也是呆若木鸡，他们没有想到南宫晨竟然和柳如烟还有一腿，这属实刷新了他们的世界观。另一边，南宫晨还和柳如烟保持十分暧昧的姿势，在外人看来，这两人就像是亲密无间的情侣一样。听到南宫晨质问，柳如烟不语，感受着男子气息，眼神逐渐迷离。南宫晨正想骂一句神经，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的传来，转头过去，也是直接对视上苏里的目光，感受到一股幽怨的杀气，南宫晨暗道一声完蛋，立马将柳如烟的娇躯推开，转头讪讪笑道：“我说这只是一个意外，娘子你信吗？”一旁的柳如烟被推开之后，显然还有些没反应过来，俏脸红红的，眼中有些迷乱，娇嗔道：“你干嘛呀？”此话一出，苏丽美眸中最后一点光亮消失，绝美的脸蛋也是一下子黑了下来，素手不禁攥紧，沉声道：“最后给你一次解释机会，若是解释不清，你给我等着。”随后，苏丽将剑拿出，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两人，一副不解释清楚就要大打出手的样子。一旁的王宇轩和周尔双眼露出金光，一脸吃瓜样，就缺小板凳和瓜子了。此刻，他们也明白一个道理，果然话本那些内容都是源自现实，古人诚不欺我，这也太劲爆了吧！此话一出，南宫晨松了一口气，还好，苏丽还是算理智的，这若是传说之中的病娇，恐怕现在已经动手了。不过现在的场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时候，柳如烟的眼中这才有些清明，扫视一圈，暗道一声糟糕，死了，自己好像闯大祸了。方才我沉思片刻，实在是有些出神，清醒过来之后，就看到他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这才抓住了他，也就是你刚刚看到那般样子。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南宫晨思忖一会，一脸真诚地说道。随后他看向柳如烟，开口问道：“你刚刚拿着毛笔在那鬼鬼祟祟的干嘛？”听到这个回答，苏丽还算是有些满意，神情缓和不少，随后将目光看向柳如烟。一时间，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柳如烟身上，就连池瑶也是这般。上一世身为女帝的她，不是打打就是杀杀，哪有现在这般有意思啊？柳如烟听到之后，脸色有些羞红，毕竟自己只是一时兴起，无聊才想在南宫晨脸上画乌龟的，若是说出来，恐怕会被他们嘲笑吧？怎么办？究竟要不要说？一时间，柳如烟耳根通红无比，就如同一个熟透的红苹果一般，眼神之中还带着一些犹豫之色。姬女见到之后，美眸中爆发金光，暗道一声有戏，看来这两人好像真的有些说不清楚的故事呢。苏丽见到之后也是脸色一黑，发问道：“问你话呢？你是哑巴吗？”感受到这来自正宫的压迫感，此刻不只是柳如烟、王宇轩和周尔两人身躯也有些发颤。神女生气起来也太恐怖了吧！柳如烟被这一凶，有些愣神，反应过来之后，眼眶有些通红，这才怯生生地说道：“我刚刚只是一时无聊，见南宫晨在那发呆，就想在他脸上画只乌龟，谁知道他突然醒来把我抓住了。”他声音细腻，低着头，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见到不禁有些心疼。南宫晨听到他这般幽怨的语气，满头黑线，一脸无语。难道我醒来还有错吗？不过这个柳如烟也是真够闲的，竟然还想在他那张俊逸非凡的脸上画乌龟，真是嫉妒自己的帅颜。看来以后出门，男孩子们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你想给我画乌龟，我抓住你有错吗？南宫晨有些忍不住，开口道。但我后面不想给你画乌龟了。柳如烟小声辩解道。你简直神经！南宫晨脸色无语。此话一出，姬女脸色有些绷不住，在那纷纷憋笑，就连女帝池瑶也在那笑得前仰后合，红裙之下有些春光乍现。苏里虽然没有露出笑容，但神情也稍稍有些缓和，又回到原来那般正常的样子。行了，看在你这般诚恳的份上，就不为难你了。苏里一副正宫气派，缓缓开口说道。谢谢神女，今日实在是给你们造成误会了，真是抱歉。柳如烟真挚的感激道。苏里没有说话，只是稍微的点点头，绝美的五官恢复神采。南宫晨见到这一幕，眼神闪动，嘴角暗自勾起。这个柳如烟心的确实不坏，还颇有反差，在外一副女剑仙的样子，在内却是跟小孩一般纯真。想到上一是自己看的小说之中，她算是一个好柳如烟吧。相比于其他的分身，倒也没有让人可恨。不知娘子今日前来何事？南宫晨突然想到，开口道。苏里听到之后，黛眉微皱，反问道：“难道我没事就不能来吗？莫非你背着我还有其他女人？”哪有哪有，娘子尽管来，只是夫君担忧你的危险。南宫晨讪讪一笑。柳如烟见到这一幕，美眸露出金光，
也是感到有些神奇，没想到在外如此霸气的天渊府少主，竟然如此怕道侣。苏里听到之后，这才有些满意，随后随口说道：“南宫伯伯说大周王突破到了圣人，这不是怕某人不知晓吗？才过来告诉你。”南宫晨笑了一下，他自然是懂苏里所说的话，一下子心中有些温暖。他轻声道：“大周王已经被我们快打死了，现在估计不知道往哪里逃呢。”此话一出，姬女的神情很是震惊。真的吗？周尔的反应最为激烈，一双美眸盯着南宫晨问道：“他可是比任何都希望大周王死啊！”自然是真的，我亲眼所见，大周王被天渊府一位圣人射杀，一箭穿心，甚至箭上还有剧毒，狼狈无比。而后更是仓皇逃离的途中又中了几箭，不过能中如此多致命箭，少主也功不可没。柳如烟缓缓开口说道。众人听到之后也是好奇无比，既然说南宫晨功不可没，难道还发生了什么吗？很快柳如烟便做出了解释，少主那双重瞳甚至能洞穿大周王的弱点，给天渊府那位圣人带来了很多帮助。此话一出，姬女也是恍然，原来如此。不过一点小刀而已，哪有这么传乎其神？若是单凭我一个人，也杀不了大周王。南宫晨谦虚道，倒也没有将功劳全部聚到自己身上。苏里不由得高看南宫晨一眼，心中很是满意，不愧是我的男人，果然够强。王宇轩则是眼神火热地看着南宫晨，一脸崇拜模样。周尔那白皙的脸蛋，美眸中充满着兴奋，心中很是感激。他知道南宫晨肯定是为了他才如此用心地去杀大周王的。此刻周尔内心暗自发誓，日后一定要对南宫晨的话言听计从，绝无二心。真是可惜，若是能亲眼见到大周王死就好了。周尔有些遗憾地说道，毕竟这是他一生之仇。就在这时，南宫晨的脑海之中突然来了一道传音：“少主，我们找到大周王的藏身之地了，就在皇宫内部。”说话的此人正是南宫晨的护道者穆老。南宫晨听到之后，眼神闪动，回应道：“好，我现在赶过去。”不用可惜，大周王藏身地点已经泄露，就在皇宫之中，今日他必死无疑。走，我带你们去。南宫晨站起身来，对着吉女开口说道。周尔一愣，瞳孔微缩，心中很是感动。他没有想到南宫晨真的会完成他的心愿，这让他不禁更下定决心，日后一定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少主。帝都上空，此刻一道流光划过，一头巨大的蛟龙正拉着一辆银色战车，霸气无边。众人见到之后也是满眼震撼。今日见的第二回了，这战车之中究竟是天渊府何等人物啊？撕这个赤蛟的气息可不是寻常凶兽的，恐怕已经达到了准圣境界。众人议论纷纷，语气之中无一不带着震惊。此刻大周皇宫前正发生着一场暴动，皇宫禁地，尔等闲杂人等速速退去，别逼我等会用武力了。洪将军还在来的路上。宫殿门前，一个身穿盔甲的成军开口说道，他脸色森然无比，语气之中带着一丝不耐烦。我的儿啊，一家3个孩童全部都送来皇宫之中，5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大人，我不想打扰到你们，我只想见见我孩子一面，求你们了。一个手持布袋的中年女子苦苦地哀求道，声音有些嘶哑，身上的大衣也沾染上许多尘沙。她姓徐，别人都叫她徐大妈，或者也叫她徐寡妇，只是一个其他州的农民罢了。为了见孩子一面，跋山涉水，走了千百公里才来到帝都。而来的原因正是5个月前，大周王突然下了一个政策，要求所有10岁以下的孩子都必须进宫休息3个月，若是拒绝，这事做违法，将抓入大牢之中。他们这些平民无权无势，自然只能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些成军，然后送入皇宫之中。如今3个月便早早过去，甚至到今日已经超过了2月，他们都没见到自己的孩子出来，也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有了许靖的率先出声，其他父母见到之后也都纷纷开口。是啊，大人，我就一个娃子送进皇宫5个月了，书信也没有回，我怕出什么意外，您就大发慈悲通融一下吧。大人，我这里也有一些银子，你若是不嫌弃，就让我见见我家胡子一面吧。我只想我家娃子给我报一个平安。那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如今我年岁到头，就想在死之前见我家娃子一面啊。这些说话的人大多都为中年父母，当然也有少部分年过花甲的老者前来。他们脸皮发干，脸色黝黑，衣服也沾染了许多泥尘，显然他们已经苦苦哀求了很长时间，甚至不止1个月。那个成军见到如此暴动，也是瞪了那个徐大妈一眼，若不是他，这些人会这样吗？想到这，他眼中就怒气腾腾，直接来到徐大妈身前，一脚踹去。徐大妈被这一脚踹得不轻，整个脸色发白，鲜血从嘴角之中流出，整个内脏受了极大的损伤。她不过只是一个修为低下的平民罢了，又岂会是这些强大的成军对手？若不治疗，她已经命不久矣。一时间，徐大妈蜷缩在地上，小声的哀嚎着，脸上的神情很是痛苦，怀中还死死地抱紧那个麻袋，因为麻袋之中装着给自己的孩子戴的盘缠，还有一些衣物，对于她来说十分重要。就你嘴贱！高大的成军怒骂道，他最讨厌这些其他地方来的平民了，真是又下贱又恶心。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瞳孔微缩，心悸不已，看向徐大妈的眼神很是心疼，但大多数人都不敢去帮她，生怕成为下一个被打的对象。他们都知道
徐大妈是寡妇，一个将2个孩子苦苦养大，那2个娃子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此刻皇宫前恢复了安静，很快一个身穿盔甲的男子到来，他身材魁梧，眸光冰冷，满脸森然，腰间挂着一把大刀，很是威严。刚刚是谁在闹事？一出来，洪将军就开口问道。众人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将军散发出来的气势太过于强大，纷纷都有些瑟瑟发抖。而徐大妈见到这一幕，眼神露出金光，似乎见到了一丝光明，强忍受着的痛苦，缓缓地爬了过去，抱住他的腿，开口哀求道：“大人，能让我见我家孩子吗？”他蓬头垢面，身上很是脏乱，甚至脸上还带着血迹，唯有一双带有血丝的眸子很是清澈。洪将军脸色闪过一丝不悦，下意识就想甩开这个贱民。徐大妈被这股巨大的力量直接震飞，倒在地上，口中更是吐了一大口鲜血，脸色愈加的惨白。她在那痛苦的蜷伏着，抱着自己的双腿，身体都在发颤。若有医者在此，定能看出这股巨大的力量直接将她的下肢震得粉碎。徐大妈神情黯然，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她只是想见见自己苦苦思念的孩子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对待。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瞳孔微缩，一股凉意涌上心头，默不出声。他们即便是想帮，也都无能为力啊。先前那位成军见到之后，眼神很是舒爽，指着徐大妈开口道：“洪大人，就是他在皇宫面前喧哗，带领这些平民。我没有大人，我只是想见见自己的孩子，何错之有？”徐大妈颤声说道，眼神中很是不屈。洪将军听见之后，点了点头，将腰间的阔刀拔出，就朝着徐大妈走去，眼中浮现出一抹杀意：“你错就错在带头在皇宫门外闹事，这里是禁地，可容不得你般造次。现在就把你斩首示众，看谁还敢这般！”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大变，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将军竟然要杀人了。成军见到之后，嘴角露出冷笑，一副看戏的样子，高高在上。徐大妈披头散发，在听到自己要死了之后，眼中先是浮现惊恐，而后又咬牙，一手艰难地爬着，发挥的指甲因为太用力，拖了一地的血液。即便如此，她手中依然死死地抱着麻袋。她还不想死，她想见见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想要将手中的麻袋交给他们。这时，洪将军已经走到他的面前，眼神淡漠，满脸无情，将手中的阔刀抬起，缓缓落下。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于心不忍，将眼睛闭住，不想看到如此残忍的画面。而在这些父母之中，一些较为年轻的父母悄悄退去，他们不想因此沾染上祸端。他们年纪相较于其他更为年轻，还能再生，这就是人性，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徐大妈面露绝望，眼见这刀朝着自己落下，却无能为力。轰！就在这时，一抹赤色火光从天而降，带着恐怖的威势，瞬间就将那把阔刀给震碎。洪将军也一同倒飞出去。这一瞬间发生的太快，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徐大妈也是瞪大了双眼，望向上空，只见一条浑身充满着烈焰的蛟龙，此刻正在望向这里，霸气无边的眸子之中充满着冷意。在他身后，则是拉了一辆奢华的银色车辇。是谁？洪将军脸色苍白，无比愤怒地发问道：“敢在皇宫面前出手，还把他最爱的大刀震碎，他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今天非得让他没有好果子吃。”一旁的成军此时已经目瞪口呆，一脸震惊地望向天空。只见那银色的车辇之后，一道白衣身影从中走出，踏空而行，身上神光四溢，周身环绕一层淡淡的仙气，宛若真仙出世。在他身后，则是跟着4位绝色女子，个个风华绝代，一时间天地都有些暗淡。是我，你想怎么样？南宫晨一双眸子无比冰冷，质问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能通过几人的话语之中猜到了许多。苏黎等人皆是眼神冷漠，宛若看死人一般。洪将军震惊住了，他没有想到出手之人竟然是天渊府少主，最近沸沸扬扬的南宫晨。他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皇宫将军，身份怎么又能与天渊府相比？一时间，他脸色苍白，冷汗不停流下，竟然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少主饶命，我不知道是你啊！”一旁的成军见状，也是不敢吭声，浑身哆嗦地站在那里。饶了你，谁又能饶了这位母亲？南宫晨在冷笑，看了一眼蜷伏在地上的徐大妈，利用职权滥杀无辜，这大周的这些官员将士真的糟糕透了。嘣！下一刻，一道神芒压下，金光璀璨，直接将洪将军拍成血雾。众人望着这一幕，眼神有些呆滞。那个传言之中嚣张跋扈的天渊府少主，竟然为他们出头了。他们不傻，从洪将军那一声少主之中，便能猜到这一身份。整个大周能让洪将军下跪求饶的少主，恐怕也只有南宫晨了。刚刚那个成军瑟瑟发抖，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位少主恐怕要帮刚刚那位母亲出手，而他刚刚还踹了徐大妈一脚。想到这，他面色发白，恨不得时空倒流，将那一脚给收回。徐大妈更是面露感激，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眸子通红。大人，太谢谢您了。南宫晨扫了他一眼，脸色凝重。此人内脏受到极大的重创，甚至双腿的骨头都被震碎，生机在不断流逝。按理来说，受到如此惨痛的伤，换做任何一个男子过来，恐怕都会痛苦大叫，
痛昏厥过去。而此人究竟是何等的意志力，还能保持这般清醒的说话？想到这，南宫晨心中又是好奇又是敬佩的。南宫晨拿出一枚丹药，小声吩咐了一下王宇轩。王宇轩听到之后，瞳孔微缩，立马闪身到徐大妈面前，将这枚丹药送入她口中。随后，他手中冒着绿色荧光，一股生机之力涌现。他天生灵体，当年可是学了不少医术，治疗一个普通人来说很是轻松的。几女见到之后也是恍然，随后都去协助王宇轩。大娘，你还记得还有谁打了你吗？南宫晨开口问道。他能看清在他体内有着两股不同的力量，显然还有一人。徐大妈听到之后也是看了一眼刚刚那个成军，眼中闪过一丝不忍。算了算了，我身体并无大碍，真是谢谢少主了。南宫晨也是顺着眼神过去，果然看到一个眼神慌忙的成军站那。而就在这时，皇宫之内涌现出千百的士兵，他们面色森然，手持兵器，将南宫晨等人围住。大胆贼人，竟然敢在皇宫之中行凶，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为首的一个将军大声呵斥道，面露凶光。方才他们成军便得知了，竟然有人在皇宫外面出手，还杀了一个将领。这些平民见到之后也是眼神畏惧，纷纷将头低下。曹将军，救救我！当那个高大成军见到来者之后，也是迅速呼喊道，躲入他们身后。据他所知，这些将军都是大能境界起步，肯定能够庇护住他的。曹将军有时杀气腾腾，怒气涌上心头，发问道，是谁？那个成军不敢说话，下一刻一道雷芒出现，速度极快，威势惊人，直接将高大成军吞噬。轰！一道血雾浮现，方才那个踹了徐大妈一脚的成军彻底身死道消，连渣都不剩。这些前来的成军都被吓了一跳，就连那个曹将军亦是如此，猛地一个机灵，高手，绝对是高手。想到这，他心中有些不安，抬头望去，只见南宫晨指尖雷电缠绕，身上白衣猎猎作响，散发出惊人的气息。曹将军震惊住了，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相信，一时间他话都有些说不清了。少主，竟然是你呀？怎么，你很意外吗？南宫晨神情淡然，眼神睥睨。今日这皇宫是非得一闯了，谁也拦不住他。曹将军不敢接话，身躯不停颤抖，脸上的嚣张气焰也荡然无存。他想转身离开，因为南宫晨这种级别的人物，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将军能够交流的。而且南宫晨现在还气势汹汹，身后的那些士兵见到，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傻傻的站在那里，手中的兵器都有些握不住。就在这时，一道尖锐且阴柔的声音传来，少主，现在人也杀了，气也消了，是不是该离开了？只见虚空中一道强大的身影出现，众人看清之后也是面露震撼。此人头戴紫色冠帽，体态苍老，双眸深邃，乃是大周第一太监，号称春秋神王。春秋神王盯着南宫晨，缓缓说道，其中威胁意味很是明显。此刻皇宫前这般动荡，也吸引不少达官贵族前来观看，他们大多都是大周的名门势力，有的皇室之人，有的是那些一流世家，总之在大周境内声名显赫，都是一方霸主。不远处，苏家家主和王家家主两人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这个老东西敢如此威胁我的女婿，若是我也是神王，非得剥他一层皮。苏明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王雄听到之后也没有理会他的屁话，自语道，你那女婿怎么不带人啊？单凭他一人，今日可能要吃点苦头了。毕竟这春秋神王一直以来都跟天元府不对付。是啊，这孩子怎么马马虎虎的，要是带点天元府的强者过来，这个春秋神王算个屁啊。苏明也露出一抹担忧目光，毕竟他的女儿也在那呢。另一边，南宫晨听到这般威胁话语，眉头一皱，毫不留情地说道，一个太监也敢叫我离开，你也配？此话一出，众人面露震撼，难以想象南宫晨竟然直接骂了上去。而那些在暗自观看的探子见到之后也是十分震惊，苏明和王雄更是呆住了，一脸吃惊。你这女婿也太猛了吧？王雄感叹道。没有，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苏明摇摇头，解释道。那些成军身躯一颤，浑身有些发抖，他们可是知道春秋神王可是最讨厌别人叫他太监的。如今南宫晨这番话无疑是踩在他的红线上。虚空中，春秋神王脸色阴沉的吓人，他平生以来最忌讳别人叫他太监的。这个毛头小子该死。那这么说来，少主是要跟老身过上两招？春秋神王咬牙道，一双眸子冰冷无比。你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过两招？你能撑住我一招就不错了。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一脸不屑地说道。就在这时，苏丽在身后提醒他，徐大妈已经无恙了。南宫晨暗自点头，眼神闪动，看来已经可以进皇宫了。你毛头小子真是伶牙俐齿，今日我就替天元府教训你一番。春秋神王忍不了，直接朝着南宫晨出手。少主，需要我出手吗？虚空中，穆老见到这一幕也是传音道，不用，刚好我可以检测一下我突破大能之后的实力。南宫晨自信拒绝道，身上有着一股无敌之姿。替天元府教训我，老太监你也配？紧接着，南宫晨冷笑，身上的气息不断上涨，将大能境修为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如今他掌握如此之多的神级功法，再加上这双重瞳，
跨境作战对于他来说不要太简单。众人感受到这道气息之后，也是震惊不已。他竟然又突破了，要知道这可是18岁的大能啊！苏明更是愣了一下，像是自己感应错了，又感应一遍，随后久久陷入沉默之中。他好像记得几个月前南宫晨还是子府来着，如今却跟他一个修为了。王雄则是开怀大笑，好啊，真是个妖孽，这般修炼速度。春秋神王也有些发愣，不过很快也反应过来了，冷笑道，给你突破到大能又如何？大能与神王之间的差距哪里是这么容易就可以磨平的？他脸色很是不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有些躲在暗处的中立势力看到之后，也是纷纷摇头说道，是啊，春秋神王可是老牌神王强者了，少主虽然突破到了大能境界，不过还是难啊。神王与大能之间的差距可谓天地之分啊，少主这般激怒他，对自己而言是坏事啊。下方徐大妈见到之后，眼神露出担忧之色，小心翼翼地说道，真是不好意思了，拖累你们了，要不然还是让那个大人离开吧。苏里那绝美的容颜浅笑一下，一双美眸盯着南宫晨的身影，自信道，大娘你就放心好了，他肯定能打赢的。苏里知道南宫晨向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没错，几女也附和道。而一些与天渊府向来不对头的势力见到这一幕，也是冷笑连连，真是蠢货，看来今日那所谓的正统者要陨落于此了。神王我子府就杀过了，你将会是下一个。南宫晨神情淡然，冷声说道，白衣飘飘，气质出尘，眸子开合间带着一股无敌之势。此话一出，春秋神王脸色有些愕然，随后面色阴沉，身上爆发出一股刺骨的杀意，直接朝着南宫晨出手。轰！天地骤然变色，春秋神王祭出一个绿色葫芦，上面冒着幽深的光芒，随后他口中念咒，万千幽魂从中飞出。此乃咒魂壶，乃是春秋神王的本命法器，整个葫芦之中充满着邪气，而那些幽魂都是从极凶的地牢之中抽出的怨魂，经过上千年孕育，已经变成极强的厉魂。一时间，这些幽魂鬼哭狼嚎，五官很是扭曲，怨气冲霄，一双眸子露出红色的凶光，在整片天地回荡着。众人见到这一幕，也不免产生一丝心悸，脸色有些发白。此乃春秋神王自创绝技百鬼束魂，这些幽魂能将对方围杀，最恐怖的是他们能将对方的神魂撕咬下来，曾经就有神王强者死于这招之中。这些招数阴狠无比，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少有人在宫中与春秋神王为敌，因为敌人都被练成幽魂了。围观的众人心中暗自摇头，除非南宫晨能祭出大杀器，否则如此短时间之内很难抵御住这些幽魂的进攻的。去！春秋神王在冷笑，指挥着这些幽魂攻击南宫晨。他倒要看看这小子该拿什么来挡住这一招。要知道，同等境界之下，就算是神王也要忌惮3分。刹那间，漫天幽魂遮天蔽日，竟然直直朝着南宫晨冲来，如一团蜂群一般一拥而上。下方苏丽等人见到之后，也不免美眸露出担忧之色。南宫晨见到这一幕，淡然自若，脸色没有丝毫变化，白衣绝世，一双重瞳震慑千古，犹如少年王者。他嘴角在冷笑，只见挥手间，天穹乌云密布，雷电闪烁，犹如一片巨大的雷海，无数的雷光在跳动，带来极强的压迫感。雷劫本来就对世间一切邪祟鬼物天生克制，泯灭一切，更别说雷道之祖雷帝宝术了。此刻，南宫晨只见雷电跳跃，乌发飞舞，身后无数雷电交织，宛若雷道至尊。这般威势太过于惊人，众人见到之后，瞳孔微缩，神情有些凝固。这究竟是何等雷法，竟然能召唤出如此惊人的雷劫？有人不禁失声道，语气之中充满着震惊。而那些与天渊府交好的势力见到之后，眼神很是惊喜。先前那些不看好南宫晨的势力，此刻感到面子有些无光，也是纷纷咬牙道，就算他能召唤出这等雷劫又如何？境界上差距如此之大，不过只是无用之功。事实上真是如此吗？轰隆！下一刻，漫天神雷降临，白芒惊天，化作千万条雷龙，身躯闪烁雷光，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威势，直冲而下。这般场面实在是太过吓人了。这些幽魂与其比起来，如同小巫见大巫。此乃9天劫光。南宫晨冷声道，眸若冷电绽放，面色冷峻。春秋神王脸色发白，眼底涌出一抹震惊之色。他没有想到，一个大能境界的小辈，竟然能使出如此惊天动地的雷术。话落，无尽白芒爆发，整个天空一片发白。众人被这股惊人的白光所照射到，都纷纷闭上双眼。春秋神王面露不甘，想要摧毁这些幽魂，却发现早已经失去联系。而接下来迎接他的，则是这漫天神雷。他瞪大了双眼，冷汗直流，心中竟然出现出一抹惧怕。会死的，若是接下这一招，一定会死的。此刻，在春秋神王心中出现了最本能的念头。然而，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力抵抗，淹没在这白芒之中。许久，众人睁开双眼，见到眼前的画面，也是不由得震惊住了。只见一具焦尸静静地躺在皇宫面前，手中拿着的咒魂壶也一并化为烟灰。而那具焦尸模糊的五官之中，也不难看出，正是那春秋神王，连神魂一并泯灭在这浩荡雷法之中，毫无生还的希望。
而虚空中那尊白衣绝世的身影依然矗立在那里，那年轻的面貌让在场所有人都不敢忽视。有人见到之后，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心中满是震撼。一招，竟然用一招就将老牌神王境强者给灭杀，这他妈还是大能境吗？下方苏黎美眸绽放异彩，心中也有不小的震惊。这家伙又变强了，就算是他身后有一尊仙王之上的存在教导，身负神体，也不敢妄言能一招灭一尊神王。池瑶见到之后，那妩媚妖娆的眸子也不由露出一丝震惊之色。此子日后成就难以想象，身负重瞳，更有混沌道国打造无上根基，就算是9天之中，也少有人能达到这般地步啊！虚空中的深处，一尊曼妙的身影也不免嘴角勾笑，美帝不可一世，天地都有些黯然。在他的腰间上挂着一个青铜鬼脸面具，不难看出，正是此前帮助南宫晨那人。进步如此神速，我这个外甥真是给了我好大的一个惊喜啊！若是到了9天之中，也不知姐姐知道之后该是一个怎么样的表情，真是令人期待啊！他朱唇轻启，声音悦耳动听，犹如上苍仙曲。随后，他又将目光落在池瑶身上，美眸露出深邃的意味，没有多语。此刻，全场一片寂静，众人看向南宫晨的眼中，犹如在看怪物一样。苏明和王雄两人也是对视一眼，咽了一口口水，眼中的震惊之色难掩，不停地喝着茶，许久才反应过来，我这女婿也太他妈的猛了吧！苏明第一次爆出粗口，震惊道。一旁的王雄则是一直的念叨着，我的好女儿，一定要抱紧少主这个大腿啊！我们王家日后能不能分一杯羹，就全靠你了。那些支持天渊府的势力见到之后，心中也愈加坚定，日后一定要对天渊府校犬马之劳，绝无二心。先前唱衰南宫晨的人，此刻都脸色羞愧，一脸难看，心中不停咒骂着春秋神王，什么废物啊，竟然连一个大能境都打不过，真是丢人。而最为震撼的，还得是那些平民，那些在皇宫前的平民见到之后，也不由得纷纷下跪，很是虔诚的磕头。他们哪里见过这番场面啊，还以为是仙人下凡了。上仙帮帮我们吧，我们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失踪如此之久，在皇宫究竟如何。是啊，上仙，求你帮帮我们吧，我们只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一面。这些人们嘴中不停地念叨着，身躯发颤，祈祷着南宫晨能听到他们的话。而在苏里旁边的徐大妈反应过来之后，也是冲着苏里等人下跪磕头。仙人啊，我的孩子还在皇宫之中，如今生死不明，求你带着我们进步吧，就算是给你们做牛做马都行。徐大妈哀求道。她没有想到先前帮助她的人竟然是这样的存在。苏里听到之后也是有些惊慌失措，开口道，大娘你先起来，等会我们就带你进去找你的孩子。此刻南宫晨缓缓降落，见到他们这般凄惨，也是叹息一声，一阵力量拂过，将他们扶起。感受到如此神奇的力量之后，这些人看向南宫晨，眼神愈加虔诚，愈加恭敬。诸位乡亲父老，今日我会带你们进到皇宫之中的，尽管放心。南宫晨开口回应道。方才从这些的说话之中，他便了解了事情的大概，也就是大周王下令征召了他们的孩子，说是进宫学习3个月。如今5月过去，那些孩子依旧都没有出来。听到这里的时候，他便暗道一声坏了，大周王什么尿性他还不知道吗？猜测到大周王先前展示出来地宫法，很可能是入了魔道。要知道，所谓魔道，很多心思不正的人都是通过杀戮或者其他残忍的方式来进行修炼，这就说明这些人的孩子很可能现在已经死了。想到这，南宫晨眉头一皱，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出。而那些平民们在听到南宫晨的允诺之后，脸色充满兴奋和喜悦，仿佛对南宫晨感恩戴德。徐大妈也是刚想跪下给南宫晨磕头，却被苏里阻止了。南宫晨见到这一幕，有些欲言又止，不过还是没有说出来，那也只是他猜测而已。若真是这般如此，大周王做出那种事，恐怕大周整个民心都会溃散吧。不管了，当务之急还是得将大周王给杀了。也就在这时，天空之中黑压压的一片天渊军赶来，手中挥舞着军旗，个个身穿黑色盔甲，看上去霸气无边。众人见到这一幕，也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很是吃惊。天渊军都赶来，看来今日天渊府一定会有大动作啊！很快，30万天渊军都来到南宫晨的面前，就连先前去协助赤剑神王的天渊军也都回来。8大战将也来到南宫晨面前，恭敬道：“30万天渊军已到达，请少主下令，请少主下令。”30万天渊军齐声道，声如洪钟，响彻整个大周宫殿，周边的屋檐都有些晃动。那些成军见到这一幕，双腿有些发软，身姿无比颤抖。他们都是一些散修培养而来的，从来没上过战场，一直待在皇宫之中，哪里见过这般场面啊！众军听令，跟着我前行。南宫晨大声道，一双重瞳散发着幽光，惊人无比。是，天渊军齐声道，纪律性十分完美。随后，南宫晨带领着大部队直接朝着皇宫内部走去。曹将军见到之后，也是硬着头皮走到南宫晨面前，小声道：“少主，大周王没有下令的话，可不能带军队入宫，但我可以帮您请示一下，相信以少主的身份，陛下一定会允许。对了，少主，此次你来皇宫的目的是什么？”见有人阻拦，天渊军众人也是杀气腾腾，冰冷的目光落在曹将军身上。一时间，
曹将军有些汗流浃背。只见南宫晨缓缓地吐出2个字：是地。此话一出，曹将军神情愣住了，呆滞在了原地。一旁的其他成军也瞪大了眼睛，不仅他们震惊了，此刻一直在观望南宫晨的那些势力同样震惊不已。他们心中早有猜测，但等到南宫晨说出来的那一刻，还是有些难以反应。天渊府今日真的要杀大周王？此时无数的探子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迅速离去。他们要告知背后的势力，大周的天要变了，要让身后的势力早早的就做好准备。另一边，苏明眼露金光，摸了一把胡子，沉声道：没想到天渊府真的要对大周王出手了。今日之后，大周的格局将重新洗牌，老王要做好准备了。王雄听到之后乐呵地笑了一下，哎呦，哪里要做什么准备啊，让我宇轩多多抱紧少主的大腿就好了，这才是最好的准备。此话一出，苏明一头黑线，这家伙真是没得救了。等到曹将军回过神来，天渊军一行人已经走远了。皇宫中，那些奴婢还有护卫见到南宫晨一行人前来，也是纷纷想要大叫，脸色惊恐不已，但很快就被天渊军给制服了，直接晕了过去。没过多久，在周婉儿的带领之下，众人也是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七公主，就是这里吗？南宫晨问道。周婉儿点了点头，看向这座宫殿，眼底露出一抹仇恨之色。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周王的藏身之地。南宫晨点了点头，随后给一旁的天渊军一个眼神，轰！只见这座大门顷刻间便被摧毁，瞬间一股腐烂的尸臭味从中溢出。那些跟随前来的平民见到眼前的这一幕，也是呆滞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在大周皇宫之中一处地牢内，一道虚弱的人影搀扶着墙壁缓缓进来，身上的龙袍沾满了血迹，在他胸前有一个触目惊心的血洞，不停地滴落着鲜血。此人正是大周王。此刻他身上中了剧毒，正在蔓延全身，若是不治，恐怕很快就要归西了。在幽深的阴影处，有一道黑袍身影显现，在看到大周王惨状之后，神情一下就呆住了。你不是突破到圣人了吗？怎么会如此重伤？况且你不是还和那个仙朝的世子联手吗？黑袍人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周王不是因为报喜而回来，而是落得这般地步。大周王面色阴沉，在听到世子之中，更是不管胸口喷涌着鲜血，破口大骂。那个世子就是一个坑货，还是一个大大的蠢货，一点用都没有，带的4个准圣全部都被南宫晨带人杀了。亏朕先前还如此对他恭敬万分，要是他尸体在这，朕不得狠狠的鞭尸。黑袍人听到之后，黑影之下的脸上有些抽搐，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必赢的局面都能失败，也是一个人才。那你呢？你一个圣人，谁能奈何得了你？许久，黑袍人又好奇地问道。大周王脸色出现一些后怕，随后缓缓开口：我们都被天渊府的表象给骗了。此次行动，天渊府竟然派出了8位准圣，甚至还有1位圣人。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会这般狼狈逃回来。黑袍人有些恍然地说道。不过这样子看来，天渊府确实隐藏得很深啊，竟然能够派出8尊准圣出动，这可比肩中神州的顶尖势力了。黑袍人沉思一会，继续说道：我就是被那尊圣人所射中，还有南宫晨那天杀的小儿，都该死啊，都该死啊！大周王脸色怨毒，咬牙说道。黑袍人看着他这般无能为力的样子，也是感叹道：你这个伤，竟然被射得如此严重，而且还是你的弱点，看来你此次确实吃了大亏了。没想到啊，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周王，竟然沦落到被追杀的下场。依我看，外面应该都是天渊府的人了，你今日插翅难飞了。说罢，黑袍人摇了摇头，一脸可惜地看着他。少在那说废话了，先前你说的那个血祭大阵，我答应你，不过得到的血气要55分。大周王没有好气地说道。哈哈，我就知道你要这般如此，不过血祭大阵可是要将整个大周给炼化了，你可真狠啊！若是被你的子民知道，他们会有何感想？黑袍人大笑道。大周王眼神闪过一丝阴翳，不过被他很好的隐藏起来，说道：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要怪就怪天渊府，都是他们逼我的。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说的条件有改，我9，你1。黑袍人脸色森然，缓缓开口。大周王听到之后也是震惊不已，质问道：先前不是说好55分吗？怎么现在又你9我1了？这不行，我不同意。你也知道是以前啊，你觉得以你现在这般样子，有资格与我提要求吗？黑袍人冷笑道，身上的气息不再遮掩，圣人修为爆发出来。你！大周王脸色一变，死死地看着他。这个黑袍者竟然是圣人，他一直以为只是准圣修为，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怎么，你还想杀我啊？我给你1都不错了，若不是看在你还有些价值，我连1成都不想分你。将传国玉玺拿出来吧，别逼我动手抢了，现在的你可拦不住我。黑袍人冷声说道，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大周王有些阴晴不定，攥紧拳头，过了一会，还是将玉玺拿了出来。黑袍人一把见到之后，眸子放光，一把就抢了过来。不错，不枉我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哈哈哈！终于得到了。黑袍人看着这个栩栩如生的玉玺，神情癫狂，大笑道：别高兴太早了，若是你血祭大阵失效，被天渊府所破，恐怕你的下场也要与我一般。大周王冷笑道：你以为
我会像你一样蠢吗？血祭大阵我从10几年前便开始刻画，目的就是为了今日。如今传国玉玺到手，就差最后一步，将龙脉所吞噬，便能启动血祭大阵了。结，这可是一国血气啊！成功之后，血神大人将会很快苏醒，届时我在血神教的地位将会水涨船高。黑袍人露出那张狰狞的面孔，疯狂道。大周王听到之后，脸色有些震惊，他没有想到此人竟然早开始布局了。想到这，他不由担心地说道：“你到时候不会也把我炼化了吧？”话落，黑袍人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放心，你我之间的交情，我岂会做出如此之事？我会让你亲眼见到天元府众人给炼化的神情，那真是美妙的滋味。”说罢，他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嘴唇，眼神无比邪恶。大周王见到之后，也不免心生恐惧。另一边，南宫城众人见到眼前皇宫的景象，也不免被震撼住了，一抹反胃感涌上心头。就连一些经历过无数的战争的天渊军，见到此情此景，神情也有些不忍。只见眼前皇宫之中密密麻麻的尸山尸骸，到处都是孩童的尸体，这些孩童死状凄惨无比，胸口被一刀划开，直接将心脏掏空，残忍万分。到处都散发一种腐臭的味道，甚至这些尸体放置许久，已经有蛆虫在上面啃食，场面触目惊心。寻常人见到这一幕，恐怕都要久久难眠。我的孩子啊！就在这时，徐大妈突然从人群之中冲出，来到2具尸身面前，痛哭着。2个孩子面相很是可爱，一男一女，不过身上有很多淤青的地方，恐怕这段时间在皇宫遭受了虐待。很快，更多的人从人群冲出，他们都认出了那一张张稚嫩天真的面孔，正是他们许久未见的孩子。他们有些父母没反应过来，抱着那尸体喃喃自语着，眼神无比空洞。不要不听话了，跟娘回家好不好？你的阿姐阿哥都在等你，家里煮了你最喜欢的瘦肉，以后我们天天吃肉，不让你饿着好不好？他们看着那一张熟悉的脸蛋，脸上流着源源不断的泪水，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也有些人不敢接受眼前的场面，直接逃了出去。他们不敢相信自己那前几个月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此刻，徐大妈那个从未离手的麻袋也散落一地，一些细小的银碎，4套孩童身新衣，还有一些灵果食物。地上那些新衣光鲜亮丽，而他身上一处补丁都有缝缝补补痕迹，大衣都被洗得泛白。南宫晨见到这一幕，有些怔住，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出口安慰他，随后转为一声叹息。要知道，就算是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也未曾将手中的麻袋松手过，甚至被2个成军如此殴打，双腿断裂，都一声不吭，一心想见到自己的孩子。徐大娘可能在听到能进皇宫之后，都开始幻想跟自己孩子开心的见面，分享自己一路过来有趣的事情。听其他人所说，徐大娘还是一个寡妇，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人将孩子养大，很难想象一个母亲省吃俭用，跋山涉水的徒步千里，只为来到帝都接自己的孩子回家，却没有想到头来竟然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周的马车并不是很贵，南宫晨猜测他想接自己孩子回家时，才用马车将那些钱给省下。南宫晨陷入了沉默，随后他走出宫殿外，身上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杀意。他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们报仇，让大周王感受一番这种痛苦。此刻，一旁的几女眸子通红，显然他们也被狠狠地刺激到了。苏丽不敢想象，若是自己被这般对待，父母该多痛苦。想到这，他不禁拳头攥紧，很想将大周王给千刀万剐。而王宇轩亦是这般，眸子通红，不停地抽噎着。周尔虽然早有猜测，但见到这一幕，也是不禁冷笑连连。大周王，你真是坏事做尽，畜生东西！柳如烟也神情低沉，眼眶通红，恨不得拿着手中的剑砍死大周王。他们此刻都跟随在南宫晨身后，一言不发，心情很是失落。突然，南宫晨脚步停住了，开口道：“诸位，你们记住，今日你们所受痛苦，我会让大周王加倍奉还的。”声如洪钟，响彻整个宫殿之中。众人一怔，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之后，南宫晨等人已经走远。很快，那些在外面观望的人们看到天渊军离开，也是纷纷闯了进来。他们倒想看看所谓的皇宫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当这些人怀揣着兴奋进来之后，看到眼前的场景，也是不禁沉默了许久。他们眼神充满愤怒，仿纷纷开口骂道：“没想到大周王竟然是如此之人，这般残忍之举，原本以为只有魔道中人才能做出，没想到堂堂一个王朝帝王，竟然也会这般，真是该死！畜生啊，畜生啊！大周王你真不是人啊！竟然杀了如此之多的孩童，他们都是无辜的呀！天啊，我们都被大周王那般表面给骗了，如今少主要杀他，我大力支持。”这些人都是来自各界修士，有商人，有朝廷政客，他们都是为人父母，在见到此情此景，也都是真生气了。另一边，南宫晨重瞳炽盛，锁定住眼前的地宫，随后一道眸光撕裂天地，威势惊人，直接朝着地宫落下。大周王，给我出来！南宫晨冷声道。轰！只见眼前的地宫瞬间被分成2半，2道身影从中浮出。南宫小儿，没想到你竟然追到这里，真是该死！大周王破口大骂，眼神能喷出怒火。南宫晨屡屡坏他好事，
他想杀南宫晨的欲望达到了顶峰。没等南宫晨出声，下一刻8大战将齐出，漫天攻势爆发出来，神光璀璨，威能动天。虚空中一道箭矢速度极快，竟然化作一头青龙，蕴含的威力似乎整个天空都要撕碎。这般攻势下去，若只是大周王抵挡，恐怕片刻就要陨落。就在这时，那个和大周王并排的黑袍人出手了。只见黑袍人手一挥，漫天黑雾降临，只见一个黑色屏障出现，将两人给笼罩进去。霎时间，这些攻势被吞尽，丝毫不剩。黑袍人用完这一招之后，脸色苍白无比，可想而知，抵挡住这些人的攻势该有多难。见到这一幕，南宫晨有些意外，这个黑袍人究竟是谁？而在屏障之中，牛啊，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实力。一旁的大周王见到之后也是兴奋无比，开口夸道：“蠢货，闭嘴！”黑袍人一声喝道，脸色愈加虚弱。对方如此之多的攻势，可是让他完全吃不消的。若是用光了剩余的血气，恐怕早已身死。随后，黑袍人将传国玉玺给拿出，飞到虚空之中，嘴里不断念叨着咒语，身上涌现出现浓浓的黑雾，纷纷侵入这玉玺之中。只见那传国玉玺的身上黄气愈发稀少，所剩余的气运也被那黑气吞噬殆尽，魔意从中涌出。那是传国玉玺，不好，他们要将大周气运吞噬，甚至魔化整个大周龙脉。周尔见到这一幕，不禁惊呼道。众人听到之后也是面露恍然。贱人，你竟然没死！大周王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也是猛地一怔，怒骂道：“现在他可算知道为什么周尔还活着，原来他下的蛊虫给解决了。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倒是喜欢见人就叫。”南宫晨出声了，语气冰冷，眼神睥睨。周尔听到之后也很是感动，愣神地望着南宫晨的侧颜。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儿，今日你们都要死在这里了，我们血祭大阵就已经快成型了。大周王眼神怨毒，咬牙道。南宫晨神情淡然，一身白衣猎猎作响，脸色没有丝毫变化，甚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血祭大阵，人皇剑便可破。此刻魔气铺天盖地的涌来，将整个大周的天空给笼罩住，在其中央帝都有一道黑色的光柱直冲云霄。这般场景太过于吓人，甚至正值午时的白天也刹那间化为黑夜。大周王朝一些其他地方的子民见到这一幕，也是瞳孔微缩，无比震惊。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黑夜了？难道是有什么天灾要出现了吗？天啊，那些黑色的迷雾，莫非是魔气？那岂不是说有人要将魔化整个大周？此刻一些修士惊讶地猜测道。当然，更多的人们见到之后也都是放下手中的工作，无比担忧地看向天空。天空突然变成黑夜，那一定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而在帝都中央，黑袍人大笑，面色癫狂，手中拿着一个魔珠，里面的魔意涌动，源源不断地侵蚀这个玉玺。能见到玉玺之中有一个金色的小龙，此刻整个身躯魔化一半，不停地挣扎着，神情很是痛苦。帝都的街道上，很多人都见到这一幕，有些不明所以，他们是在做什么？远看天空两边人在对立，一边是南宫晨那边，一边则是大周王那边。当他们看到大周王身上的重伤时，也不免有些惊讶，这难道都是天渊府做的？天渊府为何要杀大周王？大周王身旁的那人究竟是谁？难道这般如黑夜的景象是他做的？此时在这些人的心中充满着疑惑，但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宫殿之中出来，告知其他人，在大周王的宫殿之中坑杀了10万幼童。听到这话，一些人开始还一脸不敢相信，信誓旦旦的进去之后，这才相信了。大周王这般举动无疑是人神共愤的，引起了众怒，将这些人们先前不满的情绪顷刻间全部点燃了。大周王，你真是不是人啊！先前召集10万孩童进宫，你居然全部都杀了！10万啊，这可能就是10万个家庭啊！亏老子一直以来以为你是一个好人，没有想到居然如此心狠手辣，连自己的子民都要骗。我们这么相信你，将自己的孩子送入你手中，你就是这么对待的，我都不敢想象，那得多寒了那些父母的心啊！真是畜生一个，下地狱都不得好死！人们眼神充满着怒火，攥紧拳头，咬牙说道。街道上，无数的人们将家中摆放大周王的画像和雕像全部丢出，犹如见到晦气一般。路过的狗见到都去踩了2脚，支持天渊府杀大周王。亏我之前还信大周王所说，天渊府十恶不赦呢，现在到头来想想，这大周王说的话跟放屁一样，没一句真的。猪肉摊前，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愤愤不平地说道。很快，在群众之中就有一道声音响起，支持天渊府师弟，支持少主斩杀那个畜生。人们齐声道，眼神愤怒地看向天空中大周王的身影。见到一番番攻势下来，那屏障丝毫不动，大周王也不免乐开了花。来杀我呀，怎么想杀也杀不了我。大周王欠打地说道。南宫晨一双重瞳炽盛，看穿黑袍人身后拿着的那颗魔珠，神情有些恍然。这个屏障就是那颗魔珠所搞的鬼吗？虽然黑袍人隐藏得很好，但是内不住，南宫晨能透视啊。随后南宫晨嘴角露出一丝玩味之色，笑道，叫吧，珍惜你这辈子为数不多的时光。那颗魔珠蕴藏的魔气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一炷香之后就会消失，到时候可轮到他们哭了。行了，各位战将收手吧，休息一下吧。不急，
南宫晨开口下令道。众人虽然不解，但还是停手了。大周王听到南宫晨话后，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他神情阴晴不定，没有说话。很快，下面人们的骂声传来，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天渊府等人也是勾起笑容，一脸不屑地看向大周王。虚空中，大周王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撇了撇嘴，很是不屑地说道：“身为朕的子民，为朕牺牲一下又怎么了？”此话一出，无数道充满杀意的目光冲向他，真是畜生一个！这种人是怎么当上大周的君主的？苏丽咬牙说道，美眸寒霜。一旁的池瑶听到之后，也是打了一个哈欠，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事并不少见，甚至9天之中有魔道大能，先前炼化了一域的修士，与那比起来，这还算轻的了。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支持这番作为。上一世他遇到一个杀一个，几女也都是一脸愤然地看着大周王，甚至身后的天渊君也骂声不断，就连几个准圣战将也在咒骂大周王。南宫晨没有多说什么，一双重瞳炽盛，仔细地观察着那黑色屏障，他在寻找一个时机突破这个屏障的时机。当然，大周王所说的话他听清了，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这种人的畜生程度，只有在临死之前才会有一丝忏悔。下方那些群众听到之后，也是眸子瞪大，脸色发红，愤怒到了极致。此刻，他们对于大周王最后的一点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了。有些支持大周王的人，甚至还幻想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但随着大周王说的那一刻起，一切就破灭了。他们没有想到，大周王看待他们的真实想法竟然是这样子，如此草菅人命。虚空中，黑袍人见到这一幕，也是发出大笑，开口道：“你们大周能有一个如此的君主，也是奇葩。对了，看在你们临死之前，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们的大周王，甚至为了你们这些人的一成血气，甘愿将你们整个大周祭献掉。见到此物了吗？便是你们的传国玉玺。等到里面的金龙被彻底炼化完成，血祭大阵开启，你们整个大周的人都要沦为养分。我乃血神教中人，你们应该清楚，这血祭大阵一旦形成，就已经大局注定，你们不会有丝毫逃脱的机会。”大周王听到之后也是皱眉，语气之中有些不满，这跟他们说什么？大周王不满的是，为什么要将仅仅得到一成的事情说出？这显得他很没有面子。即便是到了这种时刻，他也依旧没有一点忏悔之心。此话一出，街道上这些群众也都面色呆滞，一副难以接受的样子。那个黑袍人是血神教的人，那这么说来，大周王还勾结了血神教中人。这个畜生竟然为了一成精血，就要将我们给炼化掉了！天啊，简直就不是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好啊？血祭大阵就快炼制完成，此地距离大周边境1000万公里，哪能逃脱出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虚空中，坏了，居然是血祭大阵！若是形成，可就无破解之法了。齐云脸色一变，开口说道。不仅是他，就连身后的8位战将也都脸色惨白，一脸绝望的样子。要知道，血神教的威名在整个玄天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一直以来，血神教十分神秘，任何人都不知道其的落脚地。就连当年血神教引起玄天域诸多顶级势力人神共愤，将玄天域翻了一个底朝天，也都没有找到血神教的藏身之地，这是其神秘的一点。另一点则是手段凶狠残忍，但凡是血神教出来的人，都能将一个地方扰得鸡犬不留。他们使用地功法很是邪门，通过杀人就可以提炼出其中的精血进行修炼，可谓是残暴无比。不过这也是有弊端的，使用了这门诡异地功法之后，就能发现能让一个正常人的心智变得阴狠嗜血，神志不清，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能挥下屠刀。而如今出现一个血神教的强者，还是圣人境界的，此人在血神教之中的地位想必很高。而这个黑袍人所说的祭天大阵，这才是让无数人所胆寒的。就连身为圣人的齐云听到这话之后，都不由得大惊失色。这可是血神教所传承的顶级阵法，先前很多小王朝小家族势力一夜消失，靠的就是这个血祭大阵。一旦形成，在血祭大阵内部，无论你拥有多大的实力，可是都攻破不了这个血祭大阵，就算是来了10尊圣人也不行。它邪门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阵法没有阵眼，能不停地吞噬阵法其中的活物，慢慢吞噬，将人的血气给提炼，直至掏空。虚空中，很多人听到血祭大阵之后都有些不明所以，包括南宫晨。当然，在听完齐云的解释之后，都面露恍然之色，眼神有些恐惧。这血祭大阵既然如此邪门，那这么说来，这祭天大阵没有破解之法？南宫晨不禁发问道。若是迫不得已，他还不想这么早的将人皇剑给拿出。先前之所以说人皇剑能破阵，那是因为人皇剑有一项逆天的功能，那就是无视阵法，直接破阵。当然，据说传说之中另一把仙剑诛仙剑亦是有这般功能。没有，除非阻止布阵者，唯有打断他布下阵法，才可如此。齐云摇摇头，开口说道。南宫晨见状，眼神有些失望，但也没说什么。突然，黑袍人远远地注视这边，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开口道：“怎么样，尔等是不是绝望了？结，才过几息，血祭大阵就成了，到时候你们就亲眼见证自己的死亡吧。这可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哟。”大周王也出声了，神情很是舒爽。今日终于能见到你们天渊府的人去死了，
不枉我等到这一天。众人听到之后也很是憋屈，一脸怒意的看着他。没想到最后竟然被大周王所算计了。苏里暗自咬牙，心中发问道：石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血祭大阵吗？若是连这位转世大能都没有办法解决，那可就真的没办法了。这血神教，没想到下界竟然也有啊！石瑶并没有回应他，只是有些感叹的说道：想当初在上界，那血神教也是这般人人喊打。喂，我问你话呢。苏里见他不理，有些着急的说道：我想想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池瑶思忖了一会之后，苦着脸说道。随后池瑶缓缓解释道：这个血祭阵法可不是源自下界的，可是在我那个时代，在9天之中就听闻了血祭大阵，一旦形成，对于你们来说就是必死的局面。若是我恢复到上一世的修为，这个血祭大阵对于我来说不过一念之间便可消散，不过可惜我现在只是一缕残魂。苏里听到之后容颜有些失望，美眸黯然。那这么说来，今日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了。他还没和南宫晨一起见过外面的风光呢，可不想这么早早的死掉。你先别急嘛，还是有点希望的。若是有传说之中的打神石在此，定能破灭阵法，亦或者是传说之中的几大神剑、人皇剑之类的。石瑶连忙开口安慰道：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这里谁有这些东西的？苏里翻了一个白眼，没有好气的说道，随后神情低沉。石瑶听见后也是一下子就闭嘴了。是啊，那岂不是说今天他也要一起死在这了？不对，他是灵魂，怎么会死？对了，或者你神魂出窍，似乎也可以不用死，不过之后你要找一具肉身，亦或者跟我一样这样活着。突然石瑶美眸发亮，开口说道：不过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会导致你体质消失。随后他小心翼翼地说道。苏里听到之后没有回应，若是真到那般地步，可能才会考虑一下吧。此时其他几女的反应也是大差不差，周儿一双漆黑的瞳孔露出几分绝望之色，没有想到最后还是不能报仇吗？随后他看到南宫晨那如松柏一样的背影，有些愣神。不过他好像遇到了第二个如母亲一般对他好的人，那这样子说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想到这，周儿眼神有些释然之色。王宇轩也是如此，原本还有些悲伤，想到自己能和主人一起死，那双大眼睛瞬间就亮了。哎，那这么说来，岂不是和主人一起成为亡命鸳鸯了？似乎也不错。柳如烟一身长裙曼妙，看向南宫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下方那些人们也是哀声不断，眼中尽是绝望。我不想死啊，我还没活够啊！这个天杀的大周王不得好死！我若是下地狱了，也要变成厉鬼杀了大周王。远处大周王神情享受，慢慢的享受这些人绝望的神情，很是舒爽。一旁的黑袍人亦是如此，愉悦的看着他们。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似乎南宫晨依旧还是那般淡然自若。众同者，你为何不怕？黑袍人出声了，冷声道：怕？我为何要怕？该怕的人不应该是你们吗？南宫晨眸子深邃，悠悠说道。他心中在倒数着最后几秒这个龟壳消失的时间。轰！突然天渊府这边毫无征兆的出手了，只见八大战将眸若冷电，气息如渊，分别爆发出最强的杀伐之术。齐云亦是如此，金色弓箭拉满，所散发出来的威压让整个天地有些颤栗。一时间天地神光耀世，各种刀枪剑飞舞，这可比先前的招式还要浩大。显然天渊府这边是没有丝毫留手的。众人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天渊府不是奈何不了那个魔杖吗？为何突然间又出手了？哈哈哈，真是蠢货啊！你们怎么可能打破这个魔杖？之前的失败还没有记住吗？大周王见到这一幕，虽然一开始有些慌张，但反应过来之后也是不屑的笑道。黑袍人也露出冷笑，眼神不屑，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他有些感叹，天渊府这种脑子，大周王竟然都斗不过，那该有多笨啊！就当那些攻势落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黑袍人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猛地一下拿起手中魔珠。只见此刻的魔珠无比黯然，魔意稀少万分。就在下一刻，魔珠突然灭了，那魔杖亦是瞬间消失在天地之中。糟了，快跑！黑袍人嘴角的笑容僵硬了，脸色一变，惊慌说道。而一旁的大周王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听到黑袍人说的话后，还是一脸淡定，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一副享受的感觉。跑什么跑？有你这个宝物在，还怕这些人的小刀吗？大周王嘴角轻扬，语气很是自傲。然而此刻黑袍人想逃也来不及了，两人硬生生的接到这如洪水一般的进攻。只见大周王的身躯瞬间泯灭，只剩下一缕懵逼的神魂留在那里。而黑袍人虽然没有到那种地步，但也是身负极大的重伤，身躯在淌血，支离破碎，血肉横出。尽管如此，黑袍人还有一丝喘息机会，他想要逃，疯狂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天渊府几位战将瞬间爆发，直接用禁锢之术将大周王的神魂捆住，留在了原地。而黑袍人那边则是齐云出手，脚踏虚空，速度极快无比，想要将他抓住。就在这时，血祭大阵也完成了最后一步，一个巨大的红色魔杖瞬间升起，将整个大洲笼罩在原地。漫天血色红链从天空中出现，朝着齐云攻去。齐云见状，也是立马拉起长弓，将这些扰人的血色链子击碎。黑袍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喜出望外，满脸欣喜之色，真是天助我也呀！随后他掏出一把魔杖，上面是一个琥珀般的宝石，只见黑袍人用魔杖敲了一下那个血迹大阵，竟然打开了一个通道。不好！齐云见到这一幕，神情着急万分，暗道一声不好。人们见到这一幕也是感觉到有些惋惜。黑袍人嘴角露出笑容，眼神之中有一抹残忍之色。再见了各位，好好的成为了我的养料吧，我一定会将你们的血气献给血神大人的。结。而就在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道剑势冲来，虚空颤栗，剑息浩荡无边。黑袍人双眸睁大，没有想到此刻竟然还会有人对他出手。感受到这般气息之后，他脸色愈发苍白，此人绝对是强者，不可挡。唰，下一刻黑袍人身躯竟然直接被腰斩成两半，血液一下子喷涌而出。此刻他脸上的神情也凝固住了，还想逃？一声冷哼从虚空之中传来。众人见到此人之后，神情很是惊讶，心中陷入久久的震惊，因为眼前此人正是天渊府的创始者南宫晨的爷爷，绝巅圣人南宫羽。下方南宫晨见到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震惊，爷爷竟然出世了。这种级别的圣人，若是没有大事发生，可不会轻易的出现在世间。不过看到将黑袍人抓住之后，也是松了口气，还好没有让他跑掉了。他倒是可以用刑之秘去追，但是风险太大了。要知道，这可是一尊圣人啊，即便是已经身负重伤，但谁知道呢？他还有没有后手？竟然是你，你还没死！黑袍人的神魂瞬间出现，在看到此人之后，也是满脸震撼。南宫羽之名，他怎么可能没有听过？那可是让大周王夜夜失眠，甚至出现心魔的人啊！要知道，天渊圣人可是将近千百年没有出世了，众人都还以为他已经死去了。你们这些血神教徒，竟然还想对我孙儿出手！老夫就算是棺材仙了，也要出来对付你们！南宫羽白眉一抬，恶狠狠地说道。下一刻，南宫羽挥手之间，一张大网落下，直接将黑袍人的神魂束缚住。黑袍人刚想自爆，却还是慢了一步。而下方，南宫晨见到这一幕，不由得心中温暖，看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随后，南宫羽一手挥下，直接将虚空之中那些血色链子击碎，齐云也因此得救。多谢老府主相救！齐云拱手道，眼神有些震惊。要知道，这些血色链子可不是轻而易举能对付的，就算是圣人后期的他，都被其缠了如此之久，而南宫羽竟然瞬间将其破灭。难道老府主入了那传说之中的境界？想到这，他眼中的恭敬之色更深了，眼神之中充满着对南宫羽的畏惧。而天空中，方才黑袍人敲出的洞口在不断缩小。大周王见状，也是露出狰狞笑容，你们今日都得为我陪葬，抓住我又如何？黑袍人两眼无光，听到之后也是反应过来，冷声嘲讽道，你们若是下跪求饶，自废修为，说不定我还能告知你们如何出去。听到他们说话之后，众人也是脸色一变，眼中有些绝望之色。是啊，抓住他们两个又如何？今日还不是的死在这血迹大阵之中。他们感觉到身体之中的血气在不断减少，完全不可控制，化为缕缕红色烟雾，缓缓地飞在空中。很快，黑袍人的神魂被南宫羽带到南宫晨身前，一把丢在地上。哼，死到临头了话还这么多。南宫羽冷哼一声，眼神冰冷。两人见到南宫羽说话之后，眼神恐惧，瞬间将嘴巴闭上。见过老府主。天渊君见到之后，也是齐声恭敬道，就连八大战将也不例外。南宫羽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们。那些天渊君眼神炽热无比，没有想到活生生的传奇今日竟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先前可都是没有机会见到他的。见过老府主。苏里吉女见南宫羽的目光落下，也是连忙说道，毕竟他们其中可是不乏几人想要在南宫晨爷爷面前好好表现的想法。南宫羽见他们个个倾国倾城，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爷爷，您怎么来了？南宫晨有些好奇的问道。随后看到南宫晨之后，南宫羽也是眉头舒缓，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我的好孙儿，今天真是委屈你了。他的语气之中带着些歉意，就连他们都没有想到大周王竟然会跟血神教有染。无妨，孙儿并没有委屈。南宫晨摇了摇头，平静地回应道，老府主，您可有办法突破这血迹大阵？就在这时，天渊府之中有人开口问道。很快，无数道火热的目光看向南宫羽，毕竟若是绝巅圣人都搞不定这个血迹大阵，恐怕大周无人能将这血迹大阵给破开了。此刻黑袍人一脸不屑，他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能将血迹大阵给破开的，除非他的修为在自己之上，这倒是有些可能，不过在圣人之上，这简直不可能。要知道，自古以来也就寥寥无几的几人能到那般境界，而那几人都是名震整个玄天域的大人物。南宫羽思忖一会，观望了一番这个血迹大阵，才缓缓开口说道，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过听到有办法之后，天渊府众人也是瞪大了眼睛，在下方那些街道上的子民也都不禁喜出望外。那这么说来，他们有救了。随后南宫羽朝着天空挥了一剑，只见白光浮现，那血迹大阵竟然出现一道口子，而后又迅速的闭上。恐怕只能少数人才能出去了，我现在的精力只能支撑100剑有余。南宫羽沉声道。此话一出，众人心中一凉，
他们自然是听懂了南宫羽的意思，恐怕只有天渊府的人才能够出去，甚至连天渊府都说不定能够全部出去。想到这，大周那些子民面色苍白无比，一脸绝望之色。没想到最后他们还是活不了。他们并没有责怪天渊府，因为天渊府能够帮他们斩杀大周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而且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绝巅圣人啊，谁敢责怪他？而那些天渊军脸色不变，他们都是天渊府心血栽培的士兵，自然对天渊府有绝对的忠诚。若是用他们的命来换少主等人的命，他们还是愿意的。一时间整个气氛都无比压抑。苏里知道自己肯定能够出去，那是因为自己是南宫城的道侣，可是他的族人又该如何是好？他的父母和妹妹又该怎么办？王宇轩亦是如此，心中担忧起自己的族人。周尔倒是没有念头，一直以来他都是孤身一人，出去也好，出不去死在这也罢。如今看到大周王落的这般下场，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柳如烟美眸闪动，神情低落，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带自己出去。黑袍人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大笑，神情无比癫狂，哈哈哈，出去一些又如何？这些亿万子民将成为血神复苏的养料，你们应该感受到荣幸才对。大周王也在冷笑，陪着朕一起下葬，你们也算是我的好子民了，朕会记得你们的。此话一出，众人也是愤怒不已，眼神通红的看着他们两个。谁跟你们说这血祭大阵破不了的？就在这时，一道悠悠的声音响起，众人纷纷望向南宫晨。只见南宫晨神情淡然，一脸平静的说道，带着一股天生王者的气概。黑袍人听到之后也是不免嘲讽道，你若是能破开，我当场吃屎！聒噪！南宫晨冷声道。下一刻，一道黑色的火焰出现在两人身下，烤得两人的神魂不停的惨叫。大周王眼神怨恨的看着黑袍人，你好端端去惹别人干什么？众人见到这一幕也是心悸不已，他们能感受得出这道异火绝对很强大，竟然能烧神魂。晨儿，真的有办法解开这个大阵吗？南宫羽眸子爆发出金光，询问道。几女也都看向南宫晨，美眸绽放异彩，毕竟南宫晨创造出太多奇迹，即便是他们也都为他折服。而那些天渊军听到之后，心中很是震惊，少主这般修为真的可以吗？当然，若是能活着为天渊府继续效力下去，他们自然是愿意的。街道上那些子民也都一怔，随后面露苦笑，他们猜测这是少主为了安慰他们而说的话。少主，你无需这样安慰我们了，在我们心中你就是我们大周的骄傲。是啊，若是少主能活得出去，那才潜龙出渊，只是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等到那一天了。街道上那些人们释怀地说道，甚至有的人露出轻松之色。南宫晨不语，双眸紧闭，乌发飞舞，周身符文交织，仙光缠绕，气息惊人无比，犹如一把在酝酿的神剑。轰！下一刻，一声龙吟震耳欲聋，让无数人为之一颤。紧接着，一股神秘且强大的气息从南宫晨身上爆发出来，众人脸色一变，望向南宫晨。南宫晨睁开双眸，众瞳炽盛，爆发出金色光芒，眸光直冲九天，竟然映射出一条金黄大道。虚空中漫天黄道之气降临，化作无数真龙，仅仅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让那满天血雾全部消散。南宫晨脚踏金黄大道，手持人黄剑，身后竟然出现恐怖异象，九天十域的芸芸众生竟然都在朝着那道伟岸身影跪拜。这般异象浩大，震动了整个寰宇天穹。黄道之气加深，气运如龙，集众生信念，这可是古之人黄才有的威势啊！虚空中，南宫晨手握人黄剑，金光璀璨，众瞳睥睨，那冲霄的气势竟然与天道产生共鸣。轰隆隆，龙凤盘旋，天降神光，诸天万界大道之力尽加于身。众人望向那道伟岸的背影，隐约间心中居然产生臣服之意。南宫晨一剑横扫，金色的剑芒照耀九霄，剑势惊人，带着一股恐怖神威，所爆发出来的剑浪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颤。剑芒直冲血祭大阵，那磅礴的剑意似乎要将整个空间都给撕碎。嘣！刹那间，那号称无解的血祭大阵竟然瞬间破碎了，万千血气崩分离析，化为点点星光，犹如漫天星雨缓缓降落。见到这一幕，所有人眸子尽是震撼，先前那般心悸的感觉消失了。有人感觉到身体一阵轻松，脸色欣喜地说道。其他人听到之后，脸上的神情十分激动，看向天空中南宫晨的身影。少主做到了，是他拯救了我们。他们的眼神很是炽热，在他们心里，此刻的南宫晨与救世主没两样。天渊府那一边反应亦是十分剧烈，哈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孙子。南宫羽大笑，面色红润，很是自豪，几十年了都没有让他如此的开心过了。苏里悬着的心此刻终于落下了，绝美的脸上展露笑颜，美眸中涟漪泛滥，注视着天空中那道白衣身影。一旁的池瑶神情呆滞，显然还处于刚刚的震惊之中。他看到了什么？南宫晨竟然掏出了一把人黄剑，那可是传说之中的神剑啊，就连9天之中也未曾出世，他居然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拿出。许久之后，他才有些缓过来，看向南宫晨的目光之中有些复杂。此子身份绝对不简单，先前就有些怀疑是，现在他愈发肯定，绝对是9天之中某个大能的私生子。但反正
绝对不是玄天狱中人。王宇轩也露出笑容，虎牙露出，美眸汪汪地看着南宫晨。主人真的是又厉害了。周儿心中很是感叹，少主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柳如烟容颜有些复杂之色，又一次的被南宫晨救了。而在他们身后，齐云等8大战将则是愈发满意的看向南宫晨。看来此后我等前途一片光明啊！天渊君则是露出火热的目光看向南宫晨，追随少主绝对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传说之中的人皇剑？此刻飞袍人那道神魂疯疯癫癫地说道，脸色很是震惊。他没有想到南宫晨先前并不是说大话，真的将血祭大阵给破了。完了！大周王一脸绝望，低声说道。而后他眼神怨毒，心中满是不甘。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天渊府的运气就这么好？我不服啊！哈哈，因为我有一个好儿子，你没有。就在这时，又一道身影浮现，正是南宫战。他一来就开口大笑道，语气无比自豪。大周王听到之后也是一愣，想到自己的子嗣似乎都被南宫晨杀光了，想到这，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虚空中，南宫晨收回人皇剑，衣袖一拂，步踏苍穹，缓缓降落。不愧是我儿子，果然有大帝之姿。南宫战夸赞道，脸上露出笑容。你怎么才来？南宫晨脸色很是平淡，早就已经习惯了他拍马屁，有些好奇他先前干什么去了。哈哈，这不是带人去宰了大周王剩余的残党吗？浪费了点时间。妈的，谁知道这个老东西竟然这么畜生，连血神教的人都联合在一起。南宫战讪讪笑道，随后面色愤怒，眸中冷芒乍现。南宫晨听到之后点了点头，随后将目光落在大周王2人的神魂上面。一时间众人也都反应过来，还有2个畜生没有处理，若是让你们直接死了，恐怕会便宜你们。南宫晨目光冷漠，语气冷然。此话一出，众人也都点点头。南宫晨正愁该怎么折磨他们，突然南宫羽走了过来，大手一挥，将2人肉体复原。这是？南宫晨有些疑惑的看去，这可不是帮他们恢复了肉体，而是让他们神魂具现，如同活人一般。南宫羽摸了摸胡须，缓缓解释道。南宫晨听到之后也是两眼一亮，像是想到了什么，冷声道，来人，把这个黑袍畜生关入粪池之中，他没吃饱不允许出来，不是喜欢骗吃骗喝吗？让他吃个够。此话一出，黑袍人脸上有些颤抖，眼神尽是恐惧，哀求道，不要啊，我错了，你杀了我吧。众人也都面露赞同之意，脸色无比舒爽，让他先前这般嚣张。南宫羽也是笑了笑，这小子还真是记仇的。是。很快就有2个天渊军过来将他给拖走。此刻2人的神魂都被禁锢住，不仅实力与普通人一般，就连五感亦是如此。你们如此羞辱我们血神教教徒，血神大人苏醒之后不会放过你们的。黑袍人声音很是凄厉。血神大人，你们血神叫来一个，我宰一个。南宫晨冷哼一声，不屑说道。而后众人就将目光放在剩余的大周王身上，见到南宫晨目光望来，大周王身上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你要对我做什么？他颤声问道，气息很是不稳，脸色不安。想到刚刚黑袍人如此凄惨的下场，恐怕他的下场更加不像话。南宫晨看向下方的人群之中，看到那些人们皆是带着仇恨的眼神望向大周王。见到此景，南宫晨心中顿时出现一个想法，来人，将他拉到皇宫面前，绑在石柱上，供世人凌迟，直到死为止。南宫晨冷漠说道。话落，大周王听到之后脸色苍白无比，身躯更是止不住的颤抖。不要啊，不要啊，你杀了吧，求求你了。看到下面那些平民充满仇恨的目光，他就知道自己一定会遭殃的。想到要被这些平时他看都不看的平民凌迟，他心中很是憋屈，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羞辱了。是。2位天渊军恭敬道，出来将大周王拖走。不。大周王痛苦的哀嚎着，不停的挣脱，但身为凡人的他又怎么挣脱得出来呢？街道上一些人们热泪盈眶，拳头攥紧，眼中的仇恨烈火熊熊燃烧。这些人都是先前自己的孩子惨遭大周王虐杀的父母，对于大周王的恨意达到了极致。如今多亏了少主，终于有机会让他们报仇了。当然不仅是他们，更多的帝都子民亦是满眼怒火，恨不得将大周王碎尸万段。若不是今日少主神威，恐怕他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多谢少主。此刻这些人们眼神炽热，齐声诚恳说道。在他们心中，南宫晨无疑就是大周的救世神。南宫晨神情淡然，微微点头，没有过多回应。当然仅仅只是这一番举动，就已经让帝都很多少女尖叫。很快这些人便浩浩荡荡地前往皇宫门前，如同一波洪流一般涌去，可想而知大周王的下场该会有多惨。南宫晨目光凝神，见到一道黑色倩影悄悄离开，嘴角勾起笑容。而在不远处，大周边境内有一行人正无比吃惊。这些人身穿禁服，身躯魁梧，体态庞大，肌肉发达，正是来归还仙境的浩然阁一行人。如山，你确定我们没有走错吗？浩然阁随行的长老面露痴呆，发问道。显然刚刚大周王朝上空的那些异象带给他不小的震撼。9天10狱
芸芸众生纷纷朝拜。月如山暗自吞了一口唾沫，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回应道：“师尊，没走错，前面真是大周王朝，那个众统者就在其中。”那个黄袍长老听见之后，瞳孔微缩，心中竟然出现一个大胆的猜想：莫非刚刚那些异象都是众统者导致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太恐怖了吧！原本他还对于南宫陈收他们浩然阁10个仙精有些耿耿于怀，现在看来，他这种想法随之消散了。检查一下10个仙精带齐没有？黄袍长老突然开口道。岳如山听到之后，也是迅速将背在后面的大匣子给打开，检查一番无误之后，也是点了点头，松了一口气。长老，带齐了，一个都没少，那就好。黄袍长老摸了摸胡须，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中神州天机阁的最高层，一个白色长袍老者在见到东神州那般异象之后，瞳孔微缩，而后掐指一算，竟然一口鲜血吐出。此人正是天机阁阁主白无道。不可能，玄天域之中不可能出现这般东西，究竟是谁？白无道大惊失色，似乎刚刚算到的东西令他震撼。紧接着，白无道双眸紧闭，手掐法诀，口中念念有词，在他的脑海之中出现一片混沌，一片虚无。9天10域的芸芸众生竟然都在朝拜，诸天神魔皆在叩拜。白无道心底震撼，极力的想要看清此人究竟是谁。轰！突然，脑海中晴天霹雳，他犹如遭受到巨大的重创，突然七窍不停的流血，竟然直接晕了过去。他并未看清是真容，只是看到那道背影的冰山一角就已经遭到如此之大的反噬。要知道，在此之前可是从未如此让他这般狼狈的。乾隆王朝宫殿内，好险，若不是有这滴精血在，恐怕此次就要被众统者所斩了。奢华的床褥上，傲龙世子突然惊醒，一脸侥幸地说道。身旁的下人见到之后也是被吓一跳。大人，您回来了。傲龙世子没有理会，眼神冰冷无比，犹如9天之上的冰窟，散发着恐怖的杀意。在他心中，无尽的怒火在燃烧。众统者竟然能将逼到这般程度，好好好！远处一道强大的身影出现，在看到傲龙世子之后，脸色很是震惊。世子，你回来了。此人身后长翼，头顶带角，乃是妖族之中的强者，同时也是傲龙世子的心腹。他看到傲龙世子不语之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世子，莫非你究竟是谁？我去杀了他。一牛目光冰冷，开口问道，散发出来的气息很是强大。竟然有人将世子的精血给打出，真是该死！只见傲龙世子摇了摇头，眼神露出一抹阴翳之色。他虽然狂，那日南宫晨所展现出来的气势完全不输于他，那就能说明南宫晨的背后底气十足。若是派一牛前往，大概率要折损在那里。当然，也不能这样的过去了。傲龙世子眼神阴狠，心中思忖着。很快，一道惊天动地的消息从乾隆仙朝传了出来。傲龙世子似乎在东神州与众统者交手失利，放出狠话，要与众统者1月后决战楚家山巅。这个消息一出，无数人都为之震撼。要知道，最近可是关于众统者热度居高不下，很多人甚至怀疑众统者徒有虚名，上不了天榜第10。没有想到，这则消息一出，倒是狠狠打了那群人的脸。傲龙世子在玄天域之中可是赫赫有名的妖孽啊，位于天榜第7存在，而他竟然都不敌众统者，那不就侧面证实了众统者远比天榜第10还要强吗？这下一些质疑的声音还是逐渐的消失了，但还是有人不信邪，纷纷放话，给他侥幸赢了傲龙世子又如何？恐怕1月之后，重统者要被打得哭天喊地。是啊，当时也没有人见到他与傲龙世子之间的战斗，说不定啊，用了一些狡猾的手段取胜。我听闻傲龙世子对于倾慕于楚家圣女，此次傲龙世子选择在楚家山巅决战，看来要在圣女面前展示一番啊。据说众统者与楚家圣女有些交集，若是输了，恐怕脸色不要太难看。哈哈哈哈！大周龙脉处，十方大山，天渊府高层等人来到这片天地之后，见到眼前场面，也不由得眉头一皱。大周龙脉在被吞噬之后，此方空间灵力几乎荡然无存，荒草横生，犹如一片中烟之地。而且这般景象竟然还在不停地蔓延着，直至覆盖整个大周。南宫战见到眼前这一幕，眼神之中充满着怒火，开口道：大周王那个狗日的，竟然将整条龙脉都给出去了，一丝不剩，真是畜生一个。要知道，龙脉至关重要，拥有了龙脉才会有充沛的灵气，丰富的资源，关键是龙脉能影响一国气运。很显然，如今大周龙脉消失，此地已经不适合人居住在这里，对于一些修士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尤其是天渊府，身为玄天域之中的顶级势力，若是少了灵气支撑，气运加成，那战力将会大打折扣，那可该如何是好啊？难道我等要另寻一处洞天福地？有一个年岁已高的族老开口说道，眼神忧心忡忡。南宫羽一直不语，眉头紧皱着，突然开口道：要不我去把东神州其他3个王朝的龙脉给抽了，若是将其融合，说不定比先前的龙脉还要更强。他摸了一把胡子，眸子绽放着寒芒。此话一出，众人眼冒金光，纷纷点头，真是好主意。他们这群人从小在大周长大，别的不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感情的。得了吧，
龙脉可是通灵之物，若是直接强行抽出，强行加在大舟上面，恐怕其能发挥出来的功效，连先前的1/10都没有，而且还会有风险。南宫战思忖一番，开口否定了这个想法。听到这番话后，众人有些沉然，面色低沉。那看来终究得另寻一处洞天福地驻扎吗？南宫战也很无奈，他也不想离开这片熟悉天地，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决定。很快这群人便离开了这里。很快在天渊府之中就有一则消息传出，那就是大周已经没有了龙脉，大周王将龙脉抽尽，一丝不留，不用多久，整个大周将会成为一片中烟之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整个大周都为之震撼。一些千百年前就驻扎在大周的势力，可不是这一朝一夕就能搬走的，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沉痛的打击。很多大周势力的领导人甚至一晚上白了头发，心中思绪万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番局面。此地相隔其他几个王朝千万里，他们又能去哪里啊？而对于那些平民来说，亦是很严重灾难，因为龙脉会影响国运，若是没有龙脉，天灾不断。这些天灾对于修士来说简直可以不值一提，但是对于这些平民来说就会要了人命。一时间整个大周上下人心惶恐，很是担忧。很快就在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天渊府又放出一则消息，那就是天渊府知道有解决办法，邀请这些势力领导者亦或者是有志之士3日后前往皇宫共商讨。这个消息一出，整个天下间人们眼中恢复了希望，喜悦无比。而那些势力的领导者则是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在这几天他们简直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很多人都暗暗决定，几日后一定要前往皇宫，看看天渊府究竟该怎么解决。此刻在他们心中，天渊府无疑是整个大周最为权威的组织，从先前的那些事情都能看出来。而也有些人冷笑，表示不屑一顾。这些人大多都是大周王朝的皇室残党，如今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犹如过街老鼠一般。他们在听到大周龙脉没的时候，心中就已经激动无比，因为这就是一次脱离大周的好机会。而恰好最近这几日天渊府都放宽了限制，可以随意外出，这也让他们暗道一句天助我也。此刻北域边境外又有一行人过来，他们全身穿着灰袍，包裹着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双眼睛露出在外。你们也是要出去的对吧？门口处天渊君身穿铠甲发问道。没错，为首的一人强压着心中的激动，沉声道。好，你们出去吧。一个天渊君向前，在给他们做完标记之后，也是将他们放行。这群人听到之后便迅速的离开了，头也不回。就在楼阁高处有一个人影在静静的看着这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真的就如晨儿所言，这些残党余孽恨不得立马离开这个地方啊！希望道士他们不要后悔，毕竟这可是只出不进的呀。南宫问天喃喃道。下方，最近出的人越来越多了，你说我们也要出去吗？不远处此地有一个居民见到这一幕，也是忧心忡忡的说道。很快就有一个老者过来，拿着一个棒槌重重的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还出去？出你个鬼啊，真是不像话。天渊府都放话了，那就是一定能解决龙脉问题，你赶紧给我放牛去。那个中年男子听到之后也是连忙应声离开了这里。这几日都是修士离开居多，若是这些凡人离开了这里，恐怕将无一丝生还的可能。先前那群灰袍人走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有些惊魂未定的向后看，发现已经走远，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哈哈哈，天渊府他们真是蠢货，竟然这么容易的将我们给放走，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放虎归山？一个灰袍人扯开面罩，一脸兴奋说道。若是南宫晨在这里，定能认得，此人就是当初在婚宴上被他吓到失禁的周弼。没错，其他势力也是真够蠢的，竟然相信天渊府的鬼话。龙脉这种东西，难道天渊府能凭空变出一个吗？真是可笑。又有一人附和道，一脸不屑。周弼眼神冰冷，恶狠狠地说道。先前南宫晨那般如我，此次闯荡天地便是我们崛起的机会，我一定要变强，日后将南宫晨斩于刀下。此话一出，众人也都满眼炽热，面露崇拜。皇子威武，日后一定能重振我们大周的荣光的。对啊，说不定那些蠢货很快就因为龙脉的问题早早的死在那里了。众人嬉笑道。天渊府中，南宫晨将先前傲龙世子的储物戒打开，果然发现了里面的3块剑胎碎片。看来还真是如我所料，这个傲龙世子就是想将这些剑胎碎片集齐，可惜啊，就是遇到了我。现在倒好，全部都成全于我。南宫晨自语道，眼神闪动，望着桌上4块如琥珀般的剑胎碎片，还有1块则是赤炎剑王，见他感兴趣，主动交了上来。对此，南宫晨也很是满意。他把玩着这些剑胎碎片，眸子深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按照传说之中的预言，那应该还差剩下的5块，集齐9块剑胎碎片，便能合成一把剑胎。听闻还是传说9大战场之一乱谷战场的钥匙。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请前往乱谷战场签到。南宫晨有些意外，没有想到会因此触发任务，那岂不是白送一个好东西过来？真是意外之喜啊！此刻在南宫晨心中更加确定了要集齐9块剑胎碎片的想法。而后
南宫晨将目光放向远方，面若谪仙般俊逸，眸若星辰。此时若有人见到这一幕，绝对会暗道一声公子世无双。不过此次收获确实还是蛮大的，收服了4大剑宗，甚至连大周王朝都收入囊中。虽然南宫晨并没有当一国君主的想法，但收服这样一个势力在自己麾下还是很满意的。而且黄道龙脉的加持之下，日后这个大周想必会成为他一大助力。就在这时，外面一道动听的声音响起：“少主，浩然阁他们来还仙经了。”外面，王宇轩恭敬地说道。南宫晨听到之后，眸子闪动，目光有些意味。月然阁，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记得，就连他都有些忘记了。想到这，他神情有些失望。若是浩然阁不来，就能要更多了，真是可惜啊！不知少主何时能来？浩然阁的一个长老很是诚恳地发问。此刻，他坐在奢华椅子上，整个人有些战战兢兢，额头甚至有些冷汗冒出。据他的感知，这个天渊府之内有许多道强大的目光在打探他，他内心震撼无比。他没有想到，一个身处于一个小王朝之中的势力，竟然底蕴比中神州一些顶级势力还要强，拥有这般实力，还隐藏在小王朝之中，这简直就是超级老鹰比啊！在他心中，天渊府已经被他打上万万不可招惹的标志，甚至以后他要告诉他们阁内的弟子，千万不要去招惹众统者。现在看来，众统者能大败傲龙世子，甚至是中神州一众妖孽，倒不是没有原因。熊长老稍作即可，公子很快就来了。王宇轩开口说道，面带笑容，清纯无比。多谢多谢。熊长老拱手道，很是感激。若是没有人回应他，岂不是要尴尬死？现在大厅之中，除去他和一众月如山弟子，还有一个天渊府派来的族老，就无一人招待了。当然，他们也能理解，这般隐世家族目光自然是高傲无比。若是阁主前来，恐怕才能见一见这天渊府背后的人。大师兄，你说那个众统者真的很恐怖吗？有弟子小声发问，看向月如山，眼神充满着好奇。身旁的弟子皆是如此，对于月如山口中的众统者崇拜且好奇，他们可谓算是众统者的小迷弟了。在月如山的讲述之中，很恐怖，你们等会不要去招惹他就行。月如山有些苦着脸说道。当时众统者在9天秘境，可是给他留下了恐怖的印象。这些弟子听到之后，眼神就愈加的好奇了，纷纷打量着门口，很是期待。很快，一道身影出现，一袭白衣缓缓走来，气质出尘，周身神辉笼罩，仙光四溢，犹如白衣神王一般。浩然阁这些人见到之后，也是瞪大了眼睛，眼中很是心悸。那双重瞳无比恐怖，开合间竟然有天地毁灭异象，让准圣境的熊长老竟然都有些心悸。这就是传说之中的众统者吗？果然有王者之姿。而那些弟子见到之后，则是面色愈加崇拜，这简直比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还要更加非凡。月如山感应到这般气息之后，瞳孔有些微缩，陷入了感叹，他竟然比先前还要强了。今日一见众统者，真是应了那句英雄出少年啊！熊长老有些震惊地说道，一脸欣赏之色。他能感受到南宫晨的肉身很强，甚至比他们这些炼体的弟子强上不止一个档次，这是最让他震撼了。长老说笑，今日诸位不远万里前来，有劳了。南宫晨拱手温声道，那日多亏了少主在9天秘境之中相救我个弟子，真是万般感谢。来，将我们的仙金奉上。熊长老很是豪爽，开口说道。身后的月如山也是乖乖地将大匣子给打开，很快一阵氤氲仙光冒出，带着一股精粹的灵气。南宫晨扫了一眼，神情淡然，心中有些诧异，竟然多了10块仙金。熊长老见到也是笑眯眯道，那另外10块是我们浩然阁一点小小的心意，还望少主日后能照拂一番我个弟子，在少主能力范围之内即可。南宫晨微微点头，他倒是听懂，若是出门在外，对方弟子有危险，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算了，也没有强行绑架，这倒是挺好。见到南宫晨点头，熊长老松了一口气，看来众统者也没有外界说的这般不讲道理。既然如此，我等就告辞了。熊长老等人拱手招呼道，随后便离开了这里。时间飞快流逝，转眼便过了半月。随着那封战书落下，南宫晨迟迟没有回应，众人也不禁猜测，那位向来无敌的众统者怕是畏惧了傲龙世子。这一番举动也不禁让傲龙世子的追随者士气大涨，纷纷出声嘲讽众统者。依我看，当初众统者能将傲龙世子打败，肯定是另有隐情，要不然怎么会迟迟不来接战？没有想到震惊玄天域的一代众统者竟然如此胆小，真是太让我等失望了。随着这些言论的发酵，这也让一些支持南宫晨的少女气愤无比。他们觉得傲龙世子人品如此不好，众统者肯定是不屑于应战。事实上还真是他们想的这般，南宫晨压根没有想要与傲龙世子接战的想法，败在我手中之敌也配叫做对手？就算是给他千百万次机会，他依然没有任何胜算。乾隆仙朝一处奢华的宫殿前，恭迎世子龙血洗髓成功。一行人眼神火热，齐声恭敬说道。这些人气息强盛，眸子冷电绽放，浑身之中蕴含一股蓬勃的血气，都乃乾隆仙朝的天骄。傲龙世子见到之后很是满意，气息如渊，眸子开合间竟然有一丝龙威显现，
让在场众人皆大惊失色。没想到龙血洗髓之后，柿子变得比先前愈加强大了，众人甚至能感觉柿子只需一招便能将他们横扫。这就是龙血洗髓之后的柿子吗？这些追随的天骄眼神愈加火热，有柿子在，恐怕世间天骄就要黯然失色了。很快，众人便一言一语地吹捧道，顺带将最近发生的事说出来。谁曾想，暴龙柿子在听到南宫辰之后，眸子之中浮现一抹冰冷，开口道：“他还不敢接战吗？”是。半月过去，一点消息都未曾传出。有人小心翼翼地回应道。暴龙柿子不语，眼神寒芒，一股极致的杀意爆发出来。自那日被南宫辰羞辱之后，他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越烧越旺。传令下去，若是众统者不敢接战，仙葬结束之后，我会亲自来到天元府山门前，横扫他们府中所有天骄，看他还做不做缩头乌龟。暴龙柿子冷声道，带着一股怒意。是。众人恭敬应道，心底充满着震撼。没有想到柿子竟然要前往天元府堵众统者的山门，这倒是有好戏看了。此刻随着众统者的身世被扒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众统者背后的势力名为天渊府，那是一个王朝之中的小势力。很快，暴龙柿子说众统者若是不接战，将在仙葬结束之后去堵天渊府山门。这一消息传出，瞬间将最近两人的热度又推上一个新高度。很多人无比期待众统者若是知道这件事之后，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情。众人眼神带着玩味，心中恨不得众统者从那个位置摔下来，毕竟站得越高，可谓是摔得越疼啊。他们就喜欢见到如此的场面，这会让他们的内心无比舒爽。此刻整个玄天域之中，无论是顶尖势力，还是上古大教，亦或者是荒古世家，都无比关注这件事。他们带有别样的目的，那就是看能不能试出众统者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老虎是猫。另一边，楚星知道这件事之后，也是来到楚言面前，愤愤不平地说道：“姐，这个傲龙柿子也太狂妄了，没有一点将姐夫放在眼中。”楚言容颜倾城，轻抿了一口茶，淡淡说道：“怎么？难道你要去挑战傲龙柿子？”楚星听到后也是讪讪笑道：“怎么可能嘛，我这种实力上去也是送的。只是我想，姐夫那般绝世的人，肯定不是人口中说的那样惧怕，他肯定是不屑一顾这个狗屁傲龙柿子。姐，你也是这么想的吧？”而后楚星又打抱不平地说道，看向楚言。楚言那绝美的脸蛋轻轻点了点头。对了，传我命令，再送众统者一个仙藏名额。楚言淡淡说道，美眸绽放金光。他当然忘了南宫辰身旁那个白发女子似乎也是不输于他的存在，若是能送对方一个人情，他还是很愿意投资的。姐，可是名额事关重大，可不能随便赠予了，恐怕会遭到族中其他人口舌。楚星犹豫一番，还是说了出来，无妨，谁敢说，我便镇压谁。楚言不以为然，冷声说道，语气充满着威压。大周皇宫之中，此刻聚齐了不少身份尊贵的人在此，来的人并不算多，大约40-50个，大部分都是剩余实力的领导者。当然，王雄和苏明在场。今日可是天渊府应约之日，商讨该如何解决龙脉之事。说是如何商讨解决之事，其实就是靠天渊府。若是他们有办法，那一切自然就迎刃而解。关键还是在于天渊府。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大周也会如此凋零。大厅之中，有人不禁感叹道，唏嘘不已。众人听到之后，点点头，神情有些落寞。自从龙脉没有之后，直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势力选择搬出天渊府，也就是离开这片地方，其中也不乏他们的老熟人。而剩下来的这些人，则都是对大周充满着感情，亦或者同天渊府在一条战线上的。总之，那些大周剩余下来的王室和向来敌对天渊府的势力，都已经逃得一干二净了。若是不逃，他们知道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死亡。那些凡人的话，离开大周的人数几乎很少，可以算作没有。在他们心中，南宫辰就是代表着天渊府，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相信天渊府，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他们将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在了南宫辰身上。若是今日天渊府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没有一丝希望了。此刻有人低声道。王雄听到之后也是双眸一瞪，大声道，天渊府说有办法，那就是有办法。先前我等被血祭大阵所困，不也是少主解决的吗？此话一出，有人愧疚的低头，但也有出声质疑。我承认少主救了我们，他对我们有大恩，但是大周如今这般局面，龙脉这种东西是不是能变就变出来的？哎，此人一头花白，脸上充满着沧桑，叹息道。有人认出了此人，不由得有些惊讶。这位老者名为魏忠，乃是一位良臣，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大周和子民。而在此之前，魏忠还神采奕奕，头发并未花白，没想到龙脉之事对他的打击如此之大，竟然让发丝一夜雪白。当然，更多的还是之前的事情。由于魏忠说话太过于耿直，所以常年被大周王关在地牢之中，只有最近才放出。此话一出，也是说到众人的心坎上面了。是啊，龙脉可不是寻常之物，不是说变就变出来的。想到这，众人的眼底有一抹担忧之色。少主到。很快，一道敞亮声音传遍整个殿堂。这些人听到之后，也是神情一震，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姿态，
面露恭敬。现在南宫晨的名声在整个大周如日中天，身份不可一世，功高盖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一道白衣身影缓缓走近，仙辉缠绕，神采非凡，散发出来的气息愈加缥缈神秘，犹如下凡谪仙。众人见到之后，也是不由得有些震撼。诸位，久等了。南宫晨淡淡说道。在他身后，则是跟着王宇轩，还有周迩二女。王雄见到王宇轩之后，那粗犷的脸上也是露出真情笑容，有些攀比一样望了苏明一眼。看来他的女儿在少主心中分量还挺高的。苏明则是有些不以为然，毕竟他的女儿可是少主正宫，自然有恃无恐。南宫晨径直走到龙椅面前，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很是自然地坐在上面，俯视着他们。果然还是这龙椅舒服啊。南宫晨心中暗自感叹道，向下望去，那一览天下的感觉油然而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般权势也能怪这么多暴君出现，毕竟这些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王宇轩和周迩见着后有些一愣，而后美眸中有些笑意，来到南宫晨身后帮他按摩着。众人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震惊无比，难道说南宫晨想要自立皇朝？很快虚空中又有许多道强大的身影出现，在场的人见到之后瞳孔微缩，面露震惊之色，正是天渊府一众高层。当他们见到南宫晨坐在龙椅之上，嘴角有些抽搐。你小子有前途，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皇帝。南宫问天对他比起大指母，一脸夸赞道，你小子叫我们来，不会真的要做皇帝吧？南宫战无语的说道，满头黑线。他倒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比自己先当上了皇帝。要知道年轻时候的他还是挺渴望这个位置的。南宫晨露出笑容，开口道，这不是提前帮你做热吗？南宫战听到之后有些懵逼，什么叫提前帮我做热？南宫晨露出一个笑容，眼神深邃，没有过多解释，将目光放于下面，缓缓开口，如今大周残党大势已去，就连一些曾经敌对我们势力也纷纷退去，可以说如今整个大周都由我们天渊府统治，而诸位素来都是我天渊府的盟友，与我们一条战线上，那我自然没有什么可藏着的了，愿意将我的想法告诉给各位，那便是我要创建一个王朝，我将其命名为天渊神朝。此话一出，众人震撼无比，没有想到这小子真的想要创建新王朝，以神朝命名，该万世春秋，这小子野心不小啊。南宫战摸了摸下巴，眼神闪动，而那些势力领导人则是兴奋不已，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他们早早的支持天渊府，不就是寄托于他们能干翻大周，届时创建一个新王朝吗？如今黎明中道，他们有些热泪盈眶。少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没有龙脉，我们可以创建王朝啊。突然一道声音响起，众人看去，只见是满头花白的魏忠，嘴角轻嗡。紧接着魏忠又道，若是没有龙脉作为支撑，开创王朝的话，那无疑是会走向灭亡，伤国伤民，民不聊生，人们会苦不堪言的。他句句诚恳，语气似乎带着一些责怪南宫晨意味。此话一出，全场皆静，有些震惊地看着他，居然敢说这些话，若是惹到了南宫晨的眉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许多人保持沉默，暗自摇头，看来今日这魏忠凶多吉少啊。苏明也有些可惜地看向魏忠，他与对方算是老相识了，不忍心见对方丢掉性命。哦，有点意思，你叫什么名字？在众人小心翼翼的目光之下，南宫晨神情淡然，开口问道，眼中带着一丝欣赏之意。能如此敢于说真话的人可不多了。听到此话后，这些人有些惊讶，他们听到了什么？少主竟然没有责怪魏忠，反而有点夸赞之意。要知道，若是在先前，大周王听到这些话，恐怕又要将魏忠送入的牢了。回少主，老夫名为魏忠。只见魏忠不卑不亢，开口道。南宫晨微微点头，这个名字他有些印象，他父亲提起过，似乎之前大周王上朝的时候，这个魏忠经常说出一些逆耳的话，被大周王经常送入大牢。他当时还觉得此人还挺有意思的。魏忠是吧？你继续说。南宫晨淡淡道，眼神深邃。魏忠听到之后，眸子冒出金光，他已经做好被打入地牢的准备，没有想到今日居然是这般结果。如今大周因为失去龙脉之势，灵气溃散，土地没有灵气滋养，根本孕育不了那些作物，导致很多平民如今只能靠先前所储存的粮食为生。若是这时建国，恐怕会对他们造成负担。当今首要的问题就是这龙脉。魏忠继续道，吐舌清晰。不错，你说的有道理，若是没有龙脉，确实创建不了王朝，但是谁跟你们说我没有龙脉的？南宫晨淡然道，而后话锋一转，话落，一道震慑九霄的龙鸣响起，伴随着这一声通彻的龙吟，天空异象骤然大变，无数灵雨倾盆落下，霞光涌现，紫气东来，虚空中竟然出现无数道虚影，他们身穿地袍，都乃9天10狱之中历代皇帝。这些虚影一步一叩首，神情虔诚，犹若迎接天下共主诞生，万国来朝。这一幕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了。宫殿中众人闻声赶去，见到之后瞳孔不禁放大。此刻整个大周街道内小巷中，人们激动地出来欢呼着，眼中充满着火热。要知道，自从龙脉消失，大周境内时至今日一滴雨水都没有落下，
一些粮食作物都快要干枯死了。而让他们最为震惊的是，那漫天淋雨仿佛有魔力一般，竟然顷刻间就让满地枯萎作物瞬间生长，冒出新嫩绿叶。天啊，这些雨实在是太过于神奇了，难道是上天的恩赐吗？有个背着竹筐的老农震惊道，他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神奇的画面。远在宫殿外的魏忠见到之后，不由得满脸欣喜，很是亢奋，同时他心中有些不解，为何竟然会突然下起淋雨？想到刚刚南宫臣说的话，魏忠突然心神一震，似乎明白了什么。难道说少主所说的龙脉是真的？大周这片土地太过于贫瘠，无论是任何一个方面上，可容不得这黄道龙脉。在龙脉激活前，自然会下淋雨，以此来提升这片天地质量。此时，南宫臣一袭白衣，负手而立，缓缓开口。众人听到这解释之后，也是恍然，原来这些淋雨也是属于龙脉的一部分啊，是为了改善这方天地。你说什么？这个龙脉叫什么名字？突然，南宫羽有些激动地问道。他似乎在一本古籍上看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众人也将目光放了过来，看向南宫臣。黄道龙脉。南宫臣神情淡然，淡淡道。南宫羽再次听到之后，如同遭到的晴天霹雳，那苍老的脸上激动万分，很是通红，身躯都在颤抖着。没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心情。黄道龙脉，那可是传说之中的天阶龙脉啊！众人见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疑惑万分，能让一代圣人如此激动，这个黄道龙脉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同时，他们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个龙脉难道不是天渊府所得吗？为何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南宫战看向南宫臣，有些吃惊地说道：“你小子究竟带回来了什么龙脉？竟然让老头子都这么震惊？”南宫臣笑而不语，眼神意味深长。身后的两女美眸绽放着异彩，一脸崇拜地看向南宫臣。此话一出，众人眼底涌现一抹震撼，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个新龙脉还真的是少主带回来的？难道说这段时间少主为出风声，都是去捕抓龙脉去了？此刻联想到最近所发生的事，他们疯狂脑补着。而后他们看向南宫臣的眼神之中充满着敬意。很快，南宫羽缓过神来，才惊魂未定地开口：“这黄道龙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乃是传说之中的天阶龙脉。”他看向南宫臣，脸色充满不可思议。众人听到之后，脸色一愣，反应过来之后，露出狂喜之色。这他妈竟然是天阶龙脉！王雄也忍不住爆了粗口，身上有些哆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太过于激动。天阶什么概念？先前大周的龙脉也不过只是最低价黄阶罢了，还是其中最低级的。没想到现在少主所带回来的龙脉，竟然横跨4级，直接来到最顶峰的天阶龙脉。就连一些仙朝地朝，不过也是玄阶翼或者黄阶。也就是说，他们天渊神朝开局就是王炸。想到这，他们就明白为什么少主要将取名为神朝了。这些一方豪杰的大人物此刻都一脸炽热，少主果然乃神人降世，至尊之相啊！是啊，若不是少主力挽狂澜，恐怕我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哈哈哈！若是先前那些离开大周的那些人知道之后，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吧？这些人语气高扬，一言一语说道。但无疑，说到南宫臣的时候，心底满满都是敬佩。南宫臣风轻云淡，也没有过多解释什么。这些人神化他，崇拜他，对于他而言也更有利。这淋雨可没有表面看上去这般简单，对于你们而言有大帮助，诸位也可以上前淋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突然，南宫臣开口道。话落，一阵狂风袭过，先前还在侃侃而谈的那些人，此时早已消失在原地。他们早就发现这淋雨有奇效，只是碍于面子不敢去。而南宫臣突然提醒，正给了他们一个台阶，才会这般如此。你们也去吧。感受到身后的两女有些异动，南宫臣温声道：“少主，你不去吗？”王宇轩歪头问道。周尔也投来目光，有些疑惑。只见南宫臣摇摇头，缓缓道：“我这超9品资质，这片淋雨对于我而言提升不大，言外之意就是对我没多大帮助。那是因为我已经走到了天赋的尽头。”听到这般凡尔赛的话，两女也是带着幽怨的目光，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大周街道上，此刻也渐渐有人感觉到不对劲。淋了这个雨之后，似乎他的经脉都被吸髓了，甚至有些1品天赋的凡体，在淋了这些雨之后，都感觉到灵气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能修炼了，我能修炼了。阿爹，阿娘，我竟然能修炼了！有位少年激动地说道，看着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很是喜悦，眸子晶莹，相互拥抱着。这一幕在大周不停地上演着。终于，随着最后一滴淋雨落下，天空中一道绚丽的彩虹升起。我竟然从4品资质突破到了5品。苏明感受到身体发生的变化之后，震惊想到，这场淋雨所带来的改变也太过逆天了吧！此刻，不只是那些平民百姓，其他的那些修士也都发觉到自身的改变，眸子之中露出愕然之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淋了一场雨之后，修炼资质还能提升。很快，虚空中一道龙吟升起，一头9爪金龙在那盘旋着。9爪金龙霸气无比，身躯带着浩荡皇威，让所有人感受到之后都不由得心生畏惧，起了臣服之意。9爪金龙那可是祥瑞的代表，那些子民见到之后也是纷纷下跪叩首。
皇宫前，南宫晨看着这一幕，眼神闪动。这条九爪金龙就是黄道龙脉吗？这可比先前他所见到大周那只小泥鳅大多了，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在南宫晨身旁，此刻天渊府高层以及那些大人物也纷纷归位，眼底有一抹骇然，怔怔地看着这一幕。我们新朝龙脉竟然是九爪金龙！有天渊府族老很是震撼。九爪金龙可是出现在传说之中的真龙啊，龙脉可是跟国运挂钩的，他们简直不敢想象日后天渊神朝该有多强盛。而后那金龙在众人的见状之下，竟然飞于皇宫身前，朝着南宫晨俯首。无数道目光纷纷射来，街道上人们眼神火热地看向那边。难道说今日我们就要见证一个新王朝吗？有人低声说道，那语气之中的激动是藏不住的。这些人们并不傻，这时几日猜测到了许多东西。如今大周皇室分崩离析，龙脉消失，而天渊府另寻龙脉，恐怕就是为了建立新国。进去吧，南宫晨轻声说道。下一刻，那头九爪金龙抬起那巨大的龙首，龙眸中竟然浮现一些仁义，那巨大的身躯直接遁入到大周山川之中。人们见到这一幕，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一时失语。难道说这九爪金龙人认可了少主？不然为何会听令于他？他们想都不敢想。其实九爪金龙的主人正是南宫晨。轰！黄道龙脉彻底激活，瞬间整个天地间一股比先前浓郁个几十倍的灵气从地底涌现出来。所有人感应到了之后，脸色不由得一变，瞳孔微缩，甚至人群之中有人直接原地突破。可想而知这些灵气有多浓郁，就连一些洞天福地、修炼圣地也远远没有达到这般浓厚。南宫晨感受到之后点了点头，露出一抹满意之色。这黄道龙脉所带来的灵气真是浓郁啊，就连他隐隐约约修为有些松动，好似要突破到大能巅峰。若是说出去，恐怕那些离开的修士要后悔是吧？不过后悔也没用，出去了就休想回来了。想到这，南宫晨眼中露出一抹寒芒。魏忠，现在你觉得我们还能立新国吗？南宫晨淡淡说道，自带一股高贵的威严。能？魏忠很是激动，老脸通红，开口说道。这若是不能，整个玄天域还有哪个王朝敢自立？很快，那些群众就聚集在皇宫面前，热闹非凡，一言一语讨论着，他们心中有太多的疑惑了。今日的灵雨以及那只九爪金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龙脉之事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还有，以及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天渊府是不是要立新国的，国君会是谁来当？听到这些之后，天渊府内部也是商讨了一番。你确定要让我来当皇帝？南宫战双眼瞪大，看着自己的儿子。那不然呢？国号都给你取好了，我还年轻呢，总不能被困在这里吧？南宫晨打了一个哈欠，淡淡回应道。那些族人也很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少主竟然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不过想到是让给南宫战之后，就有些理解了。而且你不是有管理经验吗？先前带天渊府这么多号人，让你管一个国应该问题不大吧？南宫晨继续道，语气悠悠。南宫战听到之后也是满头黑线，嘴角一抽，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小子单纯的想要自己帮他管理势力呢。好吧，好吧，既然你小子喜欢闯荡，那我就帮你打理一下神朝。南宫战答应道，面色正经，心中一直偷乐。毕竟身为一个反贼，一直都有一个皇帝梦的，要不然他这么反抗大周王干嘛？想到这，他就有些感动，这才是亲儿子，果然没有白养。看来望子成龙还是有用的。另一边，南宫晨眼神闪动，心中也思绪万分。别以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壁灯老早就有一个皇帝梦了，如今嘴上犹豫，心里恐怕已经乐开花了。哎，这个老壁灯倒好，有我一个挂逼儿子，如今这么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看来望父成龙计划该实施了。就这样，两个各怀鬼胎，一个将来威慑整个9天10域的神朝诞生了。没过几日，天渊府创立天渊神朝的事就已经在境内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了。而他们也知道了，当日那些灵雨所发生的一切，竟然都是因为天渊府所寻的龙脉，这才将危机化解。一时之间，众人感动万分，没有想到天渊府为了他们，竟然在暗地做了这么多事情。此刻，全国子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天渊府立神朝。他们相信，在天渊府的带领之下，他们能走得更远，走上更高。而天渊神朝的国君，则是让天渊府的府主南宫战担任。对于这个，众人早已在预料之中。据说，那皇宫前的大周王还有一口生气，在听到自己一直以来的老对头登临王位之后，也是被活生生的气死了。当然，这件事也被当作人们饭后闲谈。1月之后，天渊神朝一座无比奢华的府邸之中，南宫晨盘坐于床褥，周身神辉璀璨，大道仙经在运转。许久，他一口浑浊之气吐出，两眼露出金光，大能进巅峰。成，如今他处于整个天渊神朝之中灵气最为旺盛的地方，所以修炼速度自然飞快无比。是不是到了仙藏开启的日子？南宫晨自语道，眼神闪动。楚家仙藏说到底就是一方小世界，沟通于10域之中，而恰好在玄天域内所掌管这方出口的是楚家，所以自然就叫楚家仙藏了。不过传闻这个小世界是由上古传承至今，其中不乏一些强大的传承在内，
有自称炎帝的留下焚天传承，更有十凶之一的凶兽留下的宝术。当然，这些并不是最吸引他的，最吸引的南宫晨的，这是一则传言。据说传说上古有一女，天生重瞳，在仙藏内所得到一门宝术，别人所传言乃是重瞳的至高奥义。在此之后，重瞳女便一路横推，再无敌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此奥义正是传说之中的重瞳开天。想到这，南宫晨心中出现一丝涟漪。如今他重瞳先有提升，若是拥有此门宝术，那他将会有一个大杀器在。想到这，此次的楚家仙藏，他就不得不去前往楚家仙藏签到。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响起。南宫晨听到之后有些一愣，嘴角勾起笑意，真是天助我也。不过听说有个虫子最近一直在跳啊，还说要堵在山门。既然如此，此次就随手镇压吧。南宫晨神情淡然，毫不在意的想到。